沈一鸣穿越到一个全民转职的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觉醒职业，有法爷、战士、牧师、机械师、灵厨、御兽师等等。而沈一鸣觉醒的是御兽师职业。开局一只混沌熊猫，这是宇宙禁忌中的存在，朱雀看到都要胆寒。而沈一鸣的第二只受宠，竟然是传说中9凶之一的穷奇。他的出现就像一个移动炮台一般，能无限释放技能，让万族胆寒。而第三只受宠正是祥瑞白泽，没有等级，但是却是天地唯一，拥有无敌的气运、秘境捡宝、逢凶化吉、逢赌必赢。还有第4只、第5只各种神奇的受宠。受宠已经很离谱了吧？不，最离谱的是沈一鸣，他拥有复魂的天赋，这些受宠的技能、天赋他都能使用。可是多年以后，当他站在宇宙之巅之时，人们却喜欢称呼他为地丈、逆子、沈二弟。晚安，马卡巴卡。躺在床上的沈一鸣迷迷糊糊地睁开自己的双眼，环顾四周，这是一间破败不堪的房间，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铁锈的味道。看着这陌生的环境，沈一鸣愣了一会，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呢喃道：难不成烧出幻觉了？别跟我说睡一觉起来穿越了。他记得昨天变成小洋人之后，在家休息看了几集《花园宝宝》就睡觉了呀，这怎么一觉醒来房间都变了？此时还在疑惑的沈一鸣刚要起身查看情况，突然感觉自己屁屁内侧有一股强烈的疼痛感传来，那是一种钻心的疼，是沈一鸣从未体会过的感觉。嘶哈嘶哈，疼得直咧嘴的沈一鸣下意识地拉开被子，想要查看情况，下一秒他整个人差点昏厥过去。此时的他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麻灰色的床单上还沾染了一丝血渍。看着床单上的血迹，沈一鸣整个人气得浑身颤抖，脑海中出现一个恐怖的猜测：我尼玛，老子守了20几年的后花园不会被人偷了吧？沈一鸣越想越气，老子只不过是羊了，到底是谁竟敢把老子家给偷了？最好别让他逮到，让他带到的话，绝对把他丢进马棚里，让他知道什么叫浑身通透，原地升天。此时正捂着屁屁的沈一鸣脑海中突然出现一股断断续续的记忆。卧槽，竟然那么巧，他也叫沈一鸣。原来如此，我穿越了，变成了有志青年，吓老子一跳，家没被偷就行。沈一鸣还从断断续续的记忆中得知，这是一个全民皆兵、怪物横行的世界，各个城市都会随机出现异次元空间。光是夏国境内已知的异次元空间便有足足数百个，里面有着各种凶兽，危险程度可谓是直接拉满。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职业也应运而生，每个职业等级又分为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奇、神话7个等级，有法爷、战士、牧师、机械师、灵厨、御兽师等等一系列的职业。每个人在30岁之前都会有机会觉醒相应的职业，当然也可以用觉醒石来觉醒，不过觉醒石的价格高昂，一般人还真负担不起。没有觉醒的人想要获得力量，可以购买变种药剂，这是一种让普通人快速获得力量的办法。不过服用变种药剂之后，未来成长的上限已经固定了，不是走投无路的话，基本上不会选择服用变种药剂。而沈一鸣他觉醒了，不过觉醒的是一名御兽师。御兽师很强大，但是这些和沈一鸣都没啥关系，因为越强大的御兽师需要花费的钱就越多，就算白嫖到了一只掉炸天的兽宠，养不起也一样没用。这就导致了原本应该强势的御兽师在沈一鸣这个穷逼手里就变得很鸡肋。沈一鸣他的受宠是一只憨憨熊猫，因为是半生受宠的原因，一觉醒他就出现在了御兽空间当中。原主给他取名叫沈二弟，战力没测试过，模样很萌，资质好像还行，但是他吃的太多了，沈一鸣压根就养不起。想到这，沈一鸣便打开了自己的御兽空间，把二弟给召唤了出来。没一会，一只30厘米左右、黑白相间的熊猫滚了出来。此时的他双眼无神，骨瘦如柴。二弟有气无力地看了沈一鸣一眼，嘤嘤嘤地叫了起来：嘤，主人啊，你的小可爱要被饿死了。嘤，夭寿了，我饿死了以后，你就再也没有我这个小可爱了。嘤嘤，你养不起我的话，就把我送到一位富贵小姐姐的手中，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嘤嘤，等我飞黄腾达了，我会来收你当人宠的。沈一鸣看着眼前的小熊猫，他沉默了。因为是御兽师的原因，两人的交流基本上是无障碍的。有这样一只极品受宠，真的笑死了。沈一鸣刚要开口教训一下他，这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股冰冷的机械音。丁神级选择系统已激活。选项1，强行解除受宠绑定，帮他寻找一位好人家，完成任务奖励白银级幼兽蛋蛋1枚。选项2，这受宠天生反骨，暴揍他一顿，让他意识到谁才是主人，完成奖励
御兽亲和力+5。选项3，安抚受宠，并且让他吃到食物。完成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沈一鸣看着眼前的3个选项，嘿嘿傻乐着，结。系统果然穿越了，这玩意自己就来了。一阵激动过后，又再次把目光放到了3个选项上面。这3个选项根本没有选择的必要。第一个，白银级的幼兽蛋蛋对他没啥吸引力，他身为一个主角，怎么可能开局就放弃自己的受宠？而且这二弟还是半生受宠啊，强行解除契约很伤的好不好？第二个选项，揍他一顿，自己这小胳膊小腿的，想要打过御兽想屁吃，万一这货反咬自己一口，自己岂不是凉了？而且这虚无缥缈的御兽亲和力到底有什么用？他现在还弄不明白。对沈一鸣而言，第3个选项才是最好的，毕竟现在他啥都没有，就指望新手礼包救命了。选择第3个选项之后，沈一鸣露出一副和蔼的笑容，看向眼前这个逆子。二弟，看你这模样，应该是饿坏了，我这就帮你弄点吃的去。二弟看着眼前的沈一鸣，他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解，这人宠今天怎么怪怪的？他还有吃的？还是他想开了，要帮自己解除契约，打算当自己的人宠？英，那你快去准备吧，你这人宠终于是想开了，帮我找一户好人家，等我发达了不会忘记你的。沈一鸣听到这逆子的话，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不过想到自己还有任务在身，索性就当作听不见，完成任务后再说。沈一鸣在房间内开始寻找起食物，找了一圈，发现这个家是真的穷，厨具都已经落灰了，原本雪白的食盐上面也长出了一些黑色的斑点，还有一些蛛丝，这玩意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不能吃了。在厨房的角落还发现几个长了霉类似鸡蛋的玩意，抓起来嗅了嗅，一股恶臭扑面来。哦，卧槽，这蛋是真的臭啊！原本沈一鸣还抱着侥幸心态，这鸡蛋说不定只是长了点霉，也许还能吃呢。但是闻了这味道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拿着手中的臭鸡蛋，思考片刻后，又看了一眼身后的小熊，嘀咕道：御兽的体质应该挺好的，这玩意吃下去说不定没事，就算中毒应该也没事，只要完成了新手任务，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没办法，家里实在是没东西吃了，如果有的选，他绝对不会想要喂这玩意给二弟吃。沈一鸣自我安慰了一句，就是一试，加点盐下去，说不定煮好后是香的。想到这，沈一鸣便开始操作起来，随意清洗了一下铁锅，升起火之后，捂着鼻子敲开了一个蛋，紧接着一股绿色的蛋液流到锅中。沈一鸣看到这绿色的蛋液，直接就愣住了，这玩意真能吃吗？沈一鸣一脸疑惑地嗅了嗅，这蛋的味道煮熟了之后，好像也没那么难闻了。随手抓起一把盐，又倒进锅里，快速翻炒了一遍，装盘出锅。沈一鸣看着眼前这卖相还不错的绿蛋，他陷入了沉思。这蛋炒好之后竟然不臭了，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飘荡在空气中。难不成我觉醒的是灵厨？还是这蛋本就不简单？咕噜咕噜，一旁的二弟也闻到了香味，屁颠屁颠的就跑了过来。嘤嘤，沈一鸣把炒好的蛋递给二弟，来尝尝看。二弟也没有犹豫，伸出小爪子找向绿蛋，他还特意留下一半给沈一鸣，然后抓着另一半蛋蛋就吃了起来。吃完蛋蛋后，二弟那小眼神还露出一副意犹未尽的神色，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这人宠日子也不好过，估计也还饿着呢，便指了指另一半蛋蛋。沈一鸣见状，看到如此懂事的受宠，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只能默默祈祷这受宠的体质好一些。不用，你吃就行了，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英，客气你妈呢，有大哥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二弟说完，直接抓起盘上的另一半蛋蛋，强塞到沈一鸣的嘴里，并且还贴心的帮沈一鸣把嘴给合上。被塞了一嘴蛋以及一嘴毛的沈一鸣，整个人都不好了。这蛋是人能吃的？片刻过后，沈一鸣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胃部传来一股强烈的抽搐感，下一秒整个人直接躺在了地上，不省人事。第2章，大地之姿，混沌熊猫。二弟看到躺地上的沈一鸣，他顿时也慌了神了，伸出小爪子戳了戳地上的沈一鸣。英英，人宠你没事吧？然而沈一鸣并没有任何的反应。陷入昏迷的沈一鸣此时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正在发放，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1份。系统的提示音沈一鸣没有听到，昏迷了1小时左右的他终于再次苏醒了过来。沈一鸣恢复意识的那一刻，睁开眼便看到一张绿色的熊脸，伸出舌头正在舔着自己。然而当看清这绿色怪物的那一瞬间，他感觉有点熟悉，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句：二弟，英，你醒了？听到熟悉的嘤嘤声，沈一鸣才放下心来。不过他也好奇，为啥二弟突然变绿了，而且绿的很有特点，
上半身绿的，下半身则是原本的颜色。卧槽，二弟你怎么绿了？而且才绿了一半。二弟此时也有些疑惑，一只小爪子摸了摸自己的大脑壳，这人虫反应那么大干嘛？他平时吃完东西后不也是绿的吗？您的新手礼包已发放，请您尽快开启。请问是否开启新手礼包？是否？沈一鸣原本听到这声音，瞬间就来了精神了。二弟绿就绿了，自己没绿就行。沈一鸣想都没想，直接点击。是。恭喜获得 A 级基因药剂1份，恭喜获得培元果1枚，恭喜获得黑色小板砖1块，恭喜获得万物图鉴1份。开完新手礼包后，沈一鸣第一反应就是就这，新手礼包就这系统也太小气了吧。A 级基因药剂，要知道其他系统都是开局就给 SSS 级的基因药剂，这 A 级基因药剂也太小气了吧。垃圾系统啊呸！还有这培元果又是什么玩意？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给我来个稻果它不香吗？直接让我原地飞升。黑色小板砖，这玩意有啥用？给我1刀999行不行？童子，你个小垃圾！吐槽归吐槽，奖励还是要看的。A 级基因药剂服用之后可以提高潜能上限。培元果、白银级能量果实，白银级以下的御兽服用之后可以提升1个级，并且能修复身体机能。黑色小板砖 LV1， 从背后偷袭有几率让敌人进入眩晕3秒。根据敌人的实力以及搬砖等级决定，无视防御。沈一鸣看到这黑色小板砖的简介，他沉默了。这系统疯了吧？老子好歹也是一位御兽师，将来是要驾驭神兽的男人，是横扫各大秘境的存在，竟然让自己拿黑色小板砖去偷袭别人，这尼玛还要不要脸了啊？垃圾玩意，不给我1刀999就算了，还想让我去当老六？这板砖老子就算是死，老子也不用，太不像话了。把板砖扔一旁后，紧接着又看向了万物图鉴。万物图鉴应该是新手礼包里最牛逼的东西，这里面拥有各大兽宠、妖兽、灵物等资料，拥有了它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份百科全书，这对于现在的沈一鸣而言非常有用。看完之后，沈一鸣又打开了个人属性面板。宿主沈一鸣，年龄 18.5 岁，职业等级御兽师青铜1级，拥有御兽 S 级混沌熊猫未觉醒，目前等级青铜8级，拥有道具黑色小板砖 LV1 培元果 A 级基因药剂，拥有天赋复魂，目前身体状况患有重度肛门疾病，严重出血，身体轻微中毒，总体评价极差。沈一鸣看完个人面板后，他愣了一会。有志青年他是知道的，但是这身体中毒了是啥情况？难不成原主是因为中毒才死的？童子，我这身体轻微中毒，啥意思？初步检测，宿主是服用了毒盐所导致。沈一鸣听到系统的回答之后，瞬间就想起了刚刚顺手放入的食盐。小丑竟是我自己。不过沈一鸣也没有过多的纠结，看了一眼自己的天赋，复魂可以让契合度达到 60% 以上的兽宠临时附身到宿主身上，并且拥有兽宠所有技能、战斗技巧、身体素质。复魂效果根据宿主与兽宠的契合度而决定，契合度越高，技能继承效果越好。当前契合度为 40%。沈一鸣看完这天赋后，双眼放光。这天赋技能看着还不错呀，就是不知道二弟有什么技能，这逆子越牛逼，自己用复魂的效果就越好。此时的沈一鸣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二弟的面板了，毕竟这逆子可是 S 级兽宠啊，这肯定不能差呀。御兽混沌熊猫沈二弟，等级青铜8级，当前状态幼年期，未觉醒，当前温饱15，极度饥饿，当温饱降低到 10% 以下，兽宠将会丧失战力。拥有技能 SSS 级专属技能霸体，使用霸体之后，在3秒之内可以免疫对方 99% 的伤害。根据身体素质条件，可多次使用。S 级技能蓄意轰拳，混沌熊猫将受到的 100% 伤害存储为一个黄色护盾，所受到的伤害越高，反击力量越强。在濒危状态下使用蓄意轰拳，效果提升 200%， 可以搭配霸体使用。A 级技能撕裂 LV1， 混沌熊猫双爪幻化出银色利爪，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拥有穿透效果。基础技能巨化，可以灵活变换体型。力量134，敏捷82，防御214，灵能831，综合战力1855点。看完二弟的属性面板，沈一鸣直接原地蹦了起来。卧槽，二弟牛逼啊！沈一鸣没想到这不起眼的小东西竟然那么变态。这个霸体技能在同等级状态下就相当于无敌了，只要破不了他的防御，别人打他永远只有 1% 的伤害，这和挠痒痒有啥区别？
配合上蓄意轰拳，他都不知道在同等级状态下怎么输，除非别人能把二弟的储能灵能打光，要不然只能依靠等级压制打败二弟。遇上高等级的，沈一鸣又不傻，肯定直接跑啊！虽然能免疫 99% 的伤害，但是如果对方是黄金、铂金等级的存在，打出那 1% 的伤害，也不是二弟能扛得起的。而撕裂、巨化这两个技能也是非常不错了，一般的受宠能有1-2个技能就不错了，二弟开局就有4个技能，简直就是天胡。最离谱的是，现在二弟还是处于幼年期未觉醒的状态，真要让这小玩意觉醒了，到底有多猛，沈一鸣根本无法想象。还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沈一鸣突然想到了什么，笑容逐渐变态了起来。卧槽，巨化复魂，那岂不是说我不止18厘米？第3章广受好评的绿毛蛋。嘿嘿嘿哎嘿！二弟看到沈一鸣正在傻笑，便小跑到他的身边。嘤嘤！沈一鸣回过神来后，义正言辞地对着二弟说：“二弟啊，咱们要赶紧磨合，我要试试看巨化的效果，我要变大变强。”没等二弟回话，沈一鸣便从系统空间里拿出了培元果，递给了他。二弟看到递过来的金黄色果子，凑到近前嗅了嗅，双眼顿时一亮，迫不及待的就扑了上去。但是沈一鸣哪能让二弟那么容易就吃到啊？想吃吗？嘤嘤，你翻个跟斗，我就给你吃。二弟挠了挠自己的小脑壳，他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沈一鸣鄙视的看了二弟一眼，不会翻跟斗，那要你何用？以后我可是要邀请小妞来家里看你翻跟斗的，你赶紧学起来。二弟一脸委屈的看着沈一鸣手中的培元果，点了点头。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培元果，只记得以后要帮沈一鸣邀请小妞来家里这句话。看着如此听话的二弟，沈一鸣便把培元果递到他的嘴边。这玩意本来就是给他吃的，沈一鸣只不过是想要试一试二弟的弹性，看看这逆子会不会有事主的想法罢了。如果他能忍住培元果的诱惑，那就说明这小东西很可靠。其实沈一鸣完全就是想多了，要是二弟有事主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把绿蛋分一半给沈一鸣。二弟吃下培元果之后，身上冒出了淡淡的金光，原本消瘦的身材也慢慢的圆润起来，毛发也变得柔顺的发亮，他的瞳孔还有一股莫名的神韵正在流转。片刻之后，金光散去，此时的二弟已经换了一副模样。虽然上半身还是绿的，但是这和刚刚那半死不活的样子差距简直就是2副面孔。沈一鸣再次打开二弟的面板，等级青铜9级，当前温饱40，目前处于饥饿状态，力量154，敏捷101，防御264，灵能981，综合战力2103点。沈一鸣看着面板上的属性，还是很满意的。力量、敏捷都加了20点，防御加了50点，灵能加了150点。这二弟的基础属性已经可以媲美白银级的受宠了，再加上霸体技能的因素，白银5级以下的受宠应该对二弟没有任何威胁。不过看到二弟的温饱状态，他还是忍不住吐槽道：“吃完一个培元果，竟然还饿。”还有吗？二弟一脸期待的看着沈一鸣。没了，就一个。二弟听后叹了口气，不过也没有再叫了。虽然自己还很饿，但是吃完这个果子后，至少还能顶几天。谁让自己这主人不争气呢？吃了上顿没下顿。沈一鸣看到已经恢复状态的二弟，他也不着急服用基因药剂，先去一趟御兽师协会再说。御兽师协会是专门为御兽师而成立的，每一位觉醒御兽能力的人都可以前往御兽师协会进行认证。加入御兽师协会之后，除了履行小部分义务，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御兽师协会也会按月发钱，发的钱也是根据御兽师等级以及贡献而决定的。原主本来想等自己的屁屁恢复之后再去御兽师协会进行认证的，但是他并没有等到屁屁恢复，沈一鸣先穿越过来了。沈一鸣此时正在穿着裤衩，突然看到自己的手竟然也是绿的，顿时吓了一跳，连忙走到镜子面前，看着镜中的男子，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卧槽！镜子中的沈一鸣虽然五官还是依旧帅气，但是自己的肤色已经变得和二弟一样绿了，上半身全都变绿了。如果身材再壮一点，就和绿巨人版纳一样了。童子，什么情况啊？救命啊！我怎么绿了？我怎么可以绿啊？此时的沈一鸣是真的慌了，刚刚还嘲笑二弟，没想到现在轮到他了。宿主，这是食用绿毛蛋带来的副作用，该效果存在12小时，12小时后会恢复正常。沈一鸣听到系统这回答，也松了口气，能恢复就行。说完便打开了万物图鉴，找到绿毛蛋的简介。绿毛蛋，可食用蛋，价格低廉，拥有较低的灵气，受到广大平民欢迎。吃完之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浑身会变绿，持续12小时。沈一鸣实在无法理解，这会变绿也那么受欢迎吗？原本打算出门的沈一鸣直接打消了这个想法，还是等12小时过去，
副作用消失后再说。其他人能忍受变绿，他忍不了啊。既然不能出门，索性就拿出基因药剂，直接就喝了下去。服用下基因药剂后，沈一鸣浑身传来一股撕裂感。此时，沈一鸣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一样，强烈的灼烧感疼的沈一鸣直咧嘴。我擦，好疼啊！童子能不能帮我停下？正在进行基因改造，无法停止。那我如果晕过去了，基因改造会不会受到影响？不会受到影响。二弟，快过来把我打晕，太疼了！沈一鸣听到系统的回答，便放下心来，急忙招呼二弟。鹰，二弟一脸懵逼地看着沈一鸣，很怀疑自己听错了。作为一只受宠，还从未听过如此要求。死好疼，二弟快点打我，就像是电视上那样，敲我的后面。说完，沈一鸣还不忘比划自己的后脖处。二弟虽然懵逼，但是他还是伸出小爪子，双拳合十，朝着沈一鸣的后脑勺敲去。砰！被敲了后脑勺的沈一鸣感受到一股剧烈的冲撞感，就像是被人拿搬砖敲了一样。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没晕啊！我 RNM 电视剧是骗人的，说好了敲后面会晕呢。二弟看着捂着脑门的沈一鸣，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用力了。鹰，没事吧？呜，好疼啊！这垃圾药剂。最终沈一鸣还是被疼晕了过去，就是不知道是被敲晕的，还是体内的撕裂感造成的。第4章，开局一只二弟，妹子全靠捡。一旁的二弟看着又晕过去的沈一鸣，陷入了沉思。这人宠的身体素质好像不行啊。不过此时的二弟也能感受到沈一鸣体内产生的变化，索性就不管了。时间又过去了几个小时，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房间内也同样一片漆黑。此时的二弟悄悄地打开了房门，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他出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找吃的。之前被原主关在预售空间内，他想要觅食都很困难，现在沈一鸣把他放出来了，他哪还能坐得住啊？他已经不指望沈一鸣能养活自己了。没办法，人宠不争气，只能靠自己这个当主子的努力了。二弟出门之后，在四周逛了一圈，找了几个小时，并没有发现可以狩猎的对象，这和他的传承记忆中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二弟已经完全懵逼了，为啥自己逛了那么久，没有发现任何的妖兽？这外面除了两脚兽还是两脚兽，可是这些两脚兽也不能吃啊。鹰，原本正打算原路返回的二弟，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倒地的两脚兽，走到他的边上嗅了嗅。鹰，奇怪，为什么这只两脚兽身上的有一种特殊的气息？虽然搞不懂这股气息是什么，但是当二弟扒开他的头发，看清女子面容后，便决定把她邀请回家里。鹰，这小妞应该符合人宠的审美，毕竟自己这个当大哥的不能让自己的人宠受委屈不是，以后让她多生一些人宠再来伺候自己，简直美滋滋。决定把她带回家的二弟直接使用巨化，然后把躺在地上的女子给背了回去。回到家后，看着还处于昏迷状态的沈一鸣，也不管沈一鸣身上穿没穿衣服，直接就把女子给扔到了床上，而自己则是屁颠屁颠的又跑出去猎食了。这一次他决定跑远一些，找不到吃的，他绝不会回家。次日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窗台照射到了银欢欢的俏脸上，迷迷糊糊的他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股饥饿感传遍了全身。睁开了入眼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铁锈味，身边还躺着一位背对着自己的陌生男子。此时的他光着膀子，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黑色的裤衩，麻灰色的床单上还有着一滩血渍。他顿感不妙，自己坚守了18年的清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没了，而这也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他心中不知道为何竟然没有一点愤怒，反而还有一丝解脱的意味。原本就暗淡的眼神也彻底失去了光芒，甚至还透露出了一股死意。1年前，银欢欢父母在秘境当中死亡之后，原本幸福的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他原本的家因为还不起房贷，也被人给赶了出来。父母去秘境之前，只给他留了半年的生活费。这1年下来，不管他怎么省吃俭用，钱也早就已经花光了。至于积蓄，那有什么积蓄啊？父母都是转职者，花钱的地方本来就很多，不然也不会资源冒险进入秘境当中。他也尝试去打工养活自己，但是每次都是因为自己的容貌的原因，经常被人给骚扰。银欢欢失去父母之后，就像是无根的浮萍一般，这个世界对他都是满满的恶意。他也曾想过轻生，但是他又想起了母亲经常在自己耳边念叨：欢欢，我和你爸都是转职者，会经常出任务，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回不来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毕竟你可是我们唯一的血脉啊。想起父母，他再也绷不住了，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也许是太饿的原因，他哭了一会之后，便脱力侧身躺在了床上，低声呢喃：爸妈，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一旁的沈一鸣此时也清醒了过来，在醒来的第一时间便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宿主沈一鸣，年龄 18.5 岁，职业等级御兽师青铜2级，拥有御兽 S 级混沌熊猫未觉醒，目前等级青铜9级，拥有道具黑色小板砖 LV1， 拥有天赋复魂，目前身体状况良。看到属性面板升了1级，自己的小菊也恢复了正常，但是他还是不放心，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屁屁，感觉不到任何异常后才彻底放下心来。哈哈，我沈一鸣，未来的传奇御兽师即将起飞。兴奋的他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然而原本还一脸兴奋的他仿佛听到了啜泣声，转头一看，发现一名女子正背对着他。沈一鸣直接吓坏了，自己家里怎么突然来了个女人？这尼玛，传说中的仙人跳到我家里来了！不行，我必须要先发制人。沈一鸣刚想一脚把他给踹下床，然后给他一个锁喉，便看到那女子身体在不停地颤抖着，他也感受到了沈一鸣，便回过头看了一眼。当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沈一鸣脑瓜子顿时嗡嗡的。眼前的女子一身脏兮兮的宽松素衣，乌黑的长发，脸上虽然也有些污渍，但是这都难掩她那精致的脸庞。看到她那一双大眼睛，此刻双眼通红，可怜兮兮的看着自己，还不停的抽泣着。沈一鸣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我干了啥？怎么把人弄哭了？该死啊！我有罪！沈一鸣虽然没见过林黛玉，但是在这楚楚动人的女子面前，他敢保证，就算林黛玉来了，自己也能狠心一脚踹飞林黛玉，换面前这女子一笑。此时的银欢欢，她竭力想要制止自己的抽泣，但是她根本就办不到，只能紧咬牙关，一只手紧握着自己小粉拳，另一只手死死地挡在自己胸前，生怕眼前这名男子再次发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这副模样直接就让沈一鸣傻眼了。他不反抗还好，他这时候的姿态更让沈一鸣兴奋了。不过沈一鸣还没那么禽兽，这小妞看着怪可怜，真不忍心欺负她。沈一鸣深吸了一口气，开口道：你怎么在我房间的？银欢欢死死地盯着沈一鸣，毫不理会他的问话。你叫什么名字？沈一鸣看到这女子不回话，又问道。银欢欢还是没有回话。沈一鸣又问了几个问题，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复，顿时意识到了什么。卧槽，原来你是哑巴！关爱残障，人人有责。不好意思啊，怪我，怪我！银欢欢再也忍不住了，开口怒斥：我不是哑巴！你个混蛋，臭流氓！第5章，只饿2天，还有这种好事？沈一鸣听到面前的女子开口后，愣了一会，她的声音像百雀羚鸟般婉转清脆，很好听。沈一鸣听到她骂自己，不知道为啥，竟然没有生气，甚至是还想让她再骂自己2句。那个，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是我家，你突然来到我家里，还说我是流氓，这有点说不过去吧？银欢欢恶狠狠地说道：我不是被你绑来的吗？你还装什么正人君子？我绑你？沈一鸣听到这话，脑瓜子嗡嗡的，这尼玛什么情况？虽然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但是我也没这胆量啊。毕竟沈一鸣也是个5好青年，干不出绑架这种事情。不过看眼前这女孩，好像她不像是那种会说谎的人。你先穿上衣服。此时银欢欢开口道。沈一鸣也意识到现在只穿了一条大裤衩，起身刚要穿衣服，便看到了那一滩血渍，又看了一眼银欢欢，瞬间了然，这小妞误会了，你不会以为我把你那啥了吧？银欢欢撇过头，泪水又止不住的往下流，她太委屈了，自己饿晕过去后，没想到自己的清白就没了。沈一鸣连忙解释：哎，你等会哈，别哭，我真没对你干嘛，你衣服都还穿在身上，我没那隔山打牛的本事，而且就算是被那啥了，你第一次难道没有感觉？沈一鸣又补了一句：最重要的是，真不是我把你绑来的，我对天发誓，和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银欢欢停止啜泣，狐疑的看了一眼沈一鸣，又检查了自己的衣服，好像真的没被人动过，而且自己的身体除了饥饿外没有其他的感觉，难不成真误会他了？银欢欢心想，可是这也说不通啊，那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沈一鸣穿完衣服后刚想继续解释，此时窗外突然蹦进来一只小家伙，定睛一看，正是那罪魁祸首二弟。二弟看到沈一鸣便嘤嘤嘤的叫了起来：嘤，怎么样，这小妞可以吗？我帮你带回来的。沈一鸣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的看着二弟：你干得漂亮。而此时沈一鸣面前也出现了3个选项。选项1，把他赶出家门，并且义正言辞的说道：我什么都没干，你赶紧离开我家，任务奖励钢铁直男称号，佩戴此称号遇到任何女性战斗力翻倍，并且额外获得培元果1枚，白银宝箱1份。选项2，
承认是自己把他绑到家里，然后再把他赶出家门。任务奖励：渣男称号，佩戴此称号遇到单身女性，魅力加10点。额外奖励：大量预售之力，白银宝箱1份。选项3：解释事情原委，并且取得它的谅解。任务奖励：觉醒石1枚，中等预售之力1份， A 级基因药剂1份，初级灵能药剂1份，培元果1枚，白银宝箱1份。看着眼前的3个选项，沈一鸣沉默了。童子，我能都要吗？小孩子才做选择呀。我想全都要。这钢铁直男称号对女性战斗力翻倍啊，这玩意是真香啊！一拳直接打出真伤。渣男称号也不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这也很香啊。而且还有额外奖励。前面2个选项只要装傻充愣再渣一点就能轻松完成任务，而且还能获得大量的奖励。至于第3个选项，奖励貌似一般般，看起来东西挺多，但是压根没称号好。觉醒时他要了没用，毕竟自己已经觉醒了。基因药剂也同样如此，他问过系统每个等级的基因药剂只能服用1支，喝多了也没用。至于灵能药剂，这个是能提升个人等级的，还算有点用。培元果给2弟的，白银宝箱其他的选项也有。最重要的是，这个第3选项是最难完成的。解释原因倒是容易，但是获得眼前这小妞的谅解恐怕有点困难。这种一副柔弱的模样的小妞是最难搞的，因为他们一旦认定了一件事，10头牛都拉不回来。哎，我选3。沈一鸣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也不能人误会了呀。看他这副脏兮兮、瘦弱的模样，一看同样也是可怜人，估计和自己一样吃饭都是个问题。如果他再误会了什么，出门之后寻短见咋办？这时代，普通人活着本来就很困难，再遭受打击，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坚持住。这锅他可不想背。此时，沈一鸣大脑正在疯狂地转动着，解释是可以解释，但是这锅还是需要2弟来背的。那个，我好像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了。沈一鸣开口道。银欢欢看到自己身上确实没异样后，情绪也平复了下来，静静地看着沈一鸣，等待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是我的受宠。沈一鸣提起2弟抓住他命运的后脖梗。此时的2弟已经恢复了原貌，灵动的双眼，柔顺的皮毛，搭配上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昨天我饿晕过去之后，他就外出去帮忙寻找食物，可能是看到你晕倒在地后，于心不忍，就把你带回家里。哎，这也怪我，我这受宠没什么战斗力，就是心地善良，自己明明就过得不好，却见不得人间疾苦。阿咧，这人宠说啥呢？2弟歪头看向沈一鸣，一脸懵逼。银欢欢听后看向一副呆萌模样的2弟，心中也是一软。再看向沈一鸣，眼前的男子眉若剑，目如星辰，面容黄金比例，无死角。虽然穿着一般，但是看上去也是一脸正气的模样。而且自己确实没有受到侵害，也不再追究，是我误会你了，抱歉。沈一鸣听后内心顿时一喜，但是脸上还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色。哎，说什么误会呢？这是本来就是我的受宠做的，都怪我不好，没好好教育他，回头我饿他2天，他就不会这样了。躺在沈一鸣怀里的2弟听到饿2天后，双眼顿时一亮。只饿2天，还有这种好事？要知道平时都是1星期1顿的，有时候1星期都没得吃，现在竟然才饿2天，那简直太棒了呀！看来回头还要多捡几位小妞。银欢欢看到2弟那憨厚的模样，有点于心不忍，说到底他还救了我呢，如果不是他把我带回来，遇上其他人的话，恐怕我还会遭到不测，你就别惩罚他了。不要啊，一定要好好惩罚我。第6章，就我一个小垃圾。沈一鸣也不理会2弟的叫声，一副痛心疾首的低声喃喃道：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这小东西竟然还没事救人回来，这可咋办啊？沈一鸣的声音很低，但是房间里很安静，一旁的银欢欢正好听到了。既然是个误会，那我就不打扰你了。银欢欢起身说道。在银欢欢说完这句话后，同一时间沈一鸣的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已取得他的谅解，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请注意查收。沈一鸣听到童子的提示音，内心一喜，完成任务了就行。下一秒，体内突然涌现出了一股庞大的力量，沈一鸣整个人感觉像是被这股力量给塞满了一般，紧接着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之后，沈一鸣的等级也随之突破，青铜3级，青铜4级，青铜5级，这一股力量直接让他连跳了3级。这种升级的快感让沈一鸣整个人都沉浸其中，那种感觉异常的舒服，一时忘了边上还有个银欢欢在看着他。此时的银欢欢看着沈一鸣的眼神怪怪的，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现在的沈一鸣一脸痴汉相，我先走了。银欢欢说完便直接起身离去。此刻的沈一鸣终于从那快乐的感觉回过神来，看到正要离去的银欢欢，
连忙说道：“你等等。”银欢欢回过头，不解地看着沈一鸣，心念道：“难不成他真对我有想法？”沈一鸣看着一副警惕模样的银欢欢，干咳了一声：“嗨嗨，那个误会虽然解除了，但是说到底还是我这御兽不懂事才造成的误会，怎么说我都要给你一些补偿的。”补偿？银欢欢环顾房间四周，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这房间空空如也，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些简单的厨具以及几件放在桌子上的衣服外，压根什么都没有。他也能看出，这沈一鸣估计比他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这怎么可能还有补偿？沈一鸣看到对方那质疑的眼神，也不在意，而是问道：“那个，你觉醒了吗？”银欢欢摇了摇头，静静地看着沈一鸣。他想要看看这沈一鸣到底想干嘛。问自己觉醒了？难不成他还能给自己觉醒石不成？要知道觉醒石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的，一颗至少价值10万夏国币。这10万块如果给自己省着点用，估计下半辈子吃喝都能解决了。他可不信沈一鸣会有这玩意。沈一鸣看到银欢欢摇头，双眼顿时一亮，二话不说，直接从系统空间内拿出一块银色的石头递给他：“这个给你，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补偿了。”觉醒石这玩意对沈一鸣没用，他也想要拿出去卖过，但是这也只是想一想而已。因为觉醒石是稀有资源，根本不会在市面上流通，每一枚觉醒石都是会有记录的。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售卖觉醒石，那就是重罪。所以还不如送给银欢欢，如果他能顺利觉醒，那自己就当做一个投资。觉醒失败也没事，机会给他了，他自己不争气也不能怪自己。而且因为他的到来，自己才能完成任务的。这里面的因果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他有眼缘，自己必须要做到问心无愧。银欢欢看到眼前的觉醒石，他愣住了，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沈一鸣，他竟然真的有觉醒石。不过他还是很快回过神来，拒绝道：“不用了，这东西太贵重了。”虽然他想要，但是自己早已见识过这个社会的险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给自己那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有所图的，自己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沈一鸣一把抓过他那弱软的小手，把觉醒石放在他手中：“给你，你就拿着呗。这玩意我要来没用，我已经觉醒过了，这是我受宠外出捡到的，拿出去卖也卖不了，还不如给你了。如果你能觉醒成功以后赚钱了，按照市场价给我就行。”银欢欢白了他一眼，觉醒石是能捡到的，你骗鬼呢？不过沈一鸣的提议他还是很心动的，如果自己觉醒成功了，自己也能找一份好工作，甚至还能加入职业工会领低保，这对现在的他而言是致命的诱惑。你真的给我吗？银欢欢有些心动了。沈一鸣摊了摊手：“都放你手上了，你说呢？”银欢欢思考片刻后便接受了这份好意。那好，这份请我银欢欢记下了，以后我赚钱后一定在第一时间还你，并且给你利息。呢，沈一鸣本来是想说不用还的，不过如果自己说不用还，这小妞估计还不肯接受。你现在要觉醒吗？还是你回家觉醒？银欢欢低头轻声道：“可以先在这里觉醒吗？我没有家了，我觉醒完后就离开。”沈一鸣听后愣了一会，没有家？这银欢欢只是一个普通人，怎么活到现在的？原本还以为对方是和自己一样，顶多是吃不起饭，现在看来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银欢欢，你这名字可真是一点都换不起来啊！没事，你在这里觉醒吧。沈一鸣说完，又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有一支基因药剂，这银欢欢也怪可怜的，送佛送到西，他也顺便把基因药剂拿了出来。喏，喝下这个你再觉醒，对你有好处。谢谢。银欢欢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应该不会害自己，毕竟自己除了这张脸，他好像也没什么值得他图的。沈一鸣想起之前喝下基因药剂后那痛苦的体验，忍不住提醒了句：“对了，这药剂喝下后会很疼，你忍着点，估计会晕过去。”我忍得住。银欢欢说完便盘坐在了地上，把基因药剂喝了下去。至于为啥坐在地上，因为房间里除了那一张床，再也没有任何家具了。银欢欢喝下基因药剂后，感觉自己体内暖洋洋的，并没有沈一鸣形容的疼痛感。过了片刻，这股能量就消失了，睁开眼，一脸疑惑地问道：“没了吗？怎么和你形容的不一样呢？我感觉挺舒服的，这药剂还很甜，而且身上的饥饿感竟然消失了。童子，啥情况啊？”他的基因很完美，并不需要修复，那基因药剂的效果自然也就没有了，不过对他还是有好处的。卧槽，感情就我一个小垃圾呗。第7章觉醒双职业的银欢欢。这是一支 A 级基因药剂，如果你感受不到疼痛感，那就说明你的基因很好，不需要修复。你使用觉醒时候，估计觉醒成功率不会低。沈一鸣向他解释道。银欢欢惊呼道： A 级基因药剂？要知道 A 级基因药剂，他曾经听他的父母说过，这东西比觉醒石还要值钱啊。购买 A 级基因药剂的条件比购买觉醒石的条件还苛刻，
普通人根本就无法接触到这东西。如果拿出去卖，至少能卖100万以上，而且还是有价无市。这为什么他能拿出这种东西，而且竟然还给自己用？这钱我怎么还呀？此时的银欢欢有些欲哭无泪，呜呜，而且这玩意对自己根本没用啊！莫名其妙的又多了100万的负债，他现在想哭都哭不出来。但是他也知道沈一鸣是为了自己能成功觉醒，不然他也不会拿出那么珍贵的东西给自己。谢谢，这基因药剂的钱我也会还你的。不用了，就1支药剂而已，能值几个钱？沈一鸣大气的摆了摆手，他根本不知道级基因药剂的价值，再说了也是白嫖童子的，他压根不心疼。银欢欢低下头轻声道，这可是价值100万以上的东西啊，你竟然说不值钱？你说啥？100万？沈一鸣听到银欢欢的话，顿时蹦了起来，连忙跑到他身边，一只手捏着他的小嘴，另一只手伸了进去，吐出来，吐出来。100万啊，这可是100万啊！要是自己拿出去卖，就算是半价卖出去，自己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不会缺钱了。有了钱，自己和二弟也能吃饱了，甚至还能给家里添点家具。想到这，他就更后悔了，吃了没文化的亏呀！啊，你走开，别抠了，我都已经喝下去了。吐不出来。银欢欢此时满脸通红，他万万没想到，这沈一鸣竟然能伸手去抠他的喉咙，他还是第一次这么亲密接触男性。一旁的沈一鸣则是失魂落魄的喃喃道：“100万啊，100万啊！”银欢欢看到失魂落魄的沈一鸣，又想到刚刚他那一副大气的模样，再看看现在的他，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喜感。不过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真不知道这基因药剂的价值。不过他既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能拿出这么珍贵的东西？你放心吧，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会还你的。银欢欢安慰道。你拿什么还呀？除非……沈一鸣上下打量着他，露出一脸坏笑。银欢欢感觉到了沈一鸣那不怀好意的笑容，紧了紧上衣，连忙说道：“不行，绝对不可能，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为啥不行？等你觉醒了，肯定可以啊！银欢欢有些不解，难不成是自己理解错了？他不是想让自己用以身抵债？你觉醒后多去打几份工，以后就待在我家里帮我做家务，1个月再给你减2000，啥时候还完你就可以走了。其实沈一鸣就是单纯看他可怜，用个借口把他留下来而已。他真不在乎这 A 级药剂，至于那100万，以后还是会有的。我沈一鸣只是觉得他可怜，绝对没有什么坏想法。老子可是正人君子。银欢欢听后也松了口气，不过看了一眼房间，在你家里做家务，这有家务吗？怎么没有啊？我说有就有，你就说答不答应吧。沈一鸣义正言辞地回道。银欢欢点了点头，他多少也能明白沈一鸣的意思，估计他是看自己可怜没地方住，才想出这样的方法。不过自己也不反感，毕竟他现在也没地方住，索性就接受了这份好意。那行吧，我先觉醒，再帮你做家务。OK。银欢欢把放在地上的觉醒石拿起，凝聚心神。片刻过后，银欢欢体内便散发出2股淡淡的光芒。大概过了1个小时左右，银欢欢已经觉醒完成了，原本那银色的觉醒石也化成了飞灰，飘散在空气当中。银欢欢睁开双眼，兴奋地说道：“我成功了！”一旁的沈一鸣看着眼前的银欢欢，他呆住了。原本银欢欢的双瞳是黑色的，现在竟然出现了2种颜色，左眼变成了淡绿色，右眼深蓝色，有一种异样的美感。此时的他虽然穿着一身素衣，但是也难掩他身上那女神般的气质。回过神来的沈一鸣好奇地问道：“你觉醒了什么职业？”银欢欢难掩兴奋之色：“我觉醒了双种职业，灵厨和牧师。”沈一鸣瞪大了双眼：“双职业？这个世界多职业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这样的人很稀少，每出现一次都会引起各大高校势力的争抢。而且这银欢欢竟然还是最为吃香的2种稀有辅助职业，这简直不可思议！出现一种就已经很难得了，没想到他竟然有2种。首先是灵厨，这是专门为各大职业以及受宠烹饪美食的存在，他们所做的食物有着许多功效，能提升体质、力量、敏捷，甚至还能提升潜能等等功效。想要邀请高级灵厨定制一份专属的高级灵食，那就是天价。别说100万了，就算多加1个零，高级灵厨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空，这投资划算啊！沈一鸣心中嘀咕道。而他的另一份牧师职业则更加的稀有。这职业怎么说呢？可战斗，可以辅助。不过绝大多数牧师都会选择走辅助路线，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战斗的职业，缺少的是纯粹的辅助。一个队伍当中，如果有一位牧师加盟，那这个队伍的战斗力以及生存能力翻个几倍没啥问题。这个职业可是每一个团队都梦寐以求的存在啊！而且这银欢欢竟然身兼2职，这就不是1+1那么简单了。沈一鸣看向银欢欢的眼神像是看一座宝藏一般，
这小妞不能放走，必须要看好了，谁枪他跟谁急。沈一鸣小心翼翼地问道：“欢欢那个，你之前答应我的，会不会反悔？”银欢欢笑道：“不反悔，我答应你的，一定会还完你钱的。”沈一鸣面露不悦：“那个说钱就见外了哈，不用还了，咱俩的关系分什么你我啊？既然不用还了，那我走。”银欢欢调侃道。此时觉醒双职业的他也明白自己的价值，只要自己开口，有无数的势力团队会想要邀请他加盟。至于欠沈一鸣的100多万，他们也会帮自己解决。别说100万了，就算是1000万、1亿，都会有人花这个钱。不过他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自己能觉醒和沈一鸣脱不了关系，这不是用钱能衡量的。哎，别走啊！你现在没地方住，我这小屋虽然小，但是住2个人还是可以的。你睡床，我睡地板，咋样？此时的银欢欢整个人充满了自信，脸上的笑容也变得多了起来，朝着沈一鸣眨了眨眼：“放心了，我还欠你钱呢。不过我要求涨工资，1个月3000怎么样？”看着露出笑容，如此俏皮的银欢欢，直接把沈一鸣给看呆了。真美！银欢欢明显也听到了，羞红着低下了头。说什么呢？啊！我说行，那就3000，不，我给你4000，还是1万吧，减1万，我不要。我说3000就3000。第8章，二弟牌坐骑。沈一鸣傻乐道：“那好，那就3000，你欠我110万哈，不还完不许走。110万，1个月3000，这是多少年？管他呢，有个憨憨会自己算的，关我屁事。”银欢欢点了点头，神色坚定：“不走。”在觉醒之前，银欢欢还担心沈一鸣是不是不怀好意，但是此刻他再也没有那种担心，因为自己有了直面沈一鸣的底气。现在2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未来无论是成为朋友、队友，还是什么关系，自己都不会低他一头。见惯了太多龌龊的事情，沈一鸣能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帮助他，那他也不会辜负沈一鸣的信任。你也不用睡地板，我睡地上，等我自己挣钱了，我自己买张床就行。沈一鸣反驳道：“那怎么行？你是女孩子。”银欢欢洒脱地说道：“我没了家之后就一直睡地上的，习惯了。你别说了，就这样吧。”好。事情商讨完之后，2人陷入了沉默，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此时的银欢欢仿佛失去了刚刚那强硬的姿态，反而双脸通红，低下头默默扯掉那素衣上掉落下来的线头，生怕沈一鸣此时看出自己的尴尬。毕竟他还是第一次和一位陌生的男人近距离接触，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内心一片慌乱。现在的他也才是最真实的他，像是回到了他爸妈还在的时候，不需要再戴上那虚假的面具。沈一鸣也看出了银欢欢的尴尬：“我等会要去御兽师协会，你呢？”银欢欢愣了一会：“啊，那我先去牧师公会认证一趟吧。要不你先和我去一趟御兽师协会，等会我陪你去牧师公会，毕竟你第一次出去，我怕你不认识回来的路了。”怕他不认路是假的，沈一鸣其实是有点担心，这小妞经不起牧师公会的诱惑，或者被别人骗走了，再也不回来，所以才想要陪他一起去的。说不定他还要去一趟灵厨公会，如果被人发现他是双职业，那还得了。这消息一旦公布，罗湖市的各大高校、势力以及团队恐怕都会找上门，甚至还会引来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自己这小胳膊小腿的怎么挡？想到这，沈一鸣就有些患得患失起来，有点不想他去认证双职业。不过他并没有理由去阻止对方。银欢欢点了点头：“我先陪你去一趟御兽师协会。”沈一鸣住的地方是距离罗湖市中心差不多2个小时的车程，这里虽然不是平民住的棚户区，但是比起棚户区也好不了多少。沈一鸣住的是一个1楼平房，面积大概30平方左右，打开门就直面马路。离开家之后，沈一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大街上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兽宠，有的正慢悠悠地跟着自己的主人在散步，有些人为了赶路还骑着一头绿色的猪猪在马路上狂奔着，那帅气的模样让沈一鸣羡慕不已。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人或者兽宠竟然有1半左右的人全都是绿的，有的半绿，有的全绿，这估计也是吃了绿毛蛋后的效果。沈一鸣心中有些疑惑，这个世界为何如此的破败？平民普遍都吃不起饭了，难道高层就没人管吗？在沈一鸣的记忆当中，这世界的科技并不比地球上的低，甚至是更高，而且还有各种能力的加持，按理说应该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才对啊，难道是种不出粮食？沈一鸣摇了摇头，不再多想，这不关他的事，他一个温饱都还没解决的人去关心世界的发展，这未免有些可笑。你知道怎么去御兽师协会吗？一旁的银欢欢问道。沈一鸣听到银欢欢的问话，点了点头，毕竟在记忆当中，原主是已经打听清了路线的，知道坐33路公交，
在市中心下车就行。很快，两人来到了公交站。沈一鸣下意识地摸了摸兜，发现竟然没有钱，一脸尴尬地看着银欢欢：“那个，你有钱吗？”“我这里还有9块，够我们来回一趟了。”银欢欢从兜里拿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递给沈一鸣。这些钱是他最后的家底，花光后就没有了。之前饿晕过去，就是舍不得花掉这几块钱。不过遇到沈一鸣后，他也不再吝啬。沈一鸣接过这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感觉有些沉甸甸的。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二弟，你先进预售空间哈。”“不进，不进。”二弟一听要把他放入预售空间，就疯狂的摇头表示拒绝。沈一鸣看到一脸抗拒的二弟，连忙安抚道：“乖，听话，公车不允许预售上去。”“不进。”二弟死死地抱住沈一鸣的大腿，打死他都不会再进预售空间了。他是真的怕了，自从上次进入预售空间之后，自己就快要饿死了。他害怕这次再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此刻的他是异常抗拒。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沈一鸣后，沈一鸣皱了皱眉头，如果二弟不愿意进预售空间，那就有点麻烦了。不过他也能理解二弟，要不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估计二弟现在也快凉了。此时33路公交正停在他们的面前，沈一鸣转头看向一旁的银欢欢，他不愿意进预售空间。银欢欢看到一脸委屈的二弟，心中不由得一软：“那就不进吧，我们走去。”沈一鸣有些头疼：“欢欢，这可是几10公里啊，我们走到那边估计天都黑了。”一旁的二弟表示道：“只要不让我进预售空间，我带你们去。”说完，二弟松开了沈一鸣的大腿，使用巨化。下一秒，一只2米长、3米高的巨熊出现在两人的面前。就这样，两人骑上二弟，二弟默默地跟着前面的33路公交，速度一点都不比公交慢。每到一个站，二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此时坐在二弟身上的沈一鸣都愣住了，二弟耐力、速度竟然那么好。他可以看出，二弟此时的速度并不是爆发速度，而是平常的速度。要知道他才青铜9级啊，这要是升到白银、黄金，甚至是白金之后，那速度得有多快？那自己以后出行骑二弟就够了。哈哈哈。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挡风。不过当他打开二弟的面板一看，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第9章预售师协会。此时的二弟温饱值正在急速的下降，每过一段时间就降低1点的温饱值。早上起来还有35点温饱值，现在直接降到了32，看得沈一鸣那叫一个心疼。二弟的温饱可不好加呀，自己虽然还有一枚培元果，但是吃完之后短时间内如果没有找到吃的，那二弟又要挨饿了。这尼玛还是坐公交划算。2个小时之后，两人也到达了目的地。此时的二弟还剩下25点温饱值。沈一鸣此时看着眼前的预售师协会，怎么也开心不起来。进入预售师协会之后，便在第一时间找到注册登记的工作人员。“我来注册成为预售师协会成员的，需要办理什么手续？”沈一鸣看着眼前的男子问道。工作人员回道：“你打开预售空间，然后报下年龄、名字、学院、工作单位之后就可以。见习预售师不需要考核。”这么简单？工作人员瞥了沈一鸣一眼，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色，冷冷的回道：“就这么简单，赶紧的，别浪费时间。”看着沈一鸣的穿着就是一个平民，这样的人他每天都会接待不少。他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要不是这工作稳定，他早就不干了。沈一鸣也懒得和他计较，打开预售空间后便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沈一鸣，18岁，没有学校，没有工作。工作人员听后更是不屑：“行了，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每个月你可以领取3000的补助，补助会发到你的智能手环上面。”沈一鸣挠了挠头：“我没有智能手环，可以领现金吗？”智能手环沈一鸣还是知道的，这玩意类似手机，不过比手机更加的全面，就算是在秘境当中没有网络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无法接收到最新的消息，但是用来交易货币还是可以的。这个世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使用数字化的货币，一个手环就能解决，很少有人在使用现金。不过这玩意比较贵，最便宜的也要1万多块钱，沈一鸣买不起。工作人员头也不抬的回道：“这是规定，你买了个智能手环，登记智能手环的账号后再来吧。”可是沈一鸣此时还想反驳，但是面前直接出现了3个选项。选项1：忍气吞声，乖乖离去，购买智能手环后再回来。任务奖励：终极智能手环1枚，中等预售之力1份。选项2：参加初级预售师考核，并且成功通过。任务奖励：大量预售之力1份，10份灵泉，2D 全属性加10。选项3：怒斥对方，狗眼看人低，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任务奖励：中2气息加10，颜值加5，
大量御兽之力1分。看着眼前3个选项，沈一鸣有点无语。第一个选项狗都不选，老子有了智能手环，你还奖励一个？童子你逗我玩呢？第二个选项还行，不过好像有点难度，因为初级御兽师想要通过，只有白银级别的兽宠才有可能。二弟虽然战斗力不差，但是这等级好像不达标。第三个选项算了，如果银欢欢不在边上，他可能会选，但是银欢欢在边上，他实在是喊不出这句话，毕竟他还想留一点面子。想了一会，还是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我要参加初级御兽师的考核。工作人员听后顿时气笑了，你不是刚刚注册的见习御兽师吗？你懂不懂初级御兽师代表着什么？沈一鸣也懒得给他好脸色了，冷冷的说道，有规定不让考核吗？行，考核费用1万，缴费后我帮你申请。说完后，工作人员脸色带着玩味看着沈一鸣，他笃定这小子根本不可能拿出这钱。沈一鸣一时语塞，妈蛋，考核竟然还要交钱！此时的沈一鸣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这钱我帮他给了。这时边上传来一道声音，沈一鸣回头看去，发现是一位1米8左右的中年男子，小平头，国字脸，一身绿色军装，手中还叼着一根香烟。一旁的工作人员看到该男子，面带谄媚，聂队长，您怎么来了？有事吩咐我们就行了，何必跑一趟呢？聂元淡淡的说道，我来参加大师级御兽师考核的，你去和李会长说一声吧。工作人员面带笑容，好的，我立刻帮您联系李会长。聂元指了指一旁的沈一鸣，他考核的费用算我头上就行了，你去吧。好，我马上安排。一旁的沈一鸣看着如此谄媚的工作人员，也有些无语，真 TM 现实啊。不过这大叔干嘛要帮自己交钱？钱多烧的，还是看上了自己？沈一鸣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小菊。他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不知道他想干嘛。聂远走过沈一鸣边上，拍了拍他的肩膀，瞥了一眼脚下的二弟，小伙子，好好考核，你这受宠不简单啊，以后想要参军可以找我。说完他就直接离开了。聂远为啥要帮沈一鸣缴费？单纯是觉得二弟有潜力，1万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万一以后沈一鸣成长起来了，那军中又多了一个好苗子，对他而言并不亏。就算这次他考核失败也无所谓，1万块而已。一脸懵逼的沈一鸣看着聂远离去的背影，有些不知所措。他实在无法理解这大叔是几个意思。不过既然对方帮自己缴费了，那肯定是要记下这份恩情的。没过多久，刚刚离去的工作人员再次回到了工作台上。这时候他看沈一鸣的眼神已经变了，虽然没有太过谄媚，但是态度上也好了不少。初级御兽师的考核，受宠需要达到白银级或者达到白银级战力，你的受宠现在什么等级？沈一鸣老实回道，青铜9级。工作人员皱了皱眉，青铜9级？如果不是刚刚聂元开口帮他缴费，他真想直接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赶出去。青铜9级就想参加初级御兽师的考核，就算是青铜10级的受宠都不一定能通过，他竟然想跨2个等级参加考核。那你先去测试一下基础属性吧，如果达到白银级的指标，我会帮你安排考核人员的，如果达不到白银级的基础属性，那就无法参加考核。我知道了。说完，沈一鸣和银欢欢就跟着这名男子离去了。第10章，没吃饭吗？用力点。几人来到一个小房间内，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工作人员指了指一台大型仪器，让你的受宠站到仪器中间。当二弟来到仪器中间，仪器上便散发出一道蓝色的光芒，在二弟身上扫描着。片刻过后，二弟的基础属性便出现在了一块大屏幕之上。御兽种类：熊类。御兽种族：未知。御兽等级：青铜9级。御兽年龄：1岁。御兽潜能 S 级，基础检测。拥有技能：未知。当前力量154，当前敏捷101，当前防御264，当前灵能981，综合战力1532点。咦？沈一鸣看着眼前的检测数据，有些疑惑。童子，为啥他们检测的战力少了几百点？是评定标准不一样吗？他们的检测数据无法测算混沌熊猫的技能，所以给出的综合战力评价是根据当前数据而决定的，并没有计算技能。沈一鸣听后顿时了然，难怪那么低，原来是没算上二弟的技能。不过这1500的战力，应该也可以参加白银级的考核了吧？一旁的工作人员看着眼前的数据，直接愣住了。他甚至怀疑检测仪器出了问题。这青铜9级的受宠，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基础属性？要知道，一般的白银级的受宠，力量、敏捷、防御3项平均属性也不过240左右，灵能最高也就500多。这受宠3项属性竟然高达519，
灵能更是将近1000点的属性，而且这平平无奇的受宠，竟然还是 S 级的潜能，这世界是疯了吗？他在看向沈一鸣的眼神已经彻底的变了。您稍等，我马上帮您安排测试人员。说完，工作人员便立刻离去，前往李清副会长的办公室。这个消息他必须立刻上报。如果这仪器检测的属性没有出错，那他们罗湖市未来将会出现一位御兽大师以及一只钻石级别以上的兽宠，而且他因为检测出沈一鸣的工作也会得到奖励。工作人员快步来到了李清副会长的办公室，敲了敲门。进门内传来李清副会长的声音后，工作人员便在第一时间走了进去。此时聂远也在办公室内，他们两人正在商讨大师御兽师考核的事情。李清看到进来的是刚刚的工作人员，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工作人员立马汇报：会长，我刚刚带了一名见习御兽师参加初级御兽师考核，发现他的兽宠竟然是 S 级的青铜9级的等级，基础属性竟然比白银级的还要高1倍。你确定吗？立刻带我过去。李清说完，还一脸歉意地看向聂远：聂队长，麻烦您稍等一会，我去就来。聂远看向工作人员问道：初级御兽师考核是刚刚那小子？是的，聂队长。聂远问道：李会长，不介意我也过去看看吧？李清摆了摆手，快步离去：不介意，走走，一起去看看。当众人来到测试的小房间内，看到眼前的数据后，李清一脸震惊，竟然是真的。李清还是不愿意相信，便说道：小伙子，你再让你的兽宠上去检测一遍。好吧。过了一会后，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和刚刚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差别，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沈一鸣可不管对方的震惊，他现在只想赶紧参加考核，然后领取系统奖励。那个，我能参加初级御兽师的考核了吗？李清点了点头，一脸兴奋地说道：可以，我带你去。这数据虽然没问题，但是他还是想看看这只兽宠的具体战力以及技能。要是真的有越阶战斗的能力，那他们罗湖御兽师协会将会迎来一位天才，好好培养未来，说不定又是协会中流砥柱。几人来到测试场地，一名负责测试的工作人员是一位青年男子，看上去大概20来岁左右。我叫黄源，是负责此次测试的工作人员，我会将御兽的实力压制在白银1级，只要你的兽宠能减持10分钟不倒地，那就能通过考核，或者你也可以让你的兽宠击败他，也算是通过。此时的沈一鸣也有些跃跃欲试，毕竟这也是他第一次战斗。好的，我知道了。二弟来到场地中央，那名叫黄源的男子也把他的兽宠给召唤了出来，是一只4米左右的3眼青狼，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御兽，潜力资质 C 级，拥有进化的潜力，是大多御兽师首选的御兽。当双方都准备好之后，战斗一触即发，青狼快速奔向二弟，挥出一爪。而此时的二弟还是一副憨厚的模样，甚至连句话都没用上。3眼青狼的攻击眼看攻击命中，双眼透露出一副人性化的得意，但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他发现眼前这只小熊连动都没动一下。当3眼青狼攻击命中二弟后，发现二弟竟然毫发无伤，而他自己的利爪已经传来酥麻的感觉。二弟挠了挠头，眼神透露着不解：鹰不是来战斗的吗？你搁这给我按摩呢？二弟并没有使用霸体技能，完全是依靠个熊防御扛下了这一击。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着这3眼青狼的普通攻击对二弟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连破防都做不到。一旁正在观看这场测试的众人全都傻眼了，不知道真相的还以为二弟才是那只白银级的兽宠。李清问了一旁的黄源：3眼青狼你没喂吗？不可能啊，今天刚刚喂过。此时的黄源脸色也有点不好看，立刻对3眼青狼下达了技能指令：撕裂。这是3眼青狼专属的攻击技能，能提高他100%的攻击力。下一秒，3眼青狼一双利爪散发出金色光芒，直接朝着二弟找去。他要把眼前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熊族给撕成碎片。当技能命中二弟的那一瞬间，他像是抓到了一堵巨墙，利爪上传来一股阵痛，而二弟则是躺在地上翻了个身。硬，帮我挠一挠后背。3眼青狼听后顿时气炸了，他竟然被一只青铜级的御兽给看不起，这他能忍吗？下一秒，他顿时提高气势，白银2级、白银3级、白银4级。一旁的黄源看到3眼青狼被惹急眼了，立刻上前阻止：给我停下！然而已经急眼的3眼青狼压根不听黄源的话，用尽全力朝着二弟攻击。二弟看着攻击过来的3眼青狼，他丝毫不慌，他身上顿时冒出淡淡的金光。这一层金光意味着二弟用了霸体。第11章通过考核，获得系统奖励。砰！攻击命中二弟的3眼青狼直接被二弟反震飞了出去，他原本的利爪此刻已经断裂，鲜血不停地往外流。一旁观战的几人已经把他们的兽宠给召唤出来，
刚想要上前去阻止三眼青狼，但是看到这一幕后，全都愣在了原地。这怎么可能？李青吞咽了一口口水，这真的只是青铜9级的预售吗？白银4级的三眼青狼竟然无法破防，而且还被反震成了重伤，这……而一旁的沈一鸣则是看得津津有味，原来这就是预售的战斗啊！就这，他之所以不慌，是因为之前8级的二弟在开启霸体后就能硬扛白银5级的攻击，现在还升级了1级，抗下白银4级的攻击更加的轻松。如果二弟达到白银级，恐怕白银级的妖兽想要破防二弟都有点困难。这就是霸体的恐怖之处，真当免疫99%的伤害是开玩笑的吗？除非同样是 S 级或者 SSSSS 级的预售来攻击二弟，不然一般情况下二弟同阶无敌。我的初级预售师考核算通过了吗？黄猿听到沈一鸣的问话，看向他的眼神有些复杂。通过了。说完便跑向倒地的三眼青狼，把他带去治疗室。聂远看着场地中央的那只熊族，若有所思的喃喃道：这是什么技能，竟然能免疫伤害，还具有反震效果？其实这完全是聂远想多了，压根不是霸体拥有反震效果，而是那三眼青狼太菜了，破不了防，所以才导致双爪被震断。就好比一个人想要拿自己的拳头去和钢板硬碰硬一样，这不是厕所里点灯找爸爸吗？边上的副会长李青则是想得更多。在来之前，刚刚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沈一鸣的基础信息全都汇报给了他。这没有学校，无业游民，甚至连智能手环都没有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只兽宠的？难不成他是半生兽宠？如果是半生兽宠，就更难以让人理解了。越强大的预兽就需要花越多的钱喂养，而半生兽宠则是在这基础上再翻倍。因为半生兽宠是具有反哺能力的，它所吃下的食物、灵材都会反哺到预兽师的身上，这就导致了半生兽宠消耗增加。有钱人都想要半生兽宠，但是如果一位平民预兽师拥有半生兽宠，那将会是一个噩梦。这衣着朴素的沈一鸣根本不可能养得起啊！但是看眼前这熊族，又没有营养不良的感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青想要问出口，但是又感觉有些冒昧，索性说道：小伙子，恭喜你通过了初级预兽师的考核，待会我还帮你颁发徽章。沈一鸣有些疑惑，徽章？李青解释道：当你通过初级预兽师的考核之后，才算是正式加入预兽师协会，初级预兽师拥有更多的权限，徽章就是预兽师身份的象征，并且福利待遇也和见习预兽师有着天壤之别。见习预兽师每个月只有3000元的补助，但是初级预兽师则是有2万元。通过考核后，还会免费发放1枚智能手环，并且每个月还有100点协会积分奖励。协会积分能在协会内部兑换各种奖励。沈一鸣听后，双眼顿时一亮，这差距也太大了吧！这又有钱，又有手环，还有积分，全都是协会白给的，他们不亏吗？沈一鸣待在原地傻乐着，嘿嘿，挺好。李青提醒道：不过协会也是有任务要求的，初级预兽师每个月至少都要完成2个任务，不然下个月的奖励会减半，任务内容不限。知道了。对此沈一鸣毫不意外，毕竟拿了对方的福利，肯定是要干活的呀，不然谁会白养你？过了半小时左右，沈一鸣便离开了预兽师工会，手中拿着黑色的智能手环以及1枚银白色的徽章。智能手环的操作方式挺简单的，只要绑定个人信息就行了。看着里面2万块钱的余额，沈一鸣的笑容更甚。哈哈，终于有钱了，二弟，咱们今晚吃好吃的，你敞开了吃，管饱。好吃的。恭喜宿主已经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领取大量预售力之后，沈一鸣的等级也蹭的往上涨，青铜6级、青铜7级，一直到青铜9级才停了下来。这大量预售力是真香啊！此时还在考虑今晚吃什么的二弟，莫名其妙的感觉自己竟然变强了，疑惑的看着沈一鸣。不过沈一鸣压根不搭理他，就当作没看到。这是系统给二弟的全属奖励，自己也不好解释。至于最后一个奖励10份灵泉，回家后再看。一旁的银欢欢看着沈一鸣手中的智能手环，有些羡慕，就是不知道牧师协会的奖励是什么。欢欢，我们走，去牧师公会，有钱了咱们打车去。沈一鸣一脸骄傲地说道。银欢欢点了点头，御兽师协会和牧师公会距离并不远，大概也就10多分钟的车程，走1个小时左右也能走到，但是完全没这必要。每个月2万块，放在地球上也算是精英人群了，哪能委屈自己？两人一熊来到牧师公会后，这里看起来比御兽师协会还要豪华，不过大厅内并没有多少人。这时，一位穿着绿色衣袍小姐姐走上前和两人打了个招呼：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招募的还是认证？一旁的银欢欢礼貌地回道：我刚刚觉醒，是来认证的。小姐姐双眼顿时一亮：哦，刚觉醒，快来！这也不怪她如此热情，毕竟牧师职业觉醒的人本来就少，一年到头都没用几人来参加认证的。
每接待一名刚觉醒的牧师，他们都会获得丰厚的奖励，他能不兴奋吗？看到这工作人员如此热情，沈一鸣不由得一酸，同样是工会、协会，为啥差距那么大？御兽师协会的对自己爱答不理，这牧师工会的工作人员竟然如此热情，好麻烦你了。过了片刻，那名工作人员拿着一颗透明的珠子递给银欢欢说道：“这是牧师协会的测灵珠，你握着它就能检测到是否觉醒了牧师能力。”银欢欢接过珠子，紧紧握在手中，下一秒一道绿色的光芒闪出。第12章，我只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时的一道墨绿色光芒已经完全笼罩了银欢欢。片刻过后，光芒消散，一旁的工作人员惊呼道：“竟然是 S 级以上的资质，这怎么看出来的？”沈一鸣愣了一会，问道：“这一道绿色的光芒散出来，就证明是 S 级以上的资质了。”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道：“这就是测灵珠的功效，也是我们牧师协会的测试方式。散发出浅绿色光芒，就代表着 C 级资质；绿色光芒代表 B 级，深绿 A 级，而墨绿色就是 S 级以上的。”沈一鸣回想着刚刚的绿色光芒，他脑瓜子嗡嗡的，在他眼里都是绿色，没啥区别。我这算是通过认证了吗？银欢欢问道。小姐姐兴奋地说道：“通过了，而且以您的资质，还可以申请加入新兴培养计划。”啊，不对，是肯定可以加入。想到这，工作人员就无比的兴奋，竟然让自己测到了一位 S 级以上的牧师，自己的奖励恐怕会再翻上几倍。银欢欢没有第一时间答应，问道：“你可以和我说说这新兴培养计划是怎么回事吗？”新兴培养计划是我们工会的培养新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收 A 级以上资质牧师的成员进行统一培养，只要通过申请的成员就可以免费申请 A 级以上的牧师技能，并且还有很多额外的福利，例如每个月100万块的补贴、免费住房、灵能药剂。S 级以上的资质还可以申请强者保护，总之福利很多，对你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银欢欢听后顿时心动了，这福利太好了吧！不过一旁的沈一鸣开口道：“加入新兴计划后需要承担什么？”银欢欢听到沈一鸣的问话，原本躁动的心也冷静了下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牧师工会投入那么多的资源，不可能没有任何限制，他必须要慎重考虑。要知道他可是双职业啊。小姐姐解释：“很简单啊，只要签订永久性合约就行了。这份合约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不背叛牧师协会，加入到别的组织或工会就行。”沈一鸣和银欢欢两人对视了一眼，沈一鸣想说些什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希望银欢欢能理智一点，毕竟他是有双职业的，如果签订了这份契约，那就代表着以后就无法加入其他协会了。而且沈一鸣还是有点私心的，这可是他预定的奶妈啊，真不希望他加入这个计划。银欢欢摇了摇头拒绝了：“算了，帮我认证见习牧师就行。”啊？为什么啊？你只要加入这个计划，你肯定会得到上面的培养的。以后你成长起来后，至少都是会长级别的人物。小姐姐实在是无法理解为啥银欢欢会拒绝。加入工会不就是为了资源吗？她估计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银欢欢是双职业。一旁的沈一鸣听到银欢欢拒绝后，心中松了口气，口气不善地对着眼前的小姐姐说道：“说了不参加了，你搞快点，我们还要回家呢。”这人想要抢自己的奶妈，能对他有好脸色吗？好吧，不过我们工会是没有见习牧师的，通过认证后就是初级牧师，小姐姐也不再纠结，过后把这件事情上报高层就行了，先稳住他再说。这样的天才，牧师协会的高层肯定还会再联系他的。没过多久，大概15分钟左右，工作人员拿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上面有智能手环、一瓶透明色的药剂，以及一颗绿色的小珠子，还有一枚浅绿色的徽章。小姐姐介绍道：“这瓶药剂是初级灵能药剂，每位初级牧师都会有一瓶。这颗珠子是 C 级技能治愈，每一位初级牧师都会发放的技能。这枚徽章就是我们工会的徽章。”说完后，他看了一眼银欢欢那一身素衣，补充了一句：“初级牧师每个月还有额外的10万补助。”沈一鸣此时心中酸溜溜的，这尼玛都是初级职业，为啥这差距那么大？这又给技能又给灵能药剂的，钱还比自己多5倍。吐槽归吐槽，沈一鸣心中还是有避数的。物以稀为贵，牧师这职业去到那里都是抢着要的，和他们这些战斗职业不同。银欢欢接过这些东西，一脸的欣喜：“谢谢。我每个月需要做任务吗？”银欢欢又问道。刚刚在御兽师协会听到李清副会长说过，每个人每个月都要做任务，所以就想问问。小姐姐摇了摇头：“不用呀，你是初级牧师，做什么任务呀？别人也不会来招募你。”银欢欢试探性的问道：“那我每个月什么都不用做，等着领资源就行？”小姐姐点了点头：“那半年内你是不需要做任务的，这算是对新人牧师的一种保护。半年后会根据你的实力决定要不要分配任务，你能在半年内晋级中级牧师，
那同样也不需要做任务。不过晋级了中级牧师之后，我们就会把你的信息公布到招募大厅。如果有队伍想要招募你的话，还是需要去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一旁的沈一鸣要酸死了，狠狠地捏着二弟的小圆脸。我不羡慕，一点都不羡慕。此时的银欢欢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昨天的他还是一个为了温饱发愁的普通人，仅仅是过了一天，自己整个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到这，他默默看向一旁的沈一鸣，越发的感激。他自己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离开牧师公会后，沈一鸣有点患得患失起来。他1个月10万，这还只是牧师公会的待遇。如果他再加入灵厨公会，那自己这110万好像用不了多久就能还完了呢。还完之后，他就离开了。啊！我即将失去我的奶妈。银欢欢看着情绪低落的沈一鸣问道：“你怎么了？”沈一鸣摇了摇头：“没事。接下来我们去灵厨公会吗？”“不去啊，我们去超市买点东西，然后回家。”沈一鸣愣了一会：“啊？为啥不去？”银欢欢解释道：“我本来就没打算去，加入一个公会就够了。如果我暴露出自己是双职业者，那自己的命运也许就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银欢欢好歹在社会上混了1年，见过太多龌龊的事情，他也很清楚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双稀有职业一旦曝光出去，那将会有无数的麻烦，甚至还会牵连到沈一鸣，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他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曝光自己的第2职业，因为他不想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个势力的傀儡，他只想做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第13章，觉醒双职业的可能。沈一鸣也没想到，这银欢欢看上去挺傻白甜的一小妞，他会想那么多。行吧，你说不去就不去吧。随后2人去了一趟超市，银欢欢把床买了，还有一些日常用品，2套换洗衣物，2套睡衣，1套新厨具等等。沈一鸣也给自己买了2身衣物。在购买衣服的时候，二弟还吵着沈一鸣给他买几套。沈一鸣有些嫌弃地看着二弟：“你穿啥衣服啊？你句话之后，这衣服就坏了。”硬，我要穿衣服。二弟还不忘指了指自己的丁丁，表示自己也是要脸的。行，给你买。沈一鸣给二弟买了几身衣服之后，本以为卖完衣服后他就会消停下来，没想到二弟又抓了几条小马和沈一鸣同款的裤衩递给了他。大哥，你还穿内裤的？沈二弟指了指沈一鸣的裤裆，那你为什么穿？无法反驳的沈一鸣只能答应下来。行，给你买。这些只是普通的衣物，二弟用句话后就会损毁，不值几个钱，所以沈一鸣也没过多纠结。如果二弟想要买可以自动伸缩的衣物，那就不是现在的沈一鸣可以负担得起的了。采购完东西后，2人一熊又去了一趟市场，买了大量食物。回到家后，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沈一鸣帮银欢欢装床，而银欢欢则是去了厨房准备吃食。晚上10点，2人一熊坐在新买的桌椅上疯狂进食。沈一鸣夹起一块牛肉吃了下去。咦，欢欢，你不是灵厨吗？为啥这东西没啥区别？银欢欢白了他一眼，我才刚刚觉醒，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学习，我怎么可能做出零食啊？也是。沈一鸣尴尬的挠了挠头，不过他也默默的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帮银欢欢弄一张零食谱啥的。2人吃饱之后，银欢欢收拾好碗筷后便去烧水洗澡了，而二弟则是嘤嘤嘤的叫了起来：“我还没吃饱呢。”沈一鸣白了他一眼，他们买了上百斤的食物回来，这货自己一个人吃了一大半，竟然还没吃饱。要知道这些食物可都是蕴含一丝能量的呀，吃不饱怎么可能啊？打开二弟的面板瞧了一眼，想要看看二弟是不是骗自己，没想到他看完之后心态直接大崩。预售混沌熊猫沈二弟，等级青铜9级，资质 S， 当前状态幼年期，未觉醒，当前温饱26，饥饿状态。看着二弟的属性面板，沈一鸣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些蕴含能量的食物竟然只增加了1点的温饱，要知道这些食物可是花了沈一鸣将近1万块啊！按照1万块1点温饱的比例计算，今天2人为了省几块钱的公交费，直接花掉了10万。我擦，我终于知道这家为啥那么空了，感情是这小子吃穷的呀！他本想着让二弟好好吃一顿饱饭，才忍痛花了1万块钱，没想到这小子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低估了二弟，也高估了自己的钱包。此时二弟一脸委屈地看着沈一鸣，说好的让我吃饱呢。沈一鸣看着眼前的二弟，有些头疼，索性先不搭理他了。打开了系统面板，宿主沈一鸣，年龄18.5岁，职业等级御兽师青铜9级，拥有御兽 S 级混沌熊猫未觉醒，目前等级青铜9级，
当前契合度 45%。拥有道具：黑色小板砖 LV1， 白银宝箱2个，初级灵能药剂1份，培元果1枚，10份灵泉。拥有天赋复魂。目前身体状况良。把培元果拿出来递给二弟后，又看向那一份灵泉的简介。灵泉长期服用可以改善体质。沈一鸣看着这灵泉，若有所思的喃喃道：“这玩意好像还不错，二弟好像不需要，可以给自己合银欢欢喝。”看着道具栏里面的2个白银宝箱，深吸一口气，开启。一道白光在沈一鸣眼前闪过，恭喜获得终极防御符箓星号3。终极防御符箓可以承受1级黄金级10级以下所有伤害。啊，这玩意有用，但是对现在的沈一鸣而言用处不大。算了，拥有一个护身符也不错了。继续开启另外一个白银宝箱，恭喜获得 S 级技能宝珠业火焚心。S 级法师技能业火焚心，单体技能调动天地业火之力攻击敌人，给敌人造成灵魂伤害。卧槽，这尼玛有个锤子用啊！这是法爷的技能，自己一个御兽师还能用法爷技能？童子，你出来！为啥还能开到我没用的东西？宝箱内所有物品都是随机的，有几率开出任何物品，你习惯就好。沈一鸣直接被童子给干沉默了。我不习惯啊。沈一鸣吐槽道：“那么牛逼，还开出任何物品？那你给我开个职业出来啊！”获得神秘宝箱有几率开出觉醒职业。沈一鸣顿时就来了精神，开出其他觉醒职业。童子你没逗我玩吧？获得神秘宝箱有几率开出觉醒职业。童子还是重复了这句话，没有其他的解释。怎么获得神秘宝箱？系统会发布相应选项，完成任务后有几率获得。行吧，沈一鸣得到这个消息就够了，以后他不只是一位御兽师，说不定还能是一位法爷，甚至是战士。多职业，多线操作，让二弟在前面打架，自己躲在后面悄咪咪的放个禁咒，这谁顶得住啊？想想就舒服。哎，不对，这悄咪咪的是怎么回事？那不是老六吗？我这么强不能当老六，我要光明正大的放技能。一旁的二弟此时也已经把培元果给消化完了，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青铜10级，二弟只要再升1级就能突破到白银，到时候直接横扫白银段，当一个白银小霸主。而他的温饱度也来到了46点，一颗培元果加了20点温饱，还算不错。此时的沈一鸣还在考虑以后怎么赚钱给二弟买吃的，忽然一阵香风飘过。你要洗澡吗？我帮你烧水。沈一鸣转头一看，此时的银欢欢正拿着毛巾搓揉着头发，褪下那宽松素衣后的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真丝睡裙，完美的身材此时已经暴露了出来。这不愧是奶妈啊！36地管宝，一双玉足也暴露在空气中，修长白皙，性感无比。吸溜，真白，好想玩一玩。之前她一副脏兮兮的模样，没想到洗完澡之后竟是如此动人。看到这画面，沈一鸣那还需要热水洗澡啊？赶紧冷水降温。第14章，一场好梦。凌晨3点，正在和周公聊天的沈一鸣，他身旁坐着的正是银欢欢。此时的银欢欢穿着一身米白色的包臂裙，鹅卵形的脸蛋儿温婉娇柔，长发扎起盘在脑后，红唇娇艳，身材凹凸有致，修长美腿上裹着一双透明黑丝，脚踩黑色高跟鞋，俏脸上那双异色瞳孔给她带来一股莫名的魅力。此刻她正轻咬着下唇，含情脉脉地看着沈一鸣，又纯又欲，让沈一鸣一时间无法呼吸。他下意识地想要伸手一摸一摸，看看丝袜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做的，但是刚伸出去的手又快速地收了回来。他怂了，毕竟他还想要在银欢欢的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而一旁的银欢欢发现了沈一鸣的小动作，对他眨了眨眼，那双柔软的小手抓住了沈一鸣的咸猪手，那无比真实的触感直接让沈一鸣沦陷了。只见他抓着沈一鸣的咸猪手朝着自己的腿部伸去，刚要触碰到那完美玉足的时候，梦醒了。清醒过来的沈一鸣恶狠狠地喃喃道：“我擦，触及到知识盲区，这梦竟然做不下去了。”也不怪沈一鸣，毕竟这终究是一场梦，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在梦中怎么可能体会得到呢？梦见银欢欢穿着这套衣服，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已经是他能想象到的极限了。清醒过来的沈一鸣转过头，看到另一张床上正在熟睡着的银欢欢，月光透过窗内照射在他的脸上。此时他正侧卧弓着身，紧紧抱着自己的被子，精致的面孔还带着一丝忧郁。睡梦中的他才是最真实的他。喜欢侧卧的人往往比较缺乏安全感，常常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想要极力的去保护自己。这种人内心的自我防范意识非常强，无时无刻都在不断的保护着自己。沈一鸣看到他这副模样，原本燥热的心瞬间就凉了下来。哎，罪过，他也是一个可怜人啊。此时的他内心升起一股罪恶感，
怎么能在梦中这么想银欢欢呢？虽然很有诱惑力，但是这并不是他的风格。次日清晨，当沈一鸣醒来之后，便看到银欢欢在厨房正忙碌着，而二弟则是在他腿边静静地等待着投喂。看到这幅画面，沈一鸣内心感觉无比的满足，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洗漱完，吃过早餐之后，银欢欢便进入了修炼状态。不过在此之前，沈一鸣把从系统获得的初级灵能药剂以及一份灵泉递给了他。这灵泉是能改善体质的，喝下去对你有用。至于灵能药剂，我目前要来没用，我还没打算升级。初级灵能药剂虽然对他也有用，但是他现在还不想那么快升级。他现在已经青铜9级了，再升2级就突破白银了。而白银级的预售师必须在短时间内契约第2只预售，不然契约将会失效，失去领养第2只预售的资格。现在的沈一鸣连二弟都养不起，更别说再多加1只了。况且他也没有做好养第2只预售的准备。要知道，他穿越到这个世界才第3天，从青铜1级直接飙升到了青铜9级，这升级速度太快了。沈一鸣根本没时间去适应这个世界。如果让他随便契约1只预售，肯定不符合他内心的野望。而此时的银欢欢看着面前2瓶药剂，面露愁容。自己还欠着他钱呢，再收下灵能药剂和这灵泉，这不是越欠越多了吗？不过他现在又急需快速提升实力，让他放弃又有点不甘心。思考片刻后，银欢欢还是接受了。那个先欠着哈，以后还你。拿着吧，不用客气。沈一鸣看到银欢欢收下自己的东西，顿时大喜。他欠自己越多，越不可能跑。嘿嘿，以后如果还不起，那就别怪我了哈。我不介意自己多一个漂亮奶妈当媳妇的，而且退1万步说，娶不到她当媳妇，那就当作是提前投资了银欢欢了。毕竟她的资质就摆在那里，未来成就注定不会低。让她现在欠着自己的人情，以后肯定血赚。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银欢欢已经从青铜1级升到了青铜5级，并且学习了治愈技能。而沈一鸣也在用智能手环了解这个世界。这世界还是有点意思的，各大职业百花齐放，网络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新闻。例如某某某成功通过高等级职业工会考核，或者那个学校又出现了天才，还有就是出现了强大的预售。药剂师协会又研制出了全新药剂，科学院公布最新研制出来的科技，甚至还有比武大会之类的。当然也有一些明星级的转职者的花边新闻。这些明星转职者和地球上的艺人是差不多性质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世界的明星转职者是真的牛逼，不像是地球上的某些艺人，只要立好人设就能在这个圈子混下去。当然以上都只是网络上吃瓜网友们的日常，真要说全民关注的大事，那还得是关于秘境的消息。每当有一个新的秘境出现，就会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起。毕竟这可是关于普通转职者能否逆天改命的机遇，同样也是国家获取重要资源的地方。秘境主要分为几大类，有历练秘境、战场秘境以及基础秘境等等，而每个大类又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普通级、冒险级、勇士级、王者级、深渊级。目前国内有325座普通秘境、112座冒险秘境、78座用时秘境、18座王者秘境，而深渊秘境只有3处。而几大秘境分类中的历练秘境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秘境，这种秘境可以通过各种考核获取奖励、传承，甚至是科技成果。第2类就是战场秘境，这类秘境就是一个大型绞肉机。战场秘境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种族、妖兽，所有人都必须要通过杀戮获取资源，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走出秘境。第3类呢，也是最常见、数量最多的一种秘境，那就是基础秘境，里面同样拥有资源，但是里面往往都会有高等级的妖兽、种族驻守，没有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但是他们每时每刻都想要冲破秘境，进入到人类的世界，所以人类必须派出大军驻守这些秘境，不然等他们冲破秘境降临到人类世界的时候，那对于平民而言，那将会是一场屠杀，同时也是那群妖兽的一场盛宴。这样的秘境罗湖市就有一座，那就是龙之谷秘境。第15章新的3个选项把系统玩蹦了。罗湖市中的龙之谷秘境原本是属于王者级别的秘境，但是经过国家以及各大高等级转职者的多年清扫，现在已经降为了冒险级的秘境。虽然还有些危险，但是在国家军队的驻守下，已经能完全掌控了。同时这龙之谷秘境也是罗湖市周边各个城市最热门的秘境，毕竟曾经也是一个王者级别的秘境，总会有人抱着简陋的心去探险。此时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沈一鸣，智能手环上突然来了一条推送信息：你还在迷茫吗？你还在为未来而发愁吗？你想成为一名强大的转职者吗？罗湖大学诚挚欢迎您的到来。罗湖大学拥有全球名师，汇集百家精华，我们共同奋斗，铸就高校人才。
看到这推送消息的那一刹那，沈一鸣直接愣住了。这罗湖大学招生方式那么野的吗？罗湖大学他并没有听说过，但是能以一座城市来命名的学校应该不会差吧？为啥还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招生？按理说一所好的学校应该不会缺生源的，但是这罗湖大学给沈一鸣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真正好的学校根本不需要打广告吧？就像是国防七子、清北等名校，你见过他们打过广告吗？顶多就是拍一拍宣传片来介绍学校，根本不可能像这罗湖大学一样直接推送信息。还在思索的沈一鸣眼前突然蹦出了3个熟悉的选项。选项1，作为一名有志青年，怎可荒废学业，立刻报名加入罗湖大学，学习更多基础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任务奖励：大量预售力、空间手环1、混沌熊猫全属性加10、神秘宝箱1。选项2，当作没看到，忽略这一条推广。任务奖励：大量预售力、零食大全1、混沌熊猫专属6件套1件、鞋子、黄金宝箱1。选项3，罗湖大学狗都不去。你是属于武神学院的男人，成功入学武神学院。任务奖励：大量预售力，开启积分商城，半生受宠1只 SSS 及技能宝珠1枚。随机。沈一鸣看着眼前的3个选项，他惊得目瞪口呆，嘴巴大张。他第一次看到童子给出那么离谱的奖励。上面3个选项，说实话，放弃那个他都是不愿意的。第一个选项当中的奖励有空间手环，还有神秘宝箱，这简直馋哭了。空间手环就是利用空间石制作出的空间装备，功能有点类似修仙小说中的储物戒指，不过因为空间石产量稀少，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个东西。如果沈一鸣有了这空间手环，以后干嘛都会很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个选项当中还有神秘宝箱。要知道，神秘宝箱可是能开出职业的稀有箱子啊，让他放弃怎么可能？而第2个选项是最简单的，也是最不能放弃的，因为里面有2弟的专属装备啊。这要是放弃了这个选项，以后2弟说不定就永远少一件装备，所以这肯定不能放弃的。至于第3个选项，很难完成。武神学院是夏国顶尖大学，就算是他一个刚穿越来这个世界的人都听说过。网络上只要挂着武神学院这几个字，学院中的任意一人都能吸引到大量的粉丝，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条件就是在20岁之前达到黄金级，这还只是入学门槛，达到黄金级之后，还需要通过几轮考核才有可能成功入学。20岁之前的黄金本就稀少，随便一位都能在其他学院当校霸，而这只是武神学院基础门槛罢了。一入武神学院，所有天才都将泯然众人，只有真正的妖孽才能脱颖而出。沈一鸣也想进啊，但是他现在才青铜9级，连入学条件都达不到，更别说这个选项还会开启积分商城，第2只半生受宠，外加1枚 SSS 级的技能宝珠。馋啊！系统给的第2只半生受宠肯定不会差的呀。如果选了这个选项，那自己第2只受宠也会得到解决。但是又问题就来了，武神学院入学条件最少需要黄金级，这第2只半生受宠难道要等到黄金级才契约？哎呀呀，头疼！眼前3个选项，放弃那一个选项，沈一鸣都不会甘心。童子，我全都要，只能选择一个选项作为任务。那任务完成有时间限制吗？我如果选择报名入学武神学院，这个任务时限是多久？1年之内完成都算成功。你确定？这时沈一鸣大脑正在疯狂地转动着，一个疯狂的想法在他内心升起。1年之内完成都算成功。童子又再次重复了一遍。那我3个都选，只能选择一个选项作为任务。沈一鸣摇了摇头，不是，这3个任务我都能完成，你凭什么不让我选？我不管，我全都要，你不让我全都要，我都不选。我可以先选而忽略这一条推广，然后再偷偷报名加入罗湖大学，进入学院后我再退学加入武神大学。我明明可以都完成的，你以为是什么让我只选一个？我不服，我全都要。童子听到沈一鸣这话，顿时沉默了下来。他的脑子好像不够用了，按照设定的程序，每一个选项宿主只能选择一个，完成任务后再由他发放奖励，而且每一个任务都是具有唯一性的，根本不可能完成多个任务。但是沈一鸣现在说3个任务都能完成，自己通过一番计算之后，还真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而自己最高级的核心指令，就是在符合逻辑的情况下服从沈一鸣，这就导致了2个指令冲突，给他选也不是，不选也不是，直接导致了他的思维进入了死循环当中。沈一鸣还在催促着童子，快点，我全都选，帮我确定，我真能完成。沈一鸣边催促还一边疯狂同时点击3个选项。滴滴滴，系统程序崩溃中。蹦，系统奖励已发放，请宿主查收。系统升级中，预计24小时后升级完毕。第16章，
获得所有选项奖励。奖励已发放，系统崩溃，升级。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沈一鸣直接当场愣在了原地。自己还没选呢，怎么就直接发放奖励了？此时，一股精纯的灵力突然从沈一鸣体内涌出，让他直接升到了青铜10级。停了片刻后，又突破到了白银1级，直到白银2级，这一股能量才渐渐消失。沈一鸣感受到自己等级的变化后，惊呼道：“卧槽，怎么就突破了呀？我还没准备好呢。”然而这还没完，第二股预受力又来了，白银3直到白银6级才停了下来。此时的沈一鸣脑瓜子嗡嗡的，压根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童子，求求你出来说句话吧，我很慌，再升级下去我就黄金了。现在的沈一鸣有些欲哭无泪，如果真突破到黄金级，那他在短时间内要寻找到2只预兽，不然这2个预兽位置直接就浪费了。然而童子给他的回复是第3股预兽力来了。童子啊，别呀，真不能升级了，要溢出来了。我错了，满了，真的满了。白银7、白银8、白银9，升级到白银9级之后，此时沈一鸣身体传出一股刺痛感，疼。几分钟时间，从青铜9级直接升到了白银9级，就这导致了沈一鸣体内的预兽空间也正在快速扩张着。他的身体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灵力来维持预兽空间的扩张，只能压榨自己的潜能来维持预兽空间的稳定。他想要停止下来，但是根本不能停下。一旦停止，预兽空间没有灵力的维持，那预兽空间将会直接崩溃，轻则掉落等级，重则直接永久失去预兽空间。失去预兽空间的话，自己这所谓的预兽师也就名存实亡了，而二弟也将会受到牵连。看到沈一鸣瘫倒在地之后，正在睡觉的二弟突然睁开双眼，一个跳跃，直接来到了他的身边，用鼻子嗅了嗅，之后又返回了之前躺着的地方。因为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他莫名其妙的又变强了。而银欢欢也从修炼状态中退了出来，看到瘫倒在地的沈一鸣，心顿时一慌，把沈一鸣从地上扶起，让他靠在自己的胸前，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没事吧？”此时的沈一鸣并没有昏厥过去，只是有些脱力，无法动弹，但是他的触感还在啊。既然沈一鸣反抗不了，那只能闭上眼，静静的享受了。嘿嘿，好软，好香。不对啊，我预售空间快要蹦了。刚想要转移注意力，继续输入灵力的沈一鸣，头部突然传来一股窒息感。哎，卧槽，怎么窒息了？银欢欢，放开我！快放开我！我要死了，要憋死了！救命呐！然而沈一鸣的挣扎只是徒劳，他根本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身体也无法动弹。银欢欢把沈一鸣放在床上之后，银欢欢比划着手势，释放出了治愈技能。一道轻柔的绿光从银欢欢手中出现，片刻之后，绿光没入沈一鸣的身体。银欢欢等了一会，发现沈一鸣身体并没有任何变化，还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银欢欢皱了皱眉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二弟突然出现在银欢欢面前，比划着他缺灵力。银欢欢并不是御兽师，只能勉强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难道是缺灵力？想到这，银欢欢就把之前喝了一半的灵泉拿了出来。这灵泉他之前服用过，可以补充大量的灵力，这东西对他应该有用。东西是有了，怎么喂？此时沈一鸣的嘴就像是焊死了一样，根本掰不开。可是看着面前的沈一鸣，突然又陷入了两难。要说喂，也不是没有办法，自己用嘴一点一点的喂下去就行了。可是这算什么？自己的初吻可是还在的，就这样给他，岂不是便宜他了？虽然他长得挺帅的，自己对他也有一点好感，也就过自己，但是想想自己怎么都是亏的。银欢欢正在给自己洗脑，算了，反正他现在应该已经晕过去了，我装作不知道就行了。而且这应该不算是初吻吧？瞥了一眼一旁的二弟，让他自己用手蒙住他的双眼，毕竟唯一的见证者也只能是这只熊了，只要他看不见，那自己的初吻就还在。既然决定了喂药的方式，银欢欢也不再犹豫，拿起灵泉轻轻抿了一口，俯身轻轻一吻，一点一点的把灵泉灌入沈一鸣的嘴里。此时的沈一鸣整个人都嗨了，虽然自己动不了，但是他的感知能力还在啊。嘴边那种香软的触感，他整个人直接就沦陷了，下意识的想要伸出舌头，发现动不了。卧槽，烦死了！而灵泉进入沈一鸣体内之后，原本干枯的躯体也开始出现大量的灵力，体内的御兽空间也慢慢的稳定了下来，而他也即将恢复知觉。银欢欢发现此时躺在床上的沈一鸣脸色已经恢复了一丝肉色后，顿时一喜，加快了喂药的节奏。一口，两口，三口，半瓶灵泉逐渐见底。当最后一口喂到沈一鸣嘴边的时候，银欢欢突然感觉到一种丝滑的感觉，
直接把他吓了一跳，心中无比的震惊。刚刚是他的舌头吗？已经恢复行动力的沈一鸣心中窃喜，哎，嘿嘿，结，好软啊！沈一鸣悄悄把眼睁开一条缝，看到此时一脸羞红的银欢欢，索性直接装傻。现在如果自己张开双眼，这小妞估计要离家出走了。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查看系统发放的奖励：空间手环1，灵石大全1，混沌熊猫专属6件套1件，鞋子 SSS 级技能宝珠善恶有报，牧师黄金宝箱1，神秘宝箱1。看到自己的道具栏里突然多出来的这些物品，沈一鸣傻眼了。卧槽，之前3个选项的奖励全都发放了，原来把系统搞崩溃，竟然得到那么多的奖励。那下次再试试。不过沈一鸣完全想多了，这种 bug 童子怎么可能让他卡第2次？可是受宠呢？不是说好有一只半生受宠吗？现在的沈一鸣已经来到了白银9级，按理说半生受宠应该已经发放了，可是他并没有找到。另一边，沈一鸣体内刚刚稳定下来的预售空间突然传出一阵躁动，仿佛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沈一鸣感受到预售空间内的异样之后，立刻打开。当看到那只受宠之后，失声喃喃道：“卧槽！2弟威！”第17章第2只受宠沈琪琪。此时沈一鸣的预售空间内，一只和2弟基础形态差不多大小的4脚兽，扇动着银白色的翅膀在空中飞舞着，浑身通体橙黄色，身体上有着诡异的符文闪耀着，耷拉着的双耳异常的可爱。在他感受到沈一鸣的一瞬间，便叫了起来：“嗷呜！”沈一鸣看着眼前这只小可爱，双眼冒光，好高的颜值，爱了！这就是童子给我的半生受宠吗？刚把他从预售空间召唤出来，2弟仿佛是感受到了什么，双目一凝，原本漆黑的双眼多出了一种深邃的感觉，毛发全都立了起来，直接使用了巨化技能，2只利爪散发着渗人的银光，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金光，一道低沉而浑厚的声音从2弟口中传出：“吼！”这叫声像是在宣示他的主权。而沈一鸣怀中的小兽也不甘示弱，他同样使用了巨化技能。原本只有10几厘米的银白色的双翼，通过巨化之后已经达到了3米多长，此时完全展开，停滞在空中。通体橙黄的身躯也散发出了耀眼的金光，身上的符文更是闪个不停，耷拉着的双耳此时也竖了起来。他已经从一只小可爱进化成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兽宠，这颜值直接让一旁的沈一鸣看傻眼了。单论颜值，他比2弟帅，而且他还会飞也，当不了龙骑士，骑这个好像也不错。如果说是只比基础形态的话，他们各有千秋，但是使用巨化后，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不能说2弟不好看，是对比的对象出问题了，就像找一位普通人强行去和彦祖比帅，那不是为难人吗？而一旁的银欢欢也是一脸羡慕的看着沈一鸣，这受宠真的好帅啊，简直就是梦中情宠。如果这只受宠是他的，他愿意放弃一个职业天赋。2只受宠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沈一鸣连忙开始劝架：“别打，都是一家人。”沈一鸣不得不劝啊，他刚刚看了一眼系统面板，2弟目前压根不可能打过他。为了不让2弟受伤害，还是劝架吧。预售穷奇，未命名，等级白银5级，资质 S， 当前状态幼年期，未激活血脉，年龄3岁，当前温饱80，常态，拥有技能 SSS 级专属技能越战越勇，在开启该技能进入战斗状态之后，拥有 200% 的战力加成，击杀目标后会恢复少量能量，进入重伤状态，全属性增加100%，会加剧伤势。S 级技能毁灭吐息，召唤出一片火海，让区域内的敌人造成大量范围性伤害，技能威力范围根据灵能而决定。S 级技能阵地之恶，在目标位置召唤一片持续30秒左右的地震，受地震影响，技能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将会受到 50% 的减速效果，并且造成少量伤害。基础技能巨化，可以灵活变换体型。力量754，敏捷601，防御564，灵能6181，综合战力9373点。这属性，目前的2弟压根不可能打得过。就是2弟拥有霸体这样的神技，但是这穷奇号都能把2弟耗死，毕竟等级差距摆在那里。2弟目前也就只能欺负一下那些 S 级以下的受宠了，遇到 S 级以上的同等级的情况下，2弟依靠霸体最多能和对方打个6、4开，在灵能充足的情况下打个7、3开也不是问题。此时2弟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穷奇，吼：“我叫沈2弟，我现在给你命名，你就叫沈3弟，以后是我的小弟，知道了吗？”穷奇压根不惯着2弟，口吐人言：“就你这小东西，你配吗？还沈3弟，为啥我不能叫沈大哥？”
还是说已经有大哥了？二弟听后已经有一种即将暴动的征兆。吼！我先来的，所以我是大哥。穷奇不屑地看着二弟，我等级比你高，你打不过我，凭什么你当大哥？二弟明显已经被气急了，直接把心里话给说了出来。吼！他是我的人宠，你是他的受宠，所以我是你大哥。这话一出，现场直接沉默了下来。穷奇歪头看向沈一鸣，意思是要不要揍一顿。沈一鸣深吸一口气，把穷奇给拦住了。不用了，打了他，最后还要我花钱给他治疗，都是穷惹的祸。不然沈一鸣绝对要让二弟看看谁才是主子。一旁的二弟也知道理亏，直接恢复了基础形态，屁颠屁颠的跑向沈一鸣，紧紧抱住沈一鸣的大腿，慢慢的往上爬。主人啊，我是你的小可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这样静静的看着沈一鸣，看到二弟这副模样，也觉得有些好笑。这货想收自己当人宠的心还没死呢。一旁的穷奇也恢复了常态，漂浮在沈一鸣的眼前。按理说你应该是三弟。穷奇听后疯狂的摇头，我不要当他小弟。不过呢，你的年龄3岁，确实比他大，而且等级战力都比他高，让他当你大哥，明显你是不服的。穷奇点了点头，老大说的对。沈一鸣摸了摸穷奇的小脑壳，以后就叫沈琪琪吧。至于你们两个的大哥之争，1年后再说。你们打一架，谁赢谁当大哥。二弟本来还想反驳，但是听到自己还有1年时间，顿时就不急了。比我大2岁怎么了？到时候把你打趴下。沈琪琪瞥了二弟一眼，就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只会嘤的叫。你现在让我当大哥，我到时候可以揍你轻一些。二弟听后气急败坏地看向沈一鸣，还使劲地用2只小爪子摇了摇沈一鸣的胳膊。为什么他可以说话啊？我也要说话。在琪琪没来之前，他也没觉得不会说话有啥问题，但是自从琪琪来了之后，他会说话，自己不会说话，莫名感觉自己低了一头。这该死的家伙，以后不会还抢我吃的吧？沈一鸣摸了摸二弟的脑袋，安慰道：不会说话没关系的，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就行了。此时二弟的小脑瓜子在疯狂地转动着，纵身跳下沈一鸣的怀里，在衣柜里翻找了一会，掏出一件红色的裤衩，然后一脸傲娇地看着琪琪，这玩意你有吗？你个暴露狂，不知羞，略。琪琪看着这一条红色裤衩，脸色一沉。第18章银欢欢拒绝赠礼。琪琪口中冒出淡淡的红光，一个闪身靠近二弟，在二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把二弟小爪上的裤衩给抢了过来，顺带一口火焰喷到了二弟身上。这点小火苗并不能伤害到二弟，但是二弟现在身上的衣物全都被烧没了，一只小裸熊就这样暴露在空气当中，而二弟下意识地护住自己的命根子，小脸被气得通红。沈琪琪！二弟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巨化，全力朝着琪琪攻击过去，而琪琪则是悠哉地穿着刚刚抢过来的裤衩子，飞到半空中。面对二弟愤怒一击，他则是轻飘飘地挡了下来。2只兽虫你一拳，我一脚，就这样打了起来。蹦！一旁的沈一鸣此时气得青筋直冒，住手！都给我住手！你们别打了！2只兽虫装作没听到沈一鸣的劝架声，两兽打得更欢了。随着二弟蓄力完成，一道金光汇集到二弟的拳头上，含怒打出一击，蓄意轰拳。琪琪灵巧地躲过攻击，但是琪琪身后的墙就没那么好运了。轰！本就不结实的墙体轰然倒塌，一股清风吹进房内。此时沈一鸣直接傻眼了，而正在打架的2只兽虫也停了下来。二弟环顾四周，看着一片狼藉的房间以及被打穿的墙壁，心道：完蛋了！沈一鸣怒吼道：你们2个给老子滚进御兽空间里，好好反省，在打架以后就别出来了。此时的银欢欢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沈一鸣，刚刚他确实很羡慕沈一鸣有2只强大的兽虫，现在看到他们把家都拆了之后，心里也得到了一丝安慰。2只兽虫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但是还是没敢反驳沈一鸣，乖乖地进入御兽空间之内。看到2只兽虫都回到了御兽空间之后，银欢欢问道：你身体恢复了？恢复了一些，但是没完全好。沈一鸣像是想到了什么，有些做贼心虚的看着银欢欢。银欢欢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刚刚听你吼得那么大声，还以为你恢复了呢。那个我先出去买点材料，把这墙给修复了先，你在家里看家吧。说完，沈一鸣直接开溜。银欢欢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便开始收拾起屋子。出门后的沈一鸣并没有着急去购买修复墙体的材料，而是打开系统，吨的喝下了一瓶灵泉。一瓶下肚，此时的沈一鸣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再把刚刚获得的技能 SSS 级宝珠以及灵石大全、终极防御符给拿了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给银欢欢的。有了灵石大全，以后银欢欢就可以开始学习制作灵石了。至于技能宝珠，看完简介后只能说很牛逼。SSS 级技能善恶有报，对目标使用，如果对方带有恶意，会造成大量伤害，根据对方的恶意值来增加技能伤害，上不封顶，并且附带业火焚身效果。如果该目标对施法者没有恶意，根据目标对施法者的善意以及情感、执念、求生欲望等因素，可以治疗大量伤势、断肢重生、恢复灵能，甚至可以复活短时间内死亡掉的生物。该技能释放需要大量灵力，根据施法者的灵力决定技能威力，如果强行使用将会造成严重的灵力反噬，请谨慎使用。这技能简直就是因果技能啊！不愧是 SSS 级的。不说别的，光是能复活短时间内死亡掉的生物就很离谱了。不过目前的银欢欢就算学会这个技能也用不了，毕竟需要大量的灵力，复活一个人需要的灵力估计是海量的。强行复活，估计银欢欢自己也扛不住反噬。把技能宝珠和灵石大全扔进空间手环之后，就去购买材料了。沈一鸣获得的空间手环内部空间并不算小，差不多有一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这对于目前的沈一鸣而言完全够用。花了半小时左右，把修复强体的材料购买完后便回家了。回到家中，看到银欢欢已经把房间收拾的差不多了，走到他跟前，把善恶有报的技能宝珠以及灵石大全、一张终极防御符箓、一份灵泉递给了他。银欢欢放下手中的抹布，疑惑地看着沈一鸣，这是什么？沈一鸣解释道：灵石大全、技能宝珠、一张可以抵挡黄金10级以下所有伤害的符箓，还有一份灵泉。银欢欢有些吃惊地看着沈一鸣，怎么出去买一趟东西就带回来那么多东西？而且他刚刚好像是凭空变出来的，难不成他有空间装备？不过他并没有过多去纠结沈一鸣怎么拿出来的这些东西，顺手接过这些东西，谢了，给我记账上。要是以前的银欢欢，肯定还会想着一番借口推辞一下，但是现在直接摆烂了，反正都欠了那么多了，再欠一些也无所谓了。自己好歹是一位双职业的转职者，这点东西能还不起？可是当他看完技能宝珠的简介之后，他整个人直接麻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沈一鸣问道：这是 SSS 级的技能宝珠？呐，放心，我给你记账上了。看到沈一鸣点头，银欢欢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不，他本来想说不要的，但是他实在是给的太多了。震惊过后，银欢欢深吸一口气，你知不知道这 SSS 技能宝珠的价值？你别管我知不知道，我就问你要不要。沈一鸣直接把银欢欢拿捏得死死的。虽然他并不清楚这 SSS 级技能宝珠的具体价值，但是他知道这玩意肯定很值钱。只要银欢欢收下，那这小妞肯定跑不掉了。欠呗，欠越多越好。拿自己用不到的技能宝珠换一个双职业的极品辅助，这笔买卖划算。只要辅助到手了，这技能给他用，自己还不需要耗费灵力。1+1减下来相当于白嫖。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此时的银欢欢脑子一片混乱，要知道在外界随便一枚 SSS 技能宝珠都可以引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别说这种稀有职业的技能宝珠了。一旦这宝珠的消息公布出去，第二天罗湖市将会变成全球焦点，无数高级转职者蜂拥而至。这份情太重了，银欢欢承受不起，他也知道自己还不了。想清楚后，银欢欢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这个我不能要。第19章任务失败，减少10厘米。沈一鸣听到银欢欢拒绝之后，顿时慌了起来。他还指望着技能宝珠把银欢欢给绑定了呢。本以为自己能拿捏住银欢欢，没想到这小妞竟然能拒绝这样的诱惑。你真不要？要不要再考虑考虑？银欢欢果断的摇头，不要。我知道自己还不起，如果昧着良心收下，那就不是我了。这为啥还不起啊？沈一鸣装傻问道。银欢欢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劝道：这东西是 SSS 级的技能宝珠，很值钱的，你千万别暴露出去，不然会很危险的。沈一鸣心中白了他一眼，我能不知道吗？眼看不能强行送出去，只能打打感情牌了。无论如何，必须让他给收下。那个，我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把这东西弄来的，你要是不收下，留在我身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我又不是牧师，我自己想用也用不了啊。银欢欢愣了一会，为了我？沈一鸣郑重的点了点头，对啊，不然我干嘛特意弄个 SSS 牧师的技能宝珠？我换成别的东西不好吗？银欢欢听后很是不解，他这是想干嘛？自己也没问他要呀，为何要帮自己特意找个 SSS 级的技能宝珠？难不成他的目标一直是自己？他是喜欢自己，还是另有所图？这样一想，银欢欢大脑开始回忆起之前沈一鸣所做的事情。自从自己觉醒之后，沈一鸣对自己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刚开始的觉醒时还只是道歉的物品，知道了 A 级觉醒价值100万之后，他还用手扣自己的喉咙，强迫自己吐出来。他这行为肯定不是喜欢自己，如果真喜欢自己，肯定干不出这样的事来。既然不是喜欢自己，那就是想图我的人了。自从觉醒双属性后，别说价值100万的东西了，现在他给的哪样不是价值连城的？看清沈一鸣的意图后，他反而松了口气。你不用这样，我知道你想的什么。啊，你知道了？沈一鸣有点慌，不过内心也有点期待，他会不会拒绝呢？如果他拒绝了，我该咋办？强行绑起来，还是放他离开？如果他同意了呢？自己未来孩子的名字叫啥比较好？男孩就叫沈宪瑜，临渊羡鱼，寓意为与其徒自幻想，不如切实的去做，因为只想事不会有任何用得，只有做才会有收获。这名字不错，挺上进。生女孩的话就叫沈佩瑶，佩、瑶二字都是美玉的含义，因此将作为女孩的名字，将美玉的无瑕之感赋予女孩，暗指其冰清玉洁之颜，希望她能继承自己母亲的美貌。而银欢欢可不知道，沈一鸣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已经想完了孩子名字。他笑道：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不就是想让我当你的队友吗？其实不用你说，我也是把你当成我未来的队友的，毕竟你的御兽也很强大，以后咱们进入秘境当中是需要一个相互信任的人的，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呵呵，你好聪明哦，这都被你猜出来了。沈一鸣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不过也没反驳他，慢慢来，至少他现在把自己当成队友了。知道他的想法后，沈一鸣也不急了，未来的路还长，只要他不走，迟早是自己的。银欢欢嘴角微微上扬，嘻嘻，我就知道。沈一鸣打趣道：行吧，既然是队友，那这个你就更应该收下了，以后慢慢还，还不起也没关系，把你自己赔上就行。讨厌，不许乱说。银欢欢低下头，俏脸微红，但是也没把这话当真。把宝珠重新递到银欢欢手上后，沈一鸣就去修复墙壁了。时间飞逝，一晃眼就过去了2个星期。童子已经升级完了，积分商城也开启了。不过不管自己怎么呼唤童子，童子都不再搭理自己了。而自己的属性面板上则是多了一个信誉功能，目前信誉处于负分状态，还多出了2个未完成的任务，一个就是加入罗湖学院，另一个就是加入武神学院。这2个任务时间都是半年之内必须完成的。沈一鸣问了童子这什么情况，但是童子压根不理他。任务时间减少了1半就算了，这2个任务可是有惩罚的。加入罗湖学院失败的惩罚是降低2只兽宠100点全属，而另一个任务加入武神学院失败就更狠了，随机减少10厘米。这简直就是大恐怖好吗？沈一鸣目前也就178左右的身高，如果减少10厘米，那岂不是成了某些脑残口中的残疾？这倒也还能接受，如果是减少自己命根10厘米，这让沈一鸣想起了一个笑话。你进去了吗？我完事了。这只要是个男人都忍不了吧？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先加入罗湖学院，然后想办法退学，再加入武神学院。这任务可不简单啊！加入罗湖学院还好，自己已经收到了通知书。而银欢欢听到沈一鸣要去上学，他也报名了罗湖学院。毕竟2人连修炼的基础知识都没有，索性就直接一起报名了。至于怎么加入武神学院，压根没有一点头绪。沈一鸣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宿主沈一鸣，年龄18.6岁，职业等级御兽师白银9级，拥有御兽 S 级混沌熊猫未觉醒，目前等级青铜10级，当前契合度 50%， S 级穷奇未觉醒，目前等级白银5级，当前契合度 53%。 拥有道具黑色小板砖 LV1 5份灵泉终极防御符箓2 S 级技能宝珠业火焚心空间手环1混沌熊猫专属6件套1件鞋子黄金宝箱1神秘宝箱1。拥有天赋复魂，目前身体状况良，宿主信誉值99，商城积分0。二弟这逆子契合度竟然还只是 50%。 沈一鸣看到二弟的契合度只有 50%， 他忍不住吐槽道。这段时间2只兽宠大部分时间都被他关进了御兽空间之内。琪琪虽然比较听话，但是这回压根就闲不住，老让银欢欢带着他出去玩，而且银欢欢也挺喜欢他的。琪琪也很喜欢吃银欢欢做的零食。这一人一兽甚至给了沈一鸣一种错觉，仿佛银欢欢才是他的主人。一鸣，把琪琪放出来啊，我已经把饭做好了。沈一鸣打开御兽空间，琪琪便迫不及待地飞了出来。先是和沈一鸣打了个招呼，便快速飞到银欢欢的边上，很是亲昵。而二弟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教，已经老实了不少，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主人啊，你的小可爱已经很听话了，我能不能不进御兽空间啊？第20章御兽协会任务。沈一鸣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你表现还不错，就不扔你进去了。要是还有下次，你就别想出来了。二弟听后，高兴的在原地转圈圈，一时口快，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人宠万岁！沈一鸣冷哼一声，呵呵。二弟看到沈一鸣那不善的眼神后，立刻开始装可怜。主人啊，是我啊，我是你的小可爱，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会害怕的。沈一鸣也懒得和他计较了，毕竟关了他那么久，也该让他自由活动了，自己也需要和他培养契合度。一旁的沈琪琪也听到了这话，快速飞身漂浮到沈一鸣的面前，一双可爱的大眼睛看着沈一鸣。主人，我呢？我可不可以也不进去了？里面一点都不好玩。沈一鸣摸了摸沈琪琪的小脑袋，行，你也不用进去了。沈琪琪比心。众人吃完早餐后，沈一鸣说道：欢欢，我等会去一趟御兽协会，要去做任务了，你待在家里修炼，还是和我一起去？沈一鸣可没忘记自己每个月是有任务指标的，这都过了大半个月了，自己还没完成任务，必须要去一趟才行了。去做任务吗？会不会有危险？我也不知道呀，可能要进秘境，去了才知道。那我陪你去吧，如果要去秘境，我还是有点用的，善恶有报我已经学会了。那就一起去。2小时后，两人两兽再次来到了御兽协会的任务大厅内。这任务大厅内有不少的任务，任务难度是分等级的，最低1星，最高5星。沈一鸣粗略地扫了一眼1星任务。1星任务对战陪练，需求介绍：指定一只青铜10级、白银3级的兽宠作为陪练对象练习技能，防御高的兽宠优先。任务报酬100点协会积分，外加1万元现金。这个任务倒是挺适合二弟的，等级也符合标准，而且不太危险，报酬倒是可以。1万块，只要饿着二弟，这钱还是能花挺久的。毕竟现在的琪琪还在温饱线上，不需要考虑他。此时待在沈一鸣怀中的二弟突然感到一股凉意，抬头看向沈一鸣，心中嘀咕：我怎么感觉这人宠要不当人了？没办法呀，这1万块压根就不够二弟吃的。最近这段时间都是银欢欢拿钱在养家，自己那2万块的补助早就花完了，没有过多的考虑，便接下了这个任务。1星任务野外护送。1星任务捕捉3眼青狼活体。1星任务进入龙之谷秘境，采摘清风草1株。任务大厅上的任务不少，但是适合沈一鸣做的并不多，绝大部分的任务都是需要进入龙之谷秘境。像是这种对练的任务只有1个，其他任务都是一些干杂活，吃力不讨好。发布任务的人都想找廉价御兽师当临时工。1星任务没有合适的，那只能看向2星任务了。2星任务捕捉独眼灰熊幼崽。任务需求0至3个月的独眼灰熊幼崽，超过这个年龄段的不需要。任务报酬1000点协会积分，20万现金奖励，初级灵能药剂1瓶。20万，沈一鸣看的眼都直了。有了这20万，二弟又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了。不过这独眼灰熊幼崽可没那么好遇到，没办法，他只能继续往下看。2星任务组队前往龙之谷秘境。任务需求白银5级以上的御兽师拥有2只 B 级御兽可入队。任务报酬获取的物资评分。沈一鸣对这个任务不太感兴趣，扫了一眼就略过了。2星任务清扫任务。任务需求需要白银5级以上的御兽师前往龙之谷秘境外围清扫妖兽。任务报酬根据猎杀的妖兽发放奖励，青铜级妖兽1只1000元，外加10点协会积分；白银1级5级妖兽1只1万元，外加100点协会积分；白银6级2万元，200点协会积分；白银7级5万元，400点协会积分；白银8级10级每只10万元，1000点协会积分。沈一鸣看到这任务后，二话不说直接接了下来。这是罗湖市官方发布的任务，不只是发布在御兽师协会，其他协会也会收到同样的任务。清扫任务是一个定期发布的任务，当龙之谷秘境外围的妖兽达到阈值的时候，罗湖市官方就会发布清扫任务。这也是为了减轻驻守在龙之谷秘境内军队的压力。如果不定期进行清扫，很容易就会形成兽潮。一旦形成兽潮，龙之谷秘境内的军队防守起来就会很吃力。领取完任务之后，沈一鸣第一时间就用智能手环联系了需要陪练的对象。他打算先把1星的任务完成了，再和银欢欢去龙之谷秘境。两人约定时间前往了训练场。大概过了1小时左右，需要陪练的御兽师来了。沈一鸣瞥了他一眼，来人身穿着一套精品战斗服，1米8左右的身高，身材壮硕，五官棱角分明，很阳光。但是此人给沈一鸣一种错觉，那就是感觉这货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特别是他身边的2个小跟班，一胖一瘦，妥妥的卧龙凤雏啊。沈一鸣向他打了个招呼：你好，我叫沈一鸣，是你的陪练对象。白给目光上下打量着沈一鸣，质疑道：
你的受宠行吗？可别像你这样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你们小城市的人长得都这么弱吗？胖子大宝附和道：老大，我就说了，你找陪练对象，找我就行了，我皮糙肉厚的，何必浪费时间呢？瘦子二宝点了点头，就是，我们可以帮您的老大。沈一鸣看这货的模样，应该是一位富二代，既然对方看不起自己，那他也没必要给他好脸色，练不练？不练帮我点任务结算，我走了。白给摊了摊手，为啥不练？我是担心你的受宠扛不住我新契约受宠伤害，这也是为了你好，不然等会被打伤了，我可不会给你医药费。那就来吧。沈一鸣也懒得和他逼逼了，早点打完收工。白给问道：等会，你受宠几级？青铜10级，符合你发布任务的条件。白给皱了皱眉头，才10级啊？我可是说好了呀，你的受宠如果被打伤了，我可不会付医药费的。放心，不用你付钱。这时一旁的银欢欢突然开口，既然你担心他的受宠被打伤，要不我们立个契约，小赌一把。第21章火力全开的二弟。白给听到这话突然来了兴趣，看向这颜值和自己姐姐一样普通的女孩，说道：小赌一把？你们认真的？银欢欢点了点头，怎么样，有兴趣玩玩吗？白给没有着急答应，他可不傻，万一对方派出比自己受宠等级高的受宠，那自己不是白白被坑吗？你们确定派出的是青铜10级的受宠？我先说好啊，我的受宠可是白银3级 A 级资质的苍雷雪梨。银欢欢悄悄靠近沈一鸣，在他耳边轻声问道：怎么样，二弟行吗？他只知道二弟战力不弱，但是并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这 A 级资质白银3级的受宠。二弟是没问题的，不过这样坑他会不会不太好？沈一鸣确实有点担心，毕竟他穿着的那套战斗服就价值不菲，他家里的势力恐怕也不会简单。如果得罪了，恐怕自己会有麻烦。自己还在发育阶段，能猥琐就尽量猥琐比较好。放心啦，不会玩太大的，刚好让他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银欢欢轻笑道。其实他是单纯的想要教训一下这小子。他瞧不起沈一鸣，不知道为啥心中就莫名的有些气愤。沈一鸣很厉害的好不好？他可是能拿出 SSS 级技能宝珠的男人，并且拥有2只强大的御兽。银欢欢不允许别人贬低他。行，怎么玩？你们说。白给点了点头。银欢欢回道：就任务报酬翻倍吧，如果我们输了，这报酬就不要了，相当于免费陪练。白给摇了摇头，脸上的兴趣顿时消失了。就这？我还以为你们要玩多大呢。那你想玩多大的？这个够不够？沈一鸣从系统空间内拿出终极防御符箓说道。白给看到防御符箓的一瞬间又恢复了兴趣。哦，终极防御符箓，看不出来啊，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如果你舍得用它下注，那我可以和你们玩一玩。就这个吧，你如果输了拿什么赔？白给思考了一会，防御符箓我没有，我按照市场价300万赔你怎么样？沈一鸣听后双眼顿时一亮，这防御符箓竟然那么值钱，而且这货好像挺有钱的。沈一鸣真想再拿出一张防御符压下去，不过这也就想想，把人得罪死了就不好了。OK。 白给看了一眼二弟，拿出扫描仪对着二弟一扫，自信满满的说道：只要你这只受宠能在我的苍雷雪梨下坚持10分钟，就算你赢。沈一鸣只是点了点头，便让二弟进入训练场中心。二弟看着眼前这只苍雷雪梨，也没太当回事。战斗开始，苍雷雪梨先是试探性的放出技能，电光一闪，一道雷电从苍雷雪梨的口中吐出，雷电快速的朝着二弟飞去，二弟举起双爪挡在了自己的面前，雷电的酥麻感顺便传遍了二弟的全身。硬，好舒服。苍雷雪梨发现自己的攻击被挡下来，他没有任何的意外，毕竟刚那个就是试探性的攻击，自己也才用了30%的力量，正好也能测试一下眼前这熊族的身体强度，好为接下来的攻击做准备。苍雷雪梨口中继续凝聚雷电，不过这一道雷电威力至少比刚刚还强了好几倍。这一次苍雷雪梨用了80%的力量，雷电被苍雷雪梨吐出，在空气中滋滋作响。二弟也感受到了这一股能量，双眼顿时一凝，那副憨厚的模样顿时消失。这一道攻击如果他不开启霸体，想要挡下来必须要很慎重才行。滋滋滋，雷电命中二弟的一瞬间，不再是刚刚那样的酥麻感，一股灼烧感传遍二弟身体。二弟知道他不能再硬抗这一道雷电了。吼！二弟使用巨化，一只3米的大熊出现在场馆中心。此时他身上的雷电也已经被他完全吸收。正在看戏的白给见到变身巨化后的二弟，愣了一会。你这受宠竟然是 S 级资质。白给看到二弟使用巨化之后，瞬间就判断出二弟的资质，因为巨化技能是 S 级以上资质受宠的标配。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一些低等资质的受宠也有可能拥有巨化技能，
但是他们也只有巨化一个技能。可是眼前这只小熊能以青铜10级的等级硬抗下白银3级苍雷雪梨的这道攻击，除了 S 级资质以上的受宠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沈一鸣听到白给的问话，只是点了点头，继续看向训练场内。这一只苍雷雪梨对于二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陪练对象。当然，正在观战的琪琪则是一脸不屑地看着两兽。大姐头，你信不信我一击就能把他们打趴下？信！你是最厉害的！银欢欢宠溺地抚摸着琪琪的小脑袋。白给喊道：小梨，全力进攻，用雷爆！苍雷雪梨听到白给的命令后，原本雪白的躯体散发出一道道银光，四周的雷电元素正在快速地汇聚到他身上。吱！苍雷雪梨轻叫了一声，下一秒，二弟附近的区域出现了数道闪电。轰隆！轰隆！二弟不敢拖大，直接使用了霸体，开启 99% 的免伤，并且他还凝聚起蓄意轰拳，一道黄色光照笼罩了二弟，体内还泛着霸体的金光。场内每一道雷电都打在了二弟身上的光照之上，但是根本就打不破这光照，反而是让这光照的光芒越发的强盛。苍雷雪梨发现自己竟然破不了二弟的防御，又再次更换技能。吱！电能光束，一道青色光束闪过，命中了二弟黄色光照。然而这道光束并没有给二弟造成任何的威胁，反而让那金光越来越强。苍雷雪梨不愿意就这样认输，想要再次发起进攻，却听到一旁正在观战的沈一鸣急切地喊道：二弟，快住手！沈一鸣看到二弟身上的黄色光照已经消失，能量慢慢聚集到了二弟的拳头上，立刻出声阻止。他敢保证，二弟这一拳如果打下去，这苍雷雪梨绝对扛不住，运气好的话应该能留下一具尸体。白给也发现了情况不对，立刻把其他兽虫给召唤出来，而二弟此时想要收手已经来不及了，一拳轰出，砰！咔嚓！第22章，白给想买二弟。二弟一拳命中，不过并没有打在苍雷雪梨的身上。此时苍雷雪梨面前有一只巨大的黑猩猩，他举着一块银白色的盾牌，帮苍雷雪梨挡下了二弟的攻击。不过此时那块盾牌上面已经出现了许多裂缝，二弟再来一次蓄意轰拳的话，这盾牌肯定就爆了。躲在黑猩猩身后的苍雷雪梨此时也是被吓坏了，自己的主人让他来练习一下技能的熟练度，没想到自己差点死在这里。对面这只熊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能在青铜10级的等级能抗下自己的伤害？更离谱的是，刚刚他那一拳就算是白银7级来都不一定能扛得住。沈一鸣看到没受宠受伤后，他也是松了一口气。要知道，二弟的蓄意轰拳已经完全吸收了苍雷雪梨的技能伤害，这一股庞大的能量加上二弟的技能本身的力量，可不是1+1那么简单。他想想都害怕，如果白给反应再慢一点，他这只苍雷雪梨也将会变成历史。而此时的二弟则是有些兴奋地盯着眼前的黑猩猩，跃跃欲试。二弟虽然还想打，但是一旁的白给已经把黑猩猩和苍雷雪梨召回了御兽空间。他此时若有所思地看着二弟，这只兽宠不简单啊，竟然能击碎泰坦巨猿的初级形态的灵盾。要知道，他的泰坦巨猿可是白银8级 A 级资质以防御闻名的兽宠啊。这只熊族能以青铜10级的等级打破泰坦巨猿的灵盾，想想就很离谱。这只兽宠很有可能不只是 S 级资质。想到这，他看向二弟，有些心动。他想把这熊族给买下来，当自己的第3只兽宠。你赢了，钱转你了。白给把300万转给沈一鸣后，又问道：你这兽宠卖吗？沈一鸣看了一眼智能手环上多出的300万，嘴都要笑歪了。但是听到白给这话，又收起了笑容，暗自嘀咕道：这货难不成盯上了二弟？如果自己拒绝放他离去的话，会不会引来更大的麻烦？要不直接找个地方做了吧。他本来不想惹麻烦，低调发育的，但是如果对方盯上自己的东西，那就别怪他了。此时沈一鸣脑海中已经想出一个计划，并且正在慢慢完善着。白给看到沈一鸣不说话，继续说道：我出2000万，外加一只 A 级兽宠补偿你，我对这熊族有点兴趣。不卖。沈一鸣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沈一鸣一脸已看破他的表情看着白给，接下来这货应该会以身份压人，然后逼迫自己卖兽宠了吧。只要他按套路走，那自己找个地方埋了他也顺理成章了。毕竟他的柯南并不是白看的，如果一切都顺利，在短时间内他背后的势力应该不会找到他的身上，到时候他肯定已经完成了系统的2个任务。最坏的结果就是被提前发现，那沈一鸣只能冒着随机减少10厘米的风险跑路了。至于银欢欢，他只要不动手，牧师协会应该能保得住他，毕竟他可是 S 级资质啊，牧师协会肯定不会放过这样一颗好苗子的。然而沈一鸣脑补了那么多剧情，没想到白给压根不按套路出牌。哦，那就算了。算了。沈一鸣愣了一会，你就不再争取一下？白给白了沈一鸣一眼，
你愿意卖吗？不卖。白给摊了摊手，那我还浪费那时间干嘛？你不会以为我要强买强卖吧？白给这话直接把沈一鸣给整不会了，他都已经想好了跑路的路线了，没想到他竟然没想抢我。这也不怪沈一鸣多想，他来到这世界见到的大多数都是黑暗的一面，吃不饱的平民，网络上还时不时传出谁又被抢了，某位转职又当街杀人，富二代仗势欺人等等一系列的新闻，所以他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态度。白给看到沈一鸣那表情就知道他想的什么了。为了一只受宠还犯不着，协会有规定的，只要是加入御兽师协会的成员都会受到御兽师协会的保护，如果别人强行购买你的受宠被人发现的话，会被驱逐出御兽师协会，而且还会被剥离职业者身份，废除你的灵能等级。沈一鸣顿时恍然，原来如此。白给似笑非笑地看着沈一鸣，不过这些对我而言没有啥威胁，我就算抢了你的也没人敢管我。沈一鸣尴尬地看着他，暗自嘀咕，你说话能一口气说完吗？不过你放心好了，虽然我能枪，但是完全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这样会给其他人留下把柄的。我好心提醒你一句，看你应该也是刚加入御兽师协会不久，但是你这御兽很容易被人盯上，你最好找个大势力庇护你。沈一鸣大脑此刻在疯狂转动着，他不太清楚这人想要表达什么。先是告诉自己御兽协会的规则不允许强行抢夺别人的御兽，但是又说这个规则无法限制他，还劝说自己找一个大势力庇护自己。御兽师协会不够大？够，但是协会很杂，给到你的保护很有限，如果是协会内的高层对你出手呢？白给解释道。沈一鸣又沉默了。我想问一句，御兽不都是只可以契约一位宿主吗？就算枪过去了，他们还能契约？白给自然是有办法强行解除契约，清除掉御兽的所有记忆，就算是半生御兽也会有办法解决，不过代价会很大。现在的沈一鸣脑瓜子嗡嗡的，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财帛动人心啊，自己不只是有一只二弟啊，更恐怖的奇迹还没暴露出来呢。如果未来暴露出来了，自己能挡得住吗？难不成真要像白给所说的加入一个大势力寻求庇护？可是就算是加入了大势力，就一定能保护住自己的安全？他们就不会对二弟和琪琪动手吗？头疼啊！第23章，一颗冰冷的心渐渐融化。白给看到沈一鸣沉默了下来，接着说道，我先和你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白给，京都白家的。沈一鸣忍不住在内心吐槽，白给，你这名字是取着玩的吗？这京都白家又是什么？你要不加入我白家，别的不敢说，我至少能保证你安稳成长起来。听到白给的话，沈一鸣终于反应过来了，原来绕了半天是想让我加入他们。原本还有些疑惑，沈一鸣果断地拒绝了白给的邀请，暂时不用了，谢谢。白给有些诧异，他没想到沈一鸣拒绝的那么快。你不听听我给你开的条件，你知道在国内白家代表着什么吗？一旁的大宝听到沈一鸣拒绝，立刻说道，小子别不识好歹啊，能加入白家是你的荣幸。二宝迫不及待的附和，就是。白给有些无语的看着这俩活宝，怒骂道，你们俩闭嘴。训斥完俩人后，看向沈一鸣，抱歉啊，这俩人脑子有些不太清醒，你先回去考虑考虑，或者去试着了解一下京都白家，想要加入的话联系我就行。沈一鸣点了点头，白给帮他结算任务后便离开了御兽师协会。大宝看到沈一鸣离去后，连忙的问道，老大干嘛对他那么客气啊？那一只熊绝对不简单，故意不告诉你就是为了坑你钱的。白给一脚踹向大宝的屁股，你懂个屁啊！300万算什么？如果能把他收到白家，别说300万，3000万我都给他。为什么？不就是一只青铜10级的兽宠吗？二宝挠了挠头，也有些不太理解。白给喃喃道，这人可不简单啊，刚刚我注意到他身边的另一只御兽用智能手环扫了一下，虽然他只是白银5级，但是你们猜那只御兽在常态、非战斗形态情况下多少战力？二宝试探性的说了句3000。白给摇了摇头，4000，这已经是二宝能猜到的极限了。一般白银级御兽的战力也是分等级的，白银1冒号1500左右，白银2、白银5 2000-4000。一般白银5级的御兽能有左右3000战力就非常不错了，能达到4000的话就是 A 级资质以上的御兽了。再往上，白银6、白银9级就是3000-5000，白银10级5500战力。黄金的话就是质的飞跃，至少要达到8000战力才算黄金御兽。白给想起刚刚一直漂浮在沈一鸣边上的琪琪，忍不住感叹了句，那只御兽常态就达到了7130，这还不知道他拥有的技能，估计他已经能摸到黄金战力的门槛了。一旁的大宝、二宝都惊呼，什么？老大不会是你的智能手环出错了吧？白银5级的常态战力就接近黄金级。琪琪的出现已经突破了他们认知的极限，他们当然不敢相信有这妖牛逼的兽宠
白给有些嫌弃的看着两人，你们脑子坏了，我的智能手环都不可能有问题。如果不是他有2只极品兽宠，你认为我会这么客气和他说话？我甚至连300万都不打算给。大宝无法理解，可是老大你为啥不直接叫人把他给绑了？只要随便叫来2个铂金级的强者，他还能跑了不成？到时候兽宠不还是您的？你们可真是猪啊！白给无语的看着两人，要不是看在这2人是从小就跟着自己的份上，真想找个地方给埋了。不过生气归生气，该解释还是要解释给他们听的。他们2人虽然不太聪明，但是贵在忠诚啊。首先，他是御兽公会的人，在他认证的时候，肯定已经有高层注意到他 S 级的兽宠了。而且，他也和我接触过了，强行把他的兽宠抢过来契约，未来肯定会有人注意到的。如果这个把柄落入到我们敌人手中，那对我们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最重要的是，我没把握在短时间内解决他。他的终极防御符，你们能破防？2人听后摇了摇头，破不了。那就行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和他交好，尝试邀请他加入我们。如果有其他人对他的兽宠下手，我们帮他复仇也是师出有名，没人对他动手，未来我们白家将会多出一位强者，而我们只需要付出一些资源，怎么样都不会亏。老大，足智多谋，不愧是您。2个小老弟明白之后，连忙开始吹彩虹屁。另一边，已经离开御兽协会的沈一鸣，他内心也并不平静。白给的出现让他意识到了2弟和琪琪的价值。如果自己不能快速变强，未来说不定会很被动。他可不想到时候自己人死了，兽宠还被别人给抢走，自己好歹也有系统在身。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也太丢广大穿越者的脸了。欢欢，以后看到那白给就离他远点，我总感觉那小子不安好心。沈一鸣对着银欢欢提醒道。银欢欢若有所思的说道，他虽然抱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远离他，可以保持联系，不要过多接近就行了。我们可以把他当做一条后路呀，万一真得罪了惹不起的人，可以把他拉出来挡一挡。沈一鸣点了点头，觉得银欢欢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还是说道，与虎谋皮，你不怕被反咬一口吗？银欢欢俏皮的眨了眨眼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是那只虎呢？沈一鸣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想当一只虎哪有那么简单，他们现在在白给的面前和小猫咪没啥区别。我刚刚还以为他想要强行购买2弟，我都已经想好把他埋那里了，没想到他竟然不打算抢，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银欢欢愣了一会，惊讶地看着沈一鸣，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把他埋了，会造成什么后果？沈一鸣摊了摊手，无所谓的说道，无非就是被追杀呗，我宁愿被追杀，也不会让2弟琪琪落到其他人的手上。放心，就算是我被追杀，我也会为你想好后路，不会牵连到你的。不管是2弟还是琪琪，在沈一鸣的心里都是无法替代的，毕竟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他只有这2个亲人。如果有一个毁灭世界的按钮出现在他眼前，按下按钮，2弟和琪琪能活着，不按2只兽宠死的话，沈一鸣会毫不犹豫地按下那颗毁灭世界的按钮。他没那么伟大，牺牲自己的兽宠来拯救这个世界，他只在乎他身边的人。银欢欢摸了摸一旁的琪琪，眼神中满是宠溺，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不需要你帮我安排后路，只希望你在埋别人之前提前和我说一声就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只要不是你背叛我或者出卖我，我都会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哪怕与世界为敌也无所谓，我本就孤身一人，你只需要记住我们是队友。沈一鸣听到这话，直接愣在了原地，原本冰冷的内心被一股暖阳悄悄融化，这世界好像又多了一位可以信任的人。我们是队友。第24章，升级后的童子变强硬了。龙之谷秘境位于原罗湖市市中心的位置，当初这个秘境降临的时候，大量妖兽突然进入罗湖市，直接把罗湖市官方打了个措手不及，大量建筑物被损毁，平民伤亡惨重。战后，罗湖市的官方也把市中心给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而原来的市中心则是重新建起了一座小镇，并且取名龙之谷小镇。沈一鸣2人离罗湖小镇并不算远，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达了。本来沈一鸣是打算直接进秘境的，但是久违的童子终于再次给他发布选项了，他就直接打消了直接进入秘境的想法。选项1，打听秘境情报。作为一位合格的冒险家，进入秘境之前怎么能不打听清楚秘境情况就直接进入呢？任务奖励：白银宝箱1枚，300点商城积分，灵泉星号10。选项2，直接进入秘境。身为一名转职者，实力就是底气，不需要打听情报，你要横推一切。任务奖励：白银宝箱1枚，300点商城积分 ，A 级技能保住1颗指定职业。选项3，使用万物图鉴捡漏。拥有万物图鉴不使用，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前往招募大厅捡漏，根据获得宝物的等级以及数量发放随机奖励。沈一鸣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双眼一亮，来了，童子。然而系统好像是学机智了，
压根不搭理沈一鸣。而沈一鸣则是一脸笑意的说道：“童子，我全都要。我先打听情报，再去捡漏，然后进入秘境。请在3秒钟内做出选择，否则在倒计时结束之后，选项将会自动作废。3.2。系统升级之后，他便强硬了，再也不给沈一鸣卡 bug 的机会了。沈一鸣听到童子这提示音，先是一愣，然后在情急的情况下选了第3个选项。沈一鸣骂骂咧咧的说道：“童子，你不讲武德！”童子没有说话，而是在沈一鸣的眼前显示出一个挑衅的图案。到底谁不讲武德，心里没点数吗？沈一鸣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表情，直接气炸了。我尼玛，反了，这筒子要造反啊！然而一旁的银欢欢疑惑地看着气急败坏的沈一鸣问道：“你怎么了？”没事。看到银欢欢那疑惑的眼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难不成和银欢欢说自己的童子要造反了？不过该说不说，看到银欢欢那精致的俏脸，气突然就消了一半，也没打算再和童子计较了，大不了下次再把他弄崩溃呗，先用小本本给记上。沈一鸣心想着，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童子给收成自己的御兽。如果有机会把这童子给收成御兽，那自己肯定会好好爱护他的。两人找了个酒店，开了一间双人房，办理好入住之后，便前往了招募大厅。龙之谷小镇的招募大厅是为了方便各种散人组队进入龙之谷秘境而建立的，里面除了可以招募队友之外，还可以进行交易。龙之谷内产出的各种妖兽材料、灵药、宝物都可以在交易大厅交易。来到招募大厅，沈一鸣像个好奇宝宝一样打量着四周，一进门就听到四处吆喝声。出售龙王兽盒，这可是来自龙之谷秘境当中的兽盒，价值连城，内含大量灵气，现在不要998万，不要98万，只要9800。您没有听错，就是9800块，您就能把龙王兽盒带回家。因为生活所迫，现在本人出售一枚高阶尚未孵化的御兽蛋，孵化之后很有可能开出 S 级兽宠，一口价只要3万元。先到先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好消息，好消息！这里有一份全新的龙之谷宝藏地图，只需要3000元，您便可了解整个龙之谷秘境，畅通无阻。本队伍招收法爷1名，有意向的赶紧联系。有没有奶妈、奶爹啊？来个奶爹护航，接！有没有人组队接取清扫任务的转职者？目前1等于9，白银以上，任何职业都可以。队伍急缺白银御兽师，兽宠能抗伤害的优先。街道两侧的叫卖声不绝如缕，同样寻求组队的散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售卖物品的地摊商人虽然看上去像是江湖骗子，但是如果有耐心的话，还是可以捡到漏的。毕竟秘境内的天才地宝数之不尽，人类根本就不能完全了解，宝物蒙尘的事情也不是不会发生。至于哪些寻求组队的，沈一鸣倒是没多大兴趣。琪琪和二弟2只兽宠在外围完全能横行了，没必要去加入队伍。沈一鸣看着售卖龙王兽和摊位的大叔，饶有兴致，走向前低头询问道：“大叔，你这龙王兽盒怎么卖？”这位中年大叔看到来人是一位小青年，双眼顿时一亮，9800不二价，你可以自己炼化，也可以让兽宠炼化，绝对划算。沈一鸣随口说了句：“能便宜点吗？”中年大叔面露不悦：“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的赚钱也不容易，今天大叔我心情好，给你优惠800，你给9000就行了。”沈一鸣摇了摇头，他只是好奇随口问了下，本根没打算买。在地毯上遇上龙王兽盒，怎么可能啊？看到即将离去的沈一鸣，中年大叔急了：“小伙子，做生意是需要谈的，你觉得这价格不合适，你自己开一个9块8。”中年大叔看到沈一鸣开出价格后，便迫不及待地把龙王兽盒递到沈一鸣的手中，成交，拿钱来。卧槽，给高了！沈一鸣听到成交2个字，整个人直接麻了。他也知道这交易中心的规则，只要自己开口还价，对方卖了，自己就不能反悔。沈一鸣不情愿地从兜里掏出一张10块钱递给中年大叔：“小伙子，我这里没零钱，2毛我就不找了哈，再送你一颗龙王兽盒。”沈一鸣听后，内心1万只草泥马在狂奔。不行，这2毛你必须给我，不然今天这交易大厅只能走出去一个人。第25章，这漏不好捡啊！边上的二弟和琪琪也感受到了沈一鸣的愤怒，龇牙咧嘴的看着那位中年大叔。中年大叔干咳了一声：“那个，我知道你很急，但是小伙子你先别急，我给你找1块钱，收你9块就行，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沈一鸣收了那中年大叔的1块钱后便离开了。看到沈一鸣离开之后，大叔又从摊位下方拿出一枚全新的龙王兽盒。出售龙王兽盒，这可是来自龙之谷秘境当中的兽盒，价值连城，内含大量灵气，现在不要998万，不要98万，只要9800。您没有听错，就是9800块，您就能把龙王兽盒带回家。沈一鸣离开摊位之后，便打开万物图鉴，向四周摊位扫描着。
鸾鸟兽核，黄金6级妖兽，该兽核蕴含雷电属性。3叶灵芝 ，B 级灵植，服用之后可以提高突破白银级的成功几率。火元素法杖，残破 A 级法杖，法师携带该法杖，元素亲和力提升 10%， 释放火系魔法威力增加 30%。三眼狼王头骨，御兽炼化之后有几率领悟破望之眼。沈一鸣看着万物图鉴中的各种物品介绍，皱了皱眉头。虽然都是好东西，但是都不便宜啊。鸾鸟兽和1200万或者等价物品。3叶灵芝对2弟有用，但是这玩意竟然要100万，买是能买，但是感觉不太划算。因为沈一鸣感觉2弟应该快要升级了，毕竟他可是 S 级资质的兽宠啊。突破对他而言只需要灵气就够了，根本没有瓶颈这一说。让他花100万去买3叶灵芝，不是大怨种吗？至于那残破的火元素法杖，则是5000万，这价钱把他自己卖了都不值那么多钱。最后一样3眼狼王的头骨更贵，3亿，这让沈一鸣有了一种错觉，这钱好像不是钱一样。而且地毯上为什么会卖那么值钱的东西？真的有人花钱在地摊上买吗？这里面的宝物确实不少，但是价格也都很透明，自己就算拥有万物图鉴，想要捡漏也很困难。逛了大半天，沈一鸣都没找到可以捡漏的东西。神秘法杖部件，躯干，未评级法杖，名称未知，作用未知，功能未知。说好的万物图鉴，啥都未知，你逗我玩呢？不过沈一鸣的目光还是看向那根未知的法杖，它通体黝黑，杖身上还有一些黄泥，放在摊位上的最角落，毫不起眼。卖货的是一位身穿黑袍，戴着面具，把整个人都包裹起来的人，看不清他的性别，也看不出他的实力。沈一鸣走到摊位前，随手拿起一块兽核问道：“这多少钱？”白银级5兽核，3万。黑袍人的声音听不出是男是女，不过沈一鸣压根不关注这些。这个呢？沈一鸣拿起一瓶初级灵能药剂问道：“5万。”放下灵能药剂，沈一鸣指了指那根神秘法杖：“这根烧火棍是什么？”摊主瞥了那根法杖一眼，不知道，就挺硬的，烧不坏，应该挺值钱的。沈一鸣白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你想要？”摊主没有回答，反而是问道：“我就看看，你这灵能药剂和兽核能不能便宜一些，我一起买了，不二价，要就给钱，我这里的东西已经很划算了。”“行，帮我包起来。”沈一鸣付款之后便直接离去了。“欢欢，你帮我在这里看着，如果有人想买那根烧火棍，你就去抬价，只要不超过250万，你直接买了。”银欢欢有些不解：“那你刚刚干嘛不去直接问价？”沈一鸣解释道：“我如果直接开口问价，肯定会被宰一顿的。那摊主明显就知道这根法杖不简单，我贸然开口，我这200多万恐怕买不下来。”“行吧，那你去干嘛？”“我再去逛逛，半小时后会回来的。”沈一鸣肯定不会放过这根法杖的，他刚刚粗略的估算了一下，那摊位上货品的价值大概200万出头，等会自己再找个借口回去包场，顺带拿下那根法杖就行。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闲逛了一圈的沈一鸣再次回到这个摊位。尤大哥还在呢。摊主抬头看了一眼沈一鸣，然后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那根烧火棍，心中嘀咕道：“这小子不会真看出来这根烧火棍的来历了吧？这根烧火棍是他从战场秘境内得到的奖励，数十万人进去的秘境，只有100人能走出战场秘境，而他正是其中之一。这玩意已经放在手里几年时间了，他也拿去鉴定过，但是根本没人能鉴定出结果。拿出来卖，就是想找个识货的人打听一下这宝物的来历。卖是不可能卖的，毕竟这可是从战场秘境内得到的奖励啊。要买东西吗？”沈一鸣笑道：“买啊，我逛了一圈才发现，您这里的价格是最划算的。你买什么自己挑。”沈一鸣大气地说道：“我把你的摊位打包了，你开个价吧。”黑袍人双眼一凝：“全部商品？”沈一鸣点了点头：“对啊，摊位上的所有商品我都要了。”“包括那根烧火棍吗？”“所有商品，只要是你摊位上的商品我都要了。”沈一鸣并没有正面回答。黑袍人听后一时间有些不好判断，如果眼前这个小青年是奔着烧火棍来的，那自己肯定不会卖的。但是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滑溜，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自己低价售卖商品，只不过是想吸引人来看一下这根烧火棍，没想到引来了一位想捡便宜的小子。黑袍人决定再次试探，除了这根烧火棍，其他的东西可以卖给你。沈一鸣听后，此时大脑飞速的转动着，这黑袍人应该是知道这法杖的价值，这就难办了。这漏可真不好捡啊！但是自己话都说出口了，不把这些商品都买下来，他恐怕要产生怀疑了。大哥，你这样做就有些不厚道了，说好的全部商品，你少给一样，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黑袍人听后，他笑了：“好，全都给你200万，转账。”沈一鸣听后顿时大喜，
但是付完款之后才反应过来，完犊子，露馅了。第26章，被盯上的沈一鸣。把黑袍人的摊位包圆之后，沈一鸣并没有直接离开，而是继续闲逛着，还顺手买了不少的小玩意。不过他此时的内心并不平静，刚刚那一场交易，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细节，就是他太迫切的想要得到那根法杖，从而暴露了自己的最终目的。现在他只能尽量的减少那黑袍人的怀疑，并不敢直接离去。他也希望自己是想多了，希望那黑袍人不在乎那根法杖。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多几个心眼子比较好。直到晚上8点，沈一鸣和殷欢欢才离开招募大厅。这一路上，他还时不时让琪琪帮忙注意有没有人跟踪，直到确定没人跟踪之后，才返回酒店。回到房间后，沈一鸣才松了口气，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不过此时的琪琪突然说道：“主人，我想要进御兽空间。”二弟歪头看着琪琪，眼神满是不解应：“你疯了？在外面待着不好吗？”沈一鸣面色一沉，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一脸宠溺地摸了摸琪琪的脑袋：“那就进去吧。”打开御兽空间的那一刻，琪琪便快速地飞了进去。关闭御兽空间之后，沈一鸣脑海中传来琪琪的意念：“主人，房间里有其他人，确定吗？”“不会有错的，我的技能镇地之恶技能范围内，能感知到所有异常。在我们进入房间的那一刻，有人跟了进来，他目前处于隐身状态。你打得过吗？”“打不过，我能感知到对方体内蕴含着庞大的能量，我恐怕扛不住一击。”沈一鸣最终还是大意了，不用猜，这肯定是那黑袍人了。让沈一鸣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能隐身跟踪自己。那为啥你之前没发现有人跟踪？对方应该是超出距离跟踪的，现在他进入我的技能范围之后，我才能感觉到。唉，沈一鸣现在头都大了，没想到一根法杖引来了一位强者的关注，他现在必须想办法甩掉这个黑袍人，实在不行就把这法杖给扔了。宝物再重要，也没有自己的命重要。一鸣，今天你让我看那根殷欢欢本来想问今天沈一鸣干嘛让自己一直盯着那根烧火棍的，但是他话还没说完，直接被沈一鸣的嘴给堵上了。亲了片刻之后，沈一鸣脱下自己的外套：“别说话，吻我，我已经等不及了。”殷欢欢整个人直接愣住了，脑海中闪出无数个问号，这沈一鸣想干嘛？为什么突然亲自己啊？我要疯了，他怎么还脱衣服了？他不会真想那个吧？那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推开？殷欢欢还在愣神的时候，沈一鸣已经快速的把穿在身上的 T 恤给脱了下来，露出健硕的身材，而殷欢欢则是傻傻的愣在了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沈一鸣把他揽入怀中，一只手伸进了他上衣腰部，做事要把他的衣服给褪下。殷欢欢此时终于回过神来：“不要！”殷欢欢满脸通红，伸出手阻止了沈一鸣。没想到沈一鸣直接在他的腰部用手指一直在不停比划着，像是在写字。殷欢欢虽然还是很害羞，但是他的理智也恢复了过来。沈一鸣没理由对自己这样，如果他真想要，估计在两人认识的那天，自己的清白就没了。而且经过这半个多月的相处，他要是想下手的机会多的是，没理由在酒店。殷欢欢默默感知着沈一鸣想要写的字，有人。殷欢欢只能感知到这2个字，其他几个字太复杂了，根本不清楚他写的什么。不过这2个字也足够殷欢欢理解了。殷欢欢为了想要快速知道沈一鸣想要表达什么，索性直接把一旁的被子拉了过来，把2人盖住。被子里传出殷欢欢的声音：“你别太着急啊，还开着灯呢，人家会害羞的。嘿嘿嘿，别说话，吻我。”一旁正在监视沈一鸣的黑袍人皱了皱眉头，冷冷地看着被子里的2人。此时被子内的2人状态无比的暧昧。殷欢欢趴在沈一鸣的身上，双方的面容距离不到5厘米，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的鼻息。虽然盖着被子，但是房间内的灯光还是能透过被子让他们看清对方的面容。沈一鸣看到一脸羞涩的殷欢欢，但是他现在可没有那个心思去欣赏这幅美景，指了指自己的嘴唇，用口语说道：“房间内有人在监视我们。”生怕殷欢欢看不懂，又重复了几遍，直到殷欢欢点头，沈一鸣才松了口气。可是现在又出现了个大问题，趴在自己身上的殷欢欢一点都不安分，不停地乱动，这让沈一鸣一个热血青年怎么顶得住啊？看着近在咫尺的精美容颜，直接就吻了上去。死就死吧，爽完再说。香的、甜的、软软的。殷欢欢先是一愣，便快速地扒开被子娇嗔道：“不行，我今天不方便，改天再说。”殷欢欢真不敢再和沈一鸣待在被子里了，便随便找了个借口起身。沈一鸣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毕竟现在房间内还有第3人啊，他可不会给别人看他的小电影。面露遗憾地看着殷欢欢：“哎，好吧，等你方便了再说。”沈一鸣定下心神，悄悄地打量着四周，
他实在是无法理解，这10几平米的房间真不知道怎么藏人的。这传说中的隐身就如此霸道，要不是琪琪提醒自己，恐怕就暴露了。不过这黑袍人一直不解决也不是个事啊，索性就从空间手环中拿出今天购买来的物品，每一样都检查了一遍，甚至还特意拿起那根法杖仔细查看。过了片刻后，便把这根法杖扔给了二弟，拿去玩吧，这玩意以后就拿去敲人，还挺硬的。黑衣人看到沈一鸣把法杖丢给二弟拿去敲人，脸都绿了，忍不住怀疑起自己，难道自己猜错了？他仅仅只是贪小便宜才把这根烧火棍留下的。既然如此，那他也不再隐藏，他必须要把这法杖拿回来。第27章，遇事不决先开箱。黑袍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直接把沈一鸣吓了一跳。卧槽，你！沈一鸣没想到对方会直接现身，如果他要把这根法杖拿回去，那他没话说，老实还给他就行了。没办法，自己打不过对方，强行反抗，除了房间内多几具尸体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说不定连尸体都没有，骨灰都会被他给扬了。二弟则是一脸警惕地盯着对方，身上的毛发全都竖了起来。黑袍人冷漠的面无表情地说道：“把那烧火棍还我。”二弟，给他。沈一鸣连犹豫都没犹豫。黑袍人接过法杖，检查了片刻，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便直接消失了。看到已经离去的黑袍人，沈一鸣还不放心，特意问了下琪琪：“他走了吗？”气息已经消失了，至少在我领域之中没有发现他的存在。那就行。沈一鸣听后终于松了口气。妈的，这漏真不好捡啊，差点把命给搭进去。银欢欢此时也开口问道：“他走了？”沈一鸣点了点头，琪琪已经感应不到了，他至少不在房间内。不过我们不能松懈，以后在外面说话还是要注意点，这烧火棍的事情就忘了吧。银欢欢长舒了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部。那就好，刚刚你说房间里有人，我都吓坏了，还以为你是故意的。故意的？什么故意的？沈一鸣直接装傻。银欢欢想到刚刚两人暧昧的场景，俏脸又是一红，娇嗔道：“哼，下次你再这样乱来，我就不理你了。”沈一鸣大喊冤枉，我又不是故意的，要是刚刚让你说出口，我们俩现在说不定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可是你可以用手啊，为什么偏要亲我？沈一鸣白了他一眼：“欢欢，你是不是傻呀？如果我用手堵着不让你说，对方不怀疑才怪呢。”银欢欢听后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他心里又不服自己的初吻就这样被占了。上次喂药不算，这次可是真的初吻啊，还不止一次。要不这次也不算，反正自己是被强吻的，当然不能算。越想银欢欢就觉得可行。我不管，下次不能这样，你至少要和我说一下，让我有心理准备。沈一鸣还真问了：“那我现在可以亲你吗？”说完，沈一鸣还不忘凑到他的身边。银欢欢面色一正，错愕地看着沈一鸣。不行。沈一鸣摊了摊手：“你看，问了就是不行，那我不是白问了吗？那我还问干嘛？你不可以这样的。”银欢欢也是一阵无语，真不知道沈一鸣是真傻还是装傻。沈一鸣又再次作死，直接快速亲了一口银欢欢那羞红的脸颊。银欢欢捂着被沈一鸣亲到的地方，气急败坏地说道：“哈哈，沈一鸣，你完了，我不理你了。”沈一鸣一脸无辜地看着银欢欢：“别呀，我就是好奇，如果亲了会咋样？”哼！银欢欢轻哼一声后，便跳上床，躲进了被子里。沈一鸣看着躲进被子里的银欢欢，一直在傻乐着。追女孩嘛，重要循序渐进，只要她不讨厌自己，追到手是迟早的事。如果是其他的女孩，说不定沈一鸣直接表白了。但是银欢欢不同，这小妞心理防线强着呢，毕竟在社会上独自漂泊了那么久，没点防人之心，早就被人骗走了。此时躲在被子里的银欢欢，内心一片慌乱。为什么我没有拒绝她啊？为什么我好像不生气，还有点期待，是怎么回事啊？自己难道是喜欢他了？他好像也不错呀，可是他喜欢我吗？那为什么不表白呢？我会不会拒绝呢？好烦啊！银欢欢越想心越烦，要是其他人这样对他，直接给他来一发善恶有报，拼死了都要把他拉下水。而一旁的沈一鸣正在等着系统的任务结算。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捡漏成功，奖励正在计算中。宿主成功捡漏一件神级装备部件，但是没有成功手下，获得奖励减半。系统奖励已发放，请注意查收。恭喜获得1000点商城积分，受宠全属性加50，白银宝箱2 S 级技能宝珠1枚，指定职业。卧槽，奖励减半都得那么多东西。沈一鸣有些肉疼，要是自己成功捡漏，那岂不是说2只加全属100，还有4个白银箱子，外加2个指定的技能宝珠。商城积分也很有用啊。自己一直眼馋几样物品，可惜没有积分，现在有积分了却不够。
沈一鸣又打开2只受宠的属性面板。御兽混沌熊猫沈二弟，力量254，敏捷171，防御334，灵能1051，综合战力2903点。御兽穷奇沈琪琪，力量804，敏捷651，防御614，灵能6231，综合战力9873点。看着2只受宠的战力，叹了口气，唉，差距还真不小啊。琪琪战力都快破万了，二弟还没达到3000。不过这只是二弟没穿装备的属性，二弟穿上专属装备，属性应该会更高一些。慢慢来，急不得，相信二弟未来还是能追上的。开箱，开箱！2个新鲜的白银箱子直接开启。恭喜获得终极攻击符箓3，恭喜获得万年灵髓1。终极攻击符箓和防御符效果差不多，能使用1次黄金10级的攻击手段。万年灵髓则是加灵力的，给受宠用也行，人用也行。沈一鸣想都没想，直接把万年灵髓扔给了二弟，拿去吃。沈一鸣还不想升级，这玩意对他没用，而且他升级都是靠系统的，有童子在，自己还辛辛苦苦修炼干嘛？还不如直接扔给二弟，让他提升等级。沈一鸣看着系统空间内还剩下2个宝箱，一个神秘箱子，一个黄金箱子。神秘箱子沈一鸣不打算现在开，到关键时刻或者得到锦鲤祝福后再开，必须要一发入魂。至于黄金箱子吗？给我开！第28章神级部件技能储存器。沈一鸣打开黄金宝箱的一瞬间，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闪过。恭喜宿主获得神级物品部件1-3技能储存器。什么玩意？沈一鸣眼前出现了一个黑色方形物品，大概有他的手掌那么大。看了一下简介，技能储存器可以储存一切技能，并且把技能记录下来，自动生成符箓。制作符箓需要消耗商城积分，根据使用商城积分的数量决定技能的威力，技能威力无上限。看完简介后，沈一鸣兴奋地怪叫了2声。我叫，这神级物品还真是牛逼，光是一个部件就那么厉害。如果自己集齐了，那不是无敌了？别看这技能储存器介绍的简单，但是这是真的猛啊！举个例子，比如一发小火球的攻击力是10点，需要消耗1点的商城积分就能制作成符箓。那自己用100点商城积分来制作小火球，理论上小火球的攻击力至少也是1000点。技能威力没有上限，另一层意思就是只要自己的积分足够多，一枚小火球也能和禁咒媲美。而且最恐怖的是，只要储存过的技能就会一直保留着，不需要再重新储存，这就相当于可以无限制使用储存下来的技能，唯一需要消耗的就是商城积分。想到这，沈一鸣就迫不及待地扑向银欢欢的床上。欢欢，别睡了，起来奶我一口。我不理你。被子里传出银欢欢那傲娇的声音。起来啦，有事要你帮忙，你不起来我就亲你了。啊！你混蛋！银欢欢掀开被子，一双大眼睛气呼呼地盯着沈一鸣。嘿嘿，你生气的样子好可爱。银欢欢听到这货还有心情调侃自己，就更生气了。他不知道自己还在生气吗？来，奶我一口。沈一鸣一把抓住银欢欢的小手，把他拉下床。你受伤了？银欢欢上下打量着沈一鸣问道。沈一鸣摇了摇头，没有，就是做个试验。哼，银欢欢轻哼了一声，但是他的手上也动了起来。一道治愈技能打向沈一鸣。沈一鸣默默地感受着这技能的威力，心里大概有了判断，又向他说道：你再打一道技能到这个盒子里。银欢欢虽然疑惑，但是还是照做了。当技能储存器吸收掉治愈技能之后，沈一鸣花费1点商城积分制作出符箓，他想要看看这1点商城积分制作出来的治愈符箓效果如何。片刻过后，一枚浅绿色的符箓出现在了技能储存器的上方。沈一鸣拿起符箓打量了一会，便使用到了自己身上。1点积分制作出来的符箓效果，竟然和银欢欢亲自释放出来的差不多。不过沈一鸣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的银欢欢还是青铜级的，奶量不足，有点贫奶。沈一鸣为了数据严谨，再次花费10点商城积分制作出1枚治愈符箓，治疗效果比刚刚的好了不少，大概3倍左右的威力。按照这样计算，10点商城积分应该相当于青铜10级的技能威力。至于花费更多的积分去测试，沈一鸣还真舍不得。欢欢对着他来一发善恶有报。银欢欢直接愣住了，你确定吗？银欢欢不得不谨慎，善恶有报这技能他虽然学会了，但是从没用过，具体消耗多少，有没有副作用，他都不知道。万一自己扛不住反噬呢？沈一鸣此时处在兴奋状态之下，并没有多想，他只想赶快记录下技能，然后制作出来，却忘记了银欢欢使用善恶有报的消耗。
好吧，银欢欢深吸一口气，他选择相信沈一鸣。银欢欢闭上眼之后，背后突然出现一幅无比玄妙的太极图，正在缓缓转动，四周的光线也逐渐变暗，太极图也在加速旋转着。大概3秒左右，太极图汇聚到了银欢欢的手上。银欢欢对着技能储存器打出太极图，然而下一秒他就直接昏死了过去，身上的血肉像是被吸干了一样。本就瘦弱的银欢欢此时变得无比瘆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血肉，肉可见骨头，而原本饱满的前胸也变小了很多。沈一鸣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了，连忙扶起银欢欢，把他放到床上。卧槽，这技能消耗这么大！沈一鸣看到这副模样的银欢欢，又害怕又庆幸，还好不是在秘境当中使用善恶有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再只是对一个没有任何念头的道具使用善恶有报，就消耗如此巨大。这要是对一个生物使用，那根本不是现在的银欢欢能承受得起的。沈一鸣连忙拿出3瓶灵泉，一口一口的喂到他嘴里。喂了1瓶灵泉，等了半小时左右，银欢欢的身体终于恢复了一丝血色，但是他的身材还没有恢复。继续喂第2瓶，银欢欢终于苏醒了过来。看到清醒后的银欢欢，沈一鸣也是松了口气，一脸歉意的说道：“欢欢，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会对你消耗那么大。”没事，是我低估了这技能的消耗。银欢欢轻轻的摇了摇头。听着银欢欢那无比虚弱的声音，沈一鸣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还有1瓶灵泉，你赶紧喝下去，好好休息。此时的银欢欢也是一阵后怕，也更加下定决心要努力修炼，不然光是释放技能的灵力都没有，更别说以后和沈一鸣当队友了。看到沉睡过去的银欢欢，沈一鸣再次拿起技能存储器，花费500商城积分制作出1枚善恶有报的符箓，具体威力不知道，但是这应该是他最后的底牌了。之后又让琪琪把他身上的技能都复制了一遍。至于二弟，现在还在消化万年灵髓，沈一鸣也不着急复制。当一切都处理完后，沈一鸣心中一直有个疑惑，他为什么没有属性点的面板？琪琪和二弟都有，按理说自己应该也有才对啊。童子，我为什么没有属性点的面板呢？你的属性点不足以开启属性面板，要多少点属性点才能开启属性面板？全属超过50。卧槽，我的全属性没到50点。沈一鸣直接傻眼了，我都白银9级了，怎么可能全属性没到50点？御兽师升级是强化御兽空间，与个人属性无关。你的基础属性在同级别的御兽师当中已经算是很高了，如果没有这2只半生兽，你的属性最多就个位数。有其他方法提高属性吗？开启第2职业或者服用天才地宝。第29章忽悠大师。沈一鸣，这2个都不容易啊。虽然现在自己有一个神秘宝箱，但是他可不敢保证一定能开出职业，就算开出了职业，也不一定是战斗职业。开到灵厨、奶妈这类型的辅助职业，也一样无法加全属。天才地宝就更别说了，他见都没见过。沈一鸣听到一旁二弟开心的嘤，瞥了他一眼，发现他已经晋级完成了。打开他系统面板一看，御兽混沌熊猫沈二弟，等级白银3级，资质 S， 当前状态幼年期，未觉醒，当前温饱50良好，力量454，敏捷371，防御734，灵能3321，综合战力5903点。沈一鸣看完二弟属性后，双眼一亮，好家伙，晋级白银后属性暴涨啊！不过和琪琪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二弟，过来让我康康。还有没有刚刚的东西？二弟听到沈一鸣的呼唤后，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还一副讨好的脸色看着他。沈一鸣没有回答二弟，而是把二弟提了起来，把他的红色小裤衩脱了下来。沈一鸣拍了拍二弟的脑袋，别动，我看你晋级后身体有没有其他变化。沈一鸣帮二弟检查身体，发现他身上的毛发更加的柔软，更光滑了，撸起来很舒服。抓住他那屁屁后边的小尾巴，捏了捏，和想象中的不同，这尾巴有点硬。二弟再也受不了沈一鸣的举动，快速挣脱沈一鸣的魔爪。别跑，过来有事和你说。看到二弟想要逃跑，便开口道。二弟狐疑的看着沈一鸣，沈一鸣是真有事要说，还特意把琪琪重新放了出来。看着眼前的2兽，沈一鸣决定交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沈一鸣郑重的说道，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经过这些天的相处，我觉得你们已经是一只成熟的御兽了，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沈一鸣现在是真没钱了，靠着御兽协会的低保根本养不起他们。二弟晋级之后只会越吃越多，琪琪现在温饱度也降低到了50左右了，再不想办法赚钱，真要饿死了。
但是沈一鸣又没啥好方法赚钱，那只能让他们想想办法了。人想不出的赚钱方法，说不定玉兽能想出来呢。躲在被子里的银欢欢听到这话，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人言否？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玉兽师让玉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什么意思？二弟有些无法理解沈一鸣的话，毕竟他还只是个1岁的孩子啊，对钱压根没什么概念，只有战斗本能。而琪琪也是一脸懵逼，我知道要钱才能购买东西，但是怎么赚钱呢？沈一鸣平静地看着琪琪，这就要考验你们的各兽能力了。你们已经是一只独立的兽宠了，如果连赚钱这种小事还要问我，那是不行的。不过呢，在想赚钱的方法之前，你们要先去了解这个世界，我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人配一个智能手环的，这就相当于是给你们的帮助。琪琪，别问我哈，我也没有赚钱的方法。二弟勉强听懂了沈一鸣的话，而琪琪则是双眼一亮，他早就眼馋这个智能手环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沈一鸣要。没想到沈一鸣竟然主动给自己配一个。谢谢老大。沈一鸣点了点头，笑道：这也是对你的考验。你如果想要当二弟的大哥，必须要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以后你赚钱了就能拿捏住二弟，他不让你当大哥，你就不给他吃的。琪琪听后更兴奋了，银白色的翅膀不停地在扇动着。老大我知道了。沈一鸣满意的点了点头，孺子可教也。琪琪，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你要不要当大哥？琪琪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双爪，吼：我要当大哥，我要赚钱养家。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明天我就给你安排一枚智能手环。而一旁的二弟听到沈一鸣要让琪琪当大哥，他顿时就坐不住了。我才是大哥，我也能赚钱。我能养活自己，我会赚钱的，我也要智能手环。不能让琪琪当大哥，我才是大哥。沈一鸣轻轻抚摸着两只小兽的脑袋，既然你们两个都想当大哥，那就看看谁先能赚到第1桶金吧，先赚到钱的那个，我就会口头表扬你们。好。银欢欢听到沈一鸣给自己的兽宠洗脑，暗骂一句太不要脸了。见过压榨兽宠的御兽师，没见过像沈一鸣这样不要脸的。这2只极品兽宠如果是放在别人手里，别说赚钱打工了，每天都要好吃好喝的供着，生怕他们闹小情绪。而沈一鸣这里倒好，让他们自己赚钱不说，还画大饼，先赚到钱的会口头表扬，谁当大哥你是只字不提啊。银欢欢起身说道：琪琪，过来我这里，离大坏蛋远一些，别被带坏了。此时的琪琪压根不懂社会的险恶，还帮沈一鸣解释：大姐头，老大很好的，你别误会他了，老大让我们自己赚钱也是为了我们好，他是在锻炼我们的个人能力。二弟也是附和道：是啊，不许你误会他。而二弟心中想的是：只有赚了钱才能拿捏住人宠，才能当大哥，然后以后让人宠天天给我按摩。哎呦，真是懂事的小宝贝，你们可真棒。你们应该饿了，这里还有一些吃的，你们敞开了吃，明天赚大钱。沈一鸣拿出在黑袍人摊位上购买的一些灵材、妖兽肉以及药剂递给他们。沈一鸣深知一个道理，要想马跑，必须要喂饱。银欢欢看到如此维护沈一鸣的2只兽宠，他也很无奈，不过他还是提醒沈一鸣：你悠着点，他们还小呢，你就让他们去赚钱，别到时候被别人骗了。沈一鸣无所谓的回道：没事，被骗也是好事，能加快他们的心智成长，亏点小钱没关系。第30章，进入龙之谷秘境。次日一早，沈一鸣2人便前往了龙之谷秘境的入口。进入龙之谷秘境的主要通道有2条，一条是让普通转职者进入秘境的通道，普通转职者只需要缴纳5000元便可以进入秘境。第2条通道则是提供给接取各大公会任务的转职者，这些转职者可以免费进入秘境。此时，沈一鸣和银欢欢便是在第2条通道正排队着，二弟和琪琪也是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旁边突然有人开口道：嘿兄弟，你是第一次进入秘境吗？沈一鸣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这位年轻人是一位胖子，身高1.7米左右，身穿初级战斗服，看上去很憨厚。沈一鸣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礼貌地点了点头。聂小天看着2手空空的沈一鸣，热心地提醒道：你这样进去可不行啊，你在这条通道应该是去做任务的吧，你不带一些干粮，秘境里面可是没有东西卖的。沈一鸣笑道：我就是去做一些小任务，说不定用不了1天，带东西反而不方便。其实沈一鸣的东西全都放在了空间手环里边了。他是那种不准备后路的人吗？如果不算上二弟和琪琪，他准备的食物、干粮、调料，至少能让他和银欢欢生活1年以上。算上这2吃货，估计也能顶1个月左右。不过这些，聂小天当然不会知道，他更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和自己同龄的男子
已经拥有了稀有的空间装备。聂小天点了点头，看向一旁的银欢欢，他是你的队友吗？沈一鸣听到这话，警惕地看着聂小天，打他的主意可以，但是如果对方盯上银欢欢，他可不答应。聂小天看着一脸警惕的沈一鸣，快速解释道，秘境里最危险的倒不是妖兽，你带这么漂亮的队友进去，如果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恐怕会有麻烦。发现对方没有打银欢欢注意后，沈一鸣也恢复了正常，多谢提醒，我会保护好他的。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去军事驻地找我，我叫聂小天。有需要的话，我会去的，我是沈一鸣。对方既然是好心提醒，沈一鸣当然也不会给人家脸色看。进入龙之谷秘境之后，入眼便是一个井然有序有的基地。基地当中，沈一鸣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转职者，每一位职业的转职者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标志。法师进入秘境后，便在第一时间给自己套了一个魔法盾，御兽师则是放出了自己的兽宠，战士也把自己的盔甲给拿了出来，机械师也是把组装好的大家伙给拿了出来。当然，最吸引人瞩目的就是哪些在队伍中央的辅助职业，这些辅助每一个都金贵着呢，无论是牧师、符师、药剂师等等辅助职业，他们通常都是一个团队的核心。大多数的辅助都是根据自身需求来组建队伍的，因为辅助职业稀少的原因，他们每次招收队友都会有一群转职者优先选择加入他们的队伍，毕竟他们的存在就意味着队友可以多一些保障。至于没有辅助职业的团队，只能靠硬实力平推。每一个团队成员大多数都是10人左右，团队最优的配置就是3法、3战、1机械、1御兽、1符师、1牧师，或者双法、双战、双御兽、1机械、1符师、1牧师、1药剂。前者队伍配置可以应对大多数秘境内所遇到的情况，而后者团队则是可以平推大多数秘境。他们只要不作死去挑战王者、深渊秘境，都不会有问题。当然，阵容的配置最终还是要根据团队核心决定的，这上面只是官方给出的最理想阵容的搭配。而这个世界上排名前列的顶级团队，没有一个团队是这样的阵容，因为这样的阵容对于成员的要求太高了，所有队友实力必须要均衡，才能发挥出这阵容的威力。只要团队中的1-2个成员实力不达标，那都会拖整个团队的后腿。所以最常见的顶级团队大多数都是法爷。夏国排名前10的团队之中，就有一支由法爷组成的队伍，也奥奈我和。他们团队中的10人全是法师，他们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还受到了不少的嘲讽，但是这里面的大爷一个比一个牛逼，硬生生是把其他团队都给打服了，也是为数不多能硬抗深渊秘境的团队之一。他们这一支团队有着很传奇历史，世人也是从嘲笑变成了钦佩，直到如今，这支团队变成了一个代表法师的标志。另外，排名前10之中的团队也有着一支很出名的娘子军清明。清明团队之中的每一个女子都貌若天仙，追求者无数，并且拥有极强的能力，是为数不多能和叶奥奈我和正面硬刚的存在。如果算上他们的追求者，他们应该是夏国第一团队。基地内，沈一鸣看着四周哪些团队每一个都带着笑脸，相互帮助打趣着。说实话，他有些羡慕，他也想有自己的队伍，有可以相互信任的伙伴。你发什么呆呢？去做任务了，不然今晚真要睡在野外了。一旁的银欢欢出声提醒道。沈一鸣听到银欢欢的声音，便回过神来，看着银欢欢那精致的容颜，暗骂了自己一声，真是不知足啊！银欢欢就是自己的队友啊。SSS 技能外加双辅助职业，他还需要其他队友吗？知道等银欢欢成长起来，他们2人就能横扫所有团队。当然，这只是沈一鸣的幻想，2个人连组建团队的条件都没达到。那就走吧，多猎杀一些外围妖兽，多赚点钱。离开基地后，便进入广袤的森林，看着时不时路过的团队，为了避免麻烦，沈一鸣下意识地远离了他们。毕竟在秘境当中，没人会在乎你是怎么死的，这也就导致了秘境内变成了罪恶天堂，人性的恶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2人刚进入秘境外围区域，正在漂浮在空中的琪琪便提醒道有妖兽。第31章铁甲犀牛群。此时一只灰色、双眼猩红、1米左右的大兔子突然出现在几人面前。琪琪和二弟相互看了一眼对方，好像是在问谁上。2兽都能感觉到这只大兔子体内能量并不强，所以都没有动手的打算。而沈一鸣则是拿出万物图鉴查看起来。灰兔青铜6级，地级资质，肉质肥美，体内蕴含微量灵力，战力219。你们谁上？赶紧抓起来，别让食物跑了。来到秘境后，沈一鸣突然意识到，这尼玛就是一个天然牧场啊！以后没食物的时候，直接让二弟他们来打猎就行了。自己之前怎么没想到呢？还让他们赚什么钱呢？
拥有高战力的兽宠，竟然忘记了秘境的存在。然而没等琪琪和二弟动手，这灰兔竟然朝着他们发动了攻击。琪琪瞥了那灰兔一眼，扇动自己那一双银色小翅膀到灰兔身旁，轻轻地挥了一爪子，灰色的大兔子便失去了生机。琪琪提着那比他大几倍的兔子，一晃一晃地飞到了沈一鸣边上。沈一鸣接过灰兔，把他的兽核挖出来之后，便扔进空间手环之内。走，咱们继续找找看，附近还有没有妖兽。几个小时后，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这段时间内，二弟和琪琪都出手过了，所遇到的妖兽最高的就是白银4级，大多数都是青铜妖兽，白银的也遇上了几只。不过对于两小兽而言，那都是一盘菜，唯一的区别就是体型大小。而属青铜10级地级资质四脚兽，身如巨鼠，兔头弥身，战力1103。狂暴火狮，白银4级地级资质，战力2311。黑风魔狼，白银3级地级资质，战力2035。大地之熊，白银1级 C 级资质，战力2561。一鸣，这和我印象中的秘境有些不同啊，我们最好小心点。一旁的银欢欢皱了皱眉头说道。正在处理兽核的沈一鸣回头问道：有什么不同？银欢欢解释道：我爸妈之前也和我说过，妖兽是有灵智的，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妖兽很奇怪，他们像是狂暴了一样。一般情况下，遇到二弟、琪琪这样强大的兽宠，他们都会选择绕开，但是他们现在直接对二弟他们进行攻击，这太奇怪了。还有这说法？沈一鸣愣了一会，毕竟他也是第一次进入秘境，关于秘境里面的东西，全都是从网上了解的。银欢欢肯定的点了点头，是的，他们这情况肯定不太对劲，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沈一鸣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昏暗下来的天空，现在回去吗？如果现在回去，估计在天黑之前是赶不回去了。他们已经走出来几个小时了，想要在天黑之前回去话，肯定是赶不及的。外围妖兽虽然对他们没什么威胁，但是如果被人给蹲到，遇上拦路抢劫的，那恐怕会是一场恶战。除非是骑着琪琪回去。这银欢欢刚想说话，但是心头突然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琪琪也在第一时间使用巨化，而二弟虽然没有使用巨化技能，但是也是露出一副警惕。沈一鸣此时也察觉到了异样，因为地面上传来一阵阵的震感，而且这股震感越来越强烈。琪琪急切地对着两人喊道：老大、大姐头，快上我背上来！两人也没有犹豫，迅速坐到琪琪的背上。琪琪也是快速扇动自己的翅膀，带着两人二弟上天。随着琪琪升空，沈一鸣是视野也越发的宽广，看到距离他们不远处有一群犀牛正朝着他们所处的位置狂奔而来。铁甲犀牛，白银5级 C 级资质，战力2700，群居生物，善于冲锋。铁甲犀牛，白银6级 C 级资质，战力3100，群居生物，善于冲锋。铁甲犀牛，白银8级，白银9级。沈一鸣看着下方那数百只铁甲犀牛，也是一阵后怕。要是琪琪刚刚晚那么几秒才反应过来，他们现在说不定已经成肉泥了。沈一鸣可以凭借防御符坚持一阵子，但是符箓消耗完后，他肯定也活不下来。琪琪背上的银欢欢突然惊呼道：一鸣，你快看，他们的眼睛也是红的。沈一鸣朝着犀牛群方向望去，发现他们的眼睛确实是通红的，情绪异常躁动，怪叫连连。仔细一看，他们正在冲锋的方向竟然是龙之谷基地的方向。按照他们现在的移动速度，最多2小时他们肯定能抵达基地。没等沈一鸣说话，银欢欢催促道：已经有好多妖兽都这样了，这些妖兽的暴动肯定不简单，龙之谷深处肯定是出了大问题，我们要赶紧回去通知基地，好让他们提前准备。好，琪琪全力飞行的话，应该会比他们快。沈一鸣也没有犹豫，立刻让琪琪全力赶往基地。之前他是不愿意让琪琪这样飞行的，毕竟这样飞会大量消耗琪琪的灵力以及温饱度。不过现在可不是节省的时候，早点通知让基地做准备比较好。虽然他对这个世界没啥感情，但是还是很敬佩这些能驻守在秘境当中的军人的，能尽量减少伤亡就尽量减少吧。哎，不对啊，卧槽，我先试试看能不能直接把他们给灭了。沈一鸣突然意识到什么，立刻叫停了琪琪。银欢欢听后惊呼：你疯了？这么多的铁甲犀牛，就算是黄金级的强者来了都不一定能灭掉，你别闹，我真有办法，如果不行再让琪琪飞回去，就算灭不了他们，拖住他们我还是有把握的。沈一鸣还真不是开玩笑的，他注意到下方的这群铁甲犀牛根本没有灵智，只会一股脑的乱冲，如果自己操作得当，那灭掉下方这数百只犀牛还真的有可能。这上百只铁甲犀牛如果能全部解决，那短时间内二弟和琪琪将不会缺少食物，甚至他还能得到御兽协会的大量奖励。白银1级5级妖兽一只1万元，外加100点协会积分；白银6级2万元，200点协会积分；白
白银7级5万元，400点协会积分；白银8级、10级每支10万元，1000点协会积分。这些都是钱啊！琪琪，往基地方向飞。我记得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有一处山谷，我们赶紧过去挖坑。沈一鸣说完，还不忘把攻击符箓给拿了出来，死死捏在手上。黄金10级的攻击，他不信这群没灵智的犀牛能扛得住。第32章，负责拉怪的二弟。众人来到山谷，在山谷附近转了一圈，找了个适合挖坑的位置，再花了一点时间，把其他比较明显的出口给堵住。堵完出口之后，沈一鸣便开始指挥起来：“二弟，你去吸引他们过来。琪琪，你负责挖坑。”二弟不可思议地看着沈一鸣：“我去吸引他们？”二弟憨厚的小脸蛋上露出一副愁容，这人宠是打算放弃我了吗？做熊太难了，那么多怪，自己跑得又慢，怎么可能引怪啊？看到二弟那一副委屈的小表情，便开口安慰道：“放心，你会没事的，给你穿鞋跑快快。”说完，沈一鸣从系统里边拿出二弟的专属6件套之一的靴子，这玩意自从获得之后还没给二弟用过呢，这次正好试试威力。沈一鸣之前是自己看过鞋子的介绍的，不然他也不敢让二弟独自去引怪。混沌之靴穿戴之后，提升1000点敏捷，500点防御，并且获得迅捷状态，额外提高混沌熊猫自身10%的敏捷，并且拥有3种特殊形态。飞行状态，穿戴混沌之靴后，可以让混沌熊猫拥有御空能力。隐身状态，使用该状态直接进入隐身，并且拥有反隐效果，持续时间根据自身灵力决定。归西状态，让敌人无法查看到自身属性，并且可以做出伪装。就这属性，别说那群铁甲犀牛了，就算是来个黄金的妖兽，都不一定能追上二弟。速度方面，一直是二弟的短板，穿上混沌之靴的二弟就没有任何的短板了。再看一眼二弟此时的面板，御兽混沌熊猫沈二弟，等级白银3级，资质 S， 当前状态幼年期，未觉醒，当前温饱35，饥饿状态，力量454，敏捷371， 1000加37，防御734， 500，灵能3321，综合战力10703点，敏捷高达1408点，防御也到了1234点，战力更是直接破万，直接超越琪琪。虽然攻击力没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二弟而言，跑得快耐打才是王道，毕竟他还有一个神技蓄意轰拳啊，打二弟越疼，到时候反击的伤害也就越强。二弟接过混沌之靴，靴子下一秒就融入了他的身体，并且在他的小脚丫上幻化出一双毛茸茸黑色靴子，靴子上还散发着点点星光，非常帅气。二弟看着脚下的靴子异常的兴奋，还不忘对琪琪炫耀：“看我的靴子帅吧？”琪琪肯定是看不惯二弟在他面前装逼的，下意识的想要去拍一下二弟，没想到这次二弟竟然轻松的躲开了。小垃圾，略。看到二弟疯狂挑衅自己，直接气坏了。随着琪琪的怒气值飙升，山谷内的地面开始疯狂的震动着。别闹！沈一鸣见状，立刻阻止两兽。琪琪刚刚已经用了镇地之恶，真让他放出来，二弟应该没事，但是他和银欢欢应该有不小的麻烦。听到沈一鸣的声音后，琪琪也停止释放技能，一脸委屈的看着他：“老大，我为什么没有装备？我也要。”沈一鸣是见不得琪琪受委屈的，琪琪不像二弟那逆子一样，30斤的体重，29.999斤反骨。琪琪又听话又可爱，逼格高，还会飞，实力还强，这简直就是梦中情宠啊！这能见到他受委屈吗？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沈一鸣还是先问系统：“童子，琪琪有专属装备吗？”只要是宿主半生受宠，都会有相应的专属装备，虽然不全，但是大多数还是有的。不全？因为……卧槽，还有这说法？听完童子的话后，他震惊了。琪琪，放心哈，过段时间老大帮你弄一件装备。琪琪听后，乖巧的点了点头，露出期待的神色。而一旁的二弟则是满不在乎心念道：“再强能有我这鞋子强吗？只要我跑得快，就伤害不到我。”二弟干活去了，别发呆了。等会他们不往这个方向跑，我们就白挖坑了。沈一鸣看到二弟还在试验他心爱的小靴子，立刻催促道。哪成想，沈一鸣的话音刚落，二弟就化身一道白光，朝着山谷外的方向赶去。银欢欢惊呼道：“好快啊！”二弟离开之后，沈一鸣也让琪琪开始挖坑。琪琪挖坑的方式很简单，几发毁灭吐息疯狂输出，片刻之后，山谷内就出现了一个巨型深坑，大概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深5米左右。沈一鸣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阻止那些铁甲犀牛的冲锋速度，并不指望这个坑能把他们拦住。
真正要依靠的还是他手中的攻击符箓。不过琪琪的这一番持续输出，也把他自己的灵能给消耗干净了。恢复常态后，乖巧地漂浮在沈一鸣的边上。沈一鸣的坑已经挖好了，另一边的二弟在山谷不远处等着那群铁甲犀牛的到来。在树枝上等了半个多小时的二弟突然双眼一亮，来了！发现铁甲犀牛群后，二弟直接使用巨化朝着铁甲犀牛群赶去。很快双方就碰面了，二弟二话不说直接使用了霸体。他打算先硬抗这第一波的伤害，要是之前他肯定不敢这么干，但是现在穿了混沌之靴加500防之后，他自信心爆棚。这群小卡拉米根本不可能破得了他的防御。铁甲犀牛群看到眼前的这只熊族竟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本就猩红的双眼此刻变得更加的狂躁，二话不说直接朝着他进行冲锋。咚咚咚，砰砰砰！铁甲犀牛群移动的速度并不慢，一只、两只、三只铁甲犀牛正在疯狂地撞击着二弟。然而此时的二弟浑身散发着金光，站在原地巍然不动。撞击过来的犀牛反而是被震退了，被震退的犀牛又被后面冲上来的犀牛给冲撞着。有个别被震退的犀牛刚要重新发起冲锋，他的臀部突然被后方的犀牛角给戳到了，紧接着大量鲜血喷涌而出。No！ 二弟见状也是愣住了，屁屁突然一紧。然而这样的惨状不止一例，被二弟震退的犀牛都被后方的犀牛给冲撞到了，有的是撞击在腰部，有的是头部，最痛的是局部。要知道这可是犀牛角啊！一发入魂，一击上天。第33章，二弟，琪琪，你变啊！快点用巨化！二弟虽然害怕，但是发现这群犀牛对他造不成伤害后，也是玩心大起。好，一群小垃圾都没吃饭吗？砰！二弟话音刚落，又一只铁甲犀牛撞向二弟。二弟拍了拍毛发上的灰尘，不屑地说道：“吼，就这。”看到对方没啥威胁后，二弟果断收起霸体状态，他打算硬扛这些小卡拉米的伤害。虽然收起了霸体，但是身上的蓄意轰拳状态可是还在蓄力啊。好，你过来啊！铁甲犀牛群看到二弟身上的金光消失之后，更加卖力地发起冲锋。砰！二弟靠着自身的身体素质硬扛下了这一次的冲撞。终于感觉到疼痛的二弟怒吼一声：“吼！再来！”砰砰砰！数十只铁甲犀牛不停地冲撞着二弟。此时二弟的身上毛发已经凌乱不堪了，蓄意轰拳的蓄力也达到了顶峰。好！二弟再也不忍着了。此时二弟的右拳散发出炽烈的光芒，这吸收无数伤害的蓄意轰拳轰出，一道金光从犀牛群内闪过，冲在最前方，被命中的铁甲犀牛直接被二弟打成血沫。然而蓄意轰拳的金光并没有停止下来，继续朝着铁甲犀牛群内射去，所到之处皆成飞灰，地面上也出现了一道巨型划痕。No！ 这浓郁的血腥味又再次刺激到了铁甲犀牛群，不要命的朝着二弟冲去。而此时的二弟状态并不算好，体型更是恢复到了常态30厘米。他装过头了，刚刚那一击蓄意轰拳直接把他的灵能全耗光了。要知道二弟现在才白银3级啊，如果不是靠着混沌之靴，他的灵能早就用光了。毕竟他面对的可是比他等级高的铁甲犀牛啊，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恐怖了。二弟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边跑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沈一鸣是让他来拉怪的，并不是让他打架的。不过这没啥区别，提前打架等会对他们更有利。想到这，二弟就迈着2只小脚丫朝着山谷内狂奔去。此时铁甲犀牛群内突然出现了一只银白色的铁甲犀牛，看着二弟离去的方向，怒吼了一声猫。整个犀牛群像是打了鸡血一般，移动速度竟然又快了将近1倍。此时山谷内，沈一鸣看了一眼时间，皱了皱眉头，这天都黑了，二弟怎么还没回来？根据那群铁甲犀牛的移动速度来算，应该早就到了呀。沈一鸣不由得担心起来，二弟不会是出事了吧？想到这，他又摇了摇头。有混沌之靴的二弟，就算是拉不了怪，也应该能跑掉才对，不可能会出事的。那为啥这逆子还没回来呢？这时山谷外突然出现一道熟悉的银色光影，看到这道光影，沈一鸣也是松了口气。二弟来到沈一鸣边上，便嘤嘤嘤地叫了起来：“快跑呀！有黄金级的铁甲犀牛！”沈一鸣愣了一会，不过他根本不慌，黄金级又咋样？自己打不过也能跑啊！直接让二弟用巨化带大伙一起跑。二弟跑得飞快，那群铁甲犀牛根本不可能追得上。没事，这坑不能白挖，打不过的话我们可以跑啊！
二弟看了一眼琪琪，觉得沈一鸣说的有道理，毕竟琪琪能飞啊。然而二弟不知道的是，琪琪的灵能已经在挖坑时用光了，而沈一鸣不知道的是，二弟这逆子去拉怪，把自己的灵能也用完了。如果他手中的符箓解决不掉这铁甲犀牛群，那他们两人两兽将成为待宰的羔羊。二弟刚回来不久，铁甲犀牛群也到了。二弟看了一眼在空中漂浮的琪琪，琪琪，你怎么恢复常态了？琪琪没有过多解释，而是催促道：“你赶紧聚化啊，铁甲犀牛群来了。”此时的沈一鸣一脸严肃地看着山谷外的铁甲犀牛群，看到两只小兽还在说话，立刻让他们安静了下来。你们先别说话，他们过来了。两小兽听后很默契地安静了下来，静静地看着对方，想着反正到时候由沈一鸣叫对方聚化，自己着什么急。铁甲犀牛群此时已经接近了沈一鸣挖坑的位置，冲在最前面的犀牛群已经落入到了深坑之中，不过他们并未停止冲锋的脚步，还在一股脑地往前冲。沈一鸣看着伤痕累累的铁甲犀牛群，有些诧异，这铁甲犀牛群怎么都受伤了呀？难不成他们遭遇了战斗？沈一鸣心中暗赞，虽然不知道这位勇士是谁，但是他真想说一句打得好呀，这样一来将会降低他攻击犀牛群的难度。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冲在最前面的铁甲犀牛已经到了深坑的中部，而落在最后方的铁甲犀牛也都已经进入了深坑之中。沈一鸣见状也不再犹豫，撕开一张攻击符箓，朝着铁甲犀牛群扔去。此时深坑的正上方出现一片巨大的乌云，乌云内部蕴含着庞大的雷电能量，引导几秒钟之后，无数的雷电朝着犀牛群所处的位置发起了攻击。轰轰轰！冲在最前面的铁甲犀牛直接被强大雷电能量击中，下一秒直接瘫倒在地，失去了生机。毕竟这可是黄金10级的攻击啊，虽然他们的防御能力不错，但是他们最多也就白银级，根本不可能扛得住。一道符箓落下之后，整个铁甲犀牛群直接死掉了1/3左右。沈一鸣见状，迅速丢出第二张符箓，铁甲犀牛群又则损了一半。沈一鸣看到这威力，顿时大喜，把最后一攻击符箓也给丢了出去。强大的雷电落下，此时深坑内的铁甲犀牛群基本上已经凉了。沈一鸣得意地看向银欢欢，怎么样，解决了吧？银欢欢本想附和一下沈一鸣的，但是看到深坑内还存在一只银白色的铁甲犀牛，惊呼道：“一鸣，你快看，还有一只！”沈一鸣朝着银欢欢所指的方向看去，确实发现了一只银白色的铁甲犀牛，拿出万物图鉴一看，领主铁甲犀牛，黄金5级，B 级资质，战力12770，群居生物，战力强大。看到万物图鉴的介绍，沈一鸣想都没想，直接喊道：“卧槽，快跑！”虽然这只铁甲犀牛受到了重伤，但是他可不认为二弟和琪琪打得过。琪琪如果是全胜状态下，他可能还会想着拼一把，但是现在琪琪的灵能在挖坑的时候已经耗光了。二弟虽然防御不错，但是没有攻击手段啊。两小兽听后谁也没动，而是看向对方。你快变啊！我变个屁啊，我都没灵能了，你穿了装备能跑得快的，你快变！二弟听后直接愣在了原地。我也没灵能了呀！沈一鸣听后直接原地爆炸，我尼玛！二弟你个逆子，我不是让你去拉怪吗？怎么会没灵能了呢？第34章黑色小板砖偷袭。我刚刚已经拉怪了，就是手痒轻轻的打了他们一拳。二弟想要辩解，但是越说声音越弱。一拳？你一拳能把灵能给打光？我擦！沈一鸣虽然很生气，但是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教育二弟的时候，因为那只领主铁甲犀牛已经朝着几人冲过来了。虽然他身受重伤，但是移动速度可是一点都不慢。沈一鸣大脑在快速的转动着，二弟和琪琪肯定能走的，毕竟他们现在可都是会飞的。但是想让他们带上自己和银欢欢就不太现实了，没有灵能他们就无法维持巨化状态。当然还有个方法，就是现在让他们赶紧开始恢复灵能，自己先去挡一会。快喝下去，我去挡一会。沈一鸣一股脑的直接拿出了所有灵泉分给两兽。琪琪和二弟也没有犹豫，吨的就把灵泉给喝下。一旁的银欢欢此时也只能干着急。两只兽宠并没有受伤，他的治愈技能没用。善恶有报有恢复灵能的效果，但是用了之后自己估计也凉了。欢欢，之前我给你的防御符呢？银欢欢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几厘米大小的黄色小盒子，里面放的正是防御符。这个小方盒是符师弄的自动触发器，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触发器会自动使用符箓，也可以绑定智能手环，让智能手环主动使用。价格不贵，几百上千的价格就能买一个。不过大多数都是买符箓的时候，符师都会赠送一个。在这接过银欢欢的防御符，
沈一鸣便朝着银白色铁甲犀牛跑去，手中捏着3张防御符，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只要等二弟和琪琪恢复灵能，他就可以跑了。其实沈一鸣是有办法直接解决掉这银白色的铁甲犀牛的，但是他舍不得用啊。他只制作了一张善恶有报符箓，这可是花了他500积分啊。就这样用掉的话，感觉好亏。就在沈一鸣犹豫之际，银白色的铁甲犀牛已经来到了沈一鸣的身旁。某，然而就在此刻，沈一鸣面前突然出现了3个选项。选项1，为了保住小命，出卖队友、受宠，直接开溜，完成任务获得奖励，专属称号神跑跑，佩戴该称号，颜值99，受到万人唾弃，觉醒暗黑系职业 SSS 级受宠2只，大量预售力1份，10000点商城积分，神秘宝箱1。选项2是真男人就选择硬刚，把眼前的统领铁甲犀牛灭杀，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所有受宠全属性加50，黄金宝箱1份，200点商城积分，黑色板砖升级。选项3，等待受宠恢复灵能后选择离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大量预售力，白银宝箱2500点商城积分，灵泉制作方法。沈一鸣看完几个选项，第一个狗都不选，这童子很可恶啊，用大量奖励来勾引自己。第2职业神秘宝箱10000点商城积分，加上2只 SSS 级受宠。童子给他2只 SSS 级受宠，简直就是用心险恶，其目的就是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放弃琪琪和二弟的。呵呵，还真是贴心呢。这系统真的很奇怪，时不时就会出现这种考验人性的选项。至于第2个选项，奖励一般般，也就黄金箱子好一些。至于黑色板砖，沈一鸣已经说过了，狗都不用，升不升级对他而言没什么区别。不是沈一鸣清高不想偷袭，而是没有使用的条件。就拿现在的情况举例，没等他走到银白色铁甲犀牛跟前，可能都已经被撞成肉渣了。至于第3个选项是最保险的，虽然有升级的风险，但是可以获得2个白银宝箱，外加灵泉的制作方法。最重要的是还有500点商城积分。沈一鸣没有时间犹豫了，二话不说直接选了2。他选了真男人战斗的方式，谁还不是个热血少年了？大不了就用掉唯一的符箓，这一口气必须要出。看着近在眼前的铁甲犀牛，沈一鸣先撕开一张防御符，一道蓝色光照把沈一鸣给围了起来。咚！铁甲犀牛的这一轮冲撞没有给沈一鸣造成任何的威胁。按照这铁甲犀牛的攻击强度，这防御符至少还能坚持3分钟。待在光照里边的沈一鸣大脑正飞速的转动着，既然选着干掉眼前这只犀牛，那当然要好好的想个法子，能不用善恶有报就不用。片刻过后，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现在他脑海之中。沈一鸣朝着二弟所在的方向大声喊道：“二弟，过来一下！”沈一鸣这一声呐喊直接传遍了整个山谷，一阵一阵的回声缭绕在山中间。离得不远的二弟愣了一会，怎么到处都是人宠的声音？一旁的银欢欢指了指沈一鸣所在的方向：“二弟，一鸣让你过去帮忙，你赶紧去看一下。”二弟听后也没有犹豫，迈着欢快的步伐，没过多久就出现在了沈一鸣的面前。看着蓝色光幕内的沈一鸣，嘤的叫着：“二弟，你等会这样，这东西你拿着，我帮你吸引他的注意力，等会看你的了。做好这件事，我考虑让你当大哥。”蓝色光幕内的沈一鸣扔出一块黑色板砖，还有一张防御符。二弟秒懂沈一鸣的意思，而沈一鸣最后的一句话更是让他兴奋不已：“当大哥，保证完成任务。”二弟开心地捡起黑色小板砖。之前喝下灵泉的二弟，此时灵力已经恢复了不少。二弟开启隐身状态，直接绕到了铁甲犀牛的后方。此时的铁甲犀牛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降临，他还在想着怎么冲破这蓝色光幕。二弟绕到铁甲犀牛后方，发现根本就够不着铁甲犀牛，索性直接开启了飞行状态。隐身加飞行2个状态也加剧了二弟的灵能消耗，之前刚刚恢复的灵能又即将见底。二弟这一击必须得手，不然沈一鸣只能使用善恶有报了。漂浮到铁甲犀牛上方的二弟盯着他的大脑门傻乐着：“我要当大哥！”二弟紧紧握着黑色板砖，朝着铁甲犀牛头部奋力一砸。啪！一声惨叫声响起，二弟也因为消耗完灵能显现了出来。一熊一牛正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对方，此时二弟心中慌乱无比。人宠，救命啊！第35章一鸣。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听到二弟的呼救声，沈一鸣刚想要扔出善恶有报，但是下一秒，那只铁甲犀牛已经倒地了。成了！沈一鸣看着已经倒地的铁甲犀牛，开心地说道：“成了！”然而没等沈一鸣高兴多久，铁甲犀牛的叫声就传到一人一兽的耳边。他的声音有些虚弱，
但是能看出来他正在慢慢恢复行动力。沈一鸣见状急忙喊道：“二弟，继续拍他！”二弟下手也是毫不手软，骑在铁甲犀牛的背上又狠狠地砸了几下，啪啪啪。很快，这铁甲犀牛又再次安静下来，此时他的头上也变得无比通红。黑色板砖是无视防御的存在，只要被砸到，别管你防御多强，一击撂倒。二弟，你先在这里看着他，3秒钟拍他一次，打死了也没关系。说完，沈一鸣便去把琪琪和银欢欢一起叫了过来。已经恢复大量灵力的琪琪看到骑在铁甲犀牛背上玩得不亦乐乎的二弟，有些诧异。老大，那只臭熊在干嘛？沈一鸣解释道：“那黑色板砖是一个装备，从背后偷袭可以让目标眩晕，等你灵能再恢复一些，你就把它给解决了吧。”琪琪幽怨地看着沈一鸣：“又是装备吗？这是我的，临时借给二弟用的，到时候他还是要还回来的。”琪琪听到沈一鸣的这番解释，也不再纠结：“行吧，只要不是那只臭熊的就行。”大概过了1小时左右，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琪琪恢复灵能后，第一时间就把铁甲犀牛给解决了，而二弟也进入了恢复灵能状态。银欢欢则是把帐篷给搭了起来。琪琪去把铁甲犀牛群的尸体处理一下，顺便把兽盒给拿出来。好的。解决完铁甲犀牛群后，沈一鸣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完成任务，奖励正在发放，受宠全属奖励已发放，黄金宝箱已发放，黑色板砖已升级。沈一鸣打开系统看了一眼黑色板砖升级后的效果。黑色板砖 LV2， 从背后偷袭有几率让敌人进入眩晕10秒，可以任意改变体型大小，无视防御，还算不错。之前是有几率眩晕5秒，现在直接翻倍了，而且还多了一个任意改变体型大小的功能。就黑色板砖目前的硬度，让它放大直接可以拿来当一块盾牌了，变小的话更方便偷袭。该说不说，这玩意是真的很适合二弟。二弟隐身御空，加上这黑色板砖，谁能挡得住？二弟唯一缺点就是灵能不够用。沈一鸣又看了一眼两兽目前的属性：御兽混沌熊猫，二弟力量504，敏捷421， 1000加37，防御784， 500，灵能3311，综合战力11903点。御兽穷奇沈琪琪，力量854，敏捷701，防御664，灵能6281，综合战力10779点。穿戴装备后的二弟战力已经完全超越了琪琪，而琪琪的战力也成功突破1万大关。这意味着两只兽宠已经能和黄金御兽媲美了。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真要打起来，估计都拿对方没办法。二弟擅长防御，移动速度快，缺乏攻击手段，灵能也是个问题。琪琪善于群攻，单体技能破不了二弟的防御，不过只要他不对二弟进行攻击，让他蓄力技能，那二弟同样也没有办法威胁到琪琪。除非二弟拿黑色搬砖偷袭琪琪，不然两兽就是55开。次日一早，忙碌一夜的琪琪已经把铁甲犀牛群的尸体以及兽盒整理完了，二弟也完全恢复了灵能。银欢欢也是一夜未眠，帮两兽处理食物，补充他们的温饱，而沈一鸣则是在帐篷里呼呼大睡。一鸣，起床吃早餐了。来啦！刚走出帐篷的沈一鸣便嗅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看着四周已经摆满的铁甲犀牛尸体，也不由得感叹一下琪琪的办事效率。这些都是我用铁甲犀牛肉制作的零食，虽然材料不全，但是味道应该还不错，你尝尝看。银欢欢指了指放在一旁的食物，一脸期待地看着沈一鸣。沈一鸣拿起一块肉干，吃了一大口。这肉干一点都不像是肉干，肉质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有点像牛肉，又像鸡肉。吃下肉干后，体内还有一种酥麻的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很好吃呀，你多做一些肉干，以后咱们就吃这个。银欢欢白了他一眼，不行的，哪能天天吃这个？最近看了零食大全，学会了很多种做法，这个只是临时充饥用的，回家后我找一些材料制作一些真正的零食给你尝尝。嘿嘿，好的。吃完早餐，沈一鸣把铁甲犀牛群的尸体全都收进了空间手环内，一共136只，白银1-5的96只，白银6-10的39只，还有一只黄金级的，收获还算不错。到时候他只需要把兽盒交给御兽协会，就能兑换奖励了。两人回到基地后，向军方汇报了一下兽潮异常的情况后，便离开了龙之谷秘境。至于对方会不会信自己，那就不是沈一鸣能管的了。自己把该做的都做了，他问心无愧。然而他们刚刚离开龙之谷秘境，龙之谷小镇内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市内发布兽潮橙色预警信号，
室内发布受潮橙色预警信号，龙之谷秘境当中出现小规模受潮，并且正在快速的聚拢，请各位市民以及转职者按照防御指南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卧槽，真的假的？在这声音环绕下，沈一鸣直接傻眼了。自己刚刚出秘境就有受潮，该说自己幸运还是不幸？要是自己晚出来一些，帮助军方抵御受潮，那自己获得的奖励将会翻倍啊！现在进去也可以，但是又要重新计算奖励，这就没必要了。毕竟只是橙色规模的小型受潮，对基地应该没什么威胁的。而一旁的银欢欢俏脸上也明显有茫然紧张之色，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再次传来。一鸣，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第36章提交任务。沈一鸣觉得银欢欢完全就是瞎操心，我们都出来了，还能有啥事啊？银欢欢也觉得自己可能是太过紧张了，不过他内心的不安越发的强烈。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没休息好吧。那你就先回去吧，昨晚你忙了一晚上了，确实要休息。沈一鸣让琪琪陪着银欢欢回家后，他自己则是前往御兽协会交任务去了。此时的龙之谷秘境当中，聂元听着自己手下汇报上来的消息，脸色有些凝重。你是说，刚刚有人在受潮没来之前就通知了你们？士兵回道：是的，他说了龙之谷秘境深处可能出现了问题，但是那青年看样子像是一个学生的模样，我们就没有太在意，只是正常上报。聂元沉思片刻后说道：他叫什么名字？人还在秘境当中吗？让他来一趟，我问问他。他叫沈一鸣，已经离开了秘境。聂元喃喃道：沈一鸣，这名字听着感觉有点熟悉呢。那就算了吧，等处理完这一波小型受潮，再派人进入秘境深处查看。聂元也并没有太在意，对方汇报的信息并不全面，而且他的实力最多也就白银级，能探查到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如果龙之谷秘境深处真的有异常现象，那也不是一个白银级能发现的了的。士兵问道：那这位年轻人还需要寻找吗？聂远摇了摇头：不用了，先去核实信息，如果信息是真实的，汇报到御兽师协会，让他们按照程序奖励就行了。另一边，已经来到御兽师协会交任务的沈一鸣，当他拿出一堆兽盒摆放在工作人员面前，工作人员看着上百枚的兽盒，直接傻眼了。这些都是你猎杀的？沈一鸣这一番操作也引来了其他人的关注，纷纷围了上来。不过沈一鸣并不想太过高调，是我和我团队一起猎杀的，他们都把兽盒给我了。工作人员听到沈一鸣的解释，也明白了过来。他还以为沈一鸣自己猎杀那么多的妖兽呢。行吧，那我帮你核对一下积分，确认无误后，你签字就行。而周围的人看着沈一鸣这么一说，也都纷纷散去。进入龙之谷秘境，能一次性拿出上百枚兽盒的团队还是有不少的。只能说沈一鸣有个好团队，并不能代表他实力强悍。这种负责跑腿的任务，一般都是团队中最弱的人来干的。工作人员核实了10分钟左右，便把数据统计完成了。这里一共是135枚兽盒，白银1-5的96只，一共兑换了96万块，9600积分；白银6-10的39只，一共234万，19500协会积分，加一起就是330万块，加上29100点协会积分。你检查一下，如果确认没问题后，我就帮你点任务结算了。沈一鸣点了点头，没问题。他并没有把黄金兽盒给交出去，他一个白银级拿出这玩意太惊世骇俗了。最重要的是，龙之谷秘境外围根本不可能出现黄金级的妖兽，这样一来，肯定会有人去调查兽盒的具体来源。万一查到了这些妖兽都是沈一鸣自己一个人灭掉的，就会引来无数的麻烦。收到钱和积分之后，沈一鸣并没有着急离开御兽师协会，而是打算把协会积分全给花了。协会积分能兑换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战斗服、药剂、符箓等等应有尽有。战斗服是各大转职者经常穿的一种服装，越高级的战斗服功能就越强大。沈一鸣看了一眼战斗服的价格，他皱了皱眉。初级战斗服1万点协会兑换积分，可以免疫青铜10级以下大部分攻击，不需要清洗、防尘，而且还有御寒的效果。中级战斗服10万点协会兑换积分，可以免疫白银10级以下大部分攻击，效果同上，外加一个自动调节温度的效果，出入各大秘境能在第一时间调节温度。高级战斗服50万点协会兑换积分，免疫黄金10级以下大部分攻击效果，前面两者的功能高级战斗服都有，并且额外多出一个加快灵能吸收速度的效果。定制战斗服价格面议，这战斗服竟然那么贵。沈一鸣本以为自己交完任务后获得的积分能大采购一番，没想到只能买得起一件初级战斗服。可是这初级战斗服对他而言又没什么用，青铜10级的妖兽让二弟上去一爪子就弄掉了，还需要战斗服？除了不用清洗、防尘、御寒的效果之外，其他好像和普通衣服没啥区别。有这积分，还不如换一些药剂或者修炼资源，
沈一鸣摇了摇头，把目光看向药剂兑换的目录：灵能药剂、防御药剂、力量药剂、基因药剂。初级灵能药剂1000积分，中级灵能药剂5000积分，高级灵能药剂20000积分。除了基因药剂贵点之外，其他药剂的价格都和灵能药剂差不多。灵能药剂自己目前没用，但是对欢欢二弟他们都有用。欢欢现在还没到白银级，买一些药剂给他用，最好是能在入学之前到白银。而二弟现在也才白银3级，琪琪白银5，也要赶紧升级才行。要知道他还有一个进入武神学院的任务啊，进不了武神学院，随机减少10厘米的惩罚，他是承受不起的。想到这，沈一鸣就直接兑换4瓶中级灵能药剂，还有9瓶初级灵能药剂，一口气直接把29000的积分给花完了。初级灵能药剂是给欢欢的，中级灵能药剂给二弟和琪琪的。兑换完药剂之后，沈一鸣揣着100万巨款回到了家中，把药剂交给银欢欢之后，接下来便是等待罗湖大学开学的日子了。第37章，刚入学就被人盯上的银欢欢。炎夏已去，秋风送爽，一转眼已经到了罗湖大学开学的日子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银欢欢也顺利达到了白银2级。沈一鸣的等级还是没有变化，具体属性如下：宿主沈一鸣，年龄18.7岁，职业等级御兽师白银9级，拥有御兽 S 级混沌熊猫未觉醒，目前等级白银5级，当前契合度 60%， S 级穷奇未觉醒，目前等级白银6级，当前契合度 67%。 拥有道具黑色小板砖 LV2， 终极防御符箓1， S 级技能宝珠夜火焚心，空间手环1，混沌熊猫专属6件套1件，鞋子技能储存器黄金宝箱神秘宝箱1。拥有天赋复魂，目前身体状况良，宿主信誉值99，商城积分689，御兽师协会积分200，现金320万。二弟升到了白银5级，琪琪则是只升了1级。虽然沈一鸣这段时间等级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也都在和琪琪、二弟培养契合度，两只受宠的契合度也顺利达到了 60% 以上。沈一鸣的天赋技能复魂也可以用了。初次尝试复魂技能，那滋味妙不可言，变大了，变强了，也会飞了。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沈一鸣不持久，用完一次复魂就要休息很久。这段时间下来，梁小兽通过智能手环已经大概了解了这个世界，大多数常识都是知道的。二弟一直在用沈一鸣的头像在网上瞎晃悠，目前还没找到赚钱的方法。而琪琪已经赚到了他的第1桶金，虽然钱不多，但是用来改善他的伙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琪琪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视频账号， ID 是琪琪的日常，平时就记录一些日常。视频中因为银欢欢经常出镜，外加琪琪那呆萌可爱的颜值，这组合一出现就吸引来到几万的粉丝。在任何世界，颜狗不由少，如果只是单凭颜值一项，可能还吸引不到那么多的粉丝，但是美女加上可爱的受宠就是王炸，更别说这只受宠还能口吐人言了。沈一鸣特意嘱咐了不让琪琪拍到他，因为沈一鸣并没有出镜的打算，他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因为出名了就会有很多的麻烦，自己安心当个老六，躲琪琪背后数钱就够了。至于二弟，他想要出镜，但是琪琪就是故意不拍他，为此二弟还没少在沈一鸣面前抱怨。来到罗湖大学的两人，沈一鸣先是去自己分配的班级报道，他分配到的是御兽系3班，负责他们班级的导师是一位40左右的中年男子，名叫黄宇。沈一鸣和这位导师没有过多的交流，交完10万块的学费后便匆匆离去了，因为他知道他在罗湖大学只是一个过渡，这里的人在他人生当中都只会是过客。如果有机会直接进入武神学院，他会直接退学。他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完成系统任务。至于之后会不会来上课，那还要看教学质量，如果没啥东西可以学的，他就直接退学。而银欢欢则是不同，他是打算好好上学的，毕竟他没有理论基础，他想要帮到沈一鸣，他必须要系统性的学习辅助职业。罗湖大学并没有专业的牧师系，因为辅助人数稀少的原因，只能把所有辅助职业都聚集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辅助系。虽然教学质量不算太专业，但是教一些基础的辅助知识还是可以的。沈一鸣陪着银欢欢来到了辅助系，银欢欢报完名之后，刚要离去，便被一位黑人男子给拦了下来。他用着蹩脚的夏国语说道：“黑女士，你有没有兴趣来当我的学伴啊？刚刚看了你的信息，我队伍里正好缺一位牧师，有你的加入，我相信一定会让我的团队更加强大。”沈一鸣瞥了一眼这名黑人，长相一言难尽，异常的猥琐，身高1.8米左右，穿着高级战斗服，身边还跟着2名夏国女子，行为举止异常亲密。威尔看着眼前的银欢欢，眼神露出一副贪婪。
这女子太美了，那一双异色瞳孔，精致的面庞，丰满的身材，玩起来一定很有趣。他一定要把这女子搞到手。银欢欢厌恶地看着眼前这黑人，冷声道：“让开，我没兴趣。”对于银欢欢的话，他没有丝毫的在意，而是自信满满的说道：“我可是黑球国的王子，也是贵国的交换生之一。你当我的学伴不会委屈你的，每个月还可以给你额外的修炼资源，还送你一枚 B 级的技能宝珠。”威尔还不忘补一句：“而且如果我开口的话，想必贵学院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要求。”我说了，没兴趣。银欢欢听到这人是黑球国的交换生，还是王子，他也不想惹麻烦，拒绝之后便快步的离开了。一旁的沈一鸣则是若有所思的看着这黑人，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心念道：好胆，敢当着小爷的面抢人，啧啧啧。此时的二弟何琪琪仿佛已经感受到了沈一鸣心中的怒意，暗暗记下这名黑人。人宠，我帮你把他骨灰给扬了。琪琪并没有发言，因为经常上网的原因，也知道有些话不能当面说出来。沈一鸣拍了拍二弟的脑壳，别闹哈，人家可是穿着高级战斗服呢，你破不了他的防御。再说了，打打杀杀的不适合我，他可是王子呀。不过具体沈一鸣是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离开罗湖大学之后，银欢欢一脸愁容，早知道就不去上学了，没想到第一天就被人盯上了。沈一鸣调侃道：哈哈哈，谁让你长着一张祸国殃民的脸，还带着辅助职业呢？谁不想把你收入团队之中啊？沈一鸣可不是乱说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养，现在的银欢欢说是祸国殃民一点都没错，身材越发的丰满，一身黑色长裙，白皙的皮肤，精致的脸蛋也变得更有灵性，和刚遇到的时候完全不同。当时的他浑身上下都是脏兮兮的，饿得几乎只剩下一张皮了。银欢欢轻轻拍了拍沈一鸣，娇嗔道：还笑，他肯定不会罢休的，要是他真让学校安排我当学伴怎么办？退学呗。沈一鸣无所谓的说道。啊，退学？银欢欢直接愣住了，他完全没想过要退学，这才第一天报到就退学，他们交的学费不就浪费了吗？学院如果逼你，你就退学啊，怕啥？我们光脚不怕穿鞋的，如果他真敢用强，把他埋了也行。银欢欢愣了一会，埋了？他可是王子啊，我就随便说说，你不会信了吧？沈一鸣白了他一眼说道。沈一鸣当然知道不能埋，真要埋了这王子，恐怕会引起震动。黑球国毕竟也不是小国，真把他们的王子埋了，他和银欢欢也不好受。不过虽然不能埋，但是找机会恶心一下他也是可以的。第38章，黑人要搞事。而另一边的威尔则是来到了系主任的办公室。胡明看到威尔来到自己办公室，便站起身，一脸谄媚的笑道：威尔王子，您怎么有空来我办公室啊？威尔很随意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完全没把这系主任放在眼里。我还想再要一个学伴。胡明拍着胸脯保证道：为了促进我们两个学校以及国家的友谊，同时也为了更好让交换生尽快适应下国生活，我觉得您这个提议完全合理。我这就帮您安排，我会找一些贴心的学生照顾您的生活的。威尔笑道：这次就不麻烦您了，我已经找好了人选，您让他来我这里报到就行。胡明顿时一怔：哦，那您和我说说看，我这就帮您安排。威尔淡淡的说道：那女孩叫银欢欢，是大一辅助系的新生，我的团队缺一位牧师，你明白吗？没问题，我帮您安排，保证让您满意。胡明点了点头，不过他内心正嘀咕着，这大一新生不好安排啊，又没有毕业的威胁，还是一位牧师，看来要多费点功夫才行。威尔听到胡明答应下来后，边站起身拍了拍胡明的肩膀：这些都是小事，你要记住王室给你的任务，那才是重中之重。做好了，我会在我父亲面前好好夸奖你的，到时候也会给你爵位。胡明听后顿时一喜：多谢王子，只要有了眼前这位大爷做靠山，以后自己在国内岂不是混得风生水起？就算是那件事出了意外，自己也能全身而退，前往黑球国。刚刚回到家中的沈一鸣眼前突然出现3个选项，我擦，啥情况？我不是什么都没做吗？选项1，揭穿阴谋。罗湖大学系主任正在筹划在各大高校新生历练期间，引动龙之谷秘境发生大规模受潮，并且绑架各大学院的学子。破坏他的计划，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奖励，有一定几率获得神秘宝箱。选项2，忽略这条消息，放任不管。完成奖励500点商城积分，黄金宝箱1，大量预售力1份，预售亲和力+5。选项3，加入他们共同谋划，帮助黑球国王子完成绑人任务。根据任务完成度以及参与度发放奖励，有一定几率获得神秘宝箱。沈一鸣看完3个选项，想都没想，直接选1。本来他还会考虑一下的，但是看到第3个选项是关于那个黑人王子的，那他还需要犹豫？之前还只是想恶心一下这黑人王子，现在他在考虑怎么埋了他，而且还是正大光明的埋。
国家还会帮忙料理后事的那种。越想他就越兴奋，就算没有任务奖励，他都会把这件事干好。姐敢打我奶妈的主意，等死吧你！银欢欢端着一盘刚刚做好的零食，疑惑地看着沈一鸣。一鸣，你笑起来怎么怪怪的？哈哈，开心的。什么事情那么开？还没等银欢欢反应过来，沈一鸣就吧唧地亲了上去，还紧紧地抱着银欢欢。银欢欢害羞把沈一鸣推开。哎呀，你干嘛呀？沈一鸣也觉得自己兴奋过头了，摸了摸后脑勺，嘿嘿，一时激动。我想到对付那黑人的办法了。啊，真的吗？什么办法？银欢欢想起那黑人让自己当学伴，就一阵作呕，听到沈一鸣有办法对付他，就来了兴趣。沈一鸣愣了一会，他好像也不知道那货到底是想干嘛，一时间僵在了原地。这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从3个选项的信息中只透露出他们想要在新生历练当中引起大规模受潮，然后绑架学生。至于他们怎么操作的，沈一鸣还真不知道。银欢欢轻哼一声，哼，你就故意亲我的？真不是，我发誓，你最好是。我真不是。沈一鸣急了，连忙解释道。然而银欢欢听到这话更生气了，气鼓鼓的直接走向餐桌。二弟，琪琪吃饭了。沈一鸣看到银欢欢突然炸毛，愣在了原地。刚刚还好好的，这啥情况啊？我明明都解释自己不是真想亲他了，怎么感觉他更生气了？卧槽，我悟了，不会是突然来姨妈了吧？想到这，沈一鸣决定好好安抚一下他，毕竟她是自己的奶妈，奸厨子啊，惹不得。万一把他气跑了，自己咋办？烧了一杯热水，坐到餐桌前轻声道：多喝热水啊。听到多喝热水这几个字，银欢欢一阵头疼。他本以为沈一鸣回来哄一哄自己的，冷声道：沈一鸣，我没做你的饭，你过来干嘛？沈一鸣一脸懵逼的看着银欢欢，又看了一眼面前已经装好的饭，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问号。饭都帮我装好了，还没做我的饭，这姨妈来了气性那么大吗？那个欢欢啊，多喝热水对身体好。银欢欢也只是轻哼了一声，懒得搭理他，默默地扒着自己碗里的饭。哼！沈一鸣见状，双眼顿时一亮，心中默默为自己点赞。哎，不气了，哈哈哈，果然有用，网友诚不欺我。第39章，灵活变换的童子。次日一早，沈一鸣和银欢欢就一起骑着琪琪飞去学校了。自从不缺食物之后，琪琪就成了2人的交通工具。虽然学校也有提供宿舍，但是2人都没有选择去宿舍住，毕竟宿舍哪有家里住的舒服啊？而且待在家里也不用去照顾别人的情绪，自由自在的多好。2人来到罗湖学院后，沈一鸣直接让琪琪跟着银欢欢保护他，还特意拿了一张防御服给银欢欢。毕竟不知道那小黑子会不会使坏，到时候万一他真的想要干嘛，有琪琪在，好歹也能拖一下时间。实在不行，带着欢欢飞走。他可不会去弄什么英雄救美的戏码，明知道自己身边的人被人盯上了，还让他自己去面对，不给他保护，那不纯纯脑子有毛病吗？此时的琪琪缩小成了几厘米的样子，就挂在银欢欢的肩上，仿佛就是一个小型的装饰品。我去上课了。沈一鸣也来到了御兽3班，刚进班级便发现这里边一个成语可以概括：群魔乱舞。各种兽宠应有尽有，有玩蛇的，玩鸟的，有玩猩猩的，还有玩狼的，当然也有小熊之类的兽宠。沈一鸣的到来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关注，但是看到沈一鸣边上只有2弟一只兽宠，有眼神露出鄙夷的，有诧异的，也有好奇羡慕的。要知道，来报名罗湖学院的大多数都是白银级的御兽师，人手2只兽宠，像沈一鸣这样只带着1只兽宠进来的，理所应当被其他人当成了青铜级的小菜鸡。此时的班级内已经自动划分成了几个圈子，有高资质的兽宠自动组成了一个圈子，青铜级御兽师又自动组成了一个圈子，还有一些穿着战斗服人，鼻子朝天看，一脸藐视的看着全场。沈一鸣自己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默默的观察这群御兽师。这场面他觉得贼有意思，前世的人喜欢秀各种奢侈品，名车、名表，或者就是秀一下边上的美女，现在到这个却变成了秀兽宠、秀资质、秀战斗服。沈一鸣嘀咕道：阿姨早知道把琪琪带来了，直接让琪琪句话，好好的装一波。怀里的2弟听到沈一鸣的嘀咕，扒拉着沈一鸣的双手：我也可以，他们都是小垃圾。行，你可以，我知道啦。沈一鸣摸了摸2弟的小脑壳，安慰道。虽然2弟实力不差，但是和琪琪的帅气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真要装逼还是要琪琪来。2弟这货出去就是卖萌的。此时2弟的心中默默想着：自从琪琪来了之后，我就失宠了，我再也不是人宠的专属小可爱了。要赶紧把大哥位置坐稳，不然等到第3只兽宠来了，自己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大概多了10分钟左右，预售3班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40人左右，26男14女。当导师黄宇走进来的那一瞬间，班级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一直乱蹦的受宠们在环境的影响下也乖巧了不少。黄宇环顾四周，一脸正色说道：“我是你们接下来4年的导师，我叫黄宇，以后你们在校园遇上的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找我。废话我不多说，你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都相互认识一下吧。”黄宇的话音刚落，现场的众人面面相觑着，大多数都是一些腼腆的小姑娘、小伙子。第一个上去自我介绍，难免有些羞涩，当然也少不了一些表现欲极强的家伙。这不，班级内沉默几秒之后，一名身穿初级战斗服的男子站了起来，他带着一只 B 级清风蛇以及 B 级嗜血熊走上了讲台。大家好，我叫一平，19岁，罗湖本地人，白银5级预售师，我爸是预售师协会的高层，以后你们在学校中遇到问题可以找我。沈一鸣看着讲台上的这名男子，1米7出头，那小模样也长得很俊俏，虽然比沈一鸣差了一大截，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也算是靓仔了。人帅，个人实力白银5级，受宠又牛逼，背景又强，这不是妥妥的大腿吗？一平话音刚落，讲台下方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哥，一哥，一哥，你当班长我一定支持你。一平，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有也没关系，你可以再多一个。讲台上的一平很喜欢这种被众星捧月的感觉，露出一副亲和的笑容。如果我能当上班长的话，以后大家去预售师协会可以报我名字，做任务的时候可以免去排队的苦恼，还能优先挑选一些简单的任务。一平，你就是班长，谁枪我们跟谁急。对对对，一平，你必须是班长。一平这承诺对于这些预售师而言是极大的诱惑，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刚刚加入预售师协会的，每个月都要去完成2个日常任务，如果能免去排队的烦恼，还能选到一些简单的任务，谁会拒绝呢？甚至连沈一鸣都觉得这一平当班长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这时他面前突然又出现了3个选项。选项1，参加班长的竞选，任务奖励兽魂国2500点商城积分加5预售亲和力黄金宝箱1。选项2，忽略本条选项，老老实实当一只咸鱼，任务奖励预售亲和力加500点商城积分颜值加1黄金宝箱1。选项3，大喝一声，在座的全是垃圾，吸引全班的仇恨值，任务奖励勇气值加10颜值加3500点商城积分黄金宝箱1。沈一鸣看着眼前的3个选项，若有所思的喃喃道：这童子还是第一次给那么均衡的奖励啊。这3个选项除了第3个不会去选，其他2个都差不多。他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在这个学校待太久，但是他脑子是正常的，没必要去吸引仇恨，除非童子能把这个奖励改成神秘宝箱，这样他也许会去尝试一下。丁系统检测到宿主强烈意愿，更改选项奖励。选项3，大喝一声，在座的全是垃圾，吸引全班的仇恨值，任务奖励勇气值加10颜值加3商城积分500神秘宝箱1。看到被更改的选项，沈一鸣愣住了。童子，你这么随意的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逼我犯错？第40章，我说着玩的。然而系统并没有回话。沈一鸣看着第3个选项神秘宝箱，好烦啊，我想要，但是我真干不出这么羞耻的事情啊。沈一鸣死死地盯着第3个选项的奖励内容，颜值可以理解，但是这勇气值是个什么玩意？会不会有坑啊？以后自己会不会变得超勇的，遇事不平拔刀就上？那自己还怎么愉快的当老六？童子，这勇气值有什么效果？提高宿主胆气，性情直爽，有话就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呵呵，沈一鸣听完童子解释后冷笑了一声。童子的话在沈一鸣这翻译过来就是龙傲天性格，容易得罪人，有仇当场报，你别管人家牛逼牛逼，反正就当场报。沈一鸣默默地选了第1个选项，他也想勇啊，但是实力不允许啊。此时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做了自我介绍，轮到沈一鸣的时候，他也默默地走上台。此时台下的女同学正偷偷打量着沈一鸣，那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剑一般的眉毛斜斜飞入鬓角落下的几缕乌发中，英俊的侧脸，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让人看一眼就沦陷。之前沈一鸣躲在教室的后面，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关注到他，但是当他走上讲台的那一刻，把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吸引过去了。这货是真的帅，不讲道理的那种。我叫沈一鸣，也会参加班长的竞选。一句简单的介绍说完后，沈一鸣就直接走下了台。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直接把台下的同学给弄懵逼了。你虽然长得帅，但是你这么随意就想竞选班长，你是认真的吗？而下方的一平也是一脸诧异的看向沈一鸣，到目前为止，
这还是第一位想要和他竞选班长的人。不过他倒是没把沈一鸣放在眼里，就他一个青铜级御兽师，又没有背景，除了比自己帅一点之外，真不知道他拿什么和他争。反观讲台上的导师黄宇倒是很感兴趣的看着沈一鸣，因为他知道沈一鸣在入学时填写的资料是白银9级，并且是拥有第2只御兽的，同时他也是班级上等级最高的一位。他参加班长的竞选，黄宇倒是毫不意外。不过黄宇好奇的是，这沈一鸣明明就已经白银9级了，为什么不再等1年？只要他晋级黄金，就能直接报名武神学院了。就算到时候落选了武神学院，也可以进入专门培育顶级御兽师的御兽学院啊。刚要走回座位的沈一鸣，在途中被一位女孩给拦了下来。沈一鸣同学，我们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吗？我叫卢帕尔，白银3级。沈一鸣打量着眼前的女孩，俏丽的脸庞有些通红，扎着单马尾，穿着一身浅黄色的裙子，身材凹凸有致，有着一股邻家女孩的气息。沈一鸣刚要开口拒绝，没想到二弟这时候跳了出来，对着卢帕尔伸出一根手指，1万块。沈一鸣刚要阻止二弟，没想到卢帕尔直接就答应了下来。好，我直接给你吗？二弟把自己的智能手环递向卢帕尔，英转我这里。因为同是御兽师的关系，对于御兽想要表达的意思很容易就理解，所以卢帕尔想都没想，直接把钱转给了二弟。就这样，卢帕尔很轻易的就加上了二弟版的沈一鸣。一旁的沈一鸣看着这一幕，简直就是目瞪口呆。还有这操作？一个联系方式1万块，100个那不就是100万？1000个呢？卧槽，老子还辛辛苦苦去做任务干嘛？御兽师协会1个月才发2万块，二弟家2个人就赚到了，直接让二弟去薅羊毛不香吗？想到这，他也懒得管二弟了，你爱加就加，反正是受宠自己干的事，关我啥事？有问题找他去。就算找到了沈一鸣，他可以说孩子还小，为了赚点奶粉钱也不容易，理解一下。毕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没人比你加好友。英，这就是联系方式了。拿到联系方式后，卢帕尔一脸开心的道谢，谢谢，你可真乖，诺给你1颗灵兽丸。二弟拿到灵兽丸后，对着卢帕尔比了个手势，比心。卢帕尔笑道，哈哈哈，你真可爱。沈一鸣见到这一幕，心中1万个草泥马飞过，这世界怎么了？加一个联系方式，又给钱，又送灵兽丸的，1颗灵兽丸也不便宜啊，至少也要5万块钱。这东西虽然没多大作用，但是能增加受宠的温饱度啊。看不出来，这卢帕尔还是个小富婆。以后让二弟自己勾搭富婆去吧，自己也不用养了，还能白嫖一只神兽。很快，班级的所有人都做过了自我介绍，黄宇便开始说道：接下来就是选班干部了。当上班长的每个月都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福利，增加进入修炼场的时长，修炼场可以增加你们的修炼速度。好了，想要竞选班长的现在举手，然后做个简单的竞选宣言。黄宇话音刚落，班内的同学同时看向了一平和沈一鸣，因为刚刚就只有这2人暴露出想要竞选班长的想法。一平想都没想，直接举起了手，而众人看向沈一鸣，发现他压根没动。黄宇也有些疑惑，便开口问道：沈一鸣同学，你刚刚不是说要竞选班长吗？我说着玩的沈一鸣捏着二弟的小脸蛋，笑道：为啥沈一鸣突然不竞选了？因为他都已经获得了任务奖励了，还选个屁呀！如果童子没发奖励给他，他可能还会参加竞选，到时候就算当选了，直接退位让贤。班长这职务屁事多，谁爱当谁当去。班长虽然有额外的奖励，但是沈一鸣还真不需要这东西，因为他升级靠系统就行了。再说了，他现在压根不想升级，再升级就要想办法找第3只受宠了。然而此时的童子则是一脸愁容，草率了，就不该提前发奖励给这货。第41章，道貌岸然的胡明。班长竞选就这样草草落下了帷幕。黄宇本以为是一场龙争虎斗，没想到这沈一鸣竟然是说着玩的。不过他也没有纠结什么，谁当班长对他而言没什么区别。很快所有的班干部都选了出来，而此时在辅助班级里的银欢欢则是被叫到了系主任的办公室。胡明看着眼前的银欢欢，肤光胜雪，眉目如画，这妥妥的就是一位绝色丽人。现在的她看上去还有一些稚嫩，但已经有了祸国殃民的潜质，再加上她那异色的瞳孔，更是为她添加了一抹妖艳的气息，给人一种又纯又欲的感觉。胡明暗叹，难怪王子会盯上她，要不是王子要求他当学伴，自己说不定还能尝一下，可惜了。银欢欢开口问道：主任，你找我有事吗？胡明正色道：是这样的，新生入学都是需要完成一定的历练任务的，看在你们辅助系都不容易的份上，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对于你而言很简单，完成好了我还会给你额外的奖励，甚至可以给你多一点学分。银欢欢没有着急拒绝，而是平静地问道：什么任务？胡明拿起桌面上的茶杯轻抿了一口，就是给威尔同学做学伴。
你要知道，他是黑球国的王子，他能点名让你当他的学伴是你的荣幸。为了能让威尔王子快速适应我们夏国的文化，所以派你去是最好的选择。银欢欢冷笑了一声，呵呵，我不去。胡明听后面色一正，还以为他听错了，自己一个系主任出面开口让学生去完成任务，他竟然敢拒绝？难道他不怕无法在学校毕业了？你确定不去？你有考虑过无法毕业吗？而且如果你拒绝的话，会损害到我们两所学校的友谊。再往大了说，那就是耽误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你如果不接受这个任务，就是耽误学校，耽误国家。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此时的琪琪正乖巧地趴在银欢欢的肩上，听到这胡明这么一说，眼神微微一凝，他真的想帮上去给他2拳，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悄悄拿着智能手环记录着一切。银欢欢听着胡明给他扣帽子，心中很是生气，但是还是忍了下来。首先，我只是一个新生，我对校园的一切都还很陌生，交给我这样一个任务，我很难完成。其次，我的外语并不熟练，根本无法做到有效交流。这样的重任，你还是交给其他学生来完成吧。而且在我印象中，他已经有了2名学伴了吧？为什么还要我去？胡明听到银欢欢竟然敢再次拒绝自己，更加的生气了，直接撕破脸怒骂道：要你去你就去，你废话那么多干嘛？如果你不想毕业，你可以不接这个任务。如果你再拒绝，你可能连新生历练都过不去。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胡明压根不在乎银欢欢的情绪，在罗湖学院，他就是天，他想干嘛就干嘛，所有学生必须要听他的。而且这银欢欢他也查过了他家庭的底细，就一个锅，他有什么好怕的？不听话就别怪我用强的。银欢欢虽然在社会上也见过不少无耻之人，但是像胡明这样的人扎他还是头一次见，真是长见识了。要知道他可是罗湖大学的系主任啊，是肩负培养人才责任的人啊，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败类，拿学生的前途威胁学生去做不愿意干的事。银欢欢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了我不去，你如果要让我退学，请把我的学费退给我，学费到账我立马就走。胡明冷笑了一声，呵呵，退学费？你想都别想了，我敢保证，你只要从罗湖大学退学，未来你再想上别的学院也是不可能的。银欢欢想要骂他，但是他不敢，他很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安稳，他不想再过哪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他觉得无比的委屈，但是他还是要忍下来。刚要转身离去，胡明却开口道：你如果现在敢离开这里，这学校包括罗湖市都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处。琪琪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直接句话：好家伙，给你脸了是吧？打我大姐头的注意，我忍你很久了。琪琪刚要朝着胡明攻击，没想到胡明更快一步，胡明打出一道能量圈，死死地禁锢住了琪琪。胡明看着琪琪嘲讽道：一只白银6级的兽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说完又看向银欢欢，纵容御兽攻击系主任。银欢欢，这事你想怎么解决？琪琪拼命想要挣脱限制住自己的能量圈，奈何这是铂金级的禁锢，他根本挣不脱。银欢欢看到被限制住的琪琪，内心一片慌乱，本来想这样一走了之的，没想到琪琪竟然忍不住动手了。不过这也不怪琪琪，如果沈一鸣在的话，说不定直接给他来一发善恶有报了。银欢欢深吸了口气，你先把他放开，有话好好说。胡明根本不为所动，你只要答应我刚刚的条件，我立刻就放开他，并且他刚刚对我的攻击，我也可以选择无视，不然的话，后果你自己考虑清楚。反正最好的结果就是这只兽虫肯定是活不了，你也会突然退学，然后消失。银欢欢怒喝道：你明明知道那威尔不怀好意，你还让我去当他的学伴，你妄为人师。胡明轻蔑一笑：我这只是为了促进两校友好交流，你那么生气干嘛？就算他针对你干嘛，你不还是赚的？他可是王子啊。银欢欢强行平复下自己心情，把他放开，我们再谈。你答应了我，自然就会放开。我数到3，如果你不做决定，我就宰了他。3、2，最后1秒的倒计时还没说出来，这时门外突然被人推开，沈一鸣走了进来，看着被禁锢着的琪琪，握在手中的善恶有报符箓，他轻轻地撕开了一角。第42章，牧师公会来人。看着突然走进来的沈一鸣，胡明愣了一会，还没等他开口，沈一鸣却先开口了：我刚刚路过外面，听到里面有动静，我害怕有意外推门走了进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胡明看到有第3人进入，悄悄地打开了琪琪的禁锢，面无表情地说道：同学，你听错了，我是系主任胡明，这是我的办公室，能有什么动静？你赶紧出去吧，这里没你什么事。沈一鸣左手一直捏着撕开一角的符箓，脸上笑嘻嘻地说道：哎，知道了，不好意思打扰了主任。沈一鸣说完，还不忘给银欢欢一个眼神，
意思是让他快点出去。银欢欢反应过来后，直接抱起琪琪就跑了出去。胡明想要开口阻拦，但是这里还有第三人在，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索性就放银欢欢离开了。只要银欢欢还在学校，他就跑不了。胡明也不着急，下次把他找来，他还能跑。看到银欢欢离开后，沈一鸣才慢慢退出去。走出门后，沈一鸣脸上的笑容也逐渐变得阴沉起来。还好在选完班干部之后就放学了，之所以来找银欢欢，是打算等他一起回家的。得知他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后，沈一鸣也跟着找了过来。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他刚刚在门外，可是听到这货拿琪琪威胁银欢欢的。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但是用屁股想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好在来得及时，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银欢欢跑出胡明办公室之后，一脸惊魂未定。还好沈一鸣来了，不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此刻的他迫切的想要变强大，如果自己强大了，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吗？好不容易才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没想到又再次被人盯上了。他忽然有些厌恶自己这张脸，讨厌这张脸为什么不能长得普通一些？他只是想过安稳的日子，有错吗？而此时的琪琪像是个犯错了的孩子，低头不敢说话。他刚刚太冲动了，要不是他看不下去想要攻击那胡明，说不定银欢欢早就离开了。等了一会，沈一鸣终于找了过来。走吧，先回家。回家的路上，两人一直都在沉默着，就连一向活泼的琪琪也安静了下来，默默带着众人飞回家里。而此时的二弟双眼中透露出一种莫名的神韵。刚刚那一幕给两人两兽带来的冲击都不小。如果沈一鸣来得慢一些，琪琪说不定真就凉了。二弟虽然经常和琪琪吵架，但是两小兽早就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伙伴了。看到伙伴被欺负，心里很憋屈，想打还打不过，这是最难受的。回到家中后，银欢欢再也绷不住了，扑进沈一鸣的怀里大哭，呜呜呜！志一鸣，我好委屈啊，要不是你来得及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早知道我就不去上学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惹祸精？哇！沈一鸣则是轻拍着银欢欢的后背安慰着，但是并没有说话。这时候还是让他自己哭一会，发泄出来比较好。这时琪琪也开口了，老大，别怪大姐头，刚刚要不是我出手，说不定大姐头已经走了，都怪我太冲动了。沈一鸣问道，说说吧，具体发生了什么？琪琪拿出智能手环说道，我都用智能手环记录下来了，老大你自己看看。沈一鸣接过智能手环，看完事情经过之后，脸色阴沉的可怕，他甚至有些后悔，为啥不直接一发善恶有报，直接扔过去？就算弄不死他，至少也能把他弄残。这胡明简直就是人渣啊！沈一鸣看着一脸自责的琪琪，摸了摸他的小脑瓜，安慰道，琪琪，你没做错，要是我在现场的话，我也忍不住。而且是我让你保护欢欢的，你只需要保护好他，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不过下次出手之前，你先判断一下对方的实力啊，人家一个系主任，怎么可能是摆设呢？要不就别出手，要不就直接弄死，别给敌人留机会，知道吗？琪琪点了点头，知道了老大，我保证下次一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你呀，别那么冲动，多听欢欢的。二弟也站了出来，琪琪，以后我帮你一起报仇。沈一鸣叹了口气，唉，说到底还是我们现在太弱了，连一个系主任都是随意拿捏我们。还靠在沈一鸣的怀里，银欢欢抬头问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我还去学校，估计胡明还会找上我。他是真的害怕了，系主任并不是现在的他们能抗衡的。他真想劝沈一鸣，要不就一起离开罗湖市算了，但是他开不了这口，感觉太自私了。沈一鸣点了点头，那就先别去了，等过段时间我和你一起去退学。要不是沈一鸣还有任务在身，他都想直接退学算了。退学还是要退的，如果不退学，他们未来想要去别的学院肯定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的学籍还在罗湖学院这里。沈一鸣回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那胡明和威尔，如果不把这口气给出了，他是真的寝食难安啊。咚咚咚，有人在吗？此时门外传来一道轻柔的呼唤声。沈一鸣和银欢欢听到这敲门声，相互对视了一眼。此时银欢欢一脸的警惕，轻声问道，会不会是胡明的人？不清楚，你先起来，我去开门看看。沈一鸣安慰道。沈一鸣打开门，发现来人竟是一位年纪大概60-70岁左右老奶奶。她一脸的慈祥，眼角处蕴含着一丝笑意，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看着面容有些苍老，但是她的气色异常红润。看到她的双脚竟然是凭空漂浮着，这尼玛直接把沈一鸣吓坏了。凭空漂浮是什么等级？沈一鸣警惕地问道，您找谁？古秋林看向房间内的银欢欢，小家伙别紧张，我是牧师公会的人，来找他的。沈一鸣听到牧师公会这几个字，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他们来找银欢欢干嘛？难不成要把他带走？
古秋林含笑看着银欢欢，我是来帮他测试资质的，如果我没预测错的话，他的资质可不只是 S 级。测试完之后呢？沈一鸣接着问道。他当然知道银欢欢不只是 S 级，还 TM 是双天赋，这要是让人发现还得了。我会带走他。听到眼前这老者要带走银欢欢，沈一鸣迷茫了，打不过拦不住怎么办？我太难了，怎么动不动就遇上强者啊？童子，你能不能给力点啊？我好歹也是有系统在身的男人，老这样被欺负，你看得下去？第43章抱紧大腿，给我焊死了！看到沈一鸣那不停变换的眼神，古秋林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一切都是要看他的意思，如果他不想走，我也不会强行带走的。沈一鸣这话直接说道：“哦，这样啊，那您不用测了，直接走吧。”古秋林笑容丝毫未减，还是一副如沐春风的模样。我是代表协会来的，我不测，还会有第二个人来。你觉得第二个人会像我这么好说话吗？一定要测吗？古秋林，这是牧师协会的流程，一旦检测到 S 级资质以上的成员，都是需要向上通报登记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那么担心他检测资质？你在害怕什么？他检测出更高级的资质，对他也有好处，工会会把更多的资源倾斜给他。沈一鸣是有顾虑的，如果只是一个牧师职业还好，但是问题就是银欢欢不只是一个职业啊，而且看上去眼前这老奶奶还挺好说话的。沈一鸣担心的是拒绝他之后，如果来一个不好说话的人，到时候更麻烦。看样子这检测估计是躲不过了。沈一鸣打开门让他走了进来。行吧，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拒绝多少有些不识好歹了。古秋林走进门后，打量着房间内的摆设，虽然房间很小很拥挤，但是看上去还挺温馨的。你一个 S 级的天才就住在这种小地方呀，还放着2张床。银欢欢回道：我喜欢这里。古秋林打趣道：恐怕是不只是喜欢这里吧。银欢欢听后俏脸突然一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古秋林见状也不再逗银欢欢了，而是拿出一颗金色的测灵珠递到银欢欢面前说道：和你之前在协会上测试的一样，用手握着就行了。银欢欢接过测灵珠，等了一会，一道耀眼的墨绿光芒从测灵珠内闪出，墨绿色的光芒瞬间铺满了整个房间。古秋林看到这一幕毫不意外，低声喃喃道：果然不只是 S 级。然而这还没完，此时的墨绿色光芒已经发生了变化，墨绿色光芒渐渐褪去，下一秒一道金光涌现而出。看到这金光的一瞬间，古秋林再也无法保持淡定，竟然是 SSS 资质。不过他愣了一会，又发现不对劲，这不是 SSS 级资质，是他学会了 SSS 级牧师技能，这怎么可能啊？而且他的资质竟然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让古秋林吃惊的还不止如此，金色光芒消失之后，一道深蓝色的光芒再次涌现出来。活了100年的古秋林此时已经震惊的无语言表，甚至怀疑这测灵珠坏掉了。你在这给我表演霓虹灯吗？不过这测灵珠根本不可能坏了，那出问题的只能在银欢欢的身上。当房间内的光芒彻底消失，古秋林急忙问道：你是不是有第二职业？银欢欢看了一眼沈一鸣，发现对方点头之后才说出了真相：我第二职业是灵厨。看到银欢欢点头之后，古秋林愣在原地，口中不停说着双辅助职业，双 S 级以上的天赋，还拥有 SSS 级牧师技能，这到底是什么妖孽？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双职业天赋还能理解，这 SSS 级的牧师技能他是怎么来的？要知道连他自己都无法拥有 SSS 牧师技能啊。从震惊恢复过来之后，古秋林大脑此刻正在飞速转动着。他本就是路过罗湖市，然后在公会中发现了银欢欢这个 S 级以上的天才的存在，本以为只是过来做下测试登记的，没想到竟然给他挖到了宝藏。银欢欢的资质肯定不能上报了，不然吸引来那群家伙自己连汤都分不到。趁着银欢欢还没成长起来，先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想到这，古秋林和蔼地看着银欢欢：欢欢啊，你可真是天才呢，觉醒了双职业，还拥有 SSS 技能，不过这件事你不能透露出去啊，不然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银欢欢点了点头：我从没想过透露出去。这样，你拜我为师，然后到牧师学院来吧，我是牧师学院的副院长，可以给你提供安稳的成长环境。一旁的沈一鸣听到这老奶奶竟然是牧师学院的副院长，疯狂对着银欢欢眨眼：快答应啊，这尼玛大腿啊，超级大腿，赶紧抱住了，然后带小爷我一起走，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吃喝不愁。要知道牧师学院可是全国顶级名校，不对，说是世界级的名校也不为过，这可是和武神学院媲美的存在，真要算上人脉关系，谁来都不好使。毕竟这所学院里边都是奶妈、奶爸、
奶爹呀，奶相互，这累积起来的人脉关系，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他们。而这位老奶奶竟然是副院长，我的天！只要抱紧这根大腿，解决罗湖学院的胡明，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银欢欢听后也是无比震惊。牧师学院他当然听过，怎么，你不愿意吗？一旁的沈一鸣看到还在发愣的银欢欢，迫不及待地替他回答，愿意，他愿意拜师加入牧师学院。古秋林白了沈一鸣一眼，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他。反应过来的银欢欢说道，啊，我愿意，可是我的学籍还在罗湖大学。古秋林笑道，没事，我帮你去办理转学手续就行。沈一鸣突然开口，院长大人，欢欢在学院里可受了不少委屈啊，还有人威胁他，让他去当学伴呢，这您作为师傅的不管管，既然都抱上了大腿，不好好用一下，岂不是浪费？当学伴？古秋林听后双眼一凝，学伴这词他是听过的，是为了让哪些来夏国留学的学生更快速地适应夏国生活而诞生的。起初的想法还是挺不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学伴一词逐渐变成了贬义词。各大顶级名校都已经废除了这一项制度，只有一些普通大学为了招生还保留着这一项制度。古秋林听到有人让银欢欢去当学伴，这他忍不了啊，这可是他刚收的天才弟子啊，怎么回事？和我说说。沈一鸣把录像递给了古秋林，古秋林看完之后，那和蔼的笑容直接消失不见，眼神露出一股冷意。好一个主任，好一个蛀虫，好啊，真好。第44章离别前夕。欢欢，和我去一趟罗湖学院，这口气我帮你出了。沈一鸣看到要去学院找麻烦的古秋林，连忙开口阻拦，哎，别急啊，院长大人，急不得。古秋林疑惑地看着沈一鸣，不知道这小子想要干嘛。他现在很生气，这胡明如果不被废了，他就不配当银欢欢的师傅了。沈一鸣连忙解释，是这样的，他们还牵扯到了一件事当中，如果您现在去把它处理了，后续还会有很多麻烦，后面还有一条大鱼。古秋林笑了，大鱼在他眼里都是小泥鳅，完全没把这罗湖学院的人当回事，正好让自己这刚收的弟子看看这当师傅的实力。是这样的，如此，这般沈一鸣快速的把他所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古秋林听后紧皱着眉头，你说他们想要在新生历练当中绑架学生，而且还牵扯到黑球国的王子？是的，所以我让您别那么着急动手，等到新生历练那天再发难，抓贼还要抓赃呢。如果您现在把胡明给弄死了，那这幕后黑手黑球国王子不就跑了吗？古秋林有些诧异，这黑球国是疯了吗？敢打我们国家学生的主意？这消息你从哪里来的？这消息应该不会错，具体来源我就不好跟您说了，我也没必要骗您不是吗？古秋林想了一会，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沈一鸣的确是没有骗他的理由。那这件事我要好好安排一下，通知一下军方，真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夏国，恐怕会引起恐慌。如果事情是真的，我会上报官方，给你发放奖励的。沈一鸣搓了搓手，笑嘻嘻的说道，其他奖励就不用了，能不能把我推荐到武神学院？古秋林没有答应沈一鸣，而是反问，你知道武神学院的入学标准吗？知道，黄金级。那你？我还没到，我白银9级。那你在拿我寻开心吗？哪敢啊，给我一段时间，在新生历练开始之前，我应该可以到黄金级。古秋林瞥了他一眼，如果事情是真的，你不用达到黄金级，我也可以推荐你入学。至于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那就看你自己了。谢谢院长大人。沈一鸣心里那个美啊，不需要达到黄金级就能得到推荐，那他肯定不会升级的，毕竟升级后就要找第3只受宠。古秋林指了指一旁的二弟和琪琪，这2只都是你的受宠。呢。古秋林看着2小只说道，他们有很强的潜力，好好培养吧。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御兽学院，去武神学院的话有些浪费天赋了。武神学院虽然强，但是教学御兽系的能力是比不过御兽学院的。沈一鸣说道，不用我就去武神学院。行吧，随便你，看在你是我徒弟的小男人的份上，到时候如果失败了，我可以推荐你去御兽学院，想必他们应该不会拒绝你。古秋林也是很看好沈一鸣的，不然他也不会浪费时间和他说那么多话。他在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2只小兽的存在，能在这个年纪达到白银9级，还拥有2只强大的兽宠，这样的御兽师就算是放在御兽学院都很少见。现在提前投资一波，未来肯定不亏。自己这徒弟看男人的眼光还真不错。一旁的银欢欢听到古秋林这么一说，羞红的脸连忙解释道，不是，他不是我男人。古秋林听后顿时乐了，玩心大起，哦，不是，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小家伙，
你也拜我为师吧，你们做个师兄妹如何？拜我为师，我托关系直接让你进入武神学院，免试的那种。哦，还有这好事？沈一鸣刚要开口喊师傅，一旁的见状他银欢欢急了，直接用手堵住了嘴，娇嗔道：“你不许叫！”呜呜，放开我！沈一鸣想要挣脱，奈何银欢欢捂得太紧了。银欢欢生气地看着沈一鸣：“你不许叫，不然我不理你了。”古秋玲一脸笑意地看着眼前这一对，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内心又叹了口气：“欢欢，你准备一下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等新生历练结束后，你就和我去京都。”说完，古秋玲还拿出2枚符箓递到银欢欢面前，这是高级防御符，能抵挡一次铂金10级以下的攻击，遇到麻烦的话通知我就行。另一枚是给他的。沈一鸣毫不客气地接过防御符，扔进自己的空间手环。嘿嘿，谢院长大人，有大腿就是香啊！古秋玲看到沈一鸣的空间装备后，又拿出一根项链。你还没空间装备吧？我给你一条空间项链吧，女孩子戴项链比较好看。谢谢，师傅。银欢欢也开心地回道。等古秋玲离开之后，沈一鸣便拉着银欢欢坐到床边。去了京都后，我就让琪琪陪你吧。银欢欢愣了一会，啊，这不好吧？她可是你的受宠，又不是不会见面，你刚去学院，没人陪你，就让琪琪陪你呗，她还能保护你。到时候我也会去京都的。那好吧，你一定要考过啊！我在京都等你。银欢欢是真不想拒绝，因为她也很喜欢琪琪。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如果有琪琪陪着，自己也能更快的适应。然而此时的沈一鸣却是想着，有富婆帮养受宠，还能保护银欢欢，一箭双雕，美滋滋。嗨嗨，你多带琪琪去陪你师傅，没事让他老人家指点一下。说完还不忘对琪琪嘱咐：琪琪，你要经常肚子知道吗？琪琪乖巧的点了点头，我会听话的，我也会保护好大姐头的。银欢欢本来还挺感动的，但是听到沈一鸣竟然是打算让自己师傅帮忙养受宠，这感动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古秋玲要是知道沈一鸣已经把主意打到他身上了，不知道他有何感想。二弟一听有富婆包养，还有吃的，他不干了。我也想去，我也要保护大姐头。沈一鸣直接拎起二弟，使劲揉捏着他的熊脸，去你个鬼啊！老子养不起你了是吧？你这逆子！二弟扑腾着四肢叫道：“人宠，你要造反啊！”第45章，二弟的小金库1/4。沈一鸣发现这货最近很飘，之前人宠的叫着，也懒得搭理他，没想到现在竟然如此敢如此放肆。你皮痒了是吧？信不信我饿你几天？二弟不服气的叫道：“我有钱，我会自己买吃的。”好家伙，你有钱！沈一鸣听到二弟这话，顿时一愣。二弟一脸傲娇的看着沈一鸣：“我有钱，好多钱，比琪琪还多。”还没等沈一鸣反驳，琪琪不屑的看着二弟：“你知不知道我赚了多少钱？你怎么可能比我还多？”二弟跳出沈一鸣怀中，指了指自己的手环：“哼，我就有，不信你们看。”沈一鸣一把抢过二弟的智能手环，拿过来一看他的账户余额，看着那长一串的零，沈一鸣整个人直接傻了。二弟，你去抢了呀？整整1364万，比沈一鸣这个当主人的还有钱。沈一鸣想不通，这家伙的钱哪里来的？他竟然藏了小金库。都是我在网上赚的。沈一鸣听后连忙打开了二弟的各种社交软件，粗略扫了一眼，他差点晕厥过去。整整20个社交账号，20个社交账号，有一半的头像是沈一鸣，有10个是他自己。随意点开一个社交账号，里面飘来一大堆的信息，看都看不过来。一鸣，你在干嘛呢？二弟最近吃饱了吗？不够我再给你点，你别客气。这条信息后面还有5万元的转账没收。然后下一位，一鸣，要好好对二弟啊，等我有空了去找你和二弟玩，别让他再吃绿毛蛋了，好可怜的。10万转账未收。下一位，你多发一些日常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住的地方太差了，改天我送一套别墅给你。诸如此类的信息数不胜数。最离谱的是，这些转账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都有。现在的人都这么有钱的吗？沈一鸣越看血压就越高，然后点开二弟自己的头像的社交账号，一看，好家伙，各种卖惨。我主人今天又不给我吃的，我好饿啊。二弟，你要不早点脱离你主人吧，好可怜啊，哪有御兽师不给自己受宠吃的？不行啊，我主人只是穷，但是对我还挺好的，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他。有你这么懂事的受宠，他怎么就不好好努力赚钱呢？没事，姐姐养你，先给你10万块，你自己去买点好吃的，等姐姐有空了，我去找你主人和他沟通一下。谢谢姐姐，姐姐最好了。看着茶里茶气的二弟，沈一鸣直接忍不住了。
对着二弟的小脑袋就是狠狠的一敲。没想到打到二弟头上，沈一鸣自己的手反而被震疼了。卧槽，好疼！银欢欢也对沈一鸣为啥那么生气产生了好奇，把二弟的智能手环拿过来一看，越看银欢欢的脸色越阴沉。二弟，你以后别想让我给你做吃的，你自己找你的好姐姐去吧。得，二弟直接众叛亲离了。二弟可怜兮兮的看着银欢欢，大姐头，不要呀。银欢欢也是很生气的说道，哼，谁让你在网上乱来的？他都说了让我自己赚钱，我只是发挥了一下我的长处。二弟这话直接就把沈一鸣给整破防了。老子让你赚钱，没让你去骗人吧？二弟不服气的说道，我没有骗人，都是他们自己给我的。沈一鸣也是一阵头大，早知道就不给这货弄智能手环了，没想到给自己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要知道，二弟这20个社交账号里边至少有上千人，到时候真找到沈一鸣的头上，他就算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把钱都给我退回去，你有没有花掉里面的钱？二弟仿佛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老实交代，没有。听到二弟没花掉钱，沈一鸣也松了口气。行了，这段时间你别玩智能手环了，我自己和他们解释。沈一鸣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他也知道什么钱能拿，什么钱拿着烫手。这如果不好好处理，那天走在大街上突然出现一位妹子过来说自己是他的网恋对象，那就搞笑了。沈一鸣拿起二弟的智能手环，录了一条视频。我是沈一鸣，非常抱歉，我的受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充我的身份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转给我受宠的钱我都会一一退还的。录完视频后直接群发了出去。至于他们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找沈一鸣的麻烦，他都不在意了，他只想做到问心无愧，仅此而已。生气想要找麻烦的话，他接着就是了。视频发出去不久，很快就有人回了消息。看了消息之后，沈一鸣整个人都懵逼了，世界观瞬间崩塌。啊，原来之前和我聊天的是你的受宠啊，没关系，钱你不用转回来了，我不缺这点钱，很高兴认识你。讨厌，原来之前和我聊天的是你的受宠，你要补偿我，你请我吃饭好不好？我知道一家零售料理很好吃。说什么钱真是太见外了，不过你的受宠很有趣，希望我们能见一面。你本人好帅啊！哈哈，给你的都是小钱，我的受宠吃的比这还多。我既然已经转账了，就没有收回的道理。你真要还给我，就当面还吧，我在京都。这剧本不对啊，明明是二弟欺骗了他们，为啥他们不生气，还抢着送钱？而且这些女孩好像经过精挑细选的一样，每一位都是有钱的小富婆。沈一鸣疑惑地看着二弟问道，你怎么找到他们的？二弟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我看着他们顺眼就加了呀。沈一鸣仔细打量眼前的二弟，心中嘀咕道，这货不会有什么隐藏天赋没被挖掘出来吧？之前也是他把银欢欢给捡回来的。越想，沈一鸣就越觉得可能，二弟绝对有隐藏天赋，不然不可能随手加的人都是富婆，而且对他的好感度都不低。看来要好好研究一下这货才行。第46章，阴谋出现2/4。虽然这些富婆都不让退钱，但是沈一鸣基本上都转出去了。至于对方收不收，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罗湖学院，此时威尔坐在胡明的办公室内，神色不悦地看着胡明，我要的学伴呢？他为什么没来找我？胡明躬身谄媚地陪笑道，威尔王子，好事多磨，您别太着急，我今天已经找过他了，但是他的性格比较强硬，毕竟是新生嘛，要给他一点时间接受这个现实，您放心就好了，我肯定把他带给您。威尔一想起那天遇到的银欢欢，那精致的容貌，完美的身材，越想就越兴奋，他是一刻都不想等了，想要直接把他搂入怀里，好好玩弄一番，让他变成自己的形状。再给你1天时间，如果办不好这件事，你知道后果的。威尔接着说道，现在再帮我安排2位学伴，之前那些玩腻了。这都第几个了，还要？胡明暗自吐槽道。不过胡明这也就敢在自己心中想想，脸上还是笑着回应，知道了，我马上帮你安排。威尔满意的点了点头，我睡觉之前，我希望他们已经到了我的住处。现在该说说正事了，秘境内的事情安排的如何了？听到威尔说起正事，胡明也认真起来，基本上已经安排好了。这次进入龙之谷秘境进行新生历练的学院一共有19所，除了罗湖市的3所学院外，其他学院都是来自附近的城市，大概有5000名新生，和我之前预估的差不多。威尔皱了皱眉头，才5000名新生吗？看到威尔那一脸不悦的表情，胡明连忙解释道，威尔王子，这已经很多了，我们的计划如果真完成了，夏国恐怕将会受到震动。威尔也明白，这人数已经不少了，但是计划了这么久，才绑走5000多人，这有点不甘心。可惜了，这种事情只能做一次，
不然还真想多来几趟啊。不过这也算不错了，5000多名的转职者实验体，足够我们用好久了。负责接应的人，你都安排好了吗？胡明点了点头，已经安排好了。秘境内的军方驻守人员已经被替换掉了1/3，在历练正式开启之前，被替换的人数应该还会增加。威尔道这消息终于露出了笑容，这件事你干得不错，尽量再多替换一些人员，到时候我们的成功率会大大增加。胡明看了一眼威尔，有些犹豫地问道：威尔王子，我们做了这件事，万一有人发现支援过来，咱们有后手吗？胡明不得不谨慎，一旦迈出这最后一步，夏国将容不下他，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威尔轻笑道：放心，筹划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可能没后手的，哪怕是罗湖市所有协会的人一起过来支援你，也不用怕。胡明愣了一会，他实在不无法理解，这威尔到底有什么样的底气，敢说出这样的话。威尔拍了拍胡明的肩膀说道：你不必担心，只要那群学生进到秘境，就别想再出去了，更不可能发出支援的消息，好好干，到时候去到黑球国，你就是功臣。龙之谷秘境军方基地，聂队长，前去调查秘境深处情况的小队已经返回了，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沈一鸣汇报的现象估计也只是巧合。聂远手中叼着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面无表情地说道：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聂远看着这位离去的心腹，聂远内心很难受，要不是刚刚接到上级的消息，让他多注意留意秘境内的情况，他还真信了这位心腹的话。这可是陪了他20多年的心腹啊，为什么会欺骗自己？在此之前，他是不愿意相信的。直到这位心腹隐瞒了秘境深处内的真实情况，他作为龙之谷秘境内的最高指挥，肯定不会只派出一支队伍去打探情况的啊。从另一支探查小队汇报回来的情况，此时秘境内的妖兽已经处于一种很狂暴的状态，并且已经隐隐有朝着基地汇聚的趋势了。他在第一时间便把这个情报汇报到了上级，但是上级给他的答复是等待指令。当聂远看到这简单的4个字的时候，聂远整个人都不好了，心情无比的复杂。真要是放任不管，这恐怕要不了多久，龙之谷秘境内就会形成新一轮的大型兽潮，到时候抵御这些兽潮的战士将会遭受大量的损失。他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上级会下达这样的指令。如果现在让他驱赶兽潮，他有把握在2天内解决掉这股兽潮的聚集。烟一根接着一根，越想聂远就越是无法理解上级到底想要干嘛。他甚至想要违抗上级的指令，直接去驱赶那群妖兽，但是又害怕这里边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事情，破坏掉了高层的部署。违抗命令不可怕，可怕的是违抗命令之后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前就有不少军官做出这种不理智的判断，最终让军方损失惨重。他不怕死，怕的是死的不值。第47章神秘宝箱，给我开。3/4待在家中，沈一鸣也开始思考起来，这胡明和威尔到底想要干嘛，他是一点都不知道。仅仅有系统提供的信息，这是完全不够的。想要破坏掉他们的计划，关键在于知道他们想要干嘛，但是想要打听到他们想做什么，这比登天还难。两眼一抹黑，怎么破坏？以硬实力碾压，自己没那能力。找人帮忙，已经和古秋林说了，能不能打探到对方的目的还未知。距离新生历练开启的时间还有3天，如果不能在3天内弄清楚对方想要干嘛，沈一鸣就很被动。对方的计划肯定是要想办法阻止的，况且沈一鸣还想着怎么埋了纳威尔和胡明呢。如果就让他们这么跑了，他会自闭的。要是再强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直接一路平推。纠结了一会，发现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算是有方法，他的实力也不允许啊。无奈之下，只能打开系统面板。宿主沈一鸣，年龄18.7岁，职业等级御兽师白银9级，拥有御兽 S 级混沌熊猫未觉醒，目前等级白银5级，当前契合度 60%， S 级穷奇未觉醒，目前等级白银6级，当前契合度 67%。 拥有道具黑色小板砖 LV2， 兽魂果2，中级防御符箓1，高级防御符箓1， S 级技能宝珠业火焚心，技能储存器黄金宝箱2，神秘宝箱1，御兽亲和力+5，拥有天赋复魂，目前身体状况良，宿主信誉值99，商城积分1189，御兽师协会积分200，现金310万。兽魂果和御兽亲和力是之前获得的。兽魂果黄金以下的御兽服用之后可以提升1个等级，御兽亲和力目前不知道有啥用，逆子还是一样的叛逆。看着物品栏里的3个宝箱，沈一鸣深吸了一口气，遇事不决就开箱。开它！沈一鸣决定了，这次直接把3个宝箱一次性给全开了。不过在这之前，他必须做好准备。看了一眼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出门买了几把香，一些纸钱。买完东西之后，沐浴净身，认真的整理好着装，然后盘坐在床上。一旁的银欢欢见状，好奇的问道：“一鸣，你干嘛呢？”沈一鸣紧闭双眼，平静的回道：“施主，请别打扰小僧，小僧此刻正与佛主论道。”“你没事吧？”银欢欢白了他一眼：“你这小妖精，别打扰我清修，我要潜心修炼，如果再打扰我，小心我的金箍棒。”银欢欢看着沈一鸣，无语的摇了摇头，也不再搭理他，任由他犯病。就这样，时间飞速的流逝着，静坐一夜的沈一鸣终于等到了辰时。辰时意味着紫气东来，一天当中气运最旺的时候。抽奖抽卡必备时段。沈一鸣睁开双眼，双手合十祈祷着：“三清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小耶稣、佛主大人、财神爷保佑，诸天神佛加身，给我开个好东西。”一念至此，沈一鸣直接打开了第一个黄金宝箱。很快一道金光闪过，恭喜获得替身人偶。沈一鸣看了一眼简介，好东西也能忍。替身人偶可以帮使用者承受一击致命伤害，有了这玩意就意味着多了一条命，看来和佛主的交流还是有点效果的。沈一鸣趁热打铁，再次开启了第二个黄金宝箱。一道白光闪过，恭喜获得兽魂果5。沈一鸣看到兽魂果的那一瞬间，直接傻眼了。我不要啊，我不要这个啊！兽宠的等级可以慢慢升，但是这玩意现在真没用啊。他要的是能解决目前问题的道具。虽然很郁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不过沈一鸣很快就调整了心情。前世的他经常玩一款名为 DNF 的游戏，作为一名骨灰级的玩家，电子这玩意懂得都懂。这箱子就当作是垫子了。童子，我可是垫了一个箱子了哈，如果第二个箱子开不出好东西，你信不信我和你急？威胁完童子后，沈一鸣还觉得不够，又把正在熟睡的二弟提了起来。二弟，让我摸摸你，吸一吸欧气。沈一鸣不停地揉捏着二弟的小脸蛋。睡意朦胧的二弟被强制开机后，一脸的不爽地闹着小情绪。沈一鸣并没有理会二弟，看着眼前的神秘箱子，他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首 BGM。 放手一搏吧，别顾虑太多。大马猴，赐予我力量吧。点击开箱之后，一道七彩光芒在沈一鸣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烁着。沈一鸣死死地盯着系统界面，手还不停地颤抖着。他真的太紧张了，这是他第一次开神秘宝箱啊。最理想的就是能开出第二职业，如果开不出，给一个神级物品他也能接受。片刻过后，七彩光芒消失，一声冰冷的机械音在沈一鸣脑海中响起：“恭喜获得职业宝珠1枚。”卧槽！卧槽！啊！我要起飞了！第48章觉醒第二职业，加强受宠4/4。沈一鸣兴奋的大叫声直接把琪琪和银欢欢也给惊醒了。他可不管那么多，拿出职业宝珠查看起来。法师职业宝珠使用之后可以让人直接觉醒第二职业。法爷，真的是法爷！童子，你太给力了！有了这职业宝珠，他终于可以成为法师了。虽然御兽师这职业也不算差，但是让兽宠战斗，哪有自己上来的实在？那种动不动就扔禁咒的感觉，那种凭空飞行的感觉，那种对轰技能的快感，想想都激动。沈一鸣没有犹豫，直接使用了这枚职业宝珠。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使用职业宝珠之后，沈一鸣体内先是出现一股灼烧感，渐渐的，这股灼烧感变成了暖流。沈一鸣原本一头乌黑的头发也变得通红起来，额头的中心还出现了一个火焰印记。一旁看到这一幕的银欢欢轻捂着小嘴，不可思议地看着沈一鸣。沈一鸣这模样好像是觉醒了，但是他根本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能在已经觉醒之后再进行二次觉醒。当沈一鸣睁开眼，他的黑色瞳孔也变成了暗红色，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不少。哈哈，真的觉醒了！沈一鸣仔细打量着自己身上的变化，掌心凝聚出一抹火焰，轻轻地用手触摸了一下，这些火焰竟然无法伤害自己。发现这一变化后，沈一鸣顿时玩心大起，把火焰凑到自己的身上，这股火焰暖洋洋的。一鸣，你这是觉醒了？沈一鸣一脸得意地看着银欢欢，觉醒了，我以后就是法师了，请叫我法爷。银欢欢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会觉醒啊？”沈一鸣随口说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昨晚我和佛主论道，他输给我之后，我觉醒了吧。系统这玩意，他是谁都不会告诉的。”银欢欢听后顿时一怔，这也行？虽然他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事实就摆在眼前，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不过他也并没有去过多纠结，沈一鸣觉醒第二职业，他也未感到沈一鸣开心。既然已经起床了，我去帮你做早餐吧，你好好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沈一鸣收起法爷形态，
又再次恢复成黑头发，然后打开系统面板，发现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宿主沈一鸣，职业等级御兽师白银9级，法师青铜1级，力量13，防御15，敏捷18，灵能138，精神力53，拥有技能无，拥有天赋复魂元素亲和。元素亲和能增加施法速度，加快冥想效率，可使用所有属性技能。嘿嘿嘿，这天赋真香！既然已经觉醒了法爷，那他一直保留着的 S 级技能也可以使用了。拿出业火焚心技能宝珠，直接学习。业火焚心单体技能，调动天地业火之力攻击敌人，给敌人造成灵魂伤害。虽然是个单体技能，但是总比没有攻击手段好。现在虽然他才青铜1级，但是他有技能储存器啊，只要学会了就能轻松使用。提升完自己，也该轮到二弟和琪琪了。毕竟还有2天就是新生历练了，把7枚兽魂果全都给用了，先让他们提升一波再说。给二弟5颗，琪琪2颗，先把二弟等级提升上来。毕竟二弟抗揍，以后也是待在自己身边的，而琪琪则是要去陪着银欢欢，到时候有富婆养他，肯定不愁资源的。两小兽很快就把兽魂果的能量给消耗完了。打开他们系统面板一看，现在的二弟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御兽混沌熊猫沈二弟，等级白银10级，力量904，敏捷676 1000加68，防御1884 500，灵能5271，综合战力15377点。御兽穷奇沈琪琪，等级白银8级，力量1204，敏捷1051，防御1014，灵能7181，综合战力12361点。琪琪的属性点发展的比较均衡，白银5级之后3维属性都是加100点，灵能是随机加的，等级越高加的越多。而二弟则不同，二弟的防御成长属性比较高，在白银5级之后升1级差不多能加200左右，其他的属性点加的都很少，敏捷更是只加50点。如果二弟脱下装备，除了防御能碾压琪琪，其他的属性都被琪琪吊着打。开完箱之后，他现在对新生历练也有了一丝底气，哪怕真遇到无法阻挡的敌人，他有替身傀儡和善恶有报符箓，和对方一换一肯定不亏。如果还打不过，那还有1000多点的伤成积分，这总能干死对方了吧？沈一鸣突然想到了什么，童子，我可以在法师状态下使用复魂吗？可以。卧槽，那我岂不是无敌了？想想看，复魂使用二弟的面板属性，然后再开启霸体，自己一个法爷无限输出，又肉又有输出，这简直就是 bug 的存在啊！越想，沈一鸣就越兴奋。一鸣，赶紧吃饭，等会你就该去学校了。回过神来的沈一鸣，大脑也在飞速转动着，吃完饭就该去学校了。到时候导师应该会交代新生历练的事情，就是不知道那胡明会不会使坏。那货如果发现银欢欢没去学校，会不会找到家里来？第49章新生历练奖励。来到班级后的沈一鸣便听到许多同学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你们听说了吗？明天好像就开始新生历练了，不知道这次历练规则会是什么样的。这还用听说吗？每年不都有新生历练吗？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班级会获得这次的第一，你们说我们班会不会有机会啊？毕竟我们班长可是白银5级，还有2只 B 级御兽，竞争力应该挺强的。我感觉挺难的，班长虽然强，但是我们班里的平均水平可不行啊。你看这不还有几位青铜选手吗？梁平指了指刚走进门的沈一鸣说道，你别这么说，好歹也是一个班的，说不定人家有越阶的能力呢。梁平摊了摊手，满脸的不屑，能越阶又怎么了，最多也就白银1级。昨天在讲台上说要竞选班长，最后连台都不敢上了，就这样的家伙，你指望他能干吗？除了长得帅点，其他都是一无是处。梁平是真的看沈一鸣不顺眼，这货太帅了。班级里的妹子大部分都在讨论沈一鸣，直接让梁平的红眼病犯了。梁平的声音并没有刻意降低，大多数人都能听到。同学们默默地朝着沈一鸣看去，很好奇他会做出什么反应。而沈一鸣直接越过梁平身边，看都没看他一眼，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了。沈一鸣真的懒得和这种小屁孩计较，被人嫉妒是一件好事，如果没人嫉妒你，那说明你很普通，要不就很优秀，优秀到别人只能仰望的地步。沈一鸣可没闲心去搭理他，如果每个嫉妒他的人，他都要去和对方掰扯一下，那累不累啊？再说了，他等新生历练完就会离开，不出意外的话，两人的世界将不会再有交集，除非这人对自己有其他的想法，不然沈一鸣还真的不想搭理这些人。然而，沈一鸣这个行为
在别人眼里却成为了懦弱的表现。毕竟人家都当着你面这么说你了，你都不反驳，这脾气那么好的吗？然而这时作为班长的一平开口了，都是一个班级的，少说两句，明天进入秘境后我们是一个团体，别在这时候闹矛盾。这时一平班长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话音刚落，梁平也就闭嘴了。没过多久，导师黄宇便走了进来，走上讲台后开口道：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明天要开启新生历练了吧？不过这次的新生历练和往常的不太一样，这次一共有19所学院一起参加，获得第1名的学校将会得到10瓶 B 基因药剂的奖励。台下的同学听到这奖励，双眼顿时一亮，这可是 B 级基因药剂啊，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只要服用了 B 级基因药剂，未来成就至少都是黄金级起步。然而沈一鸣看着台下学生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就很是无语。用脑子想想就知道，这药剂肯定是分不到他们头上的呀。就算真让罗湖大学夺得第1，那这药剂也只会分到各大班级的顶尖学员身上，和他们没多大关系。这班里最有可能获得基因药剂的只有一平一个人。黄宇看着下方有些吵闹的学生开口道：安静，这获得第1学院是个大目标，我们只需要争取在学校各大班级中脱颖而出就行了。这次的新生历练还是和往年一样，那个班级猎杀的妖兽多就会获得更多的积分，猎杀到的妖兽都可以兑换成现金，并且新生历练前10的班级都会获得额外学分的奖励。排名前3的班级每人都会获得1瓶初级灵能药剂，而排名第1的班级全班还会额外获得进入修炼室的奖励。这次大家的目标就是尽量进入各大班级排名前10。学生们听到这次新生历练奖励竟然如此丰厚，像是打了鸡血一般齐声说道：老师，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争取进入前10。哈哈，我们一定会夺得第1的。我要让我的受宠吃饱饱，我的小宝贝已经饿了很久了，每天只能靠着绿毛蛋充饥。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沈一鸣默默地看着这一幕，看着朝气蓬勃满怀期待的同学们，心中叹了口气，希望你们能顺利活着出来。另一边待在办公室的胡明听到银欢欢没来上学的消息，他愣了一会，他没想到这银欢欢竟然赶不来学校，他难道就不怕学校直接把他给开除了？胡明虽然很生气，但是他现在真没空去搭理银欢欢，因为明天各大学院的学生将会进入秘境当中，他们的计划也即将展开，现在还要核对很多信息，以确保明天的计划不出现问题。银欢欢只能等历练结束后再处理。然而威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胡明的智能手环弹出一道投影，此时的威尔赤裸着上身，身边还躺着2名昨天刚刚送去的女子，一黑两黄的肤色看着异常刺眼。我要的人呢？胡明冒着冷汗回道：威尔王子，他今天没来上学。没来上学？你就不会去找吗？胡明解释道：我还要和案子联系，确保明天的计划不会发生意外啊。威尔听到胡明的这个回答，他也不好再逼他，毕竟这个计划是他们皇室策划多年的事情，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出了问题，那他这个王子也不会好受。不过让他就这样放弃那绝色丽人，他又不甘心。你把他的地址给我，我自己去找他。胡明听到威尔要自己去，连忙阻拦道：王子，这不好吧，要是您出了问题，我可不好向皇室交代。威尔不屑地说道：你认为一个白银级的牧师能给我造成什么威胁？好吧，胡明也知道劝不了，这货已经那啥上脑了。把银欢欢入学时候登记的地址发给威尔之后，胡明也不管了，他只能祈祷这威尔别因为女人耽误大事。第50章，威尔来了，联系不上的古秋灵。威尔拿到银欢欢地址的那一刻，匆忙地穿上战斗服，快速地前往银欢欢所在的地方。一想到自己即将能触碰到那绝美的人儿，就莫名感到一阵口干舌燥，脚下的步伐就越发的迅速。花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威尔就找到了沈一鸣家中。看着这破败不堪的小房子，威尔非常诧异，银欢欢这样一位倾城佳人，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要不是这地址是胡明给他的，他还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他走到门前，敲了敲门。此时房间内的银欢欢听到敲门声，以为是古秋灵来找他的，师傅来了吗？没有多想，便前去开门了。当打开门那一瞬间，便看到肤色黝黑、长相略显狰狞的威尔。银欢欢想都没想，直接把门给关上了，并且在同一时间拿出智能手环发信息给古秋灵。威尔找上门来，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威尔本来只是试探性的敲门，没想到里面住着的竟然真的是银欢欢。看到银欢欢关门后，他朝着门内喊道：银欢欢女士，你不欢迎我吗？我是诚心来邀请你当我学伴的，你为什么要关门呢？家里太乱了，我收拾一下。银欢欢此时只能尽力拖延威尔，打是肯定打不过的，就算琪琪在也破不了对方的防御，因为他穿的是高级战斗服。
高级战斗服可以免疫黄金10级以下的攻击，就算琪琪有越阶战斗的能力，也不可能越一个大阶啊。这还没计算威尔本身的实力，如果他是个黄金级或者铂金级的强者呢？自己现在惹怒他，不会有好下场。他能做的只是尽力拖延，希望古秋玲能尽快看到信息赶过来。琪琪，你能感受到外面那人的实力吗？听到银欢欢的问话，琪琪思考片刻后说道：我能感受到他体内的力量应该是黄金5级左右，拖是能拖一会，但是他穿着高级战斗服，我破不了他的防御。听到琪琪这么一说，银欢欢内心也松了口气。黄金5级还好，那能拖一会。他大脑此刻也在疯狂地转动着。第一，就是骑着琪琪前往闹市区，在人多的地方他可能不敢动手。第二，就是在这里等待古秋玲的到来。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联系上古秋玲，无论是信息还是通讯都没人回应。而此时在门外的威尔当然不傻，知道这银欢欢是在拖延时间，但是他不明白的是，这银欢欢在等谁？他可是看过银欢欢的资料的，她就是一个孤儿，父母已经丧生在了秘境当中，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能等谁？不过他也不着急，他很享受这样的盯着猎物的感觉，银欢欢越反抗，他就越兴奋。好的，你快点收拾，等会我就进去了。此时威尔脑海中已经开始幻想着，等会在银欢欢的床上怎么玩弄她了。都等了这么些天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的。时间正快速的流逝着，几分钟过去，门内的银欢欢还是没能联系上古秋玲。他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万一外面的威尔破门而入，自己的处境更加被动。琪琪，你快变大，等会把墙砸开，带我飞出去，我先联系一鸣，让他别回来。琪琪听后直接使用了巨化技能，让银欢欢骑到了自己身上。大姐头，现在砸吗？银欢欢没有犹豫，直接说道：砸，然后等会全力飞行，能飞多快飞多快，飞到人多的地方，他应该不敢乱来。而此时门外的威尔感受到房间内有妖兽的气息，生怕发生意外，直接就破门而入。当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琪琪也动了起来，一爪把房间内的墙体给砸穿，带着银欢欢朝空中飞去。威尔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了，看着正在快速升空的银欢欢，口中怒骂道：法克，谢特，碧池我一定会抓到你的。威尔没想到到手的鸭子竟然飞了，被戏耍的他再也忍不住了。如果是在自己的国家，他一定要让银欢欢生不如死。但是想到明天就要开展的计划，他只能强行让冷静下来。如果现在叫人把银欢欢强行绑过来，可能会引起其他强者的注意。等新生历练结束，无论你跑到哪，我都会把你抓到。威尔本就狰狞的黑脸，此刻更加的恐怖。他从未被一个女人如此戏耍过。看到威尔没有跟上来后，银欢欢也松了口气，第一时间就发了条消息给沈一鸣：一鸣，威尔刚刚来家里找我了，我已经跑出来了，你先别回家，我怕他还在家里等着。刚刚放学的沈一鸣看到这条消息也是吓了一跳，好在银欢欢跑了出来。沈一鸣弹了个视频给银欢欢，没一会便看到那张熟悉的俏脸。不过此时的他骑着琪琪在天上快速的飞行着，大风把他秀发全给吹散了，只能用手紧紧的捂着，脸上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你联系你师傅了吗？银欢欢用手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发丝回道：刚刚联系了，但是没联系上。沈一鸣吐槽道：你这师傅也不靠谱啊，关键时候联系不上。银欢欢倒是理解的说道：他估计是有事情在忙，要知道他可是牧师学院的副院长啊，哪能整天把心思放在我这里。哎，靠人不如靠我们自己，还好把琪琪留在你身边。沈一鸣非常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要是真让银欢欢发生了什么意外，他真不知道他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银欢欢也是心有余悸的说道：这次多亏了琪琪，还好他会飞。两人约定了的地方再次相见。此时的琪琪已经恢复常态，乖巧的漂浮在沈一鸣的面前说道：老大，刚刚那人大概黄金5级左右，如果我和二弟联手应该可以打得过，不过他穿着高级战斗服，我们很难破防。沈一鸣亲昵的摸了摸琪琪的脑袋，这次多亏你了，干得不错。一旁的二弟听到又有人找大姐头的麻烦，小脸也是气鼓鼓的，阴阳他骨灰。银欢欢也是扑进了沈一鸣的怀中，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那一丝丝的安全感。沈一鸣也是轻轻搂着他那纤细的腰肢，两人都没有说话，默默感受着对方的体温，一切尽在不言中。第51章，来自古秋玲的关爱。沈一鸣轻声道：今晚我们就先不回去了，等新生历练结束后再说。两人在找了个酒店住下之后，古秋玲终于回复消息了：欢欢，你没事吧？我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来到你家里了，没有发现你，如果你是跑出去了，马上联系我。此时的古秋玲站在沈一鸣家中，脸色异常的难看，自己好不容易收了一位满意的徒弟，没想到竟然被人盯上了。
不过他并没有太过着急，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房间内感受到高级防御符的能量气息。如果银欢欢没有使用高级防御符箓，那说明他现在可能还是安全的。看着那被打破的墙体，若有所思的喃喃道：“欢欢身边跟着一只能飞行的兽宠，说不定已经飞走了。”在酒店内的银欢欢看到古秋林消息后，便回复道：“师傅，我已经跑了，现在和一鸣在酒店里，把地址发给我，我过去看看。”银欢欢把酒店地址发给古秋林后，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古秋林就到了。“欢欢，没受伤吧？”“我没事，琪琪飞得快，他没能碰到我。”古秋林一脸歉意地看着银欢欢：“今天我在开会，没注意智能手环的消息，抱歉啊。”“还好你没事。”银欢欢非常理解地说道：“您说什么？您可是大人物呀，哪能天天关注我？”古秋林发现银欢欢并没有生气，他也松了口气：“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可是我唯一的徒弟啊，肯定要多关注你啊。”他可是见过不少同僚因为收了徒弟，仗着自己是弟子的原因恃宠而骄，惹了一堆麻烦事。这也是古秋林一直不愿意收弟子的原因，要不是看银欢欢的资质过于逆天，他还真没有收徒的打算。现在他看到银欢欢没有这种情绪，他内心也很是欣慰，自己的眼光果然不差。对方是谁？为什么对你动手？说到这，银欢欢很生气地说道：“威尔，黑球国王子，他想让我去当他的学伴，说得好听，谁不知道他想干嘛啊？”古秋林双眼顿时一凝，一股冷意散出。是他。这2天时间，他一直在查询罗湖大学的事情，也知道了威尔的存在。他本来是打算在秘境当中一起把他给解决掉的，没想到这黑鬼这么不安分。他倒是不怕威尔身后的黑球国，如果有正当理由，真杀了他们又敢怎样？别人害怕他的身份，在古秋林这里，他的王子身份可不好使。欢欢，你放心啊，这口气我这当师傅的一定帮你出了。说完，古秋林又拿出一堆东西递给银欢欢。我第一次收徒弟，所以有些疏忽了，以为有防御符箓就能保障你的安全，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古秋林拿起3张符箓，这是精细高级攻击符箓，能给对方造成一击铂金10级的攻击。这是高级敏捷符箓，可以给受宠用，你也能自己用，使用后可以提高大量敏捷。有了这东西，加上琪琪，你应该能跑得掉。这最后一张符箓是飞行符箓，你用了它可以维持30分钟的飞行时间，琪琪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它也有用。然而这还没完，这是中级灵能药剂，这是 A 级基因药剂，这是 A 级牧师的技能宝珠回春，这些对你都有用。等回到学院后，我让人帮你定制一件专属战斗服的，你喜欢长裙的还是别的款式？银欢欢看着眼前这些东西，直接被砸晕了过去。太多了，太贵重了，竟然还帮他定制战斗服。定制的战斗服可是比高级战斗服还要昂贵啊，这还要看人家设计师有没有空呢。不过银欢欢也没拒绝，毕竟这些都是他现在急需的东西，以后再好好报答师傅就行。我比较喜欢穿长裙。一旁的沈一鸣酸溜溜地看着这一幕，心中嘀咕着：我也是双系啊，我也是天才啊，我的师傅呢？我也要抱大腿。呜，这腿太香了。一旁的琪琪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噗呲噗呲的飞到古秋林跟前，琪琪也想穿衣服，琪琪有吗？古秋林看着这可爱的小家伙，笑道：有，少不了你的，毕竟欢欢还是要靠你保护呢。琪琪开心的扇动自己的双翅，太好了，谢谢您。二弟有样学样，也想要一件战斗服。我有吗？古秋林看了一眼沈一鸣说道：你想要衣服，找你的御兽师要。二弟迈着小腿跑向沈一鸣：我的呢？沈一鸣白了二弟一眼：没有，老子自己都穿不起战斗服，你还指望我先给你穿？二弟听到沈一鸣这话，一脸委屈的叫道：你偏心，你再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宠了。沈一鸣看着一脸委屈的二弟，他也没办法呀，他真的买不起战斗服。你都有专属装备了，还要什么战斗服？琪琪他也没有专属装备啊。二弟听到沈一鸣这话，也沉默了下来。战斗服那有专属装备箱啊。行吧，那我的第2件装备什么时候给我？你原来在这等着我呢。沈一鸣索性也不搭理二弟了，任由他闹腾。送完装备后的古秋林也离开了，他还要联系人来到罗湖市，毕竟明天的新生历练他也要做好准备，万一真发生沈一鸣所说的情况，他也要有所应对。虽然军方也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军方的高端战力并没有过来，来的只是一些军队，这些军队镇压受潮没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有更高端的战力来，这些军队恐怕就无法抵挡了。为了预防万一，他还是自己找人比较好。第52章新生历练开启，混乱将至。起源203年9月5日，龙之谷新生历练开启的日子，这是在未来史书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日子，这也是起源年的最后一年。起源这个年号
是先辈们为了纪念人类开启觉醒之路所取的。但是这个代表人类希望的年号即将消散。当龙之谷事件真相彻底曝光在所有人面前之时，所有人类都陷入了恐慌，并且正式把年号更改为灾厄。次日一早，沈一鸣便来到了班级。这次进入秘境，银欢欢让沈一鸣把琪琪也给带上了。因为在沈一鸣出酒店之前，银欢欢之前那种不安的感觉再次浮上心头，而且随着历练时间越近，心跳的就越快。他不知道秘境当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为了让沈一鸣在秘境当中更安全一些，就让他把琪琪给一起带上了。而他自己则是去找古秋玲，待在古秋玲的身边，应该不会有危险。当班级众人看到沈一鸣带着第二只兽宠来到学校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想到沈一鸣藏得这么深，那竟然不是青铜，而是白银级。有人让兽宠上去试一试沈一鸣兽宠的深浅，没想到直接被琪琪一爪子给扇飞了。当所有人看到这一幕的瞬间，他们看沈一鸣的目光完全不同了，甚至连班长一平都不得不重视起来。上午10点，沈一鸣跟着班级大部队来到了龙之谷小镇外围。此时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人虽然多，但是都是一副井然有序的模样。沈一鸣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内心有些不解，他不是已经让古秋玲通知官方了吗？为什么还让那么多人进入秘境？难不成这还不足以引起官方重视？还是说上面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万一这些人真出了问题，这恐怕会给夏国带来沉重的打击。不过沈一鸣也不会去想这么多，老老实实排队，船到桥头自然直。只要能完成任务，活着出秘境，再顺手解决了威尔、胡明就够了。半小时后，19所高校几千人的队伍都顺利进入了秘境当中。当所有人都进入秘境那一刻，藏在人群中的威尔面露狰狞，喃喃道：“计划应该开始了吧？”另一边，古秋玲等一众高层看着顺利进入秘境的队伍，表情也逐渐开始认真起来。他花了2天时间，根据沈一鸣提供的线索，压根没调查出黑球国到底想干嘛，只是发现了他们一些异常，把秘境内的军方人员给控制了不少，并且还有一些高级转职者潜伏进了秘境当中。但是就凭这些，完全不可能绑架5000多人的新生啊！而且退一万步说，真让他们绑架成功了，他们怎么把人带走？真当夏国军方是不存在的吗？这时，站在古秋玲身后的一名中年男子开口道：“古院长，会不会是你多心了？要不我们直接把哪些高级转职者给处理了，剩下的军方内应让军方自己出手就行。”古秋玲思考片刻后说道：“我倒是希望我多心了，不过先不急，我们跟进秘境看看再说。”行吧。古秋玲把银欢欢安排到了一个安全地方之后，便打算进入秘境。但是当他带着一众高级转职者想要进入秘境之时，眼前的秘境通道竟然凭空消失了。看到这一幕，古秋玲以及他身后的众人都吓了一跳。秘境通道消失，这是数百年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要是知道关闭秘境通道的办法，人类的处境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提心吊胆的了。此时的古秋玲面色凝重，他是没想到队伍才刚刚进去不到10分钟时间，对方就直接动手了。更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掌握了关闭秘境通道的方法，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联系军方高层，我继续向上级汇报。古秋玲现在虽然有些震惊，但是还不至于慌乱，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军方高层还是他自己，都在龙之谷秘境当中留有后手。他们这些在秘境外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更快的打扫战场罢了，真正的战力都已经秘密进入秘境当中潜伏起来了。此时秘境内的各大高校新生们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这里面有很多新生都是第一次进入秘境。这就是秘境吗？空气好好啊。沈一鸣边上的卢帕尔此时一脸惊喜地说道。沈一鸣白了卢帕尔一眼，这卢帕尔话太密了，很自来熟，像个好奇宝宝一样。要不是二弟之前收了他1万块，沈一鸣真不想搭理他。没想到我在有生之年竟然能进入秘境，而且我听说秘境内有很多奇遇，要是我能得到一些奇遇，你说我会不会变得更强？在没有觉醒之前，本来我只是想找个喜欢的人嫁了，然后安安稳稳的度过这辈子。现在既然来到秘境当中，那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不靠家里，自己存够1个亿的嫁妆。沈一鸣瞥了他一眼道：“你知道自己这是什么行为吗？在我们老家，你这种行为叫叠 buff。电视剧里一般话那么多的，有着各种憧憬、各种期待的人都很难活着回去。”卢帕尔好奇地问道：“什么是叠 buff？” 就是话多的人死得快。卢帕尔皱了皱眉头：“啊，那我这也就还好吧，我没觉得我话多啊。你们老家好奇怪啊，我都没听说到这种事。你能不能和我说说你老家的事情？等会我可以待在你身边吗？我感觉你应该很强的。还有你这第2只兽宠也好可爱啊，我能不能摸一摸它？哇，它会说话耶，好神奇。”
我的受宠就笨笨的，连叫都不会。沈一鸣一阵头疼，只想快速的远离他，这货太烦人了。你一个女孩子，懂不懂什么叫边界感啊？好在这时候，黄宇召集起了大家，通知所有人，历练正式开始了。第53章，受潮来了，背后的博弈。黄宇看着班级的众人说道：“你们过来排队，报一下数。人到齐之后，再等半小时就轮到我们出发了。”作为知情人的沈一鸣听到历练真要开启后，他的表情更加的凝重了。按理说不应该还开启历练啊，真让各大高校的学子分散出去，岂不是更难看管？如果对方提前埋伏，在暗处下手，那将会被个个击破。反观他的同学们，则是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报数完之后，一平也向黄宇汇报道：“预售3班，应到40人，10到40人。”黄宇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我希望你们在新生历练中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消灭更多的妖兽，获得更好的成绩。”然而，此时秘境基地内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一道声音瞬间传遍了整个基地：“红色警报！红色警报！”大量妖兽正在向基地汇聚，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抵御兽潮。各大高校立刻停止新生历练任务，等待最新指令。还没能出去历练的新生听到这刺耳的警报声，他们脸上并没有惊慌失措的表情，反而是很兴奋，因为他们知道，每当有兽潮来临，所有的奖励都将会翻倍，他们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一个个都是摩拳擦掌，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兽潮。反正他们来历练的目的都是为了杀妖兽的，兽潮只不过是多一些罢了。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幕的沈一鸣摇了摇头，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永远不会尊重死亡，等会希望你们还能保持现在的斗志。半个小时之前，龙之谷基地会议室内，此时两人正在激烈的争执着。聂元看着眼前这中年男子，愤怒地拍了桌子，怒吼道：“你这是让我放弃我这些兄弟？怎么可能？”屠勇苦笑道：“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这兽潮已经超过预计数量了，如果不让他们顶上去，真要让他们接近基地，那些学生会造成大量伤亡。”聂元听到这话就更生气了：“那我之前向上级申请提前处理妖兽，为何不同意？”屠勇解释道：“因为高层想要把背后的大鱼给钓出来，所以才没让你轻举妄动。要真让你提前处理兽潮，他们还敢来吗？他们的目标至始至终都是那一群学生，只要我们能保护好他们，背后的人才会坐不住。”聂元听完后很愤怒，很生气，很无奈。那你们直接不让这群学生进来不就行了？直接取消这次历练不行吗？不行。屠勇摇了摇头，这次可以取消，那是因为我们提前发现了对方的计划，如果对方还不死心，再次进行策划，我们还能发现吗？夏国大地这么多个秘境，每一年进行新生历练的学院都有不少，这次不会在龙之谷秘境内发生，下次同样的事情还会在其他地方上演。难不成因为这个我们以后就不历练了？所以我们只能和他们正面对抗，如果不把他们打疼，他们还会再来。你要知道，这些牺牲是无法避免的。啊！聂元听后更是无奈，德咆哮着，道理他都懂，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出现在他的秘境？为什么是他的兄弟，他的部下承受这一切？可是哪些新生也是一股战力啊，就放着他们不用，未免太浪费了。屠勇摇了摇头，反驳道：“新生不能动，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进入秘境，让他们去抵御兽潮，根本没多大用处。而且他们还有家人，如果他们全都死在秘境内，社会的舆论我们扛不住。”聂元叼着香烟的手不停在颤抖着，语气中透露出一股悲凉。哼，他们还有家人，我们这么多兄弟在这里，他们就没有家人？你告诉我，他们没有家人吗？没想到屠勇一句话直接把聂元给堵死了。因为我们是军人，有些事情是需要我们去做的。聂元猛地吸了一口香烟，沉默了下来。我带来的人已经把对方隐藏在暗处的棋子给拔掉了，现在基地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你只要处理完这兽潮，后面的事情交给我。聂元问了句：“处理完兽潮之后，秘境通道怎么打开？”屠勇：“我们只需要解决眼前的问题，通道的事情交给外面的人来解决。”聂元思考片刻后便答应了下来。好，我负责兽潮，剩下的交给你了。屠勇，记住，不惜一切代价把兽潮拦在基地外面。聂元听到不惜一切代价这几个字就明白了什么意思。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这1万的兄弟，希望他们死后能进烈士陵园，我的话就不进了，我这个队长没脸见他们。聂元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屠勇看着聂元离去的背影，默默地点头，在心中说了句：如果我能活着出去的话。他虽然是聂元的上级，但是知道的东西并不多，面对秘境的关闭，他也没把握能打开。毕竟数百年来
从未发生过秘境通道关闭的事情。对于孽缘的选择，他也很无奈。他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他接下这个命令，就意味着没打算活着。哪怕他能活，他也不会活，因为他没脸再见他的兄弟们。如果有得选，没人想做出这样的选择。此时秘境内的另一处，胡明以及威尔已经聚集到了一起。威尔王子，秘境通道关闭了，我们该怎么打开？威尔并没有告诉胡明，这一切你不需要管，你做好你的事情就行了。既然我们已经把秘境关闭了，为什么不直接对这群学生出手？我们带进来的人，想要处理他们不难吧？就算有哪些军人保护，也可以处理啊。自从秘境关闭之后，事情的发展方向就走向了胡明看不懂的方向。这秘境关闭了，他们怎么出去？哼，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鲜血，哪些妖兽和军人就是用来献祭的。胡明听到这话，内心中浮现出一股不祥的预感。之前他以为只是要绑人，但是现在恐怕还不止如此。第54章，兄弟们，烈士陵园见。龙之谷小镇，此时一群大佬坐在一间会议室内，同时开启了视频会议。视频中的人每一位也都不简单。负责这次指挥龙之谷秘境任务的老者燕灵率先开口：这次龙之谷秘境任务出现这么大的纰漏，是我的问题，我低估了对方的能力。事情结束之后，我会承担一切责任。视频中的一位老者说道：燕老，现在不是背责任的时候，要赶紧想办法打开空间通道，进入秘境。燕灵说道：我已经让高阶空间系的法师前来支援了，科学院的副院长也正带队过来。视频中的老者点了点头，看向古秋林问道：古院长，这事情是你上报的，你还有其他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吗？这消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古秋林思考了一会过后便说了出来：是一位御兽师向我汇报的，起初我也不信的，但是后来我初步调查之后才发现了秘境内的异常。这御兽师在哪里？古秋林已经进入秘境当中了，他也是罗湖学院的学生，不过这人身上有很多疑点，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他还是选择进入了秘境，这就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于险地当中，这一点我无法理解。燕老也发出了疑问，一名学生竟然知道这么重要的信息。古秋林点了点头，他人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我徒弟的家人，只是他的行为很古怪，实力也很古怪。视频中的老者说道：如果他能出来，让他来汇报一下情况。视频中另外一名身穿军装的老者沉声道：既然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消息，那我建议直接向黑球国施压，如果他们不给我们打开秘境的方法，那直接发动战争吧。一位身穿中山装的老者开口道：黄老，你这建议太过于激进了，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他们干的，贸然发动战争，舆论上对我们不利。黄老愤怒地说道：都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还要什么证据？我们是打不过。处于视频中心一直没有开口过的老者这时候说了一句：别吵了，发动战争可不是小事，先向对方施压吧，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另外多派一些空间系的转职者去支援，一定要研究明白对方是怎么关闭秘境的。他话音一落，基本上就是把会议基调给定了下来。一番讨论过后就散会离去了。此时秘境当中的沈一鸣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这童子竟然一点信息也不给他。而此时各大院校的新生也都收到命令，让他们原地待命。沈一鸣想走也走不开，不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不然到时候更加的被动。沈一鸣使用赋能，直接用了二弟靴子的隐身能力，然后把琪琪和二弟都给收入了御兽空间，悄悄地朝着城墙的方向走去。一路走来，沈一鸣发现值守的士兵比之前少了很多，而且他们脸上表情异常的凝重，和那些来历练的新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站在墙头那一刻，整个人都惊呆了。透过高墙的缝隙，距离沈一鸣数十公里之外的平原之上，一片片黑压压的影子像是浪潮一般席卷而来。沈一鸣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大型兽潮，妖兽具体的数量沈一鸣无法估算，10万、100万还是1000万。这一眼看不到头的兽潮让人深深的感到绝望。不过在这兽潮的前方，还有道道绿色身影正在架起他们的防线，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无数妖兽朝着那道绿色防线正在冲击着。那道绿色的防线也不是吃素的，在对方尚未靠近之前便架起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武器。无数导弹发射，导弹炸碎开来，弹片仿佛利刃一般向着四面八方激射而出，冲在最前面。体型较小的妖兽当场被弹片洞穿，也有被划伤了腿部。处于导弹正中心的妖兽更是直接融化。这壮观的场面看得沈一鸣热血沸腾起来。要不是他记得自己有任务在身，真想走上前线给他们扔几个技能。妖兽和军人的初次交锋，军人们以现代武器的压制力给予了妖兽重创，黑压压的妖兽倒下了一片又一片。不过这些冲在前面的妖兽也只不过是炮灰罢了。
此时正在指挥军队作战的聂远看着四面八方的妖兽，眉头一直紧皱着。他们的火力可以消灭掉黄金级以下的妖兽，但是遇上黄金以上的妖兽，他们想要阻挡，只能派出转职者，除非把蘑菇弹给扔出去，不然想要大批量消灭这些黄金级以上的妖兽很困难。队长，西南方向的兄弟快顶不住了，需要加大火力支援。队长，东北方向也需要火力支援，妖兽的数量太多了。老大，我这里被妖兽突破了。他们正在往第二道防线冲去。临时指挥室内，聂远听着前线传来的消息，他内心无比的挣扎，想要下达火力支援的命令，但是他开不了这个口。一旦支援一个地方，就意味着其他地方会缺少火力支援，他们现在只能用命来填。按照原计划，先撤回第二道防线，西南、东北两个方向必须给我顶住，先让法师进行输出，服用过变种药剂的兄弟先顶上去，帮法师创造输出环境。这一道命令下达，就意味着这些服用过变种药剂的士兵将会被妖兽给撕碎，运气好的话还能留下一具尸体，毕竟他们可是以凡人之躯去阻挡着数以万计的妖兽啊。接到命令的士兵们也没有犹豫，一位服用过变种药剂的小队长拍了拍法师的肩膀，兄弟，如果你还活着，帮我给家人带句话，说我不后悔参军。说完，他拿出一根香烟，深吸了几口，朝着面前即将要前去执行任务的士兵说道，兄弟们，咱们烈士陵园见。队长，到了下面，你能不能别老抓我抽烟啊？哈哈，不抓了，现在你赶紧抽一口，咱们就出发。第55章传奇降临。小队长的话语很轻松，很洒脱，甚至还有一丝开玩笑的意味。但是谁又知道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想法呢？明知道是死路一条，他真的能坦然面对吗？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幕的法师军人们，此时早已双目通红，心里堵得慌。自从分配到龙之谷秘境之后，他们就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天砍砍妖兽，吹吹牛逼，聊聊美女，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法师军人们也想陪着他们顶在最前线，一同赴死，但是他不能去，因为他还要输出，要给后边的兄弟拖延更多的时间。有时候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小队长看着眼前的队伍，走向前，默默收起他们的军牌，这些是唯一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把所有军牌都收起来之后，小队长郑重地把军牌递给了法师，兄弟，你一定要活下去，把我们带回家。法师接过这一堆码放整齐的军牌，再也绷不住了，哽咽地说道，队长，我尽量带你们回去。小队长训斥道，不是尽量，是一定要带我们回去，我孩子还等着我呢，把我的军牌交给他，你一定要活着，灵能耗光后就赶紧撤，别犹豫，你们转职者的命比我们珍贵。队长，我……小队长打断了他的话，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我们走了，记得带我们回家。说完，对着自己的小队高声喊道，兄弟们，拿起你们的武器，捆好炸弹，出发了！出发！干死他们，杀一只不亏，杀两只血赚，杀3只我就能进族谱，杀4只我家族谱要从我这一页开始写。哈哈，说得好，兄弟们，我们比比看谁杀得多，谁杀得多，到了下面谁当队长。对，我早看队长不顺眼了，我这次一定要当队长。法师把军牌给收好之后，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喃喃道，我们的名字也许无人知晓，但是我们的功绩会长存。这样的一幕在西南、东北两个方向驻守的地方不停地上演着，他们只是一个缩影。接到指挥的所有人都必须顶上去。此时站在城墙上的沈一鸣发现受潮的攻势有所减缓后，便走下城墙，朝着前线赶去。沈一鸣打算去试试看这些妖兽能不能发现自己的隐身效果，如果发现不了他的存在，他打算绕到秘境深处去探查一番，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受潮，最好是能把引动受潮的原因给找到，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解决了这个麻烦。2个小时后，妖兽和军人们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了，双方都损失惨重，1万多名的战士现在仅剩不到5000人，士兵们的防线更是一退再退。威尔发现血液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之后，便吩咐手下开始对那群学生动手。胡明，去请内尔大人走一趟吧。胡明点了点头，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这群学生，现在终于要动手了。另一边，还在等待军方最新命令的学生们，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威压，一道灰色光圈瞬间笼罩住了整个基地。此时待在光圈范围内的学生、导师们身上的灵能瞬间消散，原本凭空漂浮着的法师直接全都摔落在地，战士身上的光盾也因为没有灵能的维持消失了，御兽师的兽宠也全都匍匐在地。待在基地内的屠勇瞬间就感受到了这股异常，师生喃喃道，领域，这怎么可能？当屠勇感受到这领域的瞬间，他整个人都处于懵逼的状态。
这怎么打呀？拥有领域的强者，就意味着对方至少都是传奇等级的人。传奇等级的强者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存在，在夏国明面上的传奇强者也不会超过50位，而且他们大多都是镇守在高端秘境当中，根本没时间出来。这样一位强者，竟然会自降身份来参与这种绑架事件，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一瞬间，屠勇想明白了很多事，难怪这些内应那么容易就清除，原来这只是对方的障眼法，让我们放松警惕的。如果没有发现这些内奸的存在，夏国高层说不定也会派出传奇级别的强者来驻守。但是这一切都晚了，对方准备的太充分了。先是用内奸迷惑高层，紧接着让人封闭秘境入口，切断夏国的支援，最后当对方传奇强者降临的那一刻，这一切都将成为定局。甚至屠勇怀疑，这些内奸都是对方故意让他们发现的。但是还有一点，屠勇想不通，对方明明已经封锁了秘境，为什么还要引动兽潮？而且对方拥有传奇级别的强者，明明可以直接碾压的，为何等到现在？当他来到基地广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被控制住了，想要反抗都反抗不了，因为整个基地都已经被对方的领域所笼罩了。失去灵能的转职者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看着天空中飘着的10几人，屠勇感到深深的绝望。1传奇，5钻石，10位铂金，这阵容。天空中的内尔瞥了一眼屠勇所在的方向，双眼放光。没想到这小小的基地竟然还有钻石级的存在，这真是意外之喜啊！对着身边的一位钻石强者说道：“去把他给绑了。钻石的实验体，相信无主一定很感兴趣。”已经失去灵能的屠勇根本无法反抗，刚一碰面就直接被对方生擒了下来。当他被带到一间密室之后，发现他带来的转职者全都被关进了这里，整整20位铂金级的强者，这都是夏国的底蕴啊！一旦这消息传出去，黑球国将会受到夏国的疯狂报复。他们怎么敢的呀？屠勇冷冷地看着内尔说道：“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你们黑球国必将受到夏国强烈的报复。”内尔不屑地说道：“今日过后，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恐惧。”另一边已经绕过兽潮大军，潜入秘境深处的沈一鸣，在这里，他竟然发现了一个他不想见到的人，就是当初在龙之谷小镇上遇到的黑袍人。此时，只见他在附近打量着，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沈一鸣想要靠近查看，却听到他对着沈一鸣所在的方向喊道：“谁？出来！”第56章，没办法，只能请神了。沈一鸣发现对方察觉到自己存在后，想都没想直接逃跑。他现在只有善恶有报这一张唯一的底牌了，他可不想白白浪费了。而且这善恶有报到底能不能直接解决到眼前的黑袍人，还是一个问题。万一没解决掉，自己还暴露了，想跑都难。沈一鸣这不是怂，只不过是从心罢了。黑袍人对着沈一鸣所在的方向释放了一束强大的雷电。沈一鸣被技能锁定的那一瞬间，直接扔出终极防御符箓，浅蓝色的光盾直接将这一束电能给吞噬下去。扔完防御符，沈一鸣直接开溜，朝着秘境深处跑去。发现黑袍人没有追过来之后，沈一鸣暗自吐槽道：“妈的，怎么老让我遇到比我强的人，就不能让我欺负一下弱小吗？”继续深入半小时左右，也许是因为兽潮的原因，沈一鸣发现附近的妖兽少了许多。可是越走，他越感觉不对劲。此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莫名的香味，吸入体内后，沈一鸣的情绪开始出现了一丝变化，莫名的感觉烦躁，双眼也变得微红起来。此时的沈一鸣也因为长时间使用赋能的原因，加剧了他体内灵能消耗的速度。无奈之下，他只能找了个山洞，关闭赋能状态之后，把七七二弟放了出来。二弟，你隐身去前面打探信息，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好的。看着二弟那跃跃欲试的表情，沈一鸣不忘提醒道：“1个小时内，不管有没有情况，你都要回来。你这次别把灵能给耗光了啊！你再乱来，真的会很危险的。”这次我一定不会浪费灵能。二弟离去之后，沈一鸣也开始恢复自己的灵能。打开系统面板，看到里面所剩无几的物品，沈一鸣就一阵头疼。现在能用的就只有古丘陵给的高级防御符、黑色小板砖、替身傀儡、善恶有报符箓。除了黑色小板砖，其他都是一次性的东西，用完就没了。童子啊，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下奖励啊？我再往里边走就更危险了。当前宿主信誉值处于负数，无法提前预支奖励。听到系统这话，沈一鸣愣了一会。卧槽，你意思的信誉值恢复后可以提前预支奖励？信誉值恢复之后，在您选择任务的那一刻起，就会提前发放奖励。沈一鸣此时内心1万只草泥马飞过，之前还为自己卡包而沾沾自喜，现在自食恶果了，亏大了。那我怎么样才能恢复信誉值？完成之前接下的任务，并且系统会根据每次任务结算消除一定的信誉值。沈一鸣打开自己的面板一看，此时的信誉值已经从99减到了80。我不是完成了几个任务了吗？怎么才减那么少？
您之前一次性接的3个任务是一起结算的，当您同时完成那3个任务之后，信誉值将恢复正常。沈一鸣点了点头，听到童子这个回答，他内心也有了一些盼头，自己还差进入武神学院的任务，信誉也就能恢复正常了。龙之谷小镇秘境通道处，围着一大群的空间系转职者，还有科学院团队的成员，他们都在尝试想办法打开空间通道。这时，一名空间系转职者对着烟老开口道：“这空间通道原坐标已经被屏蔽了，以我们目前的能力而言，无法强行打开。”烟老听到这消息，皱了皱眉头。这个回答他很难接受，要是空间通道真的无法打开，那里边的人岂不是说出不来了？烟老看向科学院的副院长问道：“林院长，你有什么办法吗？”林院长也是摇了摇头：“我的仪器同样也无法感知到空间坐标。”烟老有些不甘，继续问道：“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林院长沉吟道：“我们没办法，但是那位应该可以感受到，他有一只御兽是空间系，如果连他都没办法，那这秘境恐怕在短时间内无法打开了。”烟老听到林院长所说之人后，面露难色。林院长说的正是夏国守护神之一的李天，李天也是夏国明面上的最强者，拥有法师、御兽双职业，等级更是达到了神话级。但是李天一目前正在镇守深渊秘境，而且里面的妖兽此时并不安分，要是让李天一过来被里面的妖兽发现的话，那恐怕将会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燕老经过一番犹豫之后，还是尝试去联系这位夏国守护神。在此之前，谁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龙之谷秘境竟然会惊动夏国最强者。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去把他请过来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连他都没办法解决，那只能对黑球国发动战争了。哪怕没有证据，哪怕不是黑球国干的，黑球国都必须接下这个锅，因为夏国必须要把这口气给出了，不然以后谁都来夏国搞事，那还得了。龙之谷秘境深处，经过1个小时的调息，沈一鸣已经把灵能给恢复了，而二弟也按时的回到了山洞之中。二弟仰着可爱的小脸蛋看着沈一鸣说道：“鹰，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怪物，他身上散发着很恐怖的气息，我不敢靠近他。鹰，我用智能手环录下来了。”说完，二弟把刚刚录制的视频给播放了出来。视频中，一只体型大约10几米左右庞大的妖兽，四脚兽，身如狐狸，白色尾巴，长着大而长的耳朵。此时的他正紧闭着双眼，趴在地上，身上还不停地散发出一股红色的气息。沈一鸣拿出万物图鉴一扫，邪狼投影钻石1级，能够引起灾祸，受潮的不祥之物。沈一鸣看到万物图鉴的简介，顿时一怔，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好消息是，引动受潮的罪魁祸首找到了；坏消息是，这玩意钻石级打不过。这龙之谷秘境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玩意？钻石1级的妖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一个投影，那它的本体该有多恐怖？难道这也是黑球国派过来的？要不先回基地汇报这个消息，让他们派人过来。第57章偷袭。二弟记得跑快点。正打算返回基地寻求支援的沈一鸣，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善恶有报，也许伤害不了对方，但是如果自己能靠近，再用黑色板砖砸他呢？毕竟对方只是一个投影，而且还闭着眼睛。要是成功了，那自己这也算是大功一件啊！自己小心一点应该没事，而且他还有一枚替身傀儡，到时候偷袭失败，自己还有一枚高级防御符箓，能抵御铂金10级以下的1击伤害。钻石级的妖兽应该能勉强阻挡一回吧？而且那狼血总不可能上来就全力一击吧？扔出防御符，然后直接让二弟抱着自己撒丫子狂奔就行了。二弟穿上鞋子后跑得飞快，在隐身状态下，对方应该不容易发现自己。越想沈一鸣就越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主要是回去的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不知道又浪费多少时间。能尽早把这只妖兽解决，那些军人们也能减少一些损失。沈一鸣心一狠，喃喃道：“干！”他想好行动方案之后，沈一鸣也不再犹豫，再次收起旗器，而他自己则是骑着二弟，让二弟快速地朝着那邪狼的方向赶去。过了片刻，就来到了狼牙所在的位置。沈一鸣看到那巨大的邪狼之后，沈一鸣让便二弟进入了御兽空间。但是在进去之前，沈一鸣还特地交代了二弟，等会如果我把你放出来了，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我带上，然后有多快跑多快的那种，记住了吗？二弟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保证道：“放心吧，人宠，我跑快。”沈一鸣把二弟扔进御兽空间之后，他也没有过多的犹豫，为了保险起见，沈一鸣还特意切换了法师形态，再开启混沌之靴上的隐身加飞行状态。变身红发红瞳的沈一鸣，左手拿着黑色板砖，右手拿着高级防御符箓，缓慢地朝着邪狼的方向飞去。切换法师形态是因为法师形态的灵能低，等级才青铜1级。邪狼估计发现了，也不会太把沈一鸣当回事。
毕竟青铜一级的小东西，怎么可能破得了他的防御呢？果不其然，当沈一鸣漂浮到邪狼边上的时候，邪狼睁开了他的双眼，扫了一眼沈一鸣所在的方向，不过很快又闭上了眼睛。他的这一眼直接把沈一鸣给吓坏了，差点撕开防御符箓。此刻沈一鸣内心无比纠结，他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前进。这货肯定是已经发现他了，但是好像真没把他当回事。妈的，拼了！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干完这一票，以后这种事再也不干了。然而，刚刚建立起信心的沈一鸣，那邪狼又睁开了眼睛。妈妈呀！太可怕了，要不算了。可是沈一鸣又开始纠结起来，都到面前了，就这样放弃的话，今晚我要睡不着了。再试一下，如果他不睁眼，我就去拍。沈一鸣此时在心中默默祈祷着：大哥，我就拍你一下，你别介意哈，就一下，多了我绝对不拍。沈一鸣感受到体内正在飞速下降的灵能，他知道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就不用选了，直接跑路就行。沈一鸣深吸一口气，慢悠悠地朝着邪狼的脑门上飞去。当他安稳站在邪狼头上的时候，沈一鸣又开始犯愁了。那么大一个脑袋，这小小的搬砖真有用吗？要是没敲到脑袋，咋整？不放心的沈一鸣问了下系统：童子，这玩意真能破防，保真吗？黑色小板砖能无视任何等级的防御，只要是从背后偷袭，就有几率给对方造成眩晕。沈一鸣嘀咕了一句：几率？多大几率？之前拍铁甲犀牛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几率？眩晕几率是根据对方实力而决定的，等级越高，眩晕几率越低。那岂不是说，如果我不是欧皇的话，还解决不掉这玩意？理论上你是有成功的可能的。三清大大、皇帝老儿、王母娘娘、诸天神佛保佑，请赐予我力量吧。祈祷完之后，沈一鸣就拿起黑色小板砖，梆梆梆的朝着狼牙后脑勺砸去。当黑色小板砖命中的那一瞬间，沈一鸣下身传来一阵惨痛的哀嚎声。嗷！一下秒，狼牙身上爆发出骇人的气息，直接把沈一鸣给震飞了。这还没完，那狼牙直接伸出一爪拍向沈一鸣。看到这一幕，沈一鸣暗叹：完犊子！手上的高级防御符想都没想直接撕开了。高级防御符被撕开之后，一道金色的光幕瞬间就把沈一鸣给笼罩住了。狼牙的那道攻击也被防御符箓给挡了下来。刚要放出二弟逃跑的沈一鸣，却意外的发现狼牙已经倒了下去。卧槽，成了！沈一鸣没有时间犹豫成败在此一举了，趁着狼牙还处于眩晕状态下，必须多来几下。沈一鸣直接退出隐身状态，全力飞行，继续朝着狼牙所在方向飞去。来到狼牙的头上之后，又是梆梆梆几板砖下去。直到此刻，狼牙终于失去了意识，身上那淡淡的香气也随之消散。沈一鸣还觉得不保险，毕竟这玩意是有概率眩晕的，用数量来凑概率，这样才稳妥。必须要多敲几下才行。梆梆梆，一连敲了数百下，看到狼牙的嘴角处吐出一丝白沫后，沈一鸣才松了口气，打开御兽空间，打算让二弟接手这个敲人的任务。哪成想，二弟刚出来，一道银光闪过，头也不回的直接朝着丛林外跑去。沈一鸣看着快速跑掉的二弟，大声喊道：我尼玛！二弟，别跑了，回来！然而，二弟的速度太快了，沈一鸣的声音还没传到二弟所在的位置，二弟就化身流光撒丫子狂奔了。二弟谨记着之前沈一鸣给他的交代，要在出来后的在第一时间逃跑。上次因为灵能耗光，他就很愧疚了，这次他不能再犯错了，使出了全身吃奶的力气，撒丫子狂奔。跑到一半的时候，二弟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总感觉怪怪的。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都什么时候了，不能分心，要赶紧跑。二弟话音刚落，逃跑的速度又加快了几分。而此时的沈一鸣独自坐在狼牙的头上，眼神充满了疑惑，这逆子到底想干什么呀？第58章，兽潮退了。龙之谷秘境深处，此时的沈一鸣看着二弟那逆子独自逃跑，留他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他有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冲动。这逆子真的干啥啥不行，干饭第一名。上次让他去引怪，结果把自己的灵能给清空了，这次倒好，自己让他带着一起跑，结果这狗崽子只记得最后一个跑字。还好自己处理了邪狼，不然现在说不定就成渣渣了。越想沈一鸣就越生气，我操，这逆子，你最好别回来，不然最少给你2板砖尝尝记性。无奈之下，他只能把琪琪放出来。当琪琪出来之后，沈一鸣手把手教学琪琪，你像我这样拿起板砖使劲朝着他的脑袋砸，3秒钟一次，砸越多次越好，知道了吗？琪琪乖巧的点了点头，沈一鸣把黑色小板砖递给琪琪之后，便在一旁开始监工起来，等琪琪拍累了他再上。
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这家伙才行，不然一直敲下去也不是办法。正在敲脑壳的琪琪发现二弟没在附近，便开口问道：“老大，二弟呢？”沈一鸣这逆子的名字就很生气，骂骂咧咧地说道：“死了。”琪琪听到这话，正在挥舞砖头的小爪子直接就停了下来，一双呆萌的大眼睛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色。啊，不会吧，你就当他死了吧？正气头上的沈一鸣说道。琪琪双眼泛着泪花，哽咽地说道：“老大，我要帮他报仇。”虽然两小只经常吵架，但是他们的感情可是很好的。除了在大哥位置上，两兽一直有争执，其余时间都是一起开心玩耍的好伙伴。年幼的琪琪一时间无法接受二弟死亡的消息，情绪上的波动非常强烈。四周的地面因为琪琪的情绪正在疯狂地抖动着。沈一鸣看到琪琪这模样，他都傻眼了。这两小只不是经常吵架吗？啥时候感情那么好了？沈一鸣连忙解释道：“哎，琪琪别哭呀，二弟没死，他跑了。”琪琪听到这话，双眼又重新散发出光彩。啊，没死吗？太好了，我就知道那只臭熊不会死的。沈一鸣，我这就发消息通知二弟，不过他估计现在没时间看智能手环，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就行。琪琪听到二弟没事后，手中的板砖挥舞得更加起劲了。另一边，二弟已经跑到之前沈一鸣停留过的山洞之中。当他走进山洞的那一瞬间，他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了。两只小爪子捂着自己的耳朵，一脸懊悔。完蛋了，忘记把人宠给带上了。人宠应该没事吧？不行，我要赶紧回去，说不定还能帮他收尸。这次回去估计没饭吃了。正处于前线的聂远看着兽潮正在快速逼近他们最后一道防线，他走出了临时搭建的指挥室当中，下达了最新的指令：乐师起鼓。所有人都知道聂远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当鼓声响起那一刻，所有人包括负责后勤的军人都要上场战斗。很快，第一声沉闷的战鼓声在整个战场中响起。咚！战鼓声在乐师技能的加持下，原本早已疲惫的战士们仿佛重获新生一般。此刻他们的战意昂扬，体内有着用不完的力量。咚咚咚咚，战鼓声越来越急促，战士们的情绪越发的高涨。聂远看到这一幕，他内心也是无比的凝重。当战鼓声响起的那一刻，他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因为这鼓声会透支士兵们的潜力，一旦战斗结束，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也会丧失掉行动力。这也是为什么聂远没有在第一时间就使用战鼓的原因。起初，聂远还幻想着靠着士兵们的实力抵抗下这一股兽潮，但是这次的兽潮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庞大，最终还是要走到这一步。看着已经接近的兽潮，聂远下达了他这一场战斗的最后一条指令：兄弟们，跟我冲！聂远这一声令下，战场上便响起震耳欲聋的冲杀声。冲啊！哥，我来帮你报仇！冲！兄弟们，干死他们！然而，正朝着兽潮发起最后一轮冲锋的战士们，却诡异地发现，那些妖兽此刻仿佛正在散去。冲在战场最前面的聂远立刻让他的兽宠前去查看情况。当发现这些妖兽确实是在退去之后，聂远愣住了。他们为什么突然退走了？但是更让聂远惊讶的是，这些妖兽在退去的途中竟然还自己打了起来。此时兽巢内，一些本就是宿敌的一些种族发现对方的存在后，想都没想，直接发动了进攻。在失去狼牙的控制后，他们终于恢复了他们的本能。聂远见状，他陷入了纠结，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发起进攻的命令。此时的士兵们已经经过了战鼓的加持，一旦这战鼓加持失去效果，士兵们便会陷入虚弱状态。到时候如果这些妖兽再次发起冲锋，他们想要反抗都反抗不了。他不知道这些妖兽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决定继续让士兵们发起进攻。虽然这样做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他也只能这样做。他身为一位战场指挥，如果心怀悲悯之心的话，那这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他根本赌不起。士兵继续发起冲锋，妖兽们此时已经退到了第三道防线。这些妖兽本来对人类就怀有恐惧之心，之前是因为狼牙的控制，他们才发动的兽潮。这下狼牙没了，他们看到这群士兵冲过来，只会下意识的逃跑。有少数想要反抗的种族都惨死在士兵的刀下。这场追杀足足持续了半小时之久。当妖兽退出士兵们搭建起的第一条防线之后，聂远终于松了口气了。看来这些妖兽是真的在逃跑。第59章狼牙精华。等了1小时后，兽潮终于全部退去。聂远也开始让还能行动的士兵打扫战场，而他则是朝着基地方向赶去了。毕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打算回去看看那群学生有没有事，屠勇有没有把敌人给找出来。另一边，还待在秘境深处的沈一鸣，面前突然出现一只熊头熊脑的小脸蛋。鹰，老大，你还好吧？沈一鸣看到二弟的那一刻，二话不说，直接捏住他的脸蛋，狠狠地扯了几下。还不解气的沈一鸣一脚直接踹向二弟的屁股。我让你，卧槽，疼！沈一鸣本来想说的是我让你跑，没想到这跑字没说出来，沈一鸣的腿部就传来一股强烈的疼痛感。怎么你的屁屁也那么硬啊？二弟还一脸委屈地说道。鹰，我防御本来就高，谁让你想不开打我呀？沈一鸣看了一眼齐齐爪子上的黑色小板砖，行，你防御高是吧？把黑色小板砖拿过来之后，直接就对着二弟后脑壳拍了一下。邦！二弟被小板砖命中后，下意识的直接开启巨化，并且身上浮现出淡淡的金光。鹰！吼啊！疼死了，疼死了！人丑你要死啊！沈一鸣发现二弟竟然没被拍晕过去，好奇的说道：咦，你竟然没晕，还开启了霸体。吼！疼死了！你再打我，我要还手了。沈一鸣看着巨化后的二弟，冷笑道：嘿，你还想造反是吧？沈一鸣刚要朝着二弟继续拍一板砖，没想到二弟灵活的躲开了。过来就拍一下沈一鸣，主要是想弄清楚这黑色小板砖为啥没把二弟敲晕。第一下可能是概率问题，但是多试几下，如果二弟还没晕过去，那就不是板砖的问题了。二弟摆手拒绝道，并且指了指一旁的狼牙。吼，不行，好疼的，你看那家伙要醒了。沈一鸣看向二弟所指的方向，狼牙已经口吐白沫，并且头部早就被砸得血肉模糊了，压根没有半点苏醒的迹象。沈一鸣知道二弟是骗自己的，不过他看着眼前的狼牙，还是决定先把他处理了，再收拾二弟。二弟，你对他攻击看看能不能伤害到他。好，没问题。二弟使用撕裂技能，双爪瞬间幻化成银色，朝着狼牙的头部攻击过去。当二弟的利爪触碰到狼牙头部的瞬间，咣当一声巨大的金属声响起，顿时火光四射。狼牙的头部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二弟的利爪已经有了一丝裂痕。好硬啊，打不动。沈一鸣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虽然他对能破防狼邪也不抱有多少希望，但是当这事情真的发生的那一刻，心情还是很郁闷的。要知道二弟的撕裂技能可是有破防的效果呀，在有破防效果的加持下，都破不了狼牙的防御，那这狼邪的防御该有多高？沈一鸣不死心，又让琪琪尝试了一下，同样无法破防。难受啊，这怎么跟个乌龟壳一样？难道只能用黑色小板砖慢慢磨死它？一番折腾过后，沈一鸣打开系统空间看了一眼，目前他唯一能给狼牙造成伤害的东西，恐怕就只有善恶有报了。但是这玩意现在沈一鸣不太敢对狼牙用，毕竟狼牙目前处于昏迷状态，万一善恶有报检测到对方没有恶意，给他奶一口，自己岂不是白忙活了？所以这玩意现在不能用，那只能用他自己的 S 级技能业火焚心了。拿出技能储存器，花了500点积分制作出一个业火焚心的符箓，没有过多的犹豫，把刚刚制作好的符箓对着狼邪使用。当业火焚心的符箓被撕开的那一刻，一道红色的光芒闪入狼牙的身体。等了片刻后，发现眼前的狼邪压根没有任何反应，沈一鸣直接傻眼了。没了？就这？我擦，还我500积分，这垃圾技能！然而沈一鸣的话音刚落，此时狼牙体内冒出一道道紫色火焰的光芒，火光持续了片刻之后，原本那庞大的狼邪正在逐渐消散。几分钟过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团金色光团，这就没了。沈一鸣不可思议的喃喃道：这500积分划算啊！卧槽，要知道刚刚二弟和琪琪在全力进攻之下都破不了防，这花了500积分的业火焚心竟然能轻而易举的把这狼邪给干掉。虽然这狼邪没有进行防御，但是这业火焚心才是 S 级技能啊，要是善恶有报触发了恶报，那该是什么样的威力？解决完狼邪之后，沈一鸣的心情也好了不少，打开万物图鉴扫了一下那金色的光团。狼邪精华，这是由狼牙本体分出的精华，里面含有庞大的灵能，服用之后可以快速提高等级。嘿嘿，好东西！沈一鸣现在正愁着怎么升级呢，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个好东西。童子，这玩意我直接吃下去会升到多少级？以你目前的身体情况，你服用这枚精华后会爆体而亡，你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么庞大的一股能量。那我能吃多少？1%的能量能帮助你突破到白银级。沈一鸣接着问，那我突破白银后能继续吃吗？可以服用，但是我不建议你立刻服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实力，你的法师根基会受损。沈一鸣有些不解，那我御兽师的等级不就是快速提升的吗？为啥现在
没有任何异常呢。系统给予你的预受力是最精纯的，用来强化你的预受空间，提升等级都没有副作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狼牙是垃圾食品，不建议多吃。你给的是纯天然绿色食品。童子直接被沈一鸣这话给整无语了。是这样没错，但是你这样理解真的好吗？来，琪琪给你吃好吃的，吃了赶紧升到黄金级。二弟一听到有好吃的，便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我的恋！沈一鸣白了他一眼，你吃屁去吧，把我卖了还想吃我的？第60章预售空间要炸了。二弟一脸委屈的看着沈一鸣，我也要吃，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忘记了，下次我一定不会忘记把你带上。沈一鸣哪能不给他吃呢？虽然这货卖了自己，但是他真不是故意的。气也发了，该给的还是要给的。行啦，有你的。毕竟二弟还只是个孩子呀，对他的教育任重道远。他虽然也会有成长的那一天，不过沈一鸣倒不希望这一天到来，毕竟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早就把这两小兽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了。二弟和琪琪能快快乐乐的成长，就是沈一鸣最大的心愿。沈一鸣把狼邪光团分出1/10递给二弟和琪琪，诺，你们一人一半，不许抢。毕竟两小兽能承受的能量比沈一鸣要强很多，给他们1/10的邪狼精华服用完全没啥问题。二弟看着眼前的光团，开心的点了点头，好的，不抢。一人两兽花了点时间回到之前的山洞后，沈一鸣便让他们服下狼牙精华，静静等待他们的升级。龙之古秘进基地外，聂元匆匆赶回基地后，在外围发现此时基地的上空竟然被一道灰色光圈所笼罩着，一股不好的预感浮现在心中，眉头紧蹙，喃喃道：该不会是屠勇他失败了吧？如果连比他实力还强的屠勇都失败了，那他此时进去和送死没啥区别。就在聂元一筹莫展之际，聂元突然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抬头一看，便看到之前那些已经阵亡的士兵以及妖兽的尸体全都漂浮在空中，并且快速地朝着基地上方那巨大的黑洞飞去。聂元看到这一幕，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的基地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个黑洞？而且为什么在疯狂吸收这些尸体？这黑洞的出现已经打破了他固有的认知。思考片刻后，他不敢在此地停留了，掉头返回前线，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基地内，威尔一脸狂热地看着眼前的黑洞，无主即将降临，到时候这个世界都将属于我们的。他身旁的内尔也是一脸虔诚地看向黑洞。胡明看着内尔如此虔诚的表情，脑海中浮现许多疑问，能让一位传奇级的强者如此虔诚，那黑洞里到底是什么？威尔口中的无主到底是谁？这世界都将属于他们？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夏国可是拥有神话级的强者，除非黑洞里的存在是超越神话级的存在。胡明这么一想，就越觉得不可能。超越神话级，他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存在这种等级的强者？黑洞里的人顶多就是神话级，但是仅凭一名神话级的强者，想要征服世界，恐怕不太现实。原本一脸虔诚的内尔突然察觉到黑洞吸收尸体的速度变慢之后，顿时大惊。不对，气血不够。前线的夏国士兵没有死完，妖兽的气血也不足。威尔愣了一会，连忙问道：内尔大人，如果气血不够，现在怎么办？内尔说道：那只能我们自己去杀了，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凑够足够多的气血，实在不行就把这群学生给记下了。威尔听到内尔要把这群学生给杀光，很是犹豫。可是这些都是主需要的实验体，如果把他们杀了，那我们去哪找实验体？内尔冷声道：回到国内，把自己的转职者献给无主即可。威尔惊呼：什么？5000多名转职者要从我们国家出？内尔毫不在意地说道：他们都是为主做贡献的，主会牢记他们的功劳，这也是他们的荣幸。现在没时间了，如果主无法降临，这些都是空谈。夏国的反制手段不是我们能抵挡得了的。原本还犹豫的威尔听到这话，便立刻做出决定，先去杀妖兽，再把前线的夏国军人给清理了。如果实在不够，就拿这些实验体凑。没办法，如果主无法降临，他们黑球国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夏国的疯狂报复。威尔的一切底气都是来源于主，如果主无法降临，他们做的这一切只会给黑球国带来灭顶之灾。威尔立刻吩咐下去，派出几个小队深入秘境剿灭妖兽，而内尔则是亲自行动赶往前线，他要把前线的所有夏国士兵全给杀了。秘境深处的沈一鸣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庆幸自己跑了出来。我晋级了。二弟服下邪狼精华之后，很轻松地跨入黄金级，而此时琪琪身上的能量波动也已经达到了白银10级，想必要不了多久，琪琪应该也能顺利晋级黄金。到时候
白银等级的沈一鸣就能拥有2只 S 级的黄金兽宠，以后进入武神学院，那岂不是嘎嘎乱杀？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很残酷。在2弟晋级不久后，沈一鸣体内的御兽空间出现了崩溃的征兆。沈一鸣发现自己的御兽空间正在崩溃，直接吓坏了。我擦，什么情况？童子，我的御兽空间是什么情况？你当前御兽空间的强度无法同时容纳2只黄金御兽，你必须要进入黄金级才能把御兽空间稳定下来。如果你不赶紧升级，或者阻止穷奇升级，你的御兽空间将会直接崩溃。我擦，还有这说法？沈一鸣之前压根没关注这些事情，本以为让御兽升级就行了，没想到体内的御兽空间却先坚持不住了。他现在只要服用邪狼精华就可以直接进入黄金级，但是进入黄金级后，他没有契约受宠的目标啊。如果没能在短时间内契约受宠，那将会浪费这个契约位。经过一番衡量之后，沈一鸣决定先让琪琪别升级。把琪琪唤醒之后，沈一鸣体内的御兽空间终于稳定了下来，不过还是有一种即将崩溃的征兆。琪琪，你先别升级了，等我进入黄金级你再升级。琪琪有些不解，啊？为什么呢？你升级的话，我体内的御兽空间就会崩溃的，到时候就很麻烦，说不定你们2个都会出现问题。琪琪虽然一脸的不情愿，但是还是很听话的。好吧，童子，有没有办法不升级提升我御兽空间的强度？有啊。第61章被抓住了1/5。什么办法？沈一鸣连忙问道。可以通过修炼，然后强化御兽空间，还可以使用空间石强化御兽空间，前者提升速度较慢，后者可以快速提升。沈一鸣白了童子一眼，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吗？空间石，沈一鸣是知道的，就是制作空间装备的石头，这玩意非常稀有，而且价值不菲。通过修炼强化空间？呵呵，沈一鸣压根就不会修炼，从穿越到现在一直都是童子帮忙提升的等级，而且他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压低自己的等级，所以根本没去研究修炼的方法。再说了，有童子的存在，还辛辛苦苦去修炼，这不是看不起童子吗？你可以使用商城积分兑换空间石，这样就能解决你目前的困境。沈一鸣双目顿时一亮，对啊，我有积分商城啊。沈一鸣打开积分商城，看了一眼空间石的价格，好家伙，500积分一枚，这也太贵了吧！不行，绝对不能换，现在他唯一的底牌就剩下善恶有报符箓和这商城积分了。要是把商城积分给花了，到时候怎么处理威尔和胡明？沈一鸣可没忘记这2个可恶的家伙。既然没打算购买空间石，沈一鸣也决定离开这山洞，返回前线看看兽潮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那基地里边的威尔开始动手了没？想到这，沈一鸣就迫不及待地朝着前线赶去。过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沈一鸣回到了前线。此时的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除了空气中还残留着一股浓厚的血腥味。但是此时的沈一鸣发现了异常，那就是这战场上竟然没有一具尸体。这怎么可能？没有人类的尸体还能理解，毕竟要战后打扫战场，迎接战士们回家的。但是这里竟然连妖兽的尸体都没有，这就很诡异了。沈一鸣紧皱着眉头喃喃道：“为什么没有尸体？”发现异变的沈一鸣直接让2弟进入了御兽空间之内，他自己则是开启了隐身，打算靠近点查看情况。没想到他刚刚接近临时指挥室，直接就被一股庞大的能量锁定住了，体内灵能瞬间消失，而他自己的身形也显现了出来。片刻过后，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位黑人。下一秒，他感受到后脑勺传来一股强烈的疼痛感，然后就晕了过去。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卧槽，原来敲后脑勺真的能敲晕人。那名黑人男子开口道：“内尔大人，这里还有一位夏国人，看他这模样，应该是学生。”内尔瞥了一眼沈一鸣，淡淡的说道：“带回去吧，这也是一位实验体。”内尔又问道：“前方小队猎杀妖兽的进度怎么样了？”黑人：“目前他们已经深入秘境之中，预计还需要3个小时才能猎杀到足够的鲜血。”内尔点了点头：“那就好，这群夏国军人也带回去吧，先别杀他们，如果凑够足够的鲜血，把他们先给主上，主上应该会很高兴。”内尔原本是打算直接杀掉这群军人的，但是考虑了一下，还是把他们留了下来，毕竟主上需要大量的实验体，这些军人虽然大多数不是转职者，但是也能用。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内尔已经派人把夏国军方的所有转职者挑选了出来，并且把他们都带回了秘境基地内。至于其他的军人，则是让人在原地盯着，万一鲜血不够，还是需要他们来凑的。龙之谷小镇，燕灵已经联系上了夏国守护神李天。李天知道事情经过后，便在第一时间派出了他的空间系兽宠幻灵。幻灵的本体是一只黑色的元素精灵，
10厘米左右，擅长使用空间技能进行刺杀。幻灵同样是夏国唯一只 SSS 级空间系兽宠，实力更是接近神话级。虽然还无法和神话级强者正面抗衡，但是利用空间技能以及他那小巧的身体牵制住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因此，人们还特意给他取了一个称呼——暗夜精灵。幻灵来到龙之谷小镇之后，便使用空间移动来到了秘境通道之前。当燕灵看到幻灵出现之后，恭敬地说道：“暗夜大人，麻烦您了。”幻灵回应道：“幻灵漂浮在空间通道一会，粗略扫了一眼空间通道，便发现了问题所在。这秘境通道的入口被人给屏蔽了，找不到空间坐标。燕灵急切地问道：“有办法解决吗？”目前没有办法，除非有人在空间通道内释放干扰，这样我才可以找到之前的空间坐标。燕灵听到这话，心中很是失落。如果连这幻灵都这么说，那说明是真没办法重新打开空间通道了。我需要一点时间，我可以尝试创建一个空间坐标，打开这秘境。具体能不能进入，还需要试看看。燕灵听到这话，又重新燃起了希望。需要多久时间？构建新的空间坐标，最快也要7天时间。燕灵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还是没说出口。这好吧，麻烦您了。他想要让幻灵加快构建空间坐标的速度，但是他知道这应该是最快速度了，自己再催促只会招人烦。7天，这时间如果放在平时，一晃眼就过去了。但是对于身处秘境的人而言，这7天和死亡倒计时没啥区别。燕灵只能祈祷里面的人能坚持住。秘境基地内被绑回来的沈一鸣也苏醒了过来，检查了一遍身体，发现脑壳有点疼，还有无法使用灵能外，其他没有任何异常。童子，现在什么情况？我怎么被绑了？检测到附近有禁魔领域的存在，并且秘境空间通道已经被干扰，空间坐标已经被修改。禁魔领域，这是什么？这是传奇等级的强者可以领悟的技能，在禁魔领域的范围内，可以让敌人失去灵能。沈一鸣听后直接傻眼了，怎么会有这么逆天的东西存在？卧槽，这不是无敌了？并不是，禁魔领域只能用于比施法者等级低的转职者，如果遇上同等级的强者，领域能力会被极大的削弱。这样啊，那还能接受。沈一鸣又问道：秘境空间通道被干扰，空间坐标被修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出不去了？你可以使用干扰水晶破坏掉他们的干扰。沈一鸣愣了一会，干扰水晶是什么东西？他没有啊。系统仿佛知道沈一鸣在想什么，直接说道：积分商城里有。第62章，小丑竟是我自己，2/5。沈一鸣打开商城一看，果然发现了干扰水晶的存在。干扰水晶可以干扰静止、空间、领域，打断敌人释放技能。价格500点商城积分。这东西沈一鸣很喜欢，但是这价格沈一鸣不太喜欢。500积分，你知道我要做多少个任务吗？虽然你东西确实有用，也确实好用，但是能不能打个骨折？沈一鸣尝试问道：童子，可以便宜点不？商城物品我无法控制价格。沈一鸣不太满意这个回答。那这样咱们换个方法，给我开通的花呗借呗啥的，我分个24期还。当前宿主信誉值不足。沈一鸣很快就发现了童子的漏洞，这童子竟然没有直接拒绝。这么说来，这贷款功能好像真有啊。按你这说法，我以后可以开通。当你恢复信誉值之后，系统会评估你的条件是否达到开通借贷功能。沈一鸣点了点头之后，先把这干扰水晶先买了下来。沈一鸣目前要做的就是把秘境通道给打开。此时外界的人联系不上秘境，肯定已经在想办法进入秘境。自己如果能用干扰水晶打通秘境通道，外面的人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进来。有高层的介入，比自己一个人当英雄简单得多。再说了，他想当英雄，他也没那个实力啊。沈一鸣此时正打量着四周，这间屋子应该一间军人的宿舍。他现在要想办法从这间房里出去，然后前往空间通道。沈一鸣此刻大脑正在飞速地转动着，他们为什么要特意把自己绑回来？难道我是有什么异常被对方察觉到了？对方如此重视自己，那这间房外肯定会有重兵把守。沈一鸣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喃喃道：门也肯定是锁着的。他又望向一直开着的窗口，神情异常凝重。这开着的窗口明显就是一个陷阱，特意把他抓回来，派出重兵把守，还故意把窗给打开了，真当他是猪吗？他确定，如果自己敢从窗口逃跑，对方肯定会直接跳出来把他暴揍一顿。呵呵，没想到吧，被我看破了，想让我从窗口逃跑？没门！小爷，我不上这个当。沈一鸣只好使用逆向思维，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敢直接从大门溜走，那他偏偏要走大门，只要自己把这门锁给敲了，走出去岂不是轻而易举？想到就干，在房间内寻找了一番，找到了一把用过匕首。
沈一鸣掂量了一会，发现手感不错，便决定用这匕首敲开门锁。沈一鸣走到门前，紧紧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拧，刚要用匕首撬锁，没想到这门竟然直接被打开了。沈一鸣直接愣在原地。不敢相信的沈一鸣又把门给关上，又轻轻的一拧，这门又开了。卧槽，竟然没锁门！他们这么大意的吗？沈一鸣摇了摇头，不对，这绝对是陷阱，怎么可能不锁门啊？那他们帮我回来干嘛？没想明白的沈一鸣最终还是选择了走出大门。不过此时的他异常小心，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三步，脚步声也是几乎听不到的那种。就这样，沈一鸣花了将近10分钟时间，终于走出了这宿舍大楼。当沈一鸣真的走出宿舍大楼那一刻，沈一鸣大脑完全是处于懵逼的状态。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敌人，没想到竟然连个看门的都没有。更离谱的是，自由出入，俘虏的待遇啥时候那么好了？当他来到广场上，更傻眼了。广场上，无数的学生正围坐在篝火面前，有的做饭，有的则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天空，还有些女孩子正抱头哭泣。除了没发现看守的人之外，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沈一鸣挠了挠头，不解地喃喃道：基地到底被敌人攻破了没有啊？要不是发现禁魔领域的存在，他真要怀疑人生了。其实并不是威尔他们不想派人看管这些学生，而是他们的人大部分都出去狩猎妖兽了，留下的小部分人都在盯着看守军方的高层。至于这些学生，他们都懒得看了，全都失去灵能了，只要派人在基地出口堵着就行。这也是为什么沈一鸣在刚刚的房间内可以随意出入的原因。沈一鸣找到班级所在的位置，找到卢帕尔，了解事情经过后，他才明白过来，暗自吐槽道：卧槽，自己内心戏那么多，原来人家压根没把自己当回事。小丑竟是我自己，不过他也不后悔，小心点总没错。卢帕尔说道：就是不知道他们想干嘛，我们除了无法使用灵能之外，他们根本不管我们。等这就是了，对方总会出来的，我去上个厕所。说完，沈一鸣找个借口就溜了。既然对方不管他们这些学生，那就好办多了。卢帕尔看着沈一鸣离去的背影，关心地问道：你怎么又上厕所呀？你之前去厕所一去就10几个小时，现在刚回来又去，你前列腺不好吗？我知道一个方子，你要不要试试看？卢帕尔的话音刚落，四周的同学都好奇地看向沈一鸣，而沈一鸣头也不回地加快离去的脚步。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是要去做大事的人，岂能被你这1-2句话给叫住？他现在只想快速打开空间通道，完成任务。卧槽，他真的有问题啊，跑那么快憋不住了。如果这么严重的话，我估计他是个秒男。可惜了，一个好好的大帅哥竟然不吃酒。如果沈一鸣知道他此时在同学们的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解释一下。第63章，打开空间通道3/5。来到空间通道入口，沈一鸣还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学生，他们都在尝试打开空间通道，而这一幕落在威尔、胡明等人的眼里，那是无比的可笑。哈哈，他们竟然想要破开主设下的空间干扰。内尔摇了摇头，淡淡的说了句：一群蝼蚁罢了，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这空间干扰连他自己都没办法破除，他们也是要等主降临之后才能离开这秘境。这群连钻石都没到的学生，竟然妄想打开空间通道，太滑稽了。进入秘境深处处理妖兽的小队也快回来了吧？威尔点了点头，大概还要1个小时左右。内尔一脸狂热地看着天空中的黑洞，那就好，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主的尊容了。内尔想到即将看到主，他内心就无比的躁动。我等不及了，我先去一趟前线，把他们接回来。威尔看到内尔这副模样，一点也不奇怪，自己的父王甚至比内尔还要虔诚，更加的狂热。好的，这里我会看好的。沈一鸣并不知道内尔已经离去了，也不知道在附近正有人盯着他们。沈一鸣晃悠了一会，发现原本的空间通道此时已经被一层浅蓝色的光圈给围了起来。光圈附近的学生正在空间通道面前比划着什么，有的在祈祷，有的在打坐，也有人在念着咒语，祈祷老天保佑这光圈会突然消失。沈一鸣看到他们这副模样，也有样学样的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当中。沈一鸣来到空间通道的正前方，双手叉腰喊道：三清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诸天神佛在上，小爷我命令你们立刻打开空间通道。一股中二气息弥漫在附近，四周的学生看向沈一鸣所在的地方，都纷纷选择了远离。哪里来的神经病啊？祈祷是这样祈祷的？这是一个毫无信仰的人，根本不可能成功。他的信仰竟然如此之多，这简直就是异端！不敬神佛，必遭天谴。沈一鸣也听到四周的议论声，这里又没人认识他，我中二一点怎么了？不傻点，岂能让人放松警惕？
出了秘境后都是路人，谁 TM 管你是谁啊？除非现在有人偷偷录制视频，不然沈一鸣完全不慌，只要没人认识他，他就能放飞自我。威尔和胡明看到沈一鸣这模样，都乐了。胡明嘀咕了一句：“这小子脑子看来真的有点不正常。上次也是这小子破坏了自己的好事，如果不是他，现在银欢欢应该被他抓住了。不过他也不在意了，毕竟等威尔口中的主降临之后，他们都将成为实验体。”妈咪妈咪哄，芝麻开门。那你可搜嘎，球豆麻袋，囊的死嘎，卡哇伊哦，哇嘎哒，一咳嗽。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红太狼、灰太狼。附近的学生此时越聚越多，看着不停念咒语的沈一鸣，他们都是一阵错愕。这家伙脑子不正常吧？他念着的都是什么东西？明明都是下文，但是组合起来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古时候的夏国有这样的神佛吗？喜羊羊之神？还有人不屑地说道，他要是能把秘境通道给打开，我直接原地放弃信仰，改投喜羊羊之神。呵，就一个小丑，要是他能打开秘境通道，我炫一大口妖兽便便。兄弟，那真玩意吃不下。苦的，你要不要换一个 flag？ 说的好像他能打开一样，他真要能打开，我真炫，还是趁热吃的那种。然而沈一鸣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围了过来，他此时也悄悄拿出干扰水晶，对着空间通道不停地比着手势，呆，你这屏障我命令你速速散开。当话音落下之时，沈一鸣也把干扰水晶扔了出去。威尔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会，他扔的什么东西？胡明摇了摇头，不知道，看上去是一块水晶。威尔王子，你不必太过担心，夏国人都有供奉神明的习惯，这也许就是他给神明的贡品吧。威尔点了点头，也不在意，有一个小丑在这时候表演，给他找找乐子也是不错的。当干扰水晶触碰到静止的时候，干扰水晶直接融入了静止当中，悄然消失。这一幕在胡明的眼里就是，你看吧，静止直接就把那水晶给摧毁了。威尔点了点头，继续观看沈一鸣的表演。他想知道这货接下来能干出什么样的蠢事来。哈哈，他竟然命令空间通道，笑死我了！我就说吧，他肯定打不开的。这是有人看不下去了，他也是为了大家好。如果能打开空间通道，对我们而言难道不是好消息吗？你们这样嘲讽人家真的好吗？就是，人家好歹去尝试了，你们就会在这里看笑话。那人虽然傻了点，但是他是真的帅啊，而且还有着一股赤子之心。这要是放进小说里，像他这么帅的人一定是主角啊。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嘲笑沈一鸣的人就惊掉了下巴。那一道浅蓝色光圈竟然消失了，空间通道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卧槽，不会真开了吧？我没看错吧？这是空间通道？妈妈啊，真的有喜羊羊之神！我决定了，我要更改我的信仰。兄弟，你别跑，我要看你炫热的便便。那咒语是什么来的？一旁的人学着刚刚沈一鸣的模样说道：三清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诸天神佛在上，好像就是这样。也有人恍然大悟，这才是真神啊！有求必应，这咒语必将名留千古。然而看到浅蓝色光幕消失的威尔和胡明直接傻眼了，虽然震惊，但是还是瞬间恢复了过来，立即下令把他们全杀了，快让人去请回内尔大人，把这里的事情向他汇报，直接让他去处理前线上的人，加快主的降临。胡明你也去广场上把那群人给解决了，一定要让主加快降临。第64章，一起死吧4/5。龙之谷小镇内正在等待幻灵制作新空间坐标的高层们，突然发现秘境通道已经打开了，没有人下令，几乎在第一时间都冲入秘境当中，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秘境是不是临时打开的，要是错过了这通道打开的瞬间，他们就会无比的懊悔。至于还能不能出去，他们是不会去想这些事情的，实力就是他们的底气。最先降临秘境的就是幻灵，因为对空间敏感度的原因，几乎是在秘境坐标出现的一瞬间，他就已经进入秘境了。沈一鸣发现空间通道打开后的一瞬间，头也不回的直接朝着秘境通道跑去，因为他知道一旦空间通道被打开的事情被敌人知道，那对方肯定要找他麻烦的。他这个罪魁祸首当然不能留在原地等死，只要出去了，他就能找来支援，到时候再回到秘境救这些学生也是一样的。然而他的腿刚刚迈开，威尔直接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威尔一脸狰狞地看着沈一鸣，沈一鸣暗叹：卧槽，完犊子了。沈一鸣想要掉头走，威尔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一道技能朝着沈一鸣打去。虽然沈一鸣现在无法使用灵能，但是他内心浮现出一股危险的预感，只要他这技能命中，肯定凉凉。他现在没有2弟，也使用不了天赋技能，就一个青铜1级的身体素质，怎么可能扛得住这一击？
唯一的手段就是善恶有报了。就在这短短几秒时间内，沈一鸣做出了他的选择。既然你想要我命，那我还能便宜你不成？直接撕开善恶有报符箓，朝着威尔扔去。此时的沈一鸣脸色有些癫狂，狗东西，一起死吧！他知道目前的自己绝对扛不住这一击的，那就一换一呗。虽然明知道会死，但是他还是选择双手交叉，尝试用手臂抵挡威尔的技能。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威尔毕竟是黄金级别的强者，他的一击沈一鸣根本就不可能挡得住。砰！没有任何意外，技能命中的那一瞬间，沈一鸣化成了一道血雾。而刚刚沈一鸣扔出的善恶有报符箓此时也起了作用。身穿高级战斗服的威尔被符箓锁定的瞬间，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威压。这和之前银欢欢使用的善恶有报完全不同。银欢欢使用善恶有报并没有检测到恶意，他的背后只是出现一幅无比玄妙的太极图，缓缓转动。而此时的善恶有报符箓检测到威尔为沈一鸣有着强烈的恶意。一个巨大的阴阳磨盘出现在空中，阴阳磨盘缓缓转动着，直接就把威尔吸了进去。不到1秒时间，身穿高级战斗服的威尔直接被融成了渣子，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这让一旁看着的众人直接傻眼了。这是什么东西？卧槽，我们不是被禁魔了吗？这磨盘是什么？该不会是那帅气小哥的保命装备吧？太可惜了，他竟然就这样死了。这阴阳磨盘出现，我总感觉有点像大炮打蚊子一样。那威尔连1秒钟都没坚持住，就凉了。哎，他早拿出这东西，不就没事了吗？此时的阴阳磨盘还并未消失，刚刚进入秘境的幻灵看到阴阳磨盘的一瞬间，脸色露出一股凝重。这是 SSS 技能的气息，甚至还不止 SSS 技能，已经触碰到了那未知的领域。这难道是对方的手段？幻灵没敢轻举妄动，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什么异常后，便开口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一位学生认出幻灵之后，立刻说道：“暗夜大人，这是一名学生的手段。他人呢？很可惜，已经死了。”听到已经死亡后，幻灵没有再纠结这件事，只能等过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秘境内发生了什么事情。秘境中发生了什么事？释放禁魔领域的人在哪里？学生回道：“不知道，我们被禁魔之后就被人控制住了，前线好像还有受潮。”幻灵抬头开了一眼天空那庞大的黑洞，一种不好的预感浮现在心头。不过现在他要先去前线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空间移动，直接飞越万里，来到了前线。正看到内尔正疯狂屠戮着士兵。幻灵看到内尔的那一瞬间，就知道禁魔领域的来源。二话不说，直接潜入空间之内。下一秒，幻灵直接幻化成人形。虽然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但是此时的他手中拿着一把渗人的匕首，朝着内尔的心脏扎了下去。内尔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了，感受到心脏一阵刺痛，低头便发现了一把匕首已经插入他的心脏。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已经迟了。内尔虽然已经被匕首插入心脏，但是他身为一位传奇级别的强者，可没那么容易死。他想要反扑，但是幻灵哪里会给他机会？幻灵等级本就是传奇巅峰，比内尔的等级还要高，在偷袭的情况下，内尔根本不可能反应过来，就算有预警也没用。等级碾压，幻灵又拿出几把匕首，分别插入内尔的四肢。这些匕首的作用是用来禁魔的。失去灵能的内尔直接瘫倒在地，口中还不停地喃喃道：“主已经降临了，你们会后悔的。”内尔虽然被匕首插入心脏，但是幻灵知道传奇级别的强者并没有这么容易死亡。他本来就是打算生擒的，不然刚刚出手就不是扎心脏，而是扎内尔的头颅。幻灵处理完内尔之后，前线和基地上空的禁魔领域也已经消失。基地内感受到身体灵能恢复之后的学生们欢呼了起来：“我的灵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下次再也不来秘境了，太危险了！你们快看，有强者来了！我就说嘛，秘境当中出了这样的事情，夏国怎么会没有强者进入呢？”当龙之谷有大量强者降临之后，局势算是彻底的稳定了下来。古秋林看到局势稳定下来之后，便在第一时间去寻找沈一鸣。可是逛了基地几圈，并没有找到沈一鸣的身影。难不成那小子出事了？一想到沈一鸣会出事，他就无比的头疼。在进入秘境之前，银欢欢还特意交代他帮找沈一鸣。现在沈一鸣人不见了，咋办？第65章13道神话气息5/5。古秋林目前非常的头疼，要是这小子真出事了，自己的徒弟心态会不会崩？他知道沈一鸣在银欢欢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先去找他们班级问问看。而此时空间通道前凭空出现了一名男子，这男子正是沈一鸣。此时的沈一鸣一脸心疼的喃喃道：“妈的，我的替身傀儡啊！以后真要凉了。”
刚刚要是没有替身傀儡帮沈一鸣抗下那致命的一击，现在的沈一鸣可能就是一具尸体了。重新活过来的沈一鸣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劫后余生的快乐，因为善恶有报没了，替身傀儡没了，积分也只剩下100多了，底牌全没了。童子，救命啊！快点再给我来180个替身傀儡，不然以后我真要凉了。此时的沈一鸣极度缺乏安全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穿越过来，遇到的对手从来没有和他同样等级的，他想装逼都没有机会。那些敌人不是比他高一大阶，就是高几阶，这尼玛没保命东西了，自己以后还怎么了？当任务完成之后，自然会发放奖励，请你认真完成任务。威尔不是已经死了吗？任务还没完成，难道还要把胡明给干了？经过检测，你目前任务尚未全部完成，但是你现在也可以选择直接提交任务，你也将获得部分奖励。沈一鸣一脸的疑惑，啥意思？我不是已经阻止了他们绑架计划吗？怎么还没完成任务？然而系统并没有给他解释，而是接着问道：请问是否提交任务？不提交。沈一鸣怎么可能现在提交任务啊？为了这个任务，他所有的底牌积分基本上都用光了，现在让他提交任务，拿一部分奖励，那岂不是亏死了？但是他又想不明白，他不是已经完成任务了吗？不信邪的他又看了一眼任务简介，选项1：揭穿阴谋。罗湖大学系主任正在筹划在各大高校新生历练期间，引动龙之谷秘境发生大规模受潮，并且绑架各大学院的学子。破坏他的计划，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奖励，有一定几率获得神秘宝箱。尼玛，我没理解错啊！童子，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不解释清楚，我和你没完。现在夏国高层都已经进入秘境了，局势肯定是稳定下来了。你为什么说只完成了部分任务？危机尚未完全解除。卧槽，这尼玛都来了多少高手了？你跟我说危机尚未解除？不是沈一鸣瞎说，他刚刚出现在秘境入口到现在，进来了至少上百名高手，而且军队也开始入驻了。这怎么可能危机没有解除？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明明这优势在我，你却告诉我很危险。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沈一鸣的耳中，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你小子，你刚刚跑哪里去了？找你半天了。沈一鸣抬头一看，发现来人竟然是古秋玲。看到他的一瞬间，他差点哭出来。安全感这不就来了吗？我刚刚死过一次了，要是没有保命的东西，您现在就见不到我了。古秋玲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死过了？真的啊？不信你问他们。沈一鸣指了指一旁的学生说道。古秋玲目光扫过，只见那群学生纷纷点头。古秋玲见状，看向沈一鸣问道：我给你的高级防御护符也用了吗？此时的沈一鸣就像是个乖宝宝一样，老实的点头。我早就用了，我现在什么保命东西都没有了，毕竟我也是差点叫您师傅的人，您能不能看在欢欢的份上，再给我2张？听话的孩子没糖吃，爱哭的孩子有奶喝，又听话又爱哭的孩子全都有。古秋玲看到沈一鸣这不要脸的模样，也觉得有些好笑。你知不知道一张高级防御符箓价值多少钱？沈一鸣没有说话，一脸委屈地看着古秋玲。他当然知道高级防御符的价格，不然也不会死皮赖脸的想要找古秋玲再拿2张。这玩意是真的好用啊！要是刚刚有高级防御符，自己的替身傀儡也不至于浪费掉了。古秋玲也是被沈一鸣看的有些受不了了，给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沈一鸣拍着胸脯说道：谢谢院长大人，以后没人给您养老的话，可以找我。古秋玲白了他一眼，我不需要你帮我养老，我有欢欢呢，你们2个能好好的就行。嘿嘿，古秋玲拿出一张高级防御符箓递给沈一鸣说道：我这里只有1张了，你就先拿着吧。沈一鸣开心的接过高级防御符箓，1张也行了，院长大人大气。臭贫！另一边，幻灵带着内尔回到基地之后，看着天空上方的黑洞，问道：这是什么？哈哈，你们将会受到制裁，无主即将降临，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在幻灵没找到他之前，他就已经让人屠杀够了足够的妖兽，要是幻灵能再晚来一些，他就能把哪些士兵给处理掉。可惜了，还是慢了一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通过血迹的空间通道已经搭建完成了。不出意外的话，无主即将降临。幻灵听到内尔这么一说，看向那黑洞。此时的黑洞不停地闪烁着红色光晕，一股骇人的气息从黑洞当中透出。幻灵感受到这股气息之后，神情异常凝重。神话级，他以为这道气息就是幕后黑手的时候，第2股神话级气息出现，第3、第4、第5、第13，整整13道神话级的气息。此时的幻灵大脑直接处于宕机状态。这黑洞背后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神话级？这简直比深渊秘境还要恐怖啊！
同样感受到这些气息的内尔，此时异常的癫狂，哈哈哈！无主即将降临，你们完了。第66章，延缓降临时间1/5。此时，基地上空的黑洞还在不停地散发出骇人的气息，而且那一股气息越来越近，把秘境内的所有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幻灵因为对空间异常敏感的原因，很快就发现了个问题：这个黑洞其实是一个空间通道，而且运转黑洞的能量是需要大量气血的。看出对方的意图之后，幻灵强行顶着那庞大的威压冲向黑洞，口中念着咒语：以我之躯幻化牢笼。幻灵话音刚落，他那瘦小的身躯正逐渐消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牢笼，把附近的所有气血都给阻挡在外。空间牢笼把整个黑洞包裹住之后，黑洞中的光晕也停止了闪烁。此时，基地内的所有人感受到那一股威压消失后，大批学生便开始跑向空间通道，打算离开这里。这太危险了！这黑洞究竟是什么？光是透露出来的气息就能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要是对方真的降临，我们该怎么办？对面这到底是什么等级啊？我一个小小的白银级，用不着你们这么大动干戈啊！趁现在有人阻挡了那黑洞，我们赶紧离开。当一群学生跑到空间通道的时候，却被刚刚进入秘境的军人阻拦了下来。你们要签下保密协议，并且做好登记才能出去。学生们的大脑此时只想着赶紧离开秘境，只是粗略扫了一眼保密协议，便签字了。天渊秘境驻守基地当中，此时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棋盘之上，他的手中捏着一枚黑子，眉头紧皱，看着陷入死局的棋局，不知道该如何化解。他对面坐着的是一只植物系的妖兽，形状类似于大树，但是却拥有自己的五官，还能口吐人言。你输了。中年男子叹了口气，把手中的棋子放下。哎，下了几十年了，就没赢过你，你就不能让下我吗？这只植物系的妖兽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这位中年男子正是夏国的守护神李天，他虽然已经100岁高龄，但是他的面容却从未发生改变。李天刚要开口询问是否要继续下棋，突然感受到幻灵的生命气息正在逐渐消失，他脸色顿时一变。你帮我看好这里，我去一趟龙之谷秘境，幻灵出事了。对面的妖兽点了点头，你去吧。龙之谷秘境基地，此时的沈一鸣一直跟在古秋林身边，古秋林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没办法呀，他也不想跟，但是不跟着古秋林实在是没有安全感啊。特别是刚刚又出现那股强大的气息，要不是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真想直接跑路了。这尼玛太可怕了。而古秋林也不介意沈一鸣待在他身边。院长大人，刚刚那股气息是什么情况？古秋林苦笑道，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能感受到对面是神话级的存在，并且拥有13位。沈一鸣瞪大了双眼，13位神话级？神话级是什么概念？夏国明面上就只有3位，全球不到10人。这一个空间通道内竟然出现了13位神话级的强者，深渊秘境恐怕都没有这么恐怖吧？那为何气息又突然消失了？应该是幻灵出手了，不过看着情况应该阻挡不了多久，我还要继续通知高层派人进来。说到幻灵，古秋林的眼神出现了一丝变幻，有失落，有叹息，也有遗憾。沈一鸣并没有察觉到古秋林的眼神变幻，而是像个好奇宝宝似的继续问道，幻灵是什么呀？古秋林解释道，是一只很强大的空间系兽宠，它的主人是一位神话级的强者。沈一鸣继续问道，那您打得过吗？古秋林白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很嫌弃地看着沈一鸣，你小子话怎么这么多，懂不懂什么叫边界感啊？沈一鸣愣了一会，心中嘀咕道，为啥这话听着怪熟悉的？看着古秋林离去的背影，沈一鸣屁颠屁颠的又跟了上去。秘境基地上空，已经化身空间牢笼的幻灵感受到李天的气息来到之后，他内心松了口气，说道，天大哥，你终于来了。李天看到幻灵化身空间牢笼之后，很诧异的问道，幻灵，这是什么情况？你怎么使用空间牢笼了？幻灵化身空间牢笼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没有数十年的时间根本恢复不过来。刚刚情况紧急，如果我不使用空间牢笼，这秘境恐怕将会沦陷，甚至会波及到整个夏国。李天赶紧问道，这么严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身后空间通道里面有13道神话级的气息。李天听到幻灵的话，他脸色也不太好看。13道神话级的气息。幻灵快速的把事情经过和李天说了一遍。李天大脑此刻也在飞速运转。李天皱着眉头说道，那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龙之谷秘境给封锁了，并且还要把秘境内的妖兽全都清理掉。你还能拖延多长时间？5天。如果5天内还没有解决办法，我的空间牢笼将会失去效果，到时候如果秘境内还有妖兽，他们的气血将会重新给这黑洞提供能量，加快他们的降临速度。
李天，有办法关闭这个通道吗？关不了，这和秘境通道是一样的，一旦开启就无法再关闭。那之前这龙之谷秘境的通道是怎么关闭的？又是如何打开的？幻灵摇了摇头，具体我不太清楚，我还没时间去了解。这秘境是突然打开的。行，你先坚持住，我先让人去了解一下情况。李天说完之后，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秘境那急促的警报声再次传遍整个基地。第67章，离开秘境2/5。听到秘境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军方高层、官方高层立刻前往会议室。再重复一遍，所有军方高层、官方高层立刻前往会议室。所有听到这声音的人类高层们都纷纷动身前往会议室。古秋林当然也不例外，他还不忘嘱咐沈一鸣：“你先在这里待着，别跑，等会我开完会来找你。”绝对不跑，我跑了是小狗。沈一鸣连忙点头，跑是不可能跑的，待在古秋林身边才是最安全的。大概过了几分钟左右，所有高层都差不多已经来到了会议室，为首坐着的正是李天。李天扫了一眼会议室，看到古秋林那一瞬间，他顿了一下，又快速的看向其他地方。而古秋林看到召开会议的人竟然是李天，他的眼神也很复杂。当最后一位人类高层进入会议室之后，李天快速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之后，给了几十秒的时间让众人消化这个消息。此时的会议室内可谓是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震惊了，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李天看到下方没人说话，便直接开口下令，沉声道：“铂金级以上的人员立刻前往秘境深处，把所有的妖兽都给驱逐出秘境，并且要找地方安置好。如果没有地方安置，也不能在秘境当中击杀他们，要杀也要等离开秘境后再进行处理，不能再给这黑洞提供能量了。”会议结束之后，立刻把学生全都给驱逐出秘境，以后龙之谷秘境也将彻底封闭，禁止除了军方以外的人进入。众人听到李天的命令之后，便快速的记录了下来。有的人在会议没结束之前便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拿出智能手环把命令给发布出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是怎么打开秘境的？幻灵没来得及探查情况，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众人听到这话，面面相觑的看着对方。燕老这时开口道：“我也是不清楚，当时秘境通道就是突然打开的，具体的原因没有探查到。”众人也同时附和：“我们也没来得及探查情况，都在安置军队以及处理那些残余的敌人。”李天皱了皱眉头，也没有多说什么，继续吩咐道：“必须要赶紧查清楚，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能找到打开秘境、关闭秘境的方法，那我们还能拖延一段时间；如果找不到，我们将会很被动。而且幻灵最多只能坚持5天时间，希望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这13道气息降临意味着什么，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众人也是深情凝重的点了点头。13位神话级强者，想想都恐怖。一旦让他们降临，龙之谷秘境，包括夏国，将会受到无尽的灾难。会议召开得很匆忙，结束的时候也很匆忙。当沈一鸣再次看到古秋林，还没等他问话，古秋林先说道：“秘境接下来会很危险，等会我会让人带你先出去。”沈一鸣问道：“那群学生呢？”所有人除了军方人员都会驱逐出去。沈一鸣听到这消息，开心地说道：“太好了！”古秋林看到沈一鸣竟然还那么开心，直接给了沈一鸣一个脑瓜崩。咣！太好了！你知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沈一鸣有些心虚地说道：“我是为学生们感到开心。”其实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是，这群学生终于安全了，他的任务终于能完成了。沈一鸣想到这，能不开心吗？你赶紧出去吧，出去后就去找欢欢，他哪里目前是安全的。古秋林把沈一鸣送走之后，突然想到了什么，但是看到已经离去了的沈一鸣，还是叹了口气，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知道黑球国的阴谋的了。不过现在不是纠结黑球国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找到秘境通道打开的方式。沈一鸣离开秘境之后，看着龙之谷小镇内的此时早已经被戒严，每一个出去的人必须要登记才能离开。沈一鸣登记完之后，感慨道：“短短不到1天时间，没想到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本以为这只是一天惊天绑架案，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牵扯出13位神话级的强者，这里面的水太深了。”沈一鸣把握不住，赶紧溜，把琪琪和二弟重新放出来之后，便联系了银欢欢。得到地址之后，沈一鸣骑着琪琪便飞了过去，没花多少时间就来到了银欢欢所在的地方。这是一间小别墅，生活用品很齐全。银欢欢看到沈一鸣后，开心的笑道：“你回来了。”沈一鸣在银欢欢面前也没有任何的伪装，吓死我了，差点就回不来。银欢欢也是一阵后怕，我听师傅说秘境入口被关闭后都快吓死了，还好打开了。沈一鸣点了点头，内心也是非常庆幸，还好之前没在商城里购买空间石，要是买了空间石就买不起干扰水晶了。
多亏小爷我机智，你们全都要凉。银欢欢看着脏兮兮的沈一鸣，带着他来到了浴室。我帮你放好热水了，你泡下澡，我给你做点补充能量的零食，吃完后你先休息吧，有事起床后再说。沈一鸣看着已经放好了的热水，对着银欢欢坏笑道：姐，你可真贴心哈，要不要来一起洗？银欢欢嫌弃的说道：你别贫了，快点洗，你知不知道你很臭啊？嘿，臭是吧？来让我抱抱。说完，沈一鸣便张开双手扑向银欢欢。银欢欢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把银欢欢吓走之后，沈一鸣迫不及待地问系统：童子，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吧？奖励呢？快点给我奖励，不然我要睡不着了。任务已提交，根据检查，你本次任务评级为 A， 正在计算奖励，稍后请查收。卧槽，怎么才 A？ 你并没有能阻止对方的计划，只是打断了计划中的一环。行，耍赖是吧？我也要扣你信誉值。奖励正在发放，请查收。第68章，琪琪的专属装备3/5。恭喜获得神秘宝箱1，2000点商城积分，大量法师灵能1份。恭喜获得穷奇专属装备烈天宝珠。恭喜获得 S 级指定技能宝珠1枚。恭喜获得御兽技能宝珠1枚，随机。恭喜获得空间13。终极灵泉石。当系统的奖励提示音结束后，然后原本青铜1级的法师等级直接升到了青铜6级。升级的快感，再加上这大量的物品，此时的沈一鸣异常亢奋，双拳不停地挥舞着，爽啊！之前在完成任务投入进去的积分、符箓、底牌，这下童子全都给补全了。一个神秘宝箱，2个技能宝珠，2000点商城积分，算上空间石的话就是3500点积分。终极灵泉也很有用啊，这玩意相当于是游戏中的蓝屏，没蓝了可以屏，瞬间满蓝。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东西还能提升身体素质。好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琪琪的专属装备也来了。沈一鸣先看了一眼御兽技能宝珠的简介，打开技能宝珠后，随机获得 C 级 SSS 级技能，无使用限制。我擦，强啊！虽然这御兽技能宝珠有点看脸，但是这无使用限制条件就很离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开出的御兽技能可以给任何的兽虫使用。举个例子，那就是如果能开出2D 的天赋技能霸体，这霸体技能宝珠可以用在任何兽宠的身上。如果给琪琪用上，那琪琪想相当于多一个保命神技。同理，如果开出琪琪的天赋技能越战越勇，给2D 用上的话也很离谱。2D 越打越牛逼，先收着，等哪天有宝箱多了，垫一点宝箱下去，再开这玩意。把御兽宝珠收起来之后，又看向琪琪的专属装备烈天宝珠，穿戴之后提升5000点灵能，额外提升自身20%的灵能，并且可以无限制释放技能。沈一鸣看完简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牛啊牛啊！不算前面加的属性，光是这个无 CD 随便扔技能就离谱。如果让法爷穿上，这玩意就是 bug 呀！只要灵能充足，禁咒说扔就扔，没有任何的施法限制，也不需要念什么咒语。沈一鸣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咦，老子就是法爷啊！琪琪能用，自己也能用。因为沈一鸣拥有赋能的天赋，虽然无法完美继承这些装备属性，但是只要他使用复魂，这个无限制释放技能的条件，他也能使用。嘿嘿，真香！看完所有物品后，此时的沈一鸣浑身舒坦，躺在浴缸内，已经开始幻想着神秘宝箱再开出个职业就好了，来个战士吧，实在不行给件装备。自己的技能宝珠选什么技能呢？来个群法技能吧，现在单体攻击手段有了，来个群法。不过群法技能琪琪有，自己弄个防御的也行。沈一鸣也不再多想，泡完澡吃完银欢欢准备的零食后便去睡觉了。毕竟他已经接近24小时没睡了，他的身体素质虽然还能抗住，但是之前在秘境内一直心惊胆战的心累啊。沈一鸣离开秘境的第3天，沈一鸣休息1天之后，今天本来是打算联系一下古秋灵，问问他武神学院的事情的，没想到他却带着一群人找上门来了。刚一见面，古秋灵便严肃地问道：之前在秘境内你是怎么打开空间通道的？沈一鸣听到这问题愣了一会，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现在真不想再去趟那浑水了。13位神话级的强者，是他这么一个小角色能招惹的。自己任务都完成了，威尔也解决了，胡明也被抓了，他没理由再回去了呀。夏国有这么多的高手，处理个秘境应该很简单吧？我没有，不是我。古秋灵也懒得和沈一鸣掰扯，直接拿出智能手环播放了一段视频。三清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喜洋洋，美洋洋。沈一鸣看着视频中那中二的自己，此时他内心无比的懊悔。那个王八蛋录下来的呀，我不要面子的吗？
古秋玲静静地看着沈一鸣，说吧，你怎么打开空间通道的？这很关键。还不忘补一句，这件事你想脱身，基本上不太可能了。本来在历练结束之后，我也是要找你的，想要问问你是怎么知道黑球国的事情，现在正好凑一起了。沈一鸣大脑正飞速地转动着，马上想好了理由。黑球国的事情我是听说的，然后他们把主意打到欢欢身上，我才去调查的。不是沈一鸣想要骗他们，系统给的选项，他能说吗？你从哪里听说的？沈一鸣把二弟抱在怀里，指着他说，二弟告诉我的，他当初见到那黑人的时候就觉得他有问题。古秋玲听到沈一鸣的解释，压根就不信。行，你不说那就换个问题，你怎么打开空间通道的？沈一鸣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丢了一块小石头。那石头还有吗？沈一鸣摇了摇头，果断地说道，没有。古秋玲双眼一凝，你小子不老实啊，既然如此，你跟我走一趟吧。沈一鸣发现自己被提起来之后，好奇地问道，去哪？龙之谷秘境。当沈一鸣被带到龙之谷秘境之后，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老者，还有一些科研人员。为首的中年男子则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沈一鸣感觉自己被他看透了一般，乖巧地站在原地。古秋玲对着众人说道，人带来了，人应该没问题，就是这小子不太老实。一位身穿科研服饰的老者看着沈一鸣，哦，不老实，那跟我回去做一下实验吧。另外一名魁梧的壮汉说道，孩子嘛，打一顿就听话了，别那么暴力，交给我就行，我能查看他的记忆。沈一鸣一听到这话，直接吓坏了，查看记忆，那岂不是所有东西都会曝光？这哪能让他看啊？沈一鸣立刻说道，我坦白，我交代，我服从组织的命令，老子脑海的东西是你们能看的，要是那一 T 的硬盘文件被发现了咋办？第69章完犊子了，全都曝光了4/5。李天开口道，行了，你们别逗他了，既然他愿意交代，那就让他说吧。沈一鸣看到这中年男子开口之后，其他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也老实交代自己是怎么发现黑球国的异常的。至于消息的来源，他是一口咬定是二弟有预知未来的天赋，并且告诉他的。众人听后都皱了皱眉头，预知未来，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这样的天赋我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刚刚那位要拉沈一鸣去做实验的老者站了出来，是不是检测一下就行了？这名老者让沈一鸣握着测灵珠，然后拿出仪器在他身上不停地扫着。二弟和琪琪也被他们从预售空间里弄了出来。沈一鸣看到他们竟然能打开自己的预售空间，整个人都懵逼了。预售空间不是自己才能打开的吗？他们是怎么打开的？此时的二弟正被一个老头不停地抚摸着。硬，不许摸哪里。嘿，小家伙还会害羞呢，我只是帮你检查身体，你别害怕。硬，二弟急眼了，直接使用巨化，浑身散发着金光。帮他检查身体的老者直接轻轻往他脑袋一敲，瞬间又恢复了原样。二弟发现无法反抗之后，索性直接摆烂躺在地上。而一旁帮琪琪检查身体的老者就温和不少，毕竟琪琪能说话，交流起来也方便，也没有做出什么冒犯的举动。帮两只兽虫检查完后，众人纷纷称奇。这只兽虫黄金1级，常态战力就接近2万，这已经是黄金10级的战力标准了，不得了啊！这只白银10级的兽虫也不差，常态战力15000左右，这到底是怎么培养的？他们看上去虽然只是 S 级的兽虫，但是体内都蕴含着一股庞大的能量，而且像是未激活一般，如果激活之后不知道该有多恐怖。他本身只有白银9级，竟然能把兽宠提升到黄金1级，看来他的预售空间还挺牢固的。预售学院的院长仲超这时开口道，小伙子，看你这年纪应该还在上大学的吧，转来我们学院吧，我会好好培养你的。众人听到预售学院院长招揽沈一鸣，并不觉得意外。如果沈一鸣还有其他职业的话，说不定其他人这时候也开口了。而此时的沈一鸣并没有开口，因为他面前还有人帮他检查身体，那仪器不停地在他面前扫着。这时候有人开口道，不对啊，这小家伙不老实，他的兽宠并没有检测出预知未来的能力。那只熊族兽宠拥有巨化、撕裂，还有一个攻击技能，天赋技能也是防御的，而那只飞行兽宠全都是输出技能。众人静静地看着沈一鸣，想要看他如何解释。没想到此时沈一鸣手中的测灵珠散发出一股炽烈的红光，有人认出这股红光之后惊呼道， SSS 级潜力的法师职业天赋，这沈一鸣竟然拥有双职业，而且还是法师加上御兽师。众人突然看向李天，上一位拥有这个天赋的人正站在这里呢，而且李天的法师天赋也不过是双 S， 而这个沈一鸣竟然是 SSS， 这岂不是说他的潜力比李天还强？此时
众人看向沈一鸣的眼光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只是一个御兽天赋，还不值得各大学院争抢，而且也抢不过御兽学院。但是现在沈一鸣是双天赋。武神学院的副院长张元开口道：“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我们学院。”这时，一位年纪大概40至50岁左右的女人说道：“张院长，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法师学院才是他最终的归属。SSS 级的法师天赋去了你们学院，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这时候，李天开口道：“别吵了，现在不是给你们招生的，先把眼前问题解决了，你们再争。”众人听到李天开口之后，都纷纷闭上了嘴。李天问道：“黑球国的事情暂且放一边，你说说你是怎么打开空间通道的吧？”沈一鸣听到这位大佬的问话，也没有隐瞒：“这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一种石头，我给它取名叫干扰水晶。这东西目前我只知道能干扰一些禁锢，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扔过去的，没想到真成功了。”李天听到沈一鸣这个回答，开始思考了起来。他的这个回答很合理，因为他们都知道空间通道是被人干扰才打开的，他这个解释符合这个情况。你还有干扰水晶吗？沈一鸣知道，如果不把这玩意拿出来，他们是绝对不死心的，直接花了1000点商城积分兑换了2枚。有，但是只有2枚了。沈一鸣把拿出来后，李天接过干扰水晶，对着众人说道：“你们等我一会。”而古秋林则是冷冷地看着沈一鸣：“刚刚我问你，你说没有；李天问你，你就有。”呵呵。沈一鸣听到这话，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气从背后升起，心中顿时一惊，忘记这位大佬也在了，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他啊！不行，过后要好好解释一下，安抚安抚，抱紧大腿才是王道。此时的李天已经出现在了幻灵的面前，把干扰水晶拿了出来。这东西对空间干扰有用吗？幻灵打量着眼前的干扰水晶，片刻后惊呼道：“有！这东西不只能干扰空间，还能破除禁锢。我感觉这东西甚至还能破解领域，具体还有什么功能，还需要研究。”越说幻灵就越激动，如果有这东西当做阵眼，我再制作一个空间灵阵，我有把握把这个黑洞给封住。虽然不能永久封印，但是能拖延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个前提是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干扰水晶。李天此时也是一脸为难，这目前就只有2枚，大概能拖延多长时间？2枚的话，应该能拖延4个月。李天点了点头，能有4个月的缓冲时间，足够他们做大量的准备了。行，那这2枚干扰水晶你就先拿着，我去问问看那小家伙还有没有。第70章成了香饽饽5/5。李天离开会议室之后，会议室当中的各大高校院长、副院长都开始围着沈一鸣嘘寒问暖起来。刚刚那位扬言要揍一顿沈一鸣的壮汉，此时一脸笑意地看着沈一鸣：“小家伙，你叫沈一鸣对吧？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无论你去法师学院、武神学院还是御兽学院，这些都不是你最好的选择，战士学院才是你最终的归宿。”沈一鸣愣了一会，不解地看着这名壮汉，这货竟然说战士学院才是他的归宿，这不是扯犊子吗？壮汉也看出了沈一鸣的疑惑，连忙解释道：“他们的学院都已经拥有很多法师、御兽师了，虽然你是双职业，他们会给予你一定的特殊待遇，但是这和我们战士学院完全不同啊！我们可以为你特意开通一个新的专业，为你聘请其他高校的教师为你1对1教学，这个专业只为你服务。怎么样？我们学院是不是诚意满满？”沈一鸣看到这壮汉说的天花乱坠的，他嗅到了一股画饼的味道。这怎么可能为他一个人开设一个专业，还特意帮他聘请教师？这可能吗？壮汉看到沈一鸣那狐疑的眼神，拍着胸脯说道：“你不信？这样，只要你答应入学，我可以立个契约，如果你入学之后没有这些条件，你想进什么学院，我都帮你推荐，并且额外给你1亿的补偿。”沈一鸣听后，他心动了。他对于去哪所学院倒不是很在乎，但是这壮汉开出的条件是真的诱人啊！要不是有任务在身，他真想加入这战士学院了。此时的沈一鸣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先进入武神学院，然后再退学了。不过这也只是想想而已，一旦他这么做了，那将会受到所有顶级院校的联合抵制。一位学生没有理由主动退学，然后加入了其他院校，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是告诉所有人他是白眼狼。毕竟谁也不想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后去帮其他学院效力。这时候钟超站了出来：“梁宇，你别来捣乱啊！”那名法师学院的妇女也开口道：“就是你一个战士学院，瞎凑什么热闹？”壮汉梁宇不服气地说道：“凭什么说我捣乱？你们能招生，我不行。”钟超不屑地说道：“你们学院有他合适的专业吗？别误人子弟了，我们可以为他创立一个专业。”这时张元开口道：“行了，行了，你们都别争了，他是我们武神学院的学生。”钟超听到这话，阴阳怪气地说道：“瞧瞧，这就是武神学院，好厉害哟！他说了要加入你们学院了吗？”张元摊了摊手：“
我只是说实话罢了。古院长在之前已经联系过我了，在他新生历练结束之后，会安排他入学考核。刚刚我没认出他，直到梁宇说出他的名字，我才知道的。众人看向古秋玲，等待他的解释，而古秋玲则是点了点头。我之前确实替这小子联系过张院长，不过我并不知道他是双职业，至于他到底怎么选，看他自己。他来我们牧师学院，我也不会拒绝的。其实古秋玲说出最后这句话，只不过是想帮沈一鸣争取到更多资源罢了。当然，如果沈一鸣他真要来，古秋玲也不会拒绝，毕竟他可是双职业啊，还是 SSS 级资质的法师，已经有了一个李天作为参考模板了，他们能不上心吗？如果真的能培育出第二位李天，别说为他开一个专业了，就是拿他的名字为这个专业命名都可以。沈一鸣则是在一旁美滋滋的看着这群大佬为了争抢自己吵起来的模样，真爽。钟超看了一眼沈一鸣，小伙子，你确定真要去武神学院？武神学院虽然整体实力会强一些，但是关于御兽方面的知识还是要来我们学院学习的。法师学院的负责人也说道，你想要学习更多法师的施法技巧，修炼灵能的方法，还是来我们法师学院比较好。张元，他已经报名了武神学院，现在已经是我们学院的学生了，你们在这里吵有什么用？钟超反驳道，入学了吗？有证明吗？就算入学了又怎样？不可以退学吗？只要他退学，我们御兽学院收他。就是我们法师学院也可以收他。张元看到对方竟然能如此不要脸，便把目光看向沈一鸣，希望他亲口说出加入武神学院。沈一鸣也感受到了张元的目光。说实话，御兽学院和法师学院都不差，都更适合沈一鸣，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还有任务在身，所以肯定是要选武神学院的。童子，如果我不去武神学院会怎么样？惩罚真会来吗？要不你试试？听到童子这不安好心的话，他叹了口气，哎，10厘米啊，捡到哪里都不好受，试试真的会试试。就在众人还为如何争抢沈一鸣的时候，李天重新回到了会议室当中，看到众人这副模样，又瞥了一眼沈一鸣，心中浮现出一个想法，你们别吵了，你们一起收他入学不就行了？李天这话一出，其他人都愣住了，3家学院一起收他入学，还能这样操作？这可能吗？第71章天骄计划1/5。感受到众人的目光之后，李天淡淡的说道，既然你们都没有放弃他的打算，那就一起收了就行。张元一脸不情愿的问道，他一个人怎么进入3家学院？这沈一鸣本来就已经报名了他们武神学院，这突然被人插上一脚抢人，他能开心吗？其他2位院长也附和道，就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先例。李天平静地看着众人，没有先例就开了这个先例，他的资质是不值得你们开这个先例。他目前的2只兽宠就已经堪比 SS 级资质了，如果未来他们能激活那股神秘的能量， SSS 级也是很有可能的。双职业都是 SSS 级的，放眼全球，你能找出第2个吗？李天说完，又看向张元和那名妇女，这可是代表你们御兽法师专业的 SSS 级资质啊！既然在武神学院学习，这你们也能忍？未来最强的法师，或者说未来最强的御兽师，竟然不是出自你们的学院，这不是打你们自己的脸吗？李天的话也引动了2人的情绪，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放沈一鸣去到别的学院，这听到李天描绘的那幅画面真要发生了，估计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如果未来沈一鸣真的成长起来，成为夏国顶梁柱，别人知道他身为一名御兽师，竟然不是出自御兽学院的话，越想钟超就越觉得不能放走沈一鸣。他们错过了李天，这沈一鸣绝对不能放跑了。真要放跑了，那他们这个代表所有御兽师的御兽学院岂不成了笑话？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简直就是起脸输出。无论如何，这沈一鸣我们御兽学院要定了，他是我们法师学院的，他已经报名了我们武神学院。放屁，不服我们干一架，谁赢谁带走他。来啊，我还怕你不成？3位院长此时又开始吵起来了，并且这局势已经有要动手的趋势。李天见状连忙开口喊道，停，你们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都说了，你们3家学院一起收就行了。李天的话终于让他们重新平静下来，3人相互看着对方，谁都不愿意放弃沈一鸣这颗苗子。既然如此，那只能他们3人协商该怎么把沈一鸣给收进来。您说说看，我们怎么收？李天，很简单，你们3家学院再成立一家学院就行，然后以这个学院的名义把他招收进去，然后由你们3家共同指导他。至于教学地点，你们也不用担心，让他在你们3所学院游走就行了，不需要建立新的场地。每个学院让他去学习1个月或者1个星期，这就由你们安排了。3位院长听了这个建议，皱了皱眉头，这个提议他们很不满意，因为这新建立的学院并不是代表着他们所在的学院，而是代表3家学院。李天也知道，
让他们就这样答应下来不太可能的，所以补了一句：你们别忘了天骄计划，正好借着它重新提起，只要有人推动这个计划，你们还担心没人加入？听到李天的话，众人终于明白过来，李天为什么提出让沈一鸣同时加入3家学院，原来是为了推动天骄计划。如果以沈一鸣这一4双 SSS 资质作为这家学院的第1位学生，这好像也足够了。到时候的确会吸引来更多的学生，为夏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之前就有不少的学生因为双职业或者多职业被迫只能选择一所学院，然后放弃另一个职业。就算有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另一个职业，没有系统化的教学也很难达到精通。这也是为什么夏国这数百年来只出了一位李天的原因。双职业的人并不少，但是他们根本不像李天有这么深厚的家底，养一个职业到顶级已经很困难了，更别说养2个职业。夏国高层也为此开过不少次的会议，但是最终都是草草结束，因为没人想把自家的双职业天才给送出来。现在出了一位沈一鸣，那这个提案恐怕又会重新提起了。李天的话让人陷入了沉思，如果他们推动天骄计划，那沈一鸣将不再属于他们学院，但是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推动，他们将会名留千史，因为这是为夏国真正顶级天才而准备的学院。无论是国家还是各大顶级院校都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培养这些未来的顶梁柱。李天看着正在思考的几人，也不着急催促。然而一旁听到天骄计划的古秋林和战士学院的副院长梁宇都坐不住了，如果真要推动这个计划，我们战士学院必须占一份，牧师学院也需要有一席之地。他们知道一旦这个天骄计划成功推动，那他们这些没能加入的顶级学院都会落后一大截，甚至连他们的招生都将受到影响。正主3人还没开口，看到牧师学院和战士学院先开口，3人见状也不再考虑，都纷纷点头答应了下来。具体事宜我们还需要再商量，到时候都通知一下各大顶级高校以及夏国高层重启天骄计划。几人都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是几人3言2语就能决定的，后续要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各大顶级院校知道这个消息后，基本上都会加入进来。之前大家都不愿意加入，是因为没人愿意去干这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家有能力培养天才，凭啥还要把天才让出去？现在好了，有了一个沈一鸣，这武神学院、法师学院、御兽学院就必须要去推动这件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学院肯定也会加入进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天骄计划成功推动之后意味着什么。李天看到他们不再争吵后，便说道：行，这件事你们回去商量吧，我找这小家伙有点事，我先把他带走了。第72章强化御兽空间，大型社死2/5。童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如果我加入他们所说的这个学院，算不算完成任务？只要武神学院参与其中，你也算是武神学院的人，任务当然算完成。听到这话，沈一鸣也放下心来，只要任务能完成，去哪里都一样。去到这所谓的新学院，还能得到更多的资源。看到李天找自己，沈一鸣乖乖地跟了上去。他也是从古秋林那里打听到了，眼前这名中年男子正是夏国守护神之一的李天，并且还和他一样拥有御兽、法师双职业，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大佬找他干嘛。2人来到一间小型办公室，李天看到沈一鸣一脸严肃的模样，说道：坐吧，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不吃人。报告领导，我不紧张。沈一鸣坐下之后，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双手平放在大腿之上，和军人的坐姿一模一样。看到这副模样的沈一鸣，李天笑道：行吧，你觉得这样舒服，你就保持着吧。2人坐在茶桌上，李天沏着茶水，很随意地问道：找你过来是想问问你，这干扰水晶你是从哪里获得的？如果有获取干扰水晶的渠道，请告诉我，国家会给你一份不错的报酬。沈一鸣义正言辞地回道：报告领导，我真没有了。李天拿起茶壶，帮沈一鸣倒了一小杯茶水，仿佛没有听到沈一鸣刚刚说的话一般。如果你能找到1枚干扰水晶，我想国家应该会给你1亿的现金奖励，甚至还会开放一些稀有资源让你挑选。当然，你这么辛苦的帮忙寻找干扰水晶，我同样不会亏待你的。李天看着还愣在原地的沈一鸣，提醒他说道：别坐着了，喝茶，这茶还不错的，凉了就不好喝了。沈一鸣拿起茶杯一口闷下，拍着胸脯保证道：领导，您放心，为了国家，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寻找干扰水晶的，肯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没办法，沈一鸣也不想答应，但是对方给的太多了，而且还会开放稀有资源库让他挑选，这对他目前而言虽然没有用，但是以后说不定用得到呢。干扰水晶501枚，虽然也不便宜，但是对方给的东西也不差，拿出去换不亏。李天轻笑道：小伙子，你的觉悟很高，我很看好你，1个月内你能找到吗？沈一鸣咬牙说道：
保证完成任务。李天轻轻抿了一口茶，我刚刚看了你的受宠，他一直在压制自己的等级，这样对他并不好，将来他会潜意识地认为升级不是好事，从而降低修炼的欲望。应该是你的御兽空间不够稳定，不敢让他升级吧？你打开御兽空间，我帮你强化一下。麻烦您了。沈一鸣听到对方能帮他强化御兽空间，二话不说，直接打开御兽空间。只见李天对着他的御兽空间轻轻一点，然后沈一鸣本就已经面临崩溃的御兽空间直接就崩了。看到御兽空间崩溃后，沈一鸣欲哭无泪地看着李天：“啊，你干嘛呀？我的空间崩了。”李天丝毫不慌，平静地说道：“别急，我打碎你的御兽空间是为了帮助你重新塑造。”沈一鸣听到这就直接闭嘴了，对方也没理由害自己。过了大概半小时左右，原本已经崩溃了的御兽空间正在缓慢的恢复。李天此时手中正在不停的比划着沈一鸣看不懂的手势。只见他轻喝一声：“您！”下一秒，沈一鸣的御兽空间直接恢复了过来。沈一鸣感受着御兽空间内的变化，他直接愣住了。此时的空间强度比之前强上了数倍，而且里面竟然拥有了御兽之力。他可以感受到这股御兽之力能快速的恢复兽宠的灵能，而且还能加速他们修炼的速度。这怎么可能？他原本以为御兽空间只是一个放兽宠的地方，没想到经过李天这一番改造，这里竟然成为了修炼之地。李天笑呵呵地看着沈一鸣：“怎么样，还不错吧？”“不错，非常不错，太棒了！您就像是一束光，把我的未来给照亮了。我为我刚才的鲁莽道歉。”李天笑容丝毫未减：“这方法想学吗？”沈一鸣听后双眼顿时一亮：“想啊，您能教我吗？”“可以，下次你把干扰水晶拿来，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你。”沈一鸣听后心中感慨了一句：“大佬不愧是大佬，几句话就能把自己哄得团团转，而且自己还是心甘情愿的为他去干这件事，保证完成任务。”李天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了沈一鸣：“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你到时候找到干扰水晶可以直接联系我。”“没问题。”沈一鸣离开李天的办公室后，便被古秋玲给逮到了。沈一鸣看到古秋玲那冰冷的眼神，内心顿时一慌：“哎呀，这不是我们的院长大人吗？您怎么在这里呢？我之前是忘记还有干扰水晶了，真不是故意骗您的。您要相信我，我哪敢骗您啊？”古秋玲冷笑一声：“呵呵，我是来带你去办理转学手续的，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沈一鸣连忙摆手，他只想赶紧远离古秋玲。“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哪能麻烦您这个大忙人？”“废话那么多干嘛？”跟上古秋玲说完就直接离去了。两人来到罗湖学院后，有古秋玲的存在，办理转学没有任何的阻碍。本来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解决的事情，不到半小时就全都搞定了。走在学校的操场上，他还遇到了之前的班长一平。一平看到他后，有些诧异的问道：“你这2天怎么没来学校？”“我转学了。”一平拍了拍沈一鸣的肩膀安慰道：“你真没必要为了这点事转学啊，这都是小事，而且都在网上传开了，你去到哪里不都一样吗？”沈一鸣疑惑地看着一平，什么意思？看到沈一鸣这反应，轮到一平懵逼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一平拿出自己的智能手环，打开一个视频，在沈一鸣的面前投影出来，就是这个啊！三清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喜洋洋美洋洋。然后看到不停漂浮着的弹幕，沈一鸣直接社死了：“我尼玛，救命啊！我要换个星球生活。”第74章爆火网络3/5。卧槽，这就是传说中的喜羊羊之神吗？哈哈，好逗啊！不过他竟然真把空间通道给打开了。我听说这空间通道很难打开的，果然冥冥之中自有洋意。我听说他是罗湖学院的，到时候去看一下。我已经找到组织了，请求喜羊羊之神把我收下吧。大家好，我是刚来的，请问是走一遍程序，还是直接笑？沈一鸣看着那满屏的弹幕，心中那个悔啊！但是他又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视频会流露出去，而且看这模样还被大范围传播了。把一平赶走后，沈一鸣看着古秋玲质问道：“你们不是签了保密协议了吗？为什么会把这个视频流出去？”古秋玲解释道：“龙之谷秘境突然被关闭1天时间，当然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而且里面可是进去5000名学生了，与其赌不如输。这不你突然爆火网络，本来我们是想管一管的，但是看到既然没人在关注秘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索性就不管了，并且还帮你加大了推广范围。”沈一鸣听到他们竟然还在背后纵容这个视频的传播，直接傻眼了。还帮我加大推广范围？你们问过我了吗？我不要，赶紧给我下架了，最好全网封杀。古秋玲安慰道：“没事的，又没人知道你名字，而且原视频我们已经做了模糊化处理，看着背影根本不知道你是谁，而且网友都是没有记忆的，你这最多就火几天。
沈一鸣明显是不信的，狐疑的看着古秋玲，保真吗？不信你等几天看看。沈一鸣听他这么一说，也不再纠结了。行，最好是这样。两人都以为这件事几天后就会过去，没想到一群神秘的 UP 主出手了。他们把沈一鸣的视频做成了各式各样的鬼畜视频，并且以病毒式的方式传播在网络上。2天后，沈一鸣的小屋内，之前被银欢欢打破的墙壁也已经修复了。古秋玲提供的小别墅他们也可以住，但是沈一鸣总感觉住得不自在，便在第2天把小屋修复后又就搬了回来。小屋虽然没有别墅奢华，但是这里边一点一滴都是他和银欢欢改造的，很温馨。沈一鸣躺在床上，看到正在收拾行李的银欢欢，沈一鸣问道：欢欢，咱们去京都，要不要买个房子呀？银欢欢反问道：你有钱吗？沈一鸣看了自己的余额，还有300多万，应该能买个小屋。银欢欢白了他一眼，买完之后你让二弟吃土吗？其实沈一鸣不只有300多万，还有二弟从小姐姐们哪里乞讨到的1000多万，但是沈一鸣都没动这个钱。沈一鸣无所谓的说道：二弟饿着饿着就习惯了。在一旁紧靠着琪琪玩智能手环的二弟听到沈一鸣这么说，直接就叫了起来：不行，肚子饿很难受的。银欢欢也是说道：你还是先存钱吧，到时候我去牧师学院后应该会和师傅住在一起。沈一鸣也不勉强，毕竟京都寸土寸金的，自己这300万估计都买不到一个厕所，行吧？而且他自己到时候应该会在许多个学校进行学习，学院也会为他提供住处。买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琪琪这时突然喊道：老大，你在网上火了。沈一鸣听到琪琪这话，白了他一眼：知道了，知道了，我不需要你提醒我。哎，这都几天了，怎么感觉越来越火了？老大，这次视频和平时的不一样。沈一鸣凑到琪琪边上看了一眼视频，我操，这世界怎么也有鬼畜啊？这群 UP 主贴心的把沈一鸣的视频配上音乐，还各种搞怪，外加一些5毛钱的特效，整个视频看上去无比的滑稽。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他穿越之前一直喜欢看鬼畜视频，没想到这次的主角变成了他自己。鸡哥，我真的是真爱粉啊！妈的，这群小黑子太可恶了！越想沈一鸣越觉得心慌，不行，要趁早洗白，不然自己一旦被别人打上标签，以后真洗不了了。但是现在那些鬼畜视频上根本就没有露出自己的脸，自己现在跳出去洗白，岂不是告诉所有人这傻叉就是自己？琪琪，别瞎说，这不是我，这种视频以后少看。琪琪疑惑地说道：这是你那天穿的衣服呀，怎么可能不是你呢？我说了不是就不是。好吧，琪琪也不纠结，乖巧地关掉了视频。而一旁的二弟仿佛嗅到了一股商机，小眼珠子正疯狂地转动着，搜索到目前最火的鬼畜视频，并且在视频中评论道：这是我的人宠，想要联系方式的加我，可以免费获得限量签名，加钱的话还可以提供限量版周边。当然这些事情沈一鸣都是不知道的。银欢欢也在好奇心驱使下看了一下视频，捂着嘴在偷笑着：哈哈，你好傻呀，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好可爱，你可不可以现在做一遍？沈一鸣一脸问号的看着银欢欢，这小妞什么时候也学坏了，竟然敢拿自己寻开心。本来沈一鸣想要教育一下她的，但是看她那精致的面庞，一双一同步眨巴眨巴的看着自己，又狠不下心。沈一鸣干咳了一声说道：也不是不行，你亲一下我。银欢欢凑到沈一鸣边上，在他的脸颊蹭了蹭。啊！亲完之后，银欢欢脸上的红晕显得更鲜艳了，而且已经蔓延到身后颈间，看得沈一鸣一阵眼馋。好啦，快点，我要看现场版的。本来沈一鸣就只是开玩笑的，没想到他真亲了。看到他那一副期待的眼神，沈一鸣又不愿意欺骗他，原本还有些羞涩，不愿意做出这动作的他站了起来，双手叉腰，很流畅地做出那一套动作。三亲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第74章，这件事与我们无关。4/5。次日，黑球国王室。此时他们的国王吉尔脸色阴沉地听着属下的汇报，他们已经开始对我们实施制裁了。目前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王者级的秘境已经沦陷，并且已经开始波及到勇士级的秘境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国家所有的秘境守备力量都会被他们清理掉。吉尔强忍着愤怒说道：去联系夏国的官方，问他们究竟想干嘛。吉尔当然知道夏国这是为了报复他们，但是明面上当然不能说，只能去询问夏国的意思。这就已经是黑球国服软了，只要夏国开出条件，他们就会进行赔偿。然而这时候突然又有人跑了进来：国王，不好了，我们的冒险级秘境也开始被人骚扰了。
吉尔义愤填膺地怒吼道：“他们去哪里要那么多人？他们官方不是没出手吗？”手下低声道：“就来了一位。”吉尔听到只是一位，他脸色终于好看了一些。一位？来的什么等级？好像是铂金级，看上去像是一名学生。听到对方竟然只是一位学生，本来已经平复下来的心情又再次暴动起来。一位铂金级就把你们搞得鸡飞狗跳的，你们是废物吗？这名手下刚要解释，这时又跑进来几位手下。国王，又有10处冒险级秘境被入侵了。吉尔铁青着脸看着对方，你别告诉我对方都是一个人。国王果然算无一策，国王英明，对方就是一个人。这下属并没有察觉到国王的脸色不太对劲，这马屁直接拍到了马腿上。吉尔实在忍不住了，直接破防怒吼道：“我算你马呢，法克！一群废物，赶紧去通知人驱逐他们！”终于感受到这位国王怒火的属下立马就跑了出去。大概过了半小时左右，之前去联系夏国官方的官员回来了，不过他的脸色有些怪异。吉尔看到他进来后，连忙问道：“怎么样？对方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属下欲言又止的说道：“夏国已经发出声明了，这件事与他们无关，并且强烈谴责这群恐怖分子，还特意送来了一口钟表示遗憾。”吉尔愤怒地拍打着桌子：“无耻！这群人太无耻了！”那群入侵秘境的人说着蹩脚的外语，时不时还蹦出一句：“草泥马、孙子、小黑鬼、卧槽，吃爷爷一棒！”等夏国国粹，他们竟然说不是他们派来的，他们都差点在脸上写着“我是夏国人”了。他们官方竟然强烈谴责，等他们回去之后，恐怕会得到丰厚的奖励吧。吉尔虽然愤怒，但是还是要忍下来，大脑飞速地转动着，再去联系他们，请求他们支援我国。这次我看你们夏国还拿什么当借口？你们不是经常展示大国风范吗？我一个小国请求支援，很合理吧？当属下离去之后，吉尔紧握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到底是谁破坏了我们的计划，阻止主的降临？要是让我找到你，我扒了你的皮！”他想不明白，他们精心策划那么久的任务为什么会失败，而且这还是在主帮忙封锁空间通道的情况。他们还特意派出传奇级的强者进入秘境，他想破脑袋都想不通，这都能失败？一个冒险级的龙之谷秘境，别跟他说会有传奇级以上的强者驻守。而此时的沈一鸣正乘坐飞往京都的飞行器上，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个孙子又惦记小爷了。银欢欢轻笑道：“应该是你的粉丝们念叨你了，他们都在求你露面呢。”沈一鸣摇了摇头：“不可能，打死都不可能露面的。这件事将会成为网络悬案。你现在出去露个面，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呢。”“不去，我沈一鸣就是穷死都不可能赚这个钱。”躺在沈一鸣怀里的二弟突然说道：“我赚呀！”沈一鸣捏着二弟的小脸蛋，一脸凶狠地威胁道：“我赚你大爷！你要是敢把我身份暴露出去，我抽死你丫的！”二弟没有说话，就是不知道他脑瓜里到底想着什么。“琪琪，你现在也黄金级了，去了牧师学院，要照顾好欢欢呀。”“我会看好大姐头的。”黑球国王室前去联系夏国官方的工作人员又回来了。“国王，夏国表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援。”吉尔听后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夏国竟然真提供支援。“什么时候来？”“他们已经发出动员公告了，并且表示会尽快赶来。这是他们的动员公告。”属下拿出一份公告递给吉尔。吉尔粗略扫了一眼公告内容，整个人都傻眼了。黑球国目前各大秘境正遭遇到袭击，陷入恐慌当中，求助于我国。对此，我国向那群不法分子发出强烈谴责。国泰民安，一直全球官方所期待的。对此，我国秉持着人道主义，特意发布此征召令。应召前往黑球国支援的转职者将会得到官方褒奖，附送锦旗一面；灭掉不法分子者将会额外赠送银手套一副。他们竟然真发布征召令了，又褒奖又送锦旗的，灭掉不法分子还有银手镯。吉尔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他们发这条公告的含义，他们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为什么啊？然而在夏国网友看来，这公告很奇怪。不是我们没看错吗？去帮助黑球国得到褒奖，还送锦旗，最后回来还给银手镯，不给物质奖励就算了，灭掉恐怖分子，回来还被关进局子，谁会去啊？但是官方发这公告是啥意思？这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啊？有没有懂哥帮我分析一下？你们再看看这几句话的前面第一个字像不像藏头诗？黑球国灭。卧槽，我悟了，夏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么说来，那群恐怖分子是我楼上的会不会说话？我们是正义使者，我们是去支援的。不过黑球国到底干了啥啊？官方至于那么大动干戈吗？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说，我已经签了保密协议了。
我只能说，这群黑鬼活该，灭了才好。第75章，进入武神学院5/5。一些之前在龙之谷秘境的学生看到这条官方公告后，都纷纷欢呼起来。哈哈，这公告我喜欢。妈的，要不是实力太低了，我肯定要去他们国家玩一玩，害得老子历练机会没了就算了，人都差点搭在里面。我只想说，那群正义人士再加把劲。一些吃瓜网友看到这些消息后，一脸懵逼的发问：我才1天没上网，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到底错过了什么？有没有懂哥给我科普一下？我根本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昨天还是喜羊羊之神，今天头条怎么就变了？是我的喜羊羊之神不香了吗？国内此时可谓是一片欢腾。反观黑球国的高层，此时看到手下递上来的报告，头发都要白了。这国王到底是怎么招惹到夏国的啊？威尔王子也是在夏国失踪了，这里边恐怕有很大的关系。威尔王子难道是在夏国惹事了？他到底干了什么，夏国才会如此愤怒？黑球国皇室当了解夏国文化的翻译人员把夏国通告翻译给吉尔国王之后，吉尔现在更黑了。虽然生气，但是他也是毫无办法，派出高级的转职者去阻拦他们，根本就拦不住。想寻求国际支援也不太可能，因为一旦他们策划的事情曝光，引来的就不单单是夏国了，到时候恐怕全球大国都会来找他们的麻烦。吉尔现在也不清楚龙之谷秘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计划发展到了哪一步。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夏国还没把事情曝光出去，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报告国王，我们的冒险级秘境已经完全被攻破了，此时他们正往普通级秘境赶去。吉尔听到这个消息，他已经不想管了，因为根本就管不过来，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秘境沦陷。吉尔叹了口气，随他们去吧，象征性的阻拦一下就行，他们爱拿什么就拿吧。一旁的属下开口道，可是国王任由他们这样下去，国内的舆论恐怕无法控制了。吉尔摆了摆手，他已经彻底摆烂了，他们总会回去的，到时候就说是遭受恐怖袭击就行，不想摆烂也不行啊。打又打不过，又不占理，强行让人去阻拦，只会造成更多的损失。与其如此，还不如保留有生力量，等待主的降临。等到主降临之后，这一切他都会讨回来的。此时的夏国高层也展开了会议。燕灵听到前方的战报信息后，脸上的笑容一直没停过，哈哈哈，太好了，他们的秘境基本上已经被攻破了。这时一位军方大佬也开口道，接下来该让人去和他们谈判赔偿的问题了。其他人纷纷点头附和道，确实该谈谈赔偿问题了。燕灵问道，不过这谈判人选让谁去？官方的人是不能出面了，让协会的人自己去谈吧，谈到的赔偿就给他们一半当做奖励吧，另一半就给在龙之谷秘境当中牺牲的士兵当补偿吧。众人附和道，我同意，毕竟这也是他们自己争取到的。这次前往黑球国的人大多数都是夏国国内各大协会派出去的，他们拿这些一半的奖励也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不是夏国也损失了很多士兵，高层也许会给他们更多。至于黑球国会不会赔偿，那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不赔偿那就不回来呗，看谁耗得过谁。2天后，黑球国的赔款到位之后，在黑球国内的所转职者都撤离了，黑球国也恢复了那久违的平静。不过这并不代表此时的黑球国真的平静，因为皇室的至始至终从没有给他们国家的平民解释过，一切都来得很突然，也结束得很快。这样的异常很容易就引起民愤，民众们纷纷开始上街游行起来。而且哪些高级官员也无法理解皇室的做法，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当中，给皇室施压。如果皇室无法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这黑球国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一场动荡。另一边，已经来到京都的沈一鸣带着二弟赶往了武神学院，接待他的是副院长张元。张元含笑看着沈一鸣说道，一鸣啊，以后你就把学院当家就行了，不用客气，有什么需求和我说。行，谢谢院长大人。走吧，我带你去你住的宿舍。过了一会，张元把沈一鸣带到了一个别墅区，他边走还边介绍道，这里是高级住宅区，一般只有进入学院战力榜上的学员才可以入住，不过因为你情况比较特殊，学院就直接给你分配了一栋住宅。张元很快就把沈一鸣带到了他的住处，这是一栋200平左右的独栋小院，外观上看上去还是非常不错的。走入小院内，还有一些花草作为点缀。二弟看到这小院，已经迫不及待地躺了上去。沈一鸣则是推门进入房内，里面的家具很齐全，该有的都有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标注出来的修炼室。这个修炼室进入这里是需要学分的，在里面修炼可以加快你灵能以及预受力的修炼速度。你刚入学，学校先给你1000点学分，之后的学分就要靠你自己获取了。沈一鸣点了点头，
如果其他武神学院的学生看到沈一鸣这么平淡的模样，估计会气得牙痒痒。要知道，即将展开的新生大比，第1名也不过才获得1000点学分，而沈一鸣入学就直接有1000学分，这待遇简直没谁了。那你先适应一下校园生活吧。你分班的事情我也已经让人处理了。你作为插班生，你最好多注意一些，班级里都是刺头，估计不太好相处，可能你要适应一段时间。沈一鸣无所谓的说道：没事，我就是来打天才的。现在2弟虽然只有黄金1级，但是他的战力已经可以媲美黄金10级了。吊打新生对于2弟来说洒洒水了。你刺头别招惹我就行，不然把你的棱角给磨平了。然而沈一鸣不知道的是，他作为一个插班生进入班级会造成多大的轰动。第76章，人还没到，已成焦点。1/5。此时的武神学院论坛上，学生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新生大比而议论着。11就是新生大比了，不知道这次又有什么天才会从中脱颖而出。我听说每一年的新生大比都会出一些妖孽，去年的新生大比第1名目前已经快要修炼到了钻10级了，这修炼速度简直太恐怖了。都说来到武神学院的都是天之骄子，但是谁又知道这里的竞争有多残酷？这才刚刚开学，我就已经看到我们班里出现了几个变态。我以为我黄金5级应该能排个中游水平，没想到竟然是垫底的。别说你了，我们班里最高级的都已经到了黄金10级了，更别说那些天才班的了。果然，黄金1级只是一个入学门槛。我在我们小县城已经是傲视群雄的存在了，没想到来到这里啥也不是。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人突然说道：你们听说了吗？今天上午张副院长带了1名学生入住了高级住宅区，据说他还是天才班的插班生。诸位吃瓜的学员们看到这条消息顿时就炸锅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天才班还有插班生，谁那么牛逼啊？我黄日天第一个不服。就是你应该看错了，进入天才班的都是要经过入学笔试的，怎么可能会有人不需要考核直接进入？今天不只有一位学生看到张院长带沈一鸣入学的，他们也把自己所看到的说了出来。我今天也看到了，张院长亲自去接的那名学生，而且还是有说有笑的。我也看到了，那男的还挺帅的，身边还跟着一只熊族兽宠，可能是一位御兽师。有些学生仿佛嗅到了一股商机，便说道：我就是住在高级住宅区的，如果有人愿意花30点学分，我可以去帮你们去核实一下真伪。这位学员开的价格很合理，30学分不算少，但是也还在学员能接受的范围。每一位新生入学，学校都会发放50点的学分。如果真有人好奇的话，几个人众筹一下，很轻松就能支付得起。谁那么傻啊？这样的消息真会有人去买？就是30点学分，我都能去修炼室修炼1天了。这么离谱的消息，竟然还有人信？张院长亲自去接1名学生，可能吗？武神学院的学员讨论范围越来越广，天才班内的学生也都听说了这个消息。此时天才班的群内也都好奇了起来。小天天，你的消息不是很灵通吗？我们班真要来一位插班生。被蓝月艾特的景天不满地说道：大姐，你能不能整天小天天小天天的叫啊？我比你大啊！蓝月发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并且说道：你拿出来看看，不然我不信。景天，呵呵，我就不告诉你。蓝月，小天天，你很调皮哦，正好我最近学了个新技能，还没有实验对象，你要不要试试？这时班级群内的其他人也产生了好奇。景天，别搭理那个疯女人，跟兄弟我说，真有插班生。看到其他人也开口问他后，景天也没再搭理蓝月。他们讨论的没错，的确是有插班生，而且这个插班生只有白银9级。景天这话一出，群内的众人都被吓得不轻。要不是这话是从景天口中说出来的，他们肯定不会信。就连一些经常潜水的人都忍不住关注起来。真的假的的？白银9级还没达到入学标准吧？他怎么进来的？就算是背景通天，也不可能直接进入我们班吧？我倒是对这个人挺好奇的。这时景天打断了他们的讨论，他是双职业的，御兽师的职业是白银9级，另一个职业目前好像只是青铜级。众人听后更是懵逼。如果光是这样，学校也不可能直接让他插班进入天才班啊。这一届的新生，双职业的至少也有上百人，他们天才班里就有将近10名双职业的。如果光是凭借双职业，根本就不可能会让学院开这样的先例，更何况他才白银9级。双职业并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他疑似双职业的天赋都是 SSS 级的。法师职业已经确定是 SSS， 御兽职业的天赋只是疑似。景天的话音刚落，便在群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卧槽，真的假的？双职业 SSS？ 哦豁，要是这是真的，这就有意思了。白薇，大姐头，你的竞争对手要来喽。众人也都理解为啥他能当插班生了。
如果是双天赋都是 SSS 级就不奇怪了，这放到哪里去都会有人抢着要给他插班，并不意外。然而这还没完，景天的下一句话更是让他们直接怀疑人生。他不只是我们学院的学生，他同时还是御兽法师学院的学生，而且我还知道3家学院因为他还特意重新提起了天骄计划。卧槽，双 SSS 级天赋有那么多的特殊待遇。白薇，大姐头，你一定要撑住场面啊！没等白薇开口，这时一个 ID 名为高帅帅的说道：放心，我会出手。白银9级，随意拿捏。他刚开口，便有人反驳道：帅帅，省省吧，你少一天装逼你不会死的。高帅帅毫不在意的说道：嘿嘿，反正我会出手，双 SSS 级天赋啊，趁他没成长起来之前揍他一顿，我能吹一辈子。高帅帅话音刚落，其他人仿佛都打开了任督二脉一般。卧槽，帅帅高啊！我觉得我也会出手，想想能凑一顿未来的大佬就很兴奋。有没有组团刷 BOSS 的？哎嘿嘿，快点私聊。这时群内突然有人说道：你们就不怕你们去送菜打人不成，被教育吗？第77章，童子玩尬的是吧？2/5。这位同学的话大家并没有当一回事，打个白银9级如果还能翻车的话，他们也不用待在这个天才班里了。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讨论的队伍当中。当然也有人害怕会翻车的，故意多叫上几个同学，打算一起组队刷沈一鸣。毕竟这可是双 SSS 天赋啊，要是他能成长起来，他们这些搞事的必定会在他的经历当中留下一笔。就像现在的李天一样，当初打过他的或者和他成为对手的，无论好坏，他们的名字都保留了下来，甚至还特意为那些人写了一本自传。这对他们而言，这笔买卖绝对不亏。而且他们下手有分寸，只是想教育一下沈一鸣，并没有想过把沈一鸣怎么样。学校里切磋切磋很正常吧。次日，毫不知情的沈一鸣一早便已经来到了天才班里，毕竟这是他入学的第一天，作为一名插班生，如果直接迟到的话不太好。当他提前20分钟走入教室后，扫了一眼，班里大概已经有了20几位学生。班级里的同学看到沈一鸣进入教室之后，目光纷纷朝着沈一鸣看去。原本还在讨论沈一鸣什么时候来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沈一鸣本来还想着和他们打个招呼的，但是那久违的系统选项又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选项1，下马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告诉他们，这个班以后你说了算。任务奖励：黄金宝箱1，666点商城积分，大量预售力1份，可替换为法师灵能终极灵泉3。选项2，为了更快促进你与班级同学的良好关系，在5位同学面前分别念出他的个性签名。任务奖励：白银宝箱10233点商城积分，大量预售力1份，可替换为法师灵能预售全属正 5%。选项3，选择当个小透明，不管班里任何事情。任务奖励：黄金宝箱1，预售亲和力加5，123点商城积分，终极灵能药剂石。沈一鸣看着这3个选项皱了皱眉头，这第一、第二个选项完全就是搞事情的。第一个选项不用过多解释了，任务奖励也就还行。第二个选项，这童子真的是让他和同学们搞好关系的吗？当面念出别人的个性签名，玩尬的是吧？不过这个选项的奖励确实诱人，10个白银箱子啊。这时候的他正好缺少垫子，这些箱子拿来当垫子很不错呀，还能提高2D和琪琪全属性 5%。至于第3个选项，他看了一眼没兴趣，他这妖牛逼的人怎么可能当个小透明呢？不能装逼，自己努力还有意义吗？沈一鸣没有多想，便选了第2个选项，当着对方的面念出他们的个性签名，小意思了。沈一鸣看向同学，笑着打了个招呼：大家好呀，我是新来的同学，叫沈一鸣，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高帅帅和蓝宇进行了一番眼神交流，然后窃窃私语道：帅帅，这人看起来挺好说话的呀，要是我们直接上去找麻烦，会不会太突兀了？高帅帅摸了摸自己那圆润的下巴，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再等等看。景天此时也是悄悄打量着沈一鸣，并且一直在记录着什么。其他人也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沈一鸣，心里都在琢磨着怎么开口邀请他对战。如果沈一鸣高调一些还好，但是这沈一鸣看起来挺好说话的呀。所谓伸手不打笑人脸，沈一鸣这样，他们都不好意思开口了。沈一鸣看到他们不搭理自己，暗道：天才班的学生都这么高冷的吗？不过为了自己能更好的进行任务，自己只能主动出击了。看到离他比较近的一位胖子，他看上去面容憨厚，整个人也很干净，穿着定制的战斗服，看起来还挺可爱的。都说胖子心宽，好说话，那自己第一个目标就是他了。沈一鸣走到高帅帅的面前：同学方便加个好友吗？以后常联系。看到这么自来熟的沈一鸣，高帅帅有点懵，不过还是拿出自己的智能手环说道：好吧，我叫高帅帅。
毕竟对方是双 SSS 级的天才，加个好友不亏。沈一鸣拿到高帅帅的联系方式后，心中窃喜道：“嘿嘿，到手一个，胖子果然好说话。”不过他并不着急完成任务，而是转头看向高帅帅旁边的同学，加一个好友。蓝宇愣了一会，说道：“行。”顺利加上2个好友之后，接下来的几个也都很轻松的加上了。众人并不排斥和沈一鸣打好关系，毕竟人家的天赋摆在哪里呢？人家都开口要好友了，说明对方是看得起自己，自己有拒绝的道理吗？沈一鸣虽然只需要加5个好友就能完成任务，但是为了预防万一，还是把在场的无论男女同学都加了一遍。把班级里的同学都加的差不多之后，沈一鸣嘿嘿一笑，打开了高帅帅的社交软件，看到他个性签名的时候愣了一会。踏红尘，戏人间，有我帅帅便有天。看不出来这胖子心那么野啊，不过为啥我嗅到了一股安澜的气息？然后看第2位同学的个性签名，这是一位女生。我喝水只喝纯净水，牛奶只喝纯牛奶，所以我很单纯。看到这沈一鸣顶不住了，他终于知道童子为什么发布这样的任务了。卧槽，都玩尬的是吧？第78章，这不是骑士熊吗？3/5。沈一鸣看着这条个性签名，又看了看那名黄月月女孩子。这个女孩站在那里的感觉，就感觉有一股清冷的气息飘散在四周。女孩有着一头乌黑如墨发，一双眼睛透露着一股清冷，再搭配上一件黑色的战斗服，176左右的身高，这颜值也是85分以上，妥妥的就是高冷御姐啊！沈一鸣一脸不可思议的看了看自己的智能手环，又看了一下眼前的女子，我尼玛，难道我备注错人了？在个性签名和黄月月之间不停的打量着。我喝水只喝纯净水，牛奶只喝纯牛奶，所以我很单纯。仔细对比了几次，沈一鸣真的确定自己没备注错人。这反差有那么大吗？沈一鸣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真当着他的面念出这一段个性签名，他真的怕自己说出口之后会被打死。犹豫片刻后，沈一鸣还是决定拿帅帅开刀，先看看他反应再说。沈一鸣走到高帅帅面前，打了个招呼：“嘿，帅帅，我看你个性签名挺有意思的呀。踏红尘，戏人间，有我帅帅便有天，挺符合你的气质。”帅帅听后，双眼顿时一亮，仿佛是找到了知己一般。对吧？我也觉得，哈哈，你还是头一个这么说的。沈一鸣看到高帅帅并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他顿时也是信心大增。这任务有手就行。不错，我也很欣赏你这样的人。完成一个之后，沈一鸣又把目光锁定到高帅帅旁边的蓝宇身上。哥们，你个性签名也不错呀。靠近我之前，你要想清楚了，除了帅我可什么都没有。你长得确实挺帅的。沈一鸣说这话一点都不违心。这蓝宇确实帅，虽然没有沈一鸣那么让人惊艳，但是也是大帅哥一枚。不过这在天才班里也正常，班里除了帅帅长得胖一点之外，其他人都是俊男靓女。然而蓝宇听到沈一鸣的话，脸色顿时一沉。你在说什么呢？我根本没有个性签名。蓝宇都很少上社交软件，他怎么可能改这么一个个性签名？所以误以为是沈一鸣拿他开玩笑的。沈一鸣狐疑的看着他，没有，拿起智能手环递到蓝宇的面前说道：“这个不是你吗？”蓝宇不屑的瞥了一眼，然而当他看到他个性签名那一栏确实是这一句话之后，整个人都懵逼了。他什么时候改了这样的个性签名？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改这么羞耻的个性签名？一旁的高帅帅拍了拍蓝宇的肩膀说道：“怎么样，我之前帮你改的个性签名不错吧？虽然和我比起来差一点，但是也是属于高端的签了。”蓝宇听到高帅帅这么一说，愤怒的吼道：“卧槽！高帅帅，你活腻歪了是吧？竟然敢改我的个性签名！你什么时候改的？”高帅帅安慰道：“哎呀，别生气，这不挺好的吗？高中的时候我帮你创建账号的时候就改了呀。难怪别人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之前我还没当回事，我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你大爷的！高帅帅，这是没完！”蓝宇直接打开自己的预售空间，召唤出一只和二弟差不多一样大小的棕色小熊。小星，给我打死这胖子！小星被召唤出来的那一瞬间，听到蓝宇的命令后愣了一会，看向高帅帅，小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这高帅帅不是蓝宇的好朋友吗？都老熟人了啊，怎么可能打起来呢？高帅帅看到蓝宇真急眼了，连忙说道：“别闹哈，教室里不能打架的。”蓝宇听到高帅帅这么一说，也反应过来了，但是还是气不过，骂骂咧咧的说道：“死胖子，我和你没完，绝交了。”高帅帅笑嘻嘻的说道：“别闹，不就一个个性签名吗？改回来就行。”二弟看到小新的那一瞬间，小脸蛋很是好奇，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和他一样大小的熊族。你好呀。小新看向二弟一脸的警惕，他能感受二弟身上有股莫名的压迫感。干嘛？二弟发现对方竟然能口吐人言，
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英，你为什么会说话啊？小新疑惑地看着二弟，这不是应该会的吗？二弟听后委屈地跑向沈一鸣那里，问道：英，人宠，我为什么不能说话啊？二弟真的受够了，琪琪可以说话就算了，他还能忍。本想着这可能是他们种族的劣势，但是现在面前这熊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熊可以说话，就他不行，这不是歧视熊吗？沈一鸣摊了摊手，你别问我，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话不都一样吗？你嘤嘤的叫声也很好听啊。二弟摇着自己的小脑袋，两只小爪子抓住自己的双耳，不停地抱怨着：嘤，我不要，我也要说话。沈一鸣听到二弟又嘤嘤嘤的叫起来，他实在是绷不住了，哈哈哈！听到沈一鸣的笑声，二弟气呼呼地跑到角落里生闷气去了。看到跑走的二弟，沈一鸣决定晚点回家再哄他，毕竟现在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看着蓝雨这暴走的模样，如果自己在黄月月面前念出那一段个性签名。第79章，这班级没有正常人吗？4/5。沈一鸣想了想，还是决定先放一放，看向另外几人的个签。若你没有经历过我的旅程，就不要来批判我走的道路。我是神之子，苍天尽在我脚下臣服。如果美是一种罪的话，我已经十恶不赦。世界上有2种人最让人着迷，一种是我这样的，一种是像我这样的。我平易近人，能说会道，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伶牙俐齿，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我说的话就是真理。沈一鸣越看感觉越不对劲，这些天才每个人的个签都像是龙傲天一样。也对，平时都是天之骄子，自恋一些也正常。他们确实是有骄傲的资本，如果这些话是放在普通人身上，估计会被喷死，但是他们说出来好像也能接受。沈一鸣走到一位女孩子的面前，轻飘飘地说道：如果美是一种罪，我已经十恶不赦。这名女孩本以为沈一鸣是过来打招呼的，没想到他一开口直接绝杀。女孩惊呼了一声，羞红着脸跑出了教室。个性签名是个性签名，当着自己的面说出来，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除非是像高帅帅那样的性格，不然普通人还是要脸的。还差最后2个了。沈一鸣在众多个性签名当中找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走到一个将近2米的肌肉猛男面前。沈一鸣抬头看着这位兄弟，笑道：同学，你觉得我人咋样？肌肉猛男好像有些腼腆，看到沈一鸣这么问，挠了挠头，老实说道：看上去还不错。沈一鸣接着说道：你觉得我是个好人吗？猛男点了点头，有些不解沈一鸣到底要说什么。沈一鸣双眼一亮，那你是不是应该对我以诚相待？猛男错愕。沈一鸣惊喜地拿起智能手环递到他面前，那就对了。沈一鸣把这位猛男的个签念了出来：遇良人，诚以待。猛男听后恍然，一阵娇羞，露出痛苦面具，紧紧握着双拳看着沈一鸣。此时班内的同学终于明白沈一鸣要干嘛了，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别人尴尬，难道他会获得什么好处？然而沈一鸣目光所到之处，同学们都纷纷后退2步。一些手快的同学连忙检查自己的个性签名，觉得不对劲的直接删掉。他们这些签名大多数都是在初中、高中时候填下的。进入武神学院之后，谁还有空玩智能手环啊？不赶紧修炼，说不定就会被别人比下去了。当沈一鸣目光看向黄月月那一刻，黄月月冰冷的眼神上闪过一丝错愕，下意识地拿出自己的智能手环，低头一看，想到了当初还未觉醒的日子，一股不祥的预感浮现在心头。同学！黄月月惊呼：你别说！沈一鸣看到对方一副惊慌的模样，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是说了出口。不过沈一鸣特意降低自己的音量：我喝水只喝纯净水，牛奶只喝纯牛奶，所以我很单纯。不过沈一鸣这个降低音量并没有用，能进入天才班学生的，那谁没点特殊手段啊？听到沈一鸣这话后，全班同学都傻眼了，甚至连刚刚的那位猛男都愣住了。没人愿意相信这位高冷女神会写出这样的个性签名。这黄月月的个签真是这样的？不可能吧，让来我康康，我有黄月月的好友。卧槽，还真是啊！之前没注意个性签名这东西，没想到班里个个都是人才，我觉得还怪可爱的，哈哈。所有人都在震惊的时候，此刻的黄月月原本黑色的头发瞬间变成冰蓝色，双目透出一股冷意，一股寒气瞬间就蔓延了整个班级。沈一鸣也意识到不对劲了，连忙闪到一旁。这时景天一个闪身来到黄月月的面前，劝道：别激动，不能在班里打架，你要打约他去竞技场。黄月月看到景天后，身上的气势收了起来，冷冷地看着沈一鸣。放学后
竞技场等你。黄月月心里那个气啊！这条签名是他还未觉醒的时候写下来的，觉醒之后性格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就没有注意过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被沈一鸣当中说出来，心中那是又羞又怒的。自己开学一直保持的人设直接就崩了，不揍他一顿都不解气。沈一鸣听到黄月月约战自己，也知道避免不了了，不过他也不怂，来到武神学院不打架是不可能的，早晚都要打，那就拿他当做自己首战的对象吧，正好也能试试天才班的深浅。行。看到沈一鸣答应下来之后，班里的同学双眼顿时一亮。沈一鸣的实力目前是未知的，黄月月和他约战，正好可以帮他们试一试沈一鸣的实力。黄月月在班里也能排进中游水平了，他去试沈一鸣刚刚好。这时高帅帅跳了出来，黑兄弟，打完也跟我打一场呗。沈一鸣疑惑地看着高帅帅，你也要打？刚刚这货不是还挺开心的吗？怎么就想起和自己约架了？嗨嗨，我也来，算我一个。排队排队，一个一个来，我第4个。沈一鸣看到他们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他懵逼了，这是把他当 boss 刷。第80章，同学们很友善，我很喜欢5/5。沈一鸣目光扫向他们，你们想干嘛呀？为啥都找我约战？这时一位戴着眼镜的同学站了出来，他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道，你是新同学，为了能更好的促进班上同学的友好交流，我们一般都会先打一架，打完之后才会得到我们的认可。还有这回事？沈一鸣目光有些诧异，众人附和道，就是这样的，毕竟这里可是武神学院啊。沈一鸣思考片刻后说道，行吧，不过我现在等级不高，一天只能打1架。沈一鸣看到这么好的陪练对象来找自己，他怎么会拒绝呢？他之前可是从未战斗过的，都是二弟靠着自己的本能在战斗，然后他就在一旁呐喊助威，要不就是扔符箓啥的。他的业火焚天技能也没用过几次，每次使用都能把自己的灵能榨干。现在好了，有一堆天才当陪练对象，嘿嘿嘿。高帅帅立刻拍着胸脯保证道，没问题，一天打1架，排队排队。高帅帅此时和蓝雨对视了一眼，嘴角露出一副坏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沈一鸣面露难色，既然我们是同学，是不是要给点见面礼啥的呀？不然我每天打架灵能都消耗光了怎么办？众人听后瞬间了然。高帅帅说道，明白明白，毕竟每天都要约战，确实挺辛苦的。这样吧，我建议找一名同学约战的，先给他一份终极灵能药剂，怎么样？想要约战沈一鸣的纷纷都答应了下来，没问题。终极灵能药剂嘛，小意思。终极灵能药剂虽然也值点钱，但是对于这些能进入天才班的学生而言，这真不算什么。每一位能进入天才班的学员，家底都不差。高帅帅表示道，见面礼同样也是要给的，你应该还没有战斗服吧？只要你能打赢我，我帮你找人定制一套专属战斗服，输了的话，我也送你一套高级战斗服。毕竟提前投资一位双资质 SSS 级的未来强者，这点东西根本不算什么。等到他成长起来后，想要拿这些东西投资他估计是远远不够的。能进入天才班的没有傻子，也许有单纯一些的，但是傻的真没有。沈一鸣听后兴奋地问道，果真？高帅帅大气地表示，只要你能赢，我肯定送。其他人也附和道，对，见面礼我们也会送给你的，放心。刚刚那位猛男也是说道，我有一种可以锻炼体质的方法，我明天拿给你，这东西对你应该有用。沈一鸣看着这接近2米的壮汉，嘴角一直在微微上扬着，有用，太有用了。说完，沈一鸣还一只手用拳轻轻敲击了自己的胸口，然后指着这名壮汉说道，同学，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哥们能处。沈一鸣现在的体质就是战五渣，基本上是一碰就碎的那种。这时候送给他一份修炼体质的方法，那就是及时雨啊。这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孩拿着一枚宝珠走了出来，一鸣同学，我听说你是法师职业的，这个技能宝珠你看看你能不能用，这就当做是见面礼了。沈一鸣接过宝珠扫了一眼，双眼放光，卧槽，都是好同学，都是土豪富婆啊。这位女同学竟然给了他一枚 A 级的技能宝珠束缚，虽然不是火系的，但是这玩意是法师通用的高级技能，虽然不算稀有，但是价值至少也上千万了。这武神学院真香，不知道自己去到御兽学院和法师学院的时候又会怎么样。这样的同学希望多来一些。沈一鸣欲拒还迎，哎呀，你太客气了，刚见面就送那么贵重的礼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女同学笑了笑，没事，你拿着吧。沈一鸣接过技能宝珠，义正言辞地说道，做同学在心中。有了2位送礼后，目前班级上的20多位同学，除了黄月月之外，其他人也都送上了一些礼物。看着堆满课桌的礼物，此时的沈一鸣嘴都要笑歪了，自己还辛辛苦苦赚什么钱啊？多当几次新生，直接实现财务自由了。
不过沈一鸣很疑惑，这都过去老半天了，怎么还没老师来到教室？而且班上明显就有30多个位置，这就意味着同学也都没到完。沈一鸣好奇地问道：“他们不来上课吗？”高帅帅笑道：“一般情况下，天才班是不需要上课的，除了要进行对战练习外，其余时间都是自己修炼。修炼上遇上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去找导师。”沈一鸣问道：“那你们来教室干嘛？”高帅帅挠了挠头，心中嘀咕道：“我们基本上都是想来揍你的，就算不是来揍沈一鸣，也是对他产生好奇的，不然这班上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人来。不过这话能说出口吗？当然不能。这不，我们听说有新同学要来，就特意来看你的。”沈一鸣一阵感动：“你们可真是太好了，太贴心了，这么友善的同学去哪里找？”沈一鸣指了指黄月月所在的方向：“那他刚刚为啥还要等到放学才约战？直接去不就行了吗？”高帅帅摇了摇头：“学校有规定，除了特殊情况外，竞技场只在休息时间段开放，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同学能观摩到战斗场景，让想要学习战斗技巧的人学习的。”沈一鸣点了点头：“这样啊，还真是人性化呢。”第81章笔试竞猜1/5。恭喜获得白银宝箱10233点商城积分，大量预售力1份，可替换为法师灵能，预售全属正5%。请问是否需要转换预售力？沈一鸣听到任务结算的声音后，毫不犹豫地说道：“转换。”预售力转换成功。法师青铜7.8.9级。沈一鸣看了一眼自己的法师面板，力量36，防御24，敏捷27，灵能1367，精神力731。升到青铜9级之后，身体素质也强了不少，灵能也勉强够用了。虽然和二弟琪琪比起来差距还很大，但是这对于目前的沈一鸣而言算是够用了。很快就到了放学时间，天才班的众人在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竞技场内。一些刚放学的学生走在校园的路上，很快就认出了天才班的众人，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了上去。你们看，那是天才班的学生，他们去的地方好像是竞技场。竞技场？难不成他们要打起来了？卧槽！自从上次入学大比之后，就没见过他们打架了。没想到还没到新生历练就开始打架了。嘿嘿，快跟上，我要偷学2招，然后提高一下自己在班级里面的排名。他们怎么会打起来呢？会不会是论坛上讨论着的新生？新生去到天才班里，和一众天才发生了矛盾，然后大打出手。卧槽，有点意思啊，赶紧去看看。就这样，一场简单的比试引起了大量学生的关注，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武神学院大一的新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快来竞技场，天才班要 PK 了！快来竞技场，天才班打群架了！兄弟，速来！我听说天才班的人挑战高年级的学生了。关于黄月月和沈一鸣比试的消息越传越离谱，甚至还传到了学校高层耳中。张元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愣住了，这么快就打起来了？他知道这些人肯定会打起来，但是没想到沈一鸣入学的第一天就打。犹豫片刻后，他还是起身前往了竞技场。他有点担心沈一鸣会被天才班的学员欺负，要知道能进入天才班的学员最低等级的都是黄金10级，而且每一个都拥有越阶的战力，沈一鸣再强也不可能打得过他们的。张元也害怕沈一鸣受到委屈啊，要知道沈一鸣目前是3家学院的学生，等天骄计划成功推动之后，他也会离校。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他在学校受到了委屈，直接去另外2所学院不回来了，他上哪说理去？打是可以打，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他们注意分寸。另一边，沈一鸣和天才班的一众同学已经来到了竞技场内，而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大堆的学员。看到这些学员，他有些无法理解，这一场简单的比试怎么会来这么多人？高帅帅解释道：“天才班在武神学院的影响力就是这样，要是白薇来到竞技场，恐怕这里早就挤不下去了。”沈一鸣问道：“白薇是谁？”高帅帅说道：“我们班的大姐头。”大姐头？就是班级的老大呗？你们也服他？沈一鸣愣了一会，能在天才班当老大，那他是什么实力？高帅帅说起白薇，面露颓色，这是公认的。他虽然没说，但是我们都这样叫的，他就是一个变态，打不过的。说完又看向沈一鸣说道：“不过以你的资质，再等几年，说不定能和他掰掰手腕。”沈一鸣很好奇，这白薇到底是什么实力？黄金10级，还是铂金？他可能现在打不过，不过给他1年的时间，他有把握吊打这些天才。要知道，他从修炼到现在也就1个多月吧，真要给他1年时间，说不定都冲上钻石级了。就算这个白薇1年后也到了钻石，他同样不虚。此时，黄月月走到沈一鸣边上，冷声道：“去登记吧。”登记啥？高帅帅解释道：“把你自己的等级信息填上，然后会有仪器检测，最后会开出赔率。”沈一鸣愣了一会，
卧槽，学校还能开盘口的？高帅帅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啊，不过下注的东西只能是学分。沈一鸣双眼顿时一亮，我自己能压吗？不行，参战人员不能下注。沈一鸣叹了口气，可惜了。高帅帅白了他一眼，你可惜什么呀？如果你赢了，他们压黄月月的积分，扣除掉赔付的学分后，剩下都是你的。沈一鸣愣了一会，卧槽，还有这说法？高帅帅，不然你以为学校为什么要开竞猜？这是为了激励学生多笔试？沈一鸣有些不理解，那别人靠笔试发家致富不就行了，还辛辛苦苦赚学分干嘛？并不是每一场笔试都有人下注的，只有热门笔试或者天才班学生笔试才会有人下注，而且每个人上限最多只能下100学分。原来如此。过了一会，两人都把信息填好之后，负责当裁判的老师也到位了。当沈一鸣和黄月月都站到比试台上之后，两人的实力也在大屏幕上投射了出来。黄月月，黄金10级冰系法师；沈一鸣，双职业白银9级御兽师，青铜9级法师。然后双方目前的赔率是 0.15 冒号32，压黄月月100学分，赢后可以获得15学分，而沈一鸣则是1赔32，100学分可以获得3200。距离竞猜结束还有10分钟，10分钟后比试正式开始。第82章冰与火之间的战斗2/5。台下的学生们看到这个离谱的赔率都震惊了。卧槽，这是我入学以来看过最离谱的一个赔率。白银9级打黄金10级，怎么打？最重要的是黄月月是天才班的学生啊，当初我就见到他在入学笔试上一招就秒了其他人，白银9级怎么可能打得过呀？这15学分虽然不多，但是好过没有，100学分直接拉满。当然也有一些喜欢冒险的人，看到沈一鸣这边那么高的赔率，想都没想直接下了10点学分。万一黄月月真的翻车了呢？虽然这种可能性不高，但是喜欢赌高赔率的人并不在少数。不过更让人震惊的是，沈一鸣的等级白银9级怎么入学的？他还进了天才班。卧槽，对啊，他怎么入学的？难道他就是传闻中的插班生？牛逼啊，白银9级直接进天才班，我倒要看看这货的实力有多强，竟然能让学校特意给他开后门。兄弟们，我怎么看他的身形有点熟悉呢？我仿佛看到了喜羊羊之神。你是说之前爆火网络的那个人？对啊，你看他像不像？卧槽，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像啊。10分钟很快就过去，裁判也宣布了比试开始。黄月月冷冷地盯着沈一鸣，秀发瞬间转换为冰蓝色。比试台上缓慢地浮现出冰屑，空气中的温度也在骤降。只见他比划着手势，交喝道：“冰凌。”他话音刚落，空气中的冰屑迅速汇聚到了一起，凝聚成一个1米左右的冰锥，快速朝着沈一鸣所在的方向飞去。沈一鸣见状也不敢拖大，让二弟上前顶住这道攻击。二弟使用巨化之后，怒吼了一声，身上浮现出一股淡淡的金光，霸体和蓄意轰拳同时开启。冰锥命中二弟之后，又快速的消失了。在场众人见状，都是愣了一会，这是挡住了？他不是白银9级的御兽师吗？就算他的御兽空间经过强化，顶了天也就是一只黄金1级左右的御兽，这么轻松就挡下了黄月月的攻击。不对啊，就算黄月月只是试探性进攻，也不应该那么轻松就能挡住。而比试台上另一边的黄月月也是有些惊讶，刚刚他的攻击已经用了3分力了，黄金5级都很难抵挡得住，没想到这只看不起眼的小熊竟然你能轻松接住。不过他也不慌，熊族本来就是高防御的种族，能挡下来也能理解。而另一边的沈一鸣并不是干看着，毕竟他可是打算亲自参与战斗的，直接切换法师形态，然后使用复魂。复魂的对象正是琪琪。一头红发的沈一鸣出现在了场上，台下观众惊呼：好帅啊！你们看他的眉心处竟然还有一个火焰眼。看到了，我怎么感觉那火焰在动？是我的错觉吗？不过很快台下的观众也发现了异常，不对啊，他的气息根本不像是青铜级的，这是什么情况？而台上的沈一鸣还是首次使用琪琪的天赋。抽空看了一眼自身目前的面板属性，力量1487，敏捷1295，防御1128，灵能9173，精神力731，还算不错，因为目前他和琪琪的复魂契合度只有 69%， 继承到的属性再加上他本身的属性也就只有那么多，除了精神力没有变化外，其他属性都是成倍增长，这也是他对抗这些天才少年的底气。可能他目前的灵能没有对方多，但是他保证现在自己的全属性绝对是全面超越对方的。比试台对面的黄月月，此时他看向沈一鸣的眼神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能感受到沈一鸣体内此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脸凝重的他拿出自己的法杖，开始吟唱起来。这一次他不敢再留手了，不然真的可能会翻车。此时的黄月月挥舞着手中的蓝色法杖，片刻后轻吟道：“暴风雪。”片刻之后，舞台上出现了漫天雪花，紧接着雪花正在变换着它们的形态，出现了无数的冰锥，朝着沈一鸣所在的位置攻击。沈一鸣看到这漫天的冰锥后，他并不着急，因为他出手就必须要尽快解决战斗，不给他任何的反应机会。毕竟他的灵能最多只能维持5分钟的复魂状态，所以必须一击得手。二弟，挡下来！二弟听到沈一鸣的命令后，原本3米左右的身躯又再次变大，直到6米左右才停了下来。沈一鸣躲在二弟的后面，让二弟挡在他的身前，硬抗下了这一记暴风雪。不过此时的二弟也不好受，这满天的冰锥砸在他的身上，虽然有霸体免疫大部分攻击，但是还是疼啊！而且他自己的灵能维持6米巨化的形态，还是很吃力的。黄月月看到二弟把暴风雪给挡下来后，又再次释放技能冰霜星星。此时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蓝色陨石，轰！陨石砸到二弟身上，二弟也是叫了一声：“吼！”好疼啊！二弟愤怒地看着黄月月，想要直接释放蓄意轰拳，但是沈一鸣却说道：“别急，等他放下个技能，你再抗一回。”此时的台下学院已经看呆了。如果说第一轮黄月月的进攻只是试探性的，那第2轮、第3轮肯定是已经用了80%以上的力量。没想到这只黄金1级的御兽竟然真能抗下来。要知道，黄月月这些攻击，另外一个黄金10级的来抗都不一定能接住。黄月月发现自己的攻击接二连三被接下，他也有些生气了。这只熊只不过黄金1级，才黄金1级啊！这是他第一次被人越级战斗，脸上的面子多少有些挂不住了。他决定使用他的 S 级技能。第83章，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法爷啊？3/5。黄月月眼神一凝，把法杖轻轻抛起，整个人凭空漂浮在空中，几秒之后轻喝道：“寒冰魔焰！”天才班的众人看到黄月月释放出这个技能后，都愣住了。黄月月竟然把这个技能释放出来了，不讲武德呀！黄月月这是打急眼了啊！这技能扔出去，别说白银级了，就算是铂金级的来抗都很吃力。也有人不解地看向裁判的方向，裁判为啥还没叫停？难道说这熊能扛下来？高帅帅此时也是一脸凝重的看向蓝宇说道：“你觉得小新和他比起来，谁更强一些？”蓝宇沉默了一会说道：“他比小新强，小新刚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压迫感，这是从没出现过的事情。”高帅帅惊呼：“怎么可能？小新可是 S 级的受宠啊，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压迫感，那只能是 SS 级或者 SSS 级的受宠了。”蓝宇叹了口气：“我也不想承认，但是事实就是如此。”高帅帅喃喃道：“我先看看他能不能接下这个技能，如果他能接下来，我想要揍他的话，估计也不容易。”此时比试台上出现了一朵巨大的蓝色冰焰，冰焰散发出渗人的光芒，一股强大的寒意飘散在空中，冰焰缓缓地朝着二弟飞去。二弟感受到这冰焰的瞬间，整个熊完全就被锁定住了，想要躲都躲不了。而且他也不能躲，因为他的身后就是沈一鸣，如果他躲开了，沈一鸣绝对扛不住这道冰焰。沈一鸣也感受到这股冰焰的恐怖，本来还想再等等看的，看这情况应该是等不了了，连忙让二弟释放出蓄意轰拳。这吃了几道技能的蓄意轰拳应该能挡下来。二弟用蓄意轰拳！二弟闻言怒吼一声，身上的金光缓缓消失，然后融入到他右拳之上。此时二弟右拳也同样散发着一股骇人的气息，这蓄意轰拳的威力比之前在龙之谷秘境内释放的威力还大。片刻之后，一拳轰出，金光朝着冰焰快速飞去，金光所过之处，比试台上的地板也随之凹陷了进去。很快两道技能相遇，散发出一股巨大的亮光。沈一鸣本以为二弟的蓄意轰拳应该能抵挡下这道冰焰，没想到他高估了二弟，同时也低估了黄月月。只见亮光闪过，冰焰照常朝着二弟飞来，而二弟打出去的蓄意轰拳已经消失了。二弟看到这一幕，心中顿时一惊，全力运转霸体，这技能看来必须要硬抗才行了。不过他身后的沈一鸣可不会这样看着二弟挨打，二弟才黄金1级，真要硬抗这技能，可能不会死，但是绝对会受伤。沈一鸣跳到二弟身前，直接使用了奇迹的技能震地之厄。此时比试台上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震感，地面疯狂塌陷，那朝着二弟缓慢飞过来的冰焰也降低飞行速度。而对面的黄月月此时也感受到了自身移速受到了影响，立刻释放出冰霜护甲，一件蓝色的铠甲瞬间出现在他的身上。
沈一鸣发现那冰焰移动速度减缓之后，又释放出毁灭吐息。沈一鸣释放的毁灭吐息和琪琪本体用的不用，沈一鸣释放的毁灭吐息会幻化出一道琪琪的化身，由这道化身来释放吐息。沈一鸣释放技能之后，琪琪的化身凭空出现在了空中，琪琪朝着那冰焰喷出一道吐息，两道攻击接触的瞬间，冰焰又暂缓了飞行速度。不过等了一会之后，琪琪吐出的吐息消失，冰焰又再次飞行过来。虽然琪琪的攻击没有直接击毁这个冰焰，不过此时的冰焰的光芒也在变淡。沈一鸣看到有效果，直接一口气释放是10道毁灭吐息。别问，问就是任性。有烈天宝珠在，只要有足够的灵能，理论上沈一鸣就能无 CD 的释放技能。什么叫法爷？这才是真正的法爷！人形轰炸机，10只奇器凭空出现，继续朝着冰焰进攻。火焰最终承受不住这数十道吐息，消散在空气中。一旁看着这一幕的众人全都吓傻了。从黄月月释放冰焰雪莲到2弟的攻击和沈一鸣的反应，不过是几秒钟时间。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人们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以为黄月月能靠着这一道攻击拿下沈一鸣，没想到先是沈一鸣的受宠蓄意轰拳，接着又是沈一鸣的一番狂轰乱炸，硬生生的把黄月月的 S 级技能打没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有人注意到沈一鸣的施法速度了。这尼玛，他放技能不用吟唱的吗？随手就来。有没有法师可以解释一下这什么情况？技能释放的准备阶段最快也要几秒钟吧，他一口气扔10个，而且看他的技能威力应该也是 S 级的技能，这怎么可能啊？一口气连续放10个 S 级技能，卧槽，他可不只是放了10个啊，包括之前限制黄月月移动速度的技能，一共12个。几秒钟时间释放12个技能，哪怕是小火球都扔不了这么快吧？看到沈一鸣的施法速度，所有人都懵了，包括黄月月，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起来。同样是法师，自己的施法前奏需要几秒钟，已经算是快的了。但是和沈一鸣一比，我比你马呢！不玩了，我要举报，那逼开挂。第84章战斗结束4/5。此时的黄月月陷入迷茫当中，俏脸一片错愕，而沈一鸣哪能放过这样的机会？5发奇奇的吐息，外加5道业火焚身，直接朝着黄月月扔去。然而没等技能砸到黄月月，一旁的裁判出手了。裁判看到10个 S 级技能砸向黄月月那一瞬间，他都吓坏了。要不是自己反应快，真要砸到黄月月身上，恐怕要出大事啊！黄月月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战斗欲望，这样的技能砸到他身上，想不都用想，必死无疑啊！裁判挡住了沈一鸣技能之后，立刻宣布了比赛结果：沈一鸣胜。裁判话音刚落，整个竞技场内一片寂静。沈一鸣能赢，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包括一直在偷偷观战的副院长张元。此子不能放去那2家学院。张元第一次那么后悔，要是当初他再强硬一些，说不定就没那2家学院什么事了。这无限制释放技能什么概念啊？要是给他配上一个极品牧师，在他后面恢复灵能，那就相当于是一个无限炮台啊！这如果成长起来的话，比李天还要恐怖。此时的沈一鸣也是恢复了常态，不过脸色异常的苍白。刚刚他那一阵突突突的狂轰乱炸，已经把灵能给耗完了。要不是现场人多，他真想直接瘫倒在地。不过为了自己的良好形象着想，还是强行坚持着。沈一鸣悄悄和2弟说道：“二弟，你先别恢复常态，去后面扶着我。”2弟听后愣了一会，好，我维持句话也要消耗灵能的，我很累啊，而且我浑身上下都好疼。沈一鸣说道：“听话，回去给你好吃的。”如果2弟不在后面扶着他，估计他真的站不稳了。2弟听到有好吃的，也乖巧的走到沈一鸣的身后，紧靠着沈一鸣，然后还贴心的挺着他那圆润的大肚子，让沈一鸣靠上来。沈一鸣看到2弟如此上道，感慨了一句：“果然没白养。”沈一鸣轻靠在2弟的肚子上，软软的，很舒服。外人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很正常，只会认为他们的关系比较亲密，根本不会想到此时的沈一鸣已经脱力了。另一边，回过神来的黄月月看向沈一鸣的眼神也没那么冰冷了，而是有些感慨 ：SSS 天赋竟然如此变态。沈一鸣能够无冷却的释放技能，所有人都默认了这是他天赋的原因。台下的同学回过神来之后，有开始哀嚎的，也有人兴奋，更有人懊悔。卧槽，哪里来的妖孽啊！我的100学分没了，这可是我全部家底啊！在投注之前，我还骂了学院为什么要限额下注，现在看来果然是我格局小了，我差点倾家荡产啊！我本来想娱乐一下，没想到我把这个星期的修炼学分全给搭进去了。呜，有输家的哀嚎，自然就有赢家的狂欢。我擦，我怎么才下了10学分啊？早知道沈一鸣这么强，
我高低给他拉满。我刚刚让受宠帮我去下注，他下错人了，100学分全压到了沈一鸣哪里，哈哈，简直赢妈了。听到这人这么一说，马上有人酸了起来。同学，我不知道是该羡慕你，还是可怜你。你家受宠智商明显就不正常啊！我很好奇，这沈一鸣到底怎么无冷却释放技能的？他这是天赋，还是使用了辅助道具？肯定是天赋啊！真要有这种辅助道具，法师就是第一职业了。那这样的天赋是什么等级的？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被问到的人摊了摊手。你问他去呗，我也想知道。台上的比试结束之后，天才班那边也开始分析起沈一鸣的真实战力起来。景天扶了扶自己的眼镜，看向高帅帅问道：“你还要揍他吗？”高帅帅理所当然的说道：“揍啊，为啥不揍？”景天附身到高帅帅耳边悄悄说道：“那行，我给你提点建议，你想赢他，抗住他的伤害就行，别管他的受宠，他的受宠不容易破防，只要拖到他灵能耗光，你就能赢。”高帅帅愣了一会，这么简单？景天指了指台上的沈一鸣，你看他现在的脸色，明显就是灵能耗光的迹象，而且他还背靠在了受宠的肚子身上，很明显他已经脱力了，这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吧？高帅帅听后双眼一亮，刚刚的攻击就是他的极限。景天神秘一笑，然后点了点头。这只是景天的推测，但是具体是不是真的，还是要靠高帅帅去试探一下，能摸出更多的底牌，到时候他上场就更容易战胜他。高帅帅拍了拍自己胸脯 ，OK， 交给我了，我就打这一次，以后就和他好好相处。景天笑道：“希望你能赢。”高帅帅，打个法师，我会输。要不是刚刚黄月月发愣了，黄月月都不一定会输，而我就更加不可能输了。他那些技能根本无法破开我的防御。高帅帅作为防御属性点拉满的战士，对付沈一鸣这种法爷，对于他而言根本没啥难度。只要给他有近身的机会，他有100种方法把沈一鸣干趴下。退一万步说，就算无法近身，最终的比试结果也是平局收场。输是不可能输的，因为他有100%的把握，沈一鸣破不了他的防御。第85章新晋校花5/5。沈一鸣战斗结束后，骑着二弟屁颠屁颠的回到了宿舍。不过这次他并没有额外获得学分，因为他的赔率太高了，学院赔光学分后，他是一点都没分到。回到宿舍之后，沈一鸣也开始恢复起灵能了。因为有元素亲和的天赋，沈一鸣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把灵能重新补满了。恢复状态后的沈一鸣也开始复盘起今天的战斗。虽然赢了，但是给沈一鸣的感觉就赢得很困难。虽然说黄月月是黄金10级，但是自己拥有绝对防御的二弟，还能复魂奇器使用无限释放技能的能力，这2个变态的能力加一起，竟然还赢得那么困难。经过这次的战斗，他也发现了他的缺陷，灵能不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扔2轮技能，自己的灵能基本上就打光了。如果黄月月再扔出一个技能，他绝对没有反抗的能力。这次赢得很侥幸，也算是出其不意了。除了灵能之外，技能不足也是一个原因。自己目前拥有的法师技能就1个，奇技能用的技能也就2个，来来回回就这些技能，如果被有心人注意到了，想赢他估计也不难。二弟虽然也有技能，但是他的技能都是防御型的，他总不能用二弟的蓄意轰拳去吸收伤害吧？二弟能承受得住，是因为他防御高，换作沈一鸣来用，绝对要凉凉。现在要做的就是多弄一些技能，不管是等级高的还是等级低的，先学了再说。牧师学院，自从银欢欢来到牧师学院之后，牧师学院就不太平了。经过古秋玲的仔细检测，他也确定了银欢欢是拥有 SSS 级的牧师天赋，并且还有 SSS 级的牧师技能。虽然技能的事情没有曝光出去，但是他 SSS 级的牧师天赋已经传遍了整个牧师学院。银欢欢作为古秋玲的第一弟子，还拥有 SSS 级天赋，加上他那绝美的颜值，一来到牧师学院就被评为校花。牧师学院的单身狗奶爸们为了能目睹银欢欢的容颜，时不时还会去他上课的地方蹲点，就为了在下课的时候看他一眼。这还算好的，有的为了能和银欢欢近距离接触，高年级的奶爸甚至还冒充新生进入银欢欢所在的班级学习。不过这些大多数都只是远远的看着银欢欢，谁让这新来的校花和其他校花不同呢？银欢欢太冷了，而且脸上写满了生人勿近，他们想接近也没办法。当然也有一些勇士想要去问银欢欢的联系方式，但是在他们还没开口的时候，直接被他那冰冷的眼神给吓退了。如果还不走，那他边上的琪琪自然会出手。此时又赶走一批人的银欢欢一脸纳闷的回到了住处。他住的地方和古秋玲离得不远，大概也就几十米左右。为了能更好的保护徒弟，这也是古秋玲特意安排的。银欢欢看着一旁的琪琪抱怨道：“哎，琪琪，这些人好烦啊，我就想学点东西，他们竟然这么不安分。”琪琪伸出小爪子说道：“
大姐头，我帮你打跑他们。银欢欢轻点琪琪的小脑袋说道：行了，我就说说罢了，你还当真了？不许乱打人哦，不然会惹出麻烦的。琪琪不满地说道：好吧。银欢欢突然说道：我听一鸣说，再过2个星期，他们就开始新生历练了，到时候你要回去帮他知道吗？琪琪歪头问道：但是大姐头，你不是也要去历练吗？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银欢欢笑道：我那个历练又不会有危险，你不用担心了，而且我身上还有那么多保命装备，一般人也伤害不到我。而且你不是想二弟了吗？正好回去看看。琪琪听后不干了，立马反驳道：谁说的？我才不想那只臭熊呢。银欢欢打趣道：那是谁？整天在我耳边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一鸣啊？我那是想老大了，才不是想那只臭熊。哈哈，你们才分开几天就想啊？这要是离开个1年半载的，你咋办呢？琪琪傲娇的抬起头轻哼道：哼，才不会呢，我们都说好了，2个星期回去一次。行，你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琪琪一听到银欢欢要做吃的，立马开心的说道：我要吃红烧鲮鱼。另一边，在武神学院的沈一鸣此时盯着锅内黑乎乎的东西，脸色很难看。他穿越过来那么久，这是第2次做饭，第1次是绿毛蛋，第2次是这玩意。平时都是有银欢欢在，他根本就不愁要吃啥。现在银欢欢不在了，好家伙，自己动手做的东西，二弟看了都摇头。把锅里的未知灵肉装出来放到桌面上之后，二弟和沈一鸣大眼瞪小眼看着对方。二弟，你先尝尝看。二弟疯狂的摇头：你别想骗兄，这东西能吃吗？沈一鸣劝道：你身体素质好，吃了应该没事的。二弟一脸委屈的说道：我不吃。你个大骗子，你说了回来有好吃的，你就给我吃这个。我想大姐头了，我要吃他做的零食。沈一鸣看着面前这份黑暗料理，他也觉得如果自己再劝二弟吃的话，就有点过分了。把黑暗料理倒掉之后，默默地拿出之前银欢欢帮他准备的铁甲犀牛肉干递到二弟面前。这些本来是银欢欢给他准备的干粮，没想到现在却成为了这一人一熊的主食。那这个你总该吃了吧？二弟看到熟悉的肉干后，也开心地接过，吧唧吧唧地吃了起来。沈一鸣看到二弟那模样，又看了看垃圾桶里的黑暗料理，叹了口气：哎，想欢欢的第一天。第86章学院商城1/5。吃完肉干之后，沈一鸣打开智能手环，进入学校开放的商城当中。武神学院还是很人性化的，为了能提高学生们的修炼效率，减少出行的麻烦，所有东西都放在了学院的内网上。只要你有智能手环，输入自己的学号，下单之后便会有人送到宿舍内。不过内网上的东西全都是需要学分才能购买，没有学分啥也买不了。学分的获取方式只有通过学院发布的任务，贩卖物品给学院，再或者从其他学员手中交易获取。除了以上3种途径，其他没有任何方法获得。想要花钱购买学分，在武神学院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学院中明令禁止的，一旦被发现，轻则没收所有学分，重者直接记过开除。想要钻空子线下交易也不现实，因为每一点学分都是拥有独立的编码，一旦发生交易都会被记录下来，查不到记录，你这学分直接报废。当然，学分是可以兑换成夏国的货币，兑换比例是1比1万，1学分可以兑换1万夏国币。不过很少有学生会去兑换货币。沈一鸣打开学院商城，看到满目琳琅的商品，上面有各种材料、符箓、灵能药剂，还有技能宝珠，只要是市面上拥有的东西，武神学院里基本都有。沈一鸣打开技能宝珠界面，有职业的区分，法师技能宝珠、牧师技能宝珠、战士技能宝珠等等，同样也还有属性的区分，有金木水火土5大系，还有一个其他的选项。这个其他包含了一些稀有的属性，光、暗、雷、电、冰等等。其他选项里的物品比较少，基本上每一个属性只有一个，而且价格都是贵的离谱。学院估计就是摆着让人看的，价格贵不说，性价比也是极差的那种。买得起的人看不上，买不起的人只能干瞪眼。沈一鸣粗略扫了一眼 ，A 级雷系技能宝珠麻痹，售价3000点学分。A 级光系技能宝珠神圣风暴，售价3500点学分。好家伙，连个 A 级技能都买不起。沈一鸣又搜索了一下之前的女同学送给他的技能宝珠价格。A 级木系技能宝珠束缚，售价1500学分，折算夏国币那就是1500万啊！果然是富婆。沈一鸣看到 A 级技能的价格后，直接就不考虑了。他现在需要大量低级技能来填补战斗中的容错，用 B 级、C 级，甚至是 D 级的都可以。质量不够，那就数量来凑。他群体攻击技能有齐齐的吐息，单体攻击技能有业火焚心，再找一些辅助性质的技能就行。
打开 B 级技能页面，价格普遍都是200-500学分左右。C 级技能100-300，D 级技能10-100学分。沈一鸣经过一番挑选，选了4个技能，加上束缚就是5个。这5个新技能，金木水火土的属性都包含在了里面。虽然沈一鸣是一名火系法师，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可以使用其他属性的技能。使用其他技能只是没有火属性加成罢了，其他的倒是和别人没什么区别。伤害性技能主选火系。B 级星火燎原可以给敌方造成2次火系技能伤害，售价300。逃跑技能选了个精细的。C 级金蝉脱壳，以障眼之术掩护自己脱离战场，战斗中逃跑，售价300。水系技能选了个有治疗效果的。C 级水滴术，召唤水精灵形成水滴，具有微量的治疗效果，售价150。最后一个很关键，是配合奇迹镇地之恶使用的。C 级大地亲和，可以提高土系技能威力上限，售价250。再加上一个木系技能束缚，他这一波技能强化，他还挺满意的。如果再对上黄月月，自己的选择性也更多一些。别看上面几个技能的等级低，但是如果是在真正的战斗场合下，沈一鸣可不会和你讲武德，直接拿出技能储存器，花个几百积分复制技能。经过储存器复制过的技能，就算是一个小火球都能变成 S 级技能。所以沈一鸣需要的是技能的机制，对于技能威力他倒是没怎么在意。沈一鸣下单购买技能宝珠后，没过多久，技能宝珠便送到了他的宿舍。拿到几枚技能宝珠后，沈一鸣也在第一时间去学习了。毕竟明天还有架要打，早点学了技能，自己的胜率也会增加一些。黑球国，熟悉的王室。吉尔一脸铁青的怒吼道：夏国不是说已经走了吗？为什么又回来了？属下尴尬的看着吉尔，回来的就只有几人，直接把我们国内新出现的勇士级秘境直接占领了。他们几个人？属下快速的回应道：5人，为首的是一名女子，好像是铂金实力，之前也是她一人堵着我们秘境的。吉尔冷笑道：呵呵，看来是打上我们新出秘境的主意了。属下问道：那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把他们赶走？吉尔思索片刻后说道：派人去啊，不过让铂金级的去就行。吉尔也想让更高级的转职者前去驱逐或者击杀他们，但是没办法，他不敢啊。这夏国刚拿到赔偿走了，如果再把这些人杀了，夏国高层以此为借口又返回咋办？谁知道这是不是夏国高层故意放出来的鱼饵呢？要不是面子上挂不住，他连管都不想管这5个人。第87章白威2/5。黑球国未命名的勇士及历练秘境内，5道身影出现在一块空地之上，3男2女，3名男生围绕在篝火旁，一位壮汉死死地盯着篝火上的灵肉，一名长相清秀容貌姣好的女生，她手中拿着烤串不停地翻转着，瞪了几名男子一眼。你别靠那么近，口水都要沾上了。2米出头的壮汉开口道：依依，还要多久啊？我都快饿死了。田依依抱怨道：吴勇，你耐心点好不好？做零食是需要时间的，你要是等着急了，你先吃点别的垫一下就好了。吴勇闻言，竟然真的拿起边上放着的一块生肉，直接就啃了起来。其他几人早就见怪不怪了。一位名叫夏流的男子身穿一身法袍，一脸谄媚地看着田依依：依依，一段时间不见，又长大了呀。边上的众和也是点了点头附和道：确实，不过我觉得你差点眼力见，没看到依依化妆了吗？田依依深知这2人的性格，听到这2人竟然敢调侃自己，气呼呼地说道：再说我直接让薇薇姐打死你们，有本事你们去薇薇姐面前说啊。2人听到这名字，下意识地朝着树下望去，发现那女子没有注意这边后，才松了口气。别搞我们啊，有事好商量，别叫他。边上的众和生怕面前的依依真去告状，连忙岔开话题：依依，听说咱们班来了一位新生啊。田依依点了点头：好像还是插班生，他们今天不是要找那新生的麻烦吗？就是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众和坏笑道：嘿嘿，听说还是一位双 SSS 资质的天才，要是我在学院，肯定也忍不住去揍他一顿。田依依白了他一眼：人家一个新生，你们犯得着这么针对他吗？众和瞥了一眼树下的白薇，轻声道：这可是 SSS 级的天赋啊，都能和他媲美了。要是能在他还没成长起来揍一顿，想想就很开心。边上正大口吃肉的吴勇此时说了一句：他才白银9级，你一个铂金级的也好意思出手，就不怕丢人？众和摊了摊手：有什么丢人的，都是同班同学，切磋一下很正常吧。他实力没到铂金，怪我喽。田依依听到他这话，白了他一眼，满脸都是鄙夷。夏流好奇地问道：你们班来了一位双 SSS 级的？田依依回道：对啊，其中一个还是职业法师呢。夏流愣了一会：卧槽，法师不来我们法神学院，
去你们学院干嘛？田依依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烤肉，撒下一些调料，回道：你问他去，问我干嘛？我咋知道？我也是听说的。夏流感慨了一句，可惜了，同样是 SSS 级的法师，要是有机会，我也想和他碰一碰。你不用找他，想感受一下 SSS 级天赋的话，诺。那边就有一个田依依指了指树下的白薇。夏流闻言白了田依依一眼，找他，我又没有受虐倾向，他可是一个职业的开创者啊。更离谱的是他还是双职业，我没事去碰瓷他干嘛？众人看向树下的女子，此时她身穿一袭白色衣衫，微卷的头发，精致的脸蛋，有些出神地盯着面前的一扇大门。这扇大门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每一个历练秘境当中都会存在一些考核，只要通过这些考核，都会获得一些不错的奖励，有的是能直接提升等级、天赋，或者是觉醒新职业。不过这些都是有限制的，每个秘境的等级都对应着各个等级的强者。勇士级秘境对应的正是钻石级以下的转职者，超出这个限制的强者就进不来秘境，除非是完美通关，获取这个秘境的掌控权，才能让更高级别的强者进入秘境。正出神的白薇突然闻到一股烤肉的香味，转头一看，正是田依依。她手中拿着切好的烤肉递到白薇面前，薇薇姐，烤肉好了。白薇颔首轻笑，辛苦你了。田依依看到白薇那惊艳的笑容，俏脸顿时一红，能为你做饭是我的荣幸了，如果可以，我这小厨娘一辈子都愿意跟着你。白薇拿起烤肉轻咬了一口，摇了摇头，你别开玩笑了，我可请不起你。田依依笑嘻嘻地说道，我不要钱，免费的。你别闹了，你去帮他们切烤肉吧。田依依，薇薇姐，我偷偷跟你说哦，那个夏流和仲和好像想和你切磋一下。田依依可没忘记刚刚这两个流氓调侃自己的事情，竟然敢盯着自己那个地方看。那两人平时花花口习惯了，真把自己当成他们众多女友了吗？必须让白薇揍他们一顿，给自己出出气才行。白薇闻言只是轻轻点头，那就等出去后再说吧。另一边已经赶到历练秘境中的黑球国高手，这10人小队为首的是一名铂金8级的强者。此时他开口道，现在过去吧，历练大门还没开，我们应该能赶上。他们花了半小时左右便来到了历练大门附近，很快就发现了白薇5人。为首的小队长发现在树下落单的白薇，便说道，先处理那名女子。小队闻言便点了点头，快速朝着白薇所在的方向潜伏过去。殊不知他们这一切动向早已经被白薇察觉，甚至是夏流、吴勇他们也都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仲和看到对方竟然先打算对白薇动手，心中默默帮他们祈祷，希望你们下辈子投个好胎。第88章，爆炸是一种艺术，3/5。小队4人快速接近白薇所在的位置，正要发难的时候，面前的白薇整个人直接虚化了。下一秒，在他的周身凭空出现了数道亮光，然后四周元素疯狂地躁动起来，蹦蹦蹦，连续的爆炸声直接将白薇刚刚所在的位置化成一片废墟，而那些想要偷袭白薇的人也被炸得连灰都不剩了。在白薇动手的一瞬间，其他几人也纷纷释放技能。夏流朝着那群黑人所潜伏的位置扔出一枚火球，爆裂火球。吴勇也是怒喝一声，神魔变。怒吼过后，吴勇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2米左右的身高，此时直接暴涨1倍，达到了4米。此时的他就像是巨人一般，身上还流转着一股黑色的煞气。而仲和则是比较小心，躲到2人后面才扔出技能冰天雪地。至于田依依，则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黑球国这边为首的小队长看到技能砸过来之后，也是在第一时间让人使用技能进行抵挡。双方技能接触之后，四周的树木轰然倒塌。夏流经过这一次技能的接触，也感受到了对方的等级，双目一凝。对面6人为首之人是铂金8级，其余几人都是5到7级不等。反观他们这里目前最高的等级就是白薇铂金3，而其他人都是铂金1级。虽然众人都拥有越阶的，但是正面战斗的情况下，打个铂金6级左右的人就很吃力了，打铂金7级最多也就能勉强打个平手。想要杀死对方，除非使用底牌。至于白薇，处理那个铂金8级的队长应该不是问题，等他空出手来后，他们应该能吃下这一小队的人。当然，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可是他们是谁啊？天之骄子啊！谁没点小玩具啊？谁和你们玩正面硬刚这一套啊？一旁正在观战的田依依也感受到对方战力了，这次他没有选择再看戏，而是率先出手，从储物空间里掏出一沓高级符箓，撕开几张，直接朝几人扔了过去。能造成铂金10级一击的攻击符箓砸向黑球国的众人。蹦！啊！小心，他们有高级攻击符箓！
话音刚落，这位提醒其他人的黑人直接就死在了高级符箓的手上。田一看到只死了一人，又拿出几张符箓继续扔过去。其他人看到田一出手后，也只是敷衍的扔几个技能，能蹭点就蹭点吧，总不能给人一种摸鱼的感觉吧。而白薇则是盯着那位铂金8级的强者，瞳孔变成了金色。只见他轻喝一声元素炸弹，刹那间漫天星光出现在了那位铂金8级的强者身边，紧接着星光从他的皮肤渗入到了他的体内，蹦蹦，融入黑人强者体内的星光直接在他体内炸开。当爆炸声停止，再看向那名黑人强者所在的位置，此时的他连一具尸体都没能留下。至于其他几名黑人，也都被田一的符箓解决了。田一瞥了一眼几人，收工。你们也不行啊，还要我来出手？感受到田一那鄙视的眼神后，夏流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还是选择把嘴给闭上了。没办法，这货氪金的，想反驳也反驳不了。夏流凑到众河边上，小声嘀咕道：“你说白薇解决那名黑人用了几层实力？”众河白了他一眼：“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他每次出手必死人。”夏流打了个寒战，也是，如果那元素炸弹从自己体内炸开，那种感觉想想都可怕。众河叹了口气：“哎，好端端个一个大美人，没想到攻击手段竟然如此残暴。”夏流偷偷瞟了白薇一眼，慎言：“要是被他听到，你就不怕他给你来个元素炸弹？”众河有些心虚道：“怕啥？我这是夸她漂亮，应该不至于生气吧？”就在两人还在担心白薇会不会听到的时候，之前一直紧闭的历练大门悄然打开了。最先发现历练之门打开的田依依惊呼道：“历练之门开了！”白薇听到田依依的声音后，便一个闪身来到田依依的身边，大家抓紧时间帮依依收拾一下厨具，然后我们就进去了。其他人见状，快速的帮田依依收拾厨具，扔进储物空间之后，众人便进入历练大门之内。次日中午，武神学院竞技场内早已经被挤满了。今天又是沈一鸣 PK 吗？他今天对手是谁？我听说是高帅帅。啊，高帅帅啊，那恐怕有点难打。昨天的录像我也看了，我觉得沈一鸣能赢只是个意外。确实，沈一鸣昨天赢在了一个出其不意，这次高帅帅肯定有流星眼的，沈一鸣再想赢应该不太可能了。如果沈一鸣能到黄金级，这一场 PK 说不定还有的打。其余人闻言也是自觉的点了点头。如果沈一鸣真的把这局给赢下来了，再等个1-2年，我觉得他也许能和白薇掰掰手腕。白薇的支持者立马反驳道：“不可能，白薇就是新生第一人，就算沈一鸣是双资质 SSS 级，我也觉得白薇比他牛逼。”就是，白薇可是一个职业的创建者啊！要知道，每个职业的创建者都是同阶无敌的存在。沈一鸣想要和白薇比，至少也要到铂金级才可能。快看，他们来了！赌狗们看到沈一鸣和高帅帅走进竞技场之后，双眼顿时一亮。这次我要无脑压沈一鸣。第89章，破不了防御4/5。当沈一鸣走入竞技场后，场内便欢呼了起来。一鸣加油啊！沈一鸣，我下了你100学分，给我冲！喜羊羊之神，加油！喜羊羊之神，干到他！我们是你的忠实的信徒，我相信你可以的。沈一鸣本来想回应一下加油的声音，但是听后面那加油声后，内心暗道：自己的身份什么时候曝光了？虽然内心慌乱，但是他此时的脸色丝毫没有改变，给人的感觉就是仿佛他们叫的不是沈一鸣。沈一鸣真不敢给他们回应啊！真要给他们一点回应，那不是自己实锤自己吗？一旁的高帅帅疑惑地问道：“他们叫你？”沈一鸣一脸诧异：“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是叫你呢。”高帅帅鄙夷地看着沈一鸣：“也不是叫我啊，我怎么可能取这么傻的名字？那你看我像是取那种名字的吗？”沈一鸣摊了摊手。高帅帅听到不是叫沈一鸣后，也觉得这称呼烦躁无比，直接对着观众们怒吼道：“你们安静点，这里没有喜羊羊之神！”学生们听后顿时不干了：“谁说没有？沈一鸣就是啊！”“对啊，他的体型和喜羊羊之神一模一样。”沈一鸣听到他们只是认出了自己的身材，并没有认出他那英俊的脸庞，心情顿时好了不少。“你们别瞎叫啊，我不是喜羊羊之神！”同学们听到沈一鸣竟然自己否认后，也开始疑惑起来：“难道真不是他？”“不对啊，已经有人拿视频比对过了，两人身材、身高、衣服的款式相似度高达99%，根本没理由错呀。可是他为啥不承认呢？我也不知道啊。喜羊羊之神多么霸气的名字，他为什么要反驳？要是沈一鸣听到这话，估计会说一句：“我谢谢你啊。”沈一鸣此时义正言辞地说道：“大家别喊了，都是来看切磋的，好好观摩比试，不要忘记我们来学校的初衷。”沈一鸣说完之后，场内的观众终于安静了下来。
而两人也走上台。目前的赔率是 0.11/40，这比昨天和黄月月 PK 的赔率还要高。不过经历昨天的战斗，众人下注也开始小心起来，宁愿去搏一下沈一鸣那40倍的赔率，都不愿意压住高帅帅。毕竟下高帅帅100点学分也才得11分，如果下沈一鸣赢了，那就是4000啊！人生难得几回搏，既然沈一鸣都赢了一次，那为什么不能赢第二次呢？就这样，支持沈一鸣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天才班的几位同学都偷偷下注沈一鸣。虽然知道他赢不了，但是这赔帅真的太诱人了，万一高帅帅真翻车了呢？下注时间结束，台上的裁判也喊出了开始。高帅帅一直谨记景天的提醒，站在原地动都不动。至于一旁的二弟，他瞥了一眼就不管他了。沈一鸣让二弟使用巨化之后，本以为高帅帅会直接发起攻击，没想到高帅帅就这样站在原地，他顿时就愣住了。你过来啊！高帅帅回道，你过来啊！沈一鸣看到高帅帅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他也不会这样站着，给二弟下达了指令，二弟用撕裂。二弟听后，两只爪子散发出淡淡荧光，冲向高帅帅。当一声尖锐的金属声响起，二弟的利爪抓到高帅帅身上，根本无法破防。嘿嘿，你这熊虽然防御高，但是攻击力还是差了点。二弟听到自己被小瞧了，怒吼一声，又加大了攻击力量。哎，对，帮我这里也捶一下，你的力度刚刚好，适合按摩。高帅帅就这样站着让二弟打，但是二弟压根破不了他的防御，毕竟高帅帅穿着的就是一身定制的战斗服，定制战斗服铂金级以下的攻击根本就无法破防，再加上他本身就是重装战士，二弟对他的攻击和挠痒痒没啥区别。吼！二弟怒吼一声，明显就是生气了，但是面对高帅帅，他真是一点办法没有。蓄意轰拳没法累积攻击，打出去也没用。打了一会，二弟觉得有些累了，便停了下来。台上两人一兽就这样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对方。沈一鸣问道：帅帅，你咋不动呢？就喜欢挨打？高帅帅笑道：嘿嘿，我就试一试身体强度，你继续。沈一鸣见状也懒得和他逼逼了，直接化身法师形态，并且复魂齐切，抬手就是五发吐息，攻击来到高帅帅的面前。高帅帅的脸色终于认真起来，脸上浮现出一道黄色光芒，轻松的把这5道吐息给挡了下来。高帅帅还点评道：攻击力还不错，可惜你的等级太低了，完全发挥不出这技能的威力。沈一鸣没有回话，而是又打出5发业火焚心。当技能散去，还是无法破除高帅帅的防御。高帅帅发现沈一鸣无法破防后，笑道：还有吗？没有就到我出手了。此时沈一鸣的大脑正在飞速转动着，普通技能估计是无法给他造成伤害了，那没办法，只能玩阴的了。你之前说我赢了你就送我专属战斗服，这不会反悔吧？高帅帅听后有些错愕，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时候沈一鸣还有其他办法赢吗？你赢，我肯定送你。沈一鸣点了点头，行，那你别后悔哈，很痛的。会痛？我不信。沈一鸣没有回他，而是把二弟叫了过来。二弟，来拿板砖。第90章，只要你能抗下这一板砖，我认输5/5。此时的观众也有些无法理解，为啥沈一鸣让自己的受宠去拿板砖？哎，看来这次沈一鸣不能逆袭了，果然这赔率还是很真实的。还好，这次虽然我输了，但是上次我赢了3200，不算亏。每次都能爆冷，那就不是爆冷了，那叫大热门。估计以后没有这种赔率喽，他们都已经找到了克制沈一鸣的方法，只要扛过沈一鸣的攻击，沈一鸣就没有任何威胁。说实话，要不是沈一鸣的等级太低，这场战斗还真不好说。虽然众人都认为沈一鸣输定了，但是没人敢小瞧他，毕竟他双职业的等级都还没到黄金啊，能跨越一个大街打赢黄月月已经很牛逼了。台上的二弟听到板砖这2个字，双眼顿时一亮，屁颠屁颠的跑向沈一鸣。这黑色小板砖他用得很顺手的，砸2下就能把人给砸晕。好，给我板砖。沈一鸣打开储物空间，下一秒一块黑色小板砖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不过他并没有着急给二弟，而是看向高帅帅说道：这样，你只要能抗下二弟2板砖，我直接认输，你看咋样？你认输？确定吗？高帅帅听后顿时一喜，能让沈一鸣认输比打他一顿还划算啊，以后自己就可以吹牛逼沈一鸣曾经被我打服过，并且亲口认输。高帅帅一脸自信地说道：才2板砖吗？这样我让二弟敲10下，要是我扛不住算我输。沈一鸣摇了摇头，不用了，就2板砖。不是沈一鸣仁慈，是他不想搞得太僵了，毕竟这高帅帅还要送专属战斗服给自己呢。
把人家砸得太狠了，有点说不过去。二弟拿起板砖，迈开双腿，兴冲冲地跑向高帅帅。好，我要砸你后脑勺！高帅帅大方地转过身说道：“嘿，小家伙，来吧，我就不开启能量罩了，不然说我欺负你。快点来，我已经准备好了。”高帅帅话还没说完，二弟就已经等不及了。咚咚，好，我让你再逼逼！当两板砖砸到高帅帅头上后，高帅帅那杀猪般的惨叫声顿时响彻整个竞技场。啊！下一秒就倒了下去。二弟对着沈一鸣问道：“吼，还要不要补几下？”沈一鸣摇了摇头，然后看向裁判：“我好像赢了。”裁判这时才反应过来，检查高帅帅确实晕了过去之后，直接宣布沈一鸣获胜。当裁判宣布胜利的那一瞬间，整个场馆全都响起了欢呼声。卧槽，又赢了！哈哈，我又赢了，4000学分，我能买 A 级技能了！芜湖起飞！刚入学就能买 A 级技能，太爽了！果然，我没信错沈一鸣。沈一鸣，你就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神。跟着沈一鸣，天天能吃肉。好在这次因为高帅帅赔率太低的原因，吓住他的人并不多，不然恐怕又要响起一阵阵哀嚎声了。过了一会，躺在台上的高帅帅终于醒了过来。因为只砸了2板砖的原因，高帅帅并没有晕过去太久。当他再次看向面前的沈一鸣，内心无比的纠结。他很想说这次不算，但是他说不出口啊，太丢人了。没想到自己真被2板砖给放倒了。专属战斗服，我在新生大比之前会送来。说完，高帅帅就灰溜溜的跑下台了。而正在观战的景天又再次拿起笔记本，默默的记下：黑色小板砖，危险等级 SSS， 不可承受，初步计算具有破防眩晕效果。景天嘀咕道：看来还是不能直接去找沈一鸣切磋，不然下一个被揍的可能是自己。连续2个学生翻车，其他正在观战的学员也开始思考起来，自己还要不要去找沈一鸣切磋？他们是想去虐沈一鸣的，并不是去找虐的。如果摸不清沈一鸣还有什么底牌，贸然上去会不会像高帅帅一样？而沈一鸣经过这一次战斗，也不打算再切磋了。这些天才班的学生果然都不简单。如果刚刚不是高帅帅大意了，自己根本不可能赢下来。现在底牌全都曝光了，再打下去就是找虐的。对于没有胜算的战斗，沈一鸣可不会去打。那个同学们啊，我最近有了突破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就先不接受切磋挑战了，等我晋级后再找你们。同学们听后也觉得先缓缓比较好，毕竟他们也担心沈一鸣还有底牌，等摸清楚了再说。好，过段时间再切磋。回到宿舍后，沈一鸣叹了口气，这次又没有学分，这次和上次一样，需要赔付的学分太多了，根本分不到沈一鸣这里。一旁的二弟怀里抱着小板砖说道：英人宠啊，这小板砖我就没收了哈，我用的挺顺手的。沈一鸣一脸懵逼的看着二弟，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逆子竟然把主意打到小板砖身上了，是我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第91章冥想法1/5。你这逆子现在竟敢把主意打到小板砖身上了。二弟死死抱住小板砖，生怕沈一鸣抢走。英，我觉得好用呀，你能不能给我啊？这玩意用了几次之后，他已经用顺手了，而且感觉非常好用。他缺的就是输出，有了小板砖，自己帮给人2板砖，谁来都要躺。而且他今天还没用上飞行加隐身状态呢，不然就算高帅帅有防备，他也有把握偷袭得手。沈一鸣点了点头，可以。二弟开心的叫道：英，太好啦！沈一鸣又补了一句：你拿了小板砖，以后就和别的兽宠一样，乖乖待在御兽空间，别想出来了。二弟一听到要被关进御兽空间后，怀里的小板砖突然就不香了。英，那我不要了，要是不让他在外面待着，他的生意还怎么做？二弟把小板砖还回来后，沈一鸣摸了摸他的小脑壳，放心了，这小板砖又不是不给你用，只是放在我这里保管比较安全。英，那你帮我弄一个空间装备，我自己收着。沈一鸣说道：你还只是一个1岁的小朋友，不能拿贵重物品，等你长大了我再给你。二弟抬起头看着沈一鸣，英，那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多少岁才给我？沈一鸣思索片刻后说道：你至少要比琪琪年纪大了才会给你。二弟开心地举着自己的小爪子，琪琪是3岁，那再过几年我就长大了。只要你比琪琪年纪大了，我以后就给你，而且你想干嘛都行。沈一鸣当然也就说说而已，二弟1岁，琪琪3岁，二弟永远不可能比琪琪年纪大，先忽悠几年再说，过几年长大了再换个理由。英，人宠你太好了，贴贴。二弟很开心的往沈一鸣脸上蹭。次日一早，沈一鸣吃完肉干后
便去找了负责教学法师职业的导师何鸿飞。为啥去找他？因为要学习修炼方法呀。没办法，沈一鸣本来想要一直闲鱼下去，然后依靠童子升级就行，但是来到天才班之后，不努力不行啊，一直吊车尾也不是办法。最关键的是，童子最近不发布任务了，没有获取经验的渠道，很被动。法师职业可以随便升级，御兽师职业就等找到第3只兽宠再说吧。来到何鸿飞的教学地方，便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正是黄月月。只见他现在正在吟唱着法术，何鸿飞在一旁教导着。何鸿飞皱了皱眉：“你这吟唱技能的速度变慢了许多，有心结吗？”黄月月摇头道：“没有。”何鸿飞一眼就看破了黄月月的小心思：“如果你无法专注，你修炼也没用，更别说突破铂金级了。说说吧，是什么事？如果我能帮上的，我会帮你的。”黄月月叹了口气：“前2天比试输了，但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输。”何鸿飞训斥道：“比试输了，不是很正常吗？就这点小事，如果都能让你心里产生波动，你未来还怎么走？”“可是我不甘心啊！”黄月月想要辩解。“不甘心？那你提升实力，打回去就行了，多大点事啊！”黄月月欲言又止道：“他才青铜9级，我不好意思再约战了。”“什么鬼？你输给了一个青铜9级？”何鸿飞听后不可思议地看着黄月月。黄月月虽然不想承认，但是还是点了点头。他是双职业，法师青铜9级，御兽师白银9级。何鸿飞根本不相信，不可能啊！你好歹也有铂金级的战力了，随便丢个技能他就挡不住，怎么会输？这时沈一鸣突然走了过来：“老师好，我是之前约好上课的沈一鸣，没打扰到你们吧？”黄月月看到沈一鸣的瞬间，脸色突然尴尬了下来。何鸿飞也是打量着沈一鸣：“你就是新来的学生？什么资质、等级？说说吧，觉醒了多久？”沈一鸣回道：“我是双职业，法师青铜9级，觉醒了1个多月了吧？”何鸿飞愣了一会：“青铜9级？他是负责教导天才班的，但是天才班怎么混进来一个青铜9级啊？这恐怕连入学标准都没达到吧？最近他刚刚回到学校，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拿出自己的智能手环，看了一眼沈一鸣的信息。好家伙 ，SSS 级法师资质，疑似 SSS 级御兽师，难怪能插班。不过作为一名导师，还是很快的冷静了下来。1个月修炼到青铜9级，这资质一般吧，有点浪费你的评级了。你的冥想法是什么？沈一鸣听到冥想法3个字，脸上有些错愕。冥想法是啥？何鸿飞惊讶地问道：“你没有冥想法？”“没有呀，我才刚刚觉醒的法师，一直没有修炼。”何鸿飞压根不信，没有冥想法根本不可能升级。那你是怎么升级的？我睡一觉就升级了啊，现在卡在青铜9级升不动了，所以才来找导师询问的。沈一鸣当然听说过冥想法，只不过他没有这玩意，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一部好的冥想法，所以装傻充愣是最好的办法，不然他根本无法解释自己怎么升级的。何鸿飞摇了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92章，你要教我放技能？你认真的吗？2/5。”沈一鸣发现导师不信，他有些哭笑不得的说道：“我真没有啊。”“行，那我给你一部冥想法，你在我面前试试。”何鸿飞也懒得和他掰扯，直接丢出一部 B 级冥想法。沈一鸣接过冥想法，粗略扫了一眼，然后这部冥想法直接像是刻印在了自己的脑子当中，很快就明白了冥想的原理以及运转方式。就这，童子，为啥我看一眼就会了？我是不是传说中的武学奇才？你可是 SSS 级资质啊，看一眼还不会，岂不是浪费 SSS 级资质了？一旁的何鸿飞看到闭上眼的沈一鸣，开口道：“你只要能在1小时内看懂这部冥想法，那就算是合格的。”沈一鸣没有回答他，而是按照冥想法上的修炼方式运转自己的灵能。进入修炼状态之后，沈一鸣便感受到4周的灵能疯狂涌入到自己的身体内，再加上元素亲和的天赋，一不小心就青铜10级了。边上的黄月月也感受到了沈一鸣体内的灵能波动，疑惑地看向何鸿飞：“他升级了？”何鸿飞比黄月月更吃惊，因为他从沈一鸣体内能感受到他运转的冥想法正是自己给他的那一步。这才多长时间啊，看一眼就会，而且还能熟练运用，升级了。还有这灵能的吸收速度怎么这么恐怖啊？就算是 S 级的冥想法，也不可能有这么恐怖的吸收效率吧？难不成这是他的天赋？此时的沈一鸣正在潜心修炼着，第一次修炼，这种感觉好像还不错。他又加快了灵能运转速度，半小时之后，他又升级了，正式进入白银级。不过当他还想再进行修炼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4周的灵能变得稀薄起来，不像之前那样可以大量吸收灵能。当他再次睁开眼，只见边上的2人傻傻的看着自己。
你们这样盯着我，我脸上有脏东西。黄月月率先问道：“你白银了？”沈一鸣说道：“呢，才白银而已，你别慌，你都黄金10级了。”黄月月惊呼：“这是重点吗？重点的是，你不到1小时竟然升了2级，垮了一个大街啊！”何鸿飞也是感慨道：“你之前说睡觉就能升级，我还以为是骗我的。如果是这样的灵能吸收速度，恐怕还真的有可能。”沈一鸣拿到冥想法之后，便和两人道别：“谢谢老师给我的冥想法，我先回去了。”等等，你来这里就是为了一部冥想法的？何鸿飞听到沈一鸣要走，连忙喊道：“不然嘞？”沈一鸣疑惑地看着何鸿飞。何鸿飞再次挺起胸膛，找回了自己当导师的威严：“你不想学怎么释放技能，加快技能的释放速度吗？要知道，这只有在天才班才能学到的。”一旁的黄月月脸色古怪地看着何鸿飞，他扔技能压根不需要冷却时间啊。我好像不用。沈一鸣说道。何鸿飞训斥道：“不用？怎么可能不用？你才刚刚晋升白银级，施法速度和施法效率肯定不高。来我这里学习一段时间，肯定能提高你的施法效率。虽然你是天才，但是切记要戒骄戒躁，不然路很难走远的。”沈一鸣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万一他教给自己的东西是他的知识盲区呢？多学一点总没错。行吧，那就麻烦您了。何鸿飞满意的点了点头，露出一副孺子可教也的表情。你先释放一个你认为用的最快的技能，让我看看你对灵能的掌握情况。何鸿飞此时已经做好挑刺的准备了，毕竟沈一鸣可是个好苗子啊。但是感觉他对学习不太上心，这可不行，必须要敲打一下。沈一鸣闻言，施法速度最快的，好像都没区别，那就给他展示一套自创的连招吧。沈一鸣直接对着木桩抬手就是一个束缚，先把木桩禁锢住，然后再用星火燎原补上伤害，紧接着使用奇迹的一个阵地之恶大范围减速，再用大地清河增强伤害，再加上毁灭土息打个面伤，最后补上一发业火焚心。沈一鸣打完一套技能，很满意的点了点头，有控制，有单点输出，有减速，还有群秒，完美。木桩承受了沈一鸣的一套技能之后，直接原地炸开了。沈一鸣拍了拍手：“老师，怎么样？还行不？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再扔几个。”原本正打算敲打一下沈一鸣的何鸿飞，看到他扔出一连串的技能，直接把他给整懵逼了。他刚刚不是只让他扔一个技能吗？怎么直接上来就是一套连招？而且他扔技能没有冷却是什么情况？失神的难道法师还能这样玩的？就连一旁的黄月月都是被震惊的不像话了。虽然他已经感受过了一次，但是在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沈一鸣释放技能，那简直就是赏心悦目啊！没有任何施法前摇，没有任何手势，也不需要念咒语，这是每一个法师都梦寐以求的能力啊！何鸿飞一把抓住沈一鸣的手，迫切地问道：“你怎么做到的？”“我 SSS 天赋，这样扔技能很合理吧？”何鸿飞听到这解释，脸色顿时一僵。他又不是没见过 SSS 级的天才学员，这应该不是天赋，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么变态的天赋。第93章，喜欢练习走位的沈一鸣3/5。沈一鸣并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道：“怎么样，老师，我这释放技能速度还可以吧？”何鸿飞沉默了。“老师，要不要再教教我？我觉得还有点提升空间。”“老师，你刚刚看出我有什么问题吗？”沈一鸣很真诚地发问，绝对不是什么阴阳怪气，他的唯一优势他也知道，但是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如果何鸿飞能指出来，就更好不过了。何鸿飞叹了口气：“你走吧，我没东西可以教你了。你唯一的缺陷就是灵能不足，这是需要你自己补充的。刚刚看了你扔出的几个技能搭配也很合理，如果能多几个技能就更好了。可惜了，如果你是法神学院的学生，应该会更好。”何鸿飞是真觉得沈一鸣进错学院了，他这么强大的天赋，来到武神学院，确实没什么人可以教导他。沈一鸣听后也觉得有道理，这样吗？那我过段时间先去法神学院吧。你要转学？何鸿飞问道。沈一鸣老实巴交的说道：“不用呀，我也是法神学院的学生，我到时候抽空去学习就行了。”你也是法神学院的学生？何鸿飞还是头一次听说一位学生可以在2所顶级学院上学的。沈一鸣点了点头：“对呀，不只是法神学院呢，我还是御兽学院的学生，我打算每个学院待1个月。”何鸿飞内心吐槽了句：“人言否？”他虽然震惊，但是还是相信沈一鸣所说的，毕竟他的天赋太离谱了，学院开这个先例也不是不可能。这让他想到学员中的另一位变态白薇，要是这两人在同级别碰上，不知道谁会赢。而此时的黄月月内心已经恢复平静了，被沈一鸣打败好像也没什么无法理解的，这货就是变态。就像自己如果被白薇秒了一样，自己内心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波动，甚至还未能和白薇交手感到庆幸。此时的他
已经把沈一鸣放在和白薇同等的位置上了。他也开始期待，白薇如果回到学院，看到沈一鸣之后会是什么情况。距离新生大比还有不到2个星期了，到时候他应该会回来吧。沈一鸣告别两人之后，回到宿舍，正打算进入修炼室修炼，但是发现竟然打不开修炼室，看了一眼自己的学分铃，哎，看来要搞点学分才行。想从比试上赚学分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等他下一次的 PK。一些连续赢2次的学员已经是沈一鸣忠实的信徒了，毕竟无脑压他就行了，别管赔率是多少，稳赚，就算输个几次也无所谓，反正他们还是赚。这就导致沈一鸣这边的学分根本就不够赔付，既然不能 PK， 只能去做任务了。先升级再说，把等级提升上来，到时候新胜大比也能赚一笔学分。无法进入修炼室，沈一鸣只能待在房间内进行冥想。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争取早日升到黄金。看到如此发愤图强的沈一鸣，二弟也是倍感欣慰。接下来的日子，他就拿起小本本帮沈一鸣记录起了他的生活日记，毕竟这都是可以卖钱的呢，好好保留下来，以后等沈一鸣喜羊羊之神身份曝光之后，这些东西老值钱了。9月21日，天气晴，今天人宠心情很好，刻苦修炼了1个小时，晋级白银2级之后，决定好好休息一下，犒劳自己。9月22日，阳光明媚，窗外的太阳很大，人宠今天修炼了30分钟，在没有看到晋级希望之后，便玩起了智能手环。9月23日，今天人宠很奇怪，他没有修炼，美名其曰劳逸结合，便拿着智能手环刷起了视频。9月24日，休息1天之后的人宠决定发愤图强，努力修炼了10分钟后，又拿起了智能手环，和大姐头开启视频聊天了。琪琪身上穿着的服装好好看，我也想要。9月25日，人宠很下心，决定好好修炼，但是他再次拿起了智能手环，看着美女走秀的视频，我好奇地问了问，他和我说在看视频练习走位。9月26日，距离新生大比还有不到1星期的时间，人宠依然在玩智能手环。9月27日，睡到中午才醒的沈一鸣看向身边的二弟，抱怨道：“二弟，你为什么不提醒我要修炼啊？”二弟疑惑地看着沈一鸣，你在没在修炼心里没点逼数吗？沈一鸣看了一眼时间，叹口气道：“算了算了，已经错过了1天最佳的修炼时间，明天再说。童子啊，有没有任务啊？我要做任务，我要升级。”当前没有发现触发任务的条件。沈一鸣深吸一口气，不行，不能再这样咸鱼下去了，我必须要修炼，我要加油，我要努力，不练走位了。沈一鸣听到童子的话，义正言辞地训斥道：“我已经学会了他们的走位方式，暂时就不用了。”不是沈一鸣不想修炼，是房间内的灵能基本上已经被他吸光了，想要更多的灵能只能进入修炼室当中。可是他又没有学分，他也想过去接任务，但是万一在新生大比之前回不来咋办？没办法的他只能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翻了翻，他还有10个白银箱子没开呢，还有同学们送的灵能药剂也没用。最重要的是，他在储物空间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卧槽，邪狼精华！我怎么把这玩意给忘了？第94章升级开箱4/5。沈一鸣发现邪狼精华之后，便直接拿了出来。之前他本来是服用邪狼精华的，但是上次二弟升级之后，为了稳定预售空间，就把这东西给忘记了。童子，我现在可以服用邪狼精华吗？你还没用过，当然可以。那我可以升到多少级？服用1/10，你可以到白银10级。想要突破的话，最好沉淀一下，不然会造成根基不稳。沈一鸣听后，双眼顿时一亮。白银10级，如果能升到白银10级，自己的身体素质和灵能都会大幅度的提高。身体素质倒还好，最重要的是灵能。只要有了灵能，他就能维持更久的复魂状态，而且也可以提高技能威力。那二弟他们可以升级吗？以你目前预售空间强度，并不适合升级，不然会有崩溃的风险。沈一鸣叹了口气，哎，算了算了，先把自己等级提上去再说。这预售师的垃圾设定也不知道谁规定的，不在短时间内契约受宠就直接丧失契约资格，真尼玛奇葩。沈一鸣把邪狼精华分出1/10后，一旁的二弟眼馋的看着这邪狼精华，人宠好吃的我也要。二弟可是一直记着这玩意呢，上次吃完之后对他的提升可是很大的，要不是沈一鸣不让他升级，他现在说不定已经快黄金5级了。沈一鸣摇了摇头，不行，这东西你还不能吃。说完就把房门给关上了，把二弟扔在了房间外。沈一鸣拿出邪狼精华服用下去之后，一股庞大的灵能充斥着整个身体。沈一鸣在第一时间也运转起了冥想法，没过多久，沈一鸣直接就升级了，白银3、白银4、白银5。1个晚上过去，沈一鸣直接升到了白银10级。
沈一鸣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这次提升还算不错，力量221，防御125，敏捷109，灵能6367，精神力2731。虽然和二弟他们比不了，不过这属性也很高了。沈一鸣刚打开门，便看到二弟站在门前，眼神透露出一股幽怨。人宠，你偷吃好吃的不给我吃。说完就转过身，不再搭理沈一鸣。沈一鸣安慰道：好了好了，改天让欢欢给你做点好吃的。二弟轻叫一声，还是没搭理沈一鸣。谁让沈一鸣每天都给他画饼，这次他可没那么好哄了。之前和黄月月 PK 的时候，说好了回来给他好吃的，结果给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这次沈一鸣再想给他画饼，他打死都不听了。又还来脾气了是吧？那行，我明天自己去找欢欢，不带你去。二弟听到沈一鸣这么一说，便贴了上来。我也要去。虽然脸上写满了不情愿，但是身体却很诚实。这次沈一鸣可没给二弟画饼，他明天真要去找银欢欢的，让他给自己准备一些干粮才行。铁甲犀牛肉干快吃完了，他也想过找个厨子帮忙做饭，但是他压根就请不起，就算请得起，他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啊。请一位灵厨做饭很贵的，而且他已经吃习惯了银欢欢做的零食，吃别的还真不一定习惯。哄好二弟之后，沈一鸣又出门采购东西去了。这次他打算多备一些香和贡品，毕竟以后要经常开箱的，这种东西还是多准备一些比较好。购买完物品之后，看了一眼时间，还没超过9点，还属于辰时。沐浴焚香之后，双手合十祈祷，念出那熟悉的口号：三清大大、玉帝老儿、王母娘娘、小耶稣、佛主大人、财神爷保佑，诸天神佛加身，给我开个好东西。一念至此，沈一鸣直接打开了第一个白银宝箱，很快一道白光闪过。S 级技能宝珠1枚，随机，还行。再来，终极防御符箓3，垃圾玩意，终极攻击符箓3，终极力量符箓3。沈一鸣看到又是符箓，心态顿时蹦了。卧槽，我不要符箓啊，这终极的有个锤子用啊。不信邪的沈一鸣继续开箱。终极灵能药剂3，毁灭吧，赶紧的。除了第一个开出技能宝珠，其他的真的垃圾啊。虽然是白银宝箱，但是不至于这么拉胯吧。终极攻击符箓3，终极敏捷药剂3，终极灵能药剂3。沈一鸣看着最后2个白银箱子，卧槽，最后2个了。一咬牙继续开。终极战斗服1，空间11。看到最后2个箱子中的物品，沈一鸣再也绷不住了。我操，除了第一个东西好点之外，其他的都是垃圾。不能说是垃圾吧，只能说有点用，但是用处不多。沈一鸣目光看向神秘宝箱，口中喃喃道：都垫了这么多了，总该给我出个好东西了吧。这些白银箱子都是垃圾，他能忍，但是如果神秘宝箱开出垃圾，他真要报警了。给我开。一念闪过，那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沈一鸣心顿时凉了一半。这白光给他的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第95章，他来了。他带着一道白光走来了5/5，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沈一鸣的面前直接出现一道空间之门。然而沈一鸣等了半天，却没发现有什么东西降临。童子，这啥意思啊？请宿主尽快升级，你的第3只御兽无法降临。沈一鸣惊呼：卧槽，啥意思？我开出第3只兽宠了，请宿主尽快升级，不然兽宠无法降临。沈一鸣闻言也不再犹豫，拿出几瓶终极灵能药剂，吨就往下灌，然后迅速把这些能量转换为御兽之力。白银御兽师10级。等了半小时后，沈一鸣也直接冲破了黄金级。当沈一鸣进入黄金级的那一瞬间，体内的御兽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御兽空间直接暴涨1倍，而且眼前的空间之门也直接融入到了御兽空间当中。片刻之后，空间之门内冒出一道炽烈的白光。沈一鸣一直死死地盯着那道空间之门，内心无比的纠结，不知道这第3只兽宠会是什么。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他本以为还要等一段时间，没想到开箱直接开出来了第3只兽宠。此时空间之门内先是出现一双雪白的翅膀，紧接着他那浑身雪白的身躯也展露了出来，体长3米左右，头长青角，状如狮子，还有形似山羊的胡子。当沈一鸣看到这兽宠的瞬间，惊呼道：卧槽，是个什么玩意？帅是挺帅的，已经可以和琪琪媲美了，但是他认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此时的他在御兽空间内怪叫了一声，沈一鸣不知该如何形容这道声音，有点像二弟的嘤嘤声，又有点像幼年狮子的叫声。沈一鸣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这只兽宠，为何自己感受不到他想表达的意思？
问了一下系统，童子，他在说话？没有，这只是他的叫声。沈一鸣听后也放下心来，难怪，我还以为听不懂他说话呢。沈一鸣打开他的面板属性，预售，白泽，未命名，年龄无，等级无等级，资质无评级，当前状态幼年期，当前温饱100，无需喂养。沈一鸣看到这属性面板，直接愣住了。童子，你在逗我？白泽他是听说过的，好像是一种祥瑞辟邪的象征，但是这年龄、等级、资质全无是几个意思？天地异兽，无法评级。沈一鸣听到童子的解释，有些无语，又看向白泽的技能面板，趋利避害，本体拥有强大气运，能感知到宝物的存在，对危险有强大的预警能力。附加气运，可以为人临时加持一定的气运。专注，可以同时为多个目标增加专注状态，在此状态下修炼可以提高 10% 的效率。附魔，可以短时间内提高目标灵能上限。附身融合，被白泽附身后的目标提高 10% 的攻击力， 10% 的防御力，并且施加技能效果加倍。看完白泽的技能，他愣住了。他的技能面板和二弟和琪琪的完全不同，白泽的技能竟然没有等级区分。童子，白泽的技能没有等级区分的，因为白泽属于天地祥瑞，受到上天的眷顾，在一个时代只会出现一只白泽，所以他拥有的技能都是专属技能。那白泽怎么升级？白泽不需要升级，宿主气运越强，他能领悟的技能越多，同理他越强，也能反哺更多气运给宿主。卧槽，这么说他完全是和我绑定在一起的，你可以这么理解。沈一鸣看向白泽的目光逐渐变态，嘿嘿嘿，这可是天地间唯一存在的祥瑞啊，这神秘箱子真香，三清大大真给力。不过三清大大，以后你可以退休了。白泽的技能虽然没有任何攻击手段，但是他的每一个技能都很变态啊。战斗的时候可以加攻、加防、加灵能，不战斗的时候可以提高修炼速度，附加气运，趋利避害，更是可以寻到宝物。带着玩意去秘境，岂不是随便捡到宝物？把白泽召唤出来后，二弟惊喜地看向白泽，人宠，这是三弟还是三妹啊？沈一鸣也不太清楚白泽的性别，不过这种天地奇兽应该是没有性别的吧。白泽看到二弟后也缩成了30厘米左右，此时的白泽就像一个小羊羔一样，通体雪白，异常的可爱，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二弟。咿呀，你好呀。二弟听到这咿呀的叫声，冲到白泽的面前，紧紧地抱住他。哈哈，太好了，你也不会说话。白泽好奇地问道。咿呀，什么说话？二弟拍了拍白泽的小翅膀。没事，你会以后也别学了，这样挺好。沈一鸣倒是没有理会这两个小家伙，他现在更好奇的是，为什么这白泽也会巨化？童子，这白泽不是没有巨化技能吗？为什么他能随意变换体型？这是自带的天赋，就像是人生下来就会吃东西一样，巨化对于他而言就是本能。那他还有其他自带技能吗？有啊，很多。第96章神小白。还有什么基础技能？飞行、迅捷、魔免、幸运、勇敢、强壮、自愈等等一系列的基础技能，除了不会攻击 S 级以下的基础技能，他基本上都会。沈一鸣听到童子的解释后，那一张嘴根本就合不下来。卧槽，这么离谱吗？童子介绍的这几个技能，沈一鸣基本上也都了解过。飞行不多说了，和鸟一样的本能，他飞行不需要灵能。迅捷，增加移动速度。魔免，魔法免疫。幸运，敌人给他造成的伤害有几率打偏。勇敢，免疫精神类的控制技能。强壮，提高自身防御上限。自愈，受到伤害后会加快自我修复速度。沈一鸣愣了一会，咦，不对啊，我怎么发现这些都是被动技能，没主动技能吗？基础技能都是被动的。行吧，虽然都是被动技能，但是沈一鸣已经非常满意了。魔免啊，哎，不对，如果白泽魔免，是不是相当于自己也魔免？沈一鸣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拥有复魂状态的，理论上确实是如此。如果你的契合度和白泽达到100%之后，可以魔法免疫。沈一鸣听到童子的解释，叹了口气，可惜了，现在白泽和他的契合度才50%，连最基础的复魂都无法使用。不过沈一鸣也觉得没啥，二弟那逆子现在契合度都上70了，这白泽应该不难培养。看着眼前正在和二弟玩耍的白泽，把他抱了起来。此时的他就像一只小羊羔一样，软软糯糯的，还有一双小翅膀，非常的可爱，手感比二弟舒服很多。把他抱在怀里，沈一鸣惊喜地发现自身的灵能速度正在飞速的增长，而且
精神力同样如此。卧槽，童子，不对劲啊！他不是没用技能吗？我的灵能速度怎么在快速增长着？这是他的基础技能，你别慌，你把它当成一个充电宝就行了。灵能、精神力消耗完之后，抱着它，修炼的时候抱着它也能增加修炼速度，再搭配上他的专注技能，你至少可以提升1倍的修炼速度。这白泽给沈一鸣的惊喜太大了，不愧是天地祥瑞，真香，太香了。看着怀里的白泽，沈一鸣突然想到，对了，你还没名字吧？以后就叫你沈小白。咿呀，好的。沈一鸣抱着白泽，越抱感觉越舒服，把脸贴到他的身体上，露出了一副痴汉的笑容。他的身体好软，就像是棉花一样，但是又有一种肉感。如果拿着白泽当枕头以后，肯定不会做噩梦吧？一旁的二弟看到沈一鸣这副模样，有些酸溜溜的。人宠，我也要贴贴。沈一鸣说道：“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以后不需要贴贴了。”二弟气呼呼的看着沈一鸣，哼，所以爱真的会消失吗？有了白泽之后，沈一鸣肯定要试一试它的效果。拿出刚刚获得的随机技能宝珠，对着白泽说道：“小白，帮我附加气运。”咿呀，小白轻叫一声，一道红色的光芒瞬间进入沈一鸣的体内。沈一鸣一只手抱着小白，另一只手拿着随机技能宝珠，心中默默祈祷着，来的法式技能有用的。三清大大，你需不需要退休，就看这一波了。一念至此，这枚随机技能宝珠直接被开启。恭喜获得 S 级法师技能宝珠蓄能。沈一鸣连忙查看起这枚技能宝珠，蓄能可以储蓄所有法师技能，并且增强技能威力无上限。哎，嘿嘿，大招不就来了吗？这玩意和养剑差不多，10年养一剑，出剑必杀人。沈一鸣拿起技能宝珠，直接学了起来。当他学会蓄能之后，打出一发小火球，然后给小火球附加蓄能效果，威力果然大增。随后又把小火球融入体内，沈一鸣能感受到这小火球的威力正在快速增长着，而且还不消耗他的灵能，有点效果。不过这养技能太久了吧？沈一鸣怨道。毕竟沈一鸣享受过那种一股脑扔技能的快乐后，现在让他养技能，多少让他有点接受不了。沈一鸣正琢磨着怎么好好利用这技能，突然让他想到了一件事，这技能可以扔进储物空间不？如果可以放在储物空间内，让他们自己养，那到时候打起架来，自己只需要打开储物空间，扔技能就行了。想到这，沈一鸣就兴奋起来，连忙把体内的小火球给导了出来，拿出空间手环，尝试把小火球吸收进去。卧槽，进去了，真进去了！沈一鸣看到小火球被吸入储物空间后，兴奋地喊道。紧接着又打开储物空间，尝试拿出小火球，没想到刚刚被收入储物空间的小火球，在进入储物空间的一瞬间就消散在了储物空间之内。沈一鸣皱了皱眉头，不行吗？这小火球能收进去，但是储物空间内并没有灵能来维持这枚小火球。童子，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小火球在储物空间内维持效果吗？要不你试试你的预售空间？沈一鸣顿时恍然，对呀，我的预售空间经过李天的改造后，里面已经蕴含了灵能了。沈一鸣再次打出小火球，然后给它附加上蓄能，然后收入预售空间之内。沈一鸣此时的内心很紧张，如果预售空间无法维持小火球的运转，那他就要想别的办法了。当小火球进入预售空间的那一刻，沈一鸣默默地观察着小火球变化，突然发现这枚小火球的威力正在缓慢地增长。哈哈，可以，真的有用。知道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之后，沈一鸣顿时就来了兴趣。来到小院，然后切换法师形态，复魂奇迹之后，对着小白说道：“小白，给我附魔，再和我融合。”咿呀！小白先是对着沈一鸣使用了附魔，然后本体化成一道流光融入沈一鸣的体内。此时沈一鸣的身体也在发生变化，原本一头红发瞬间变成了白发，瞳孔也恢复成了黑色，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眉心中的红色火焰。经过小白的融合之后，沈一鸣的颜值又再次上了一个档次，而他也能感受到体内那股庞大的灵能。原本复魂奇器也许只能复魂几分钟，但是现在有了小白，至少可以维持半小时以上，而且小白还能加快他灵能的恢复速度。如果自己再找一些恢复灵能的装备，理论上他是可以一直使用复魂状态的。沈一鸣一连打出10道毁灭吐息，然后立刻补上一个蓄能效果。空中正要张嘴吐息的齐齐幻影纷纷停了下来，沈一鸣也没有犹豫，直接都把他们给收入了预售空间之内。沈一鸣觉得还不过瘾，又来了10只，直到在预售空间内储存了50道毁灭吐息的技能之后，沈一鸣才停下来。沈一鸣还想继续，但是他灵能已经耗光了。看着预售空间内的50道毁灭吐息，沈一鸣嘴角忍不住的上扬，嘿嘿，这次兴盛大比，
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人形炮台。一口气扔出50道毁灭吐息，谁能挡得住？而且技能的威力还是经过加持的，时间越久，技能的威力就越大。还有几天时间，到时候应该还能储存几百道技能，业火焚心也要搞一点，星火燎原也可以来一些。总之就是技能多多益善。他现在也有了新的目标，就是找一些技能威力大的技能宝珠，只要威力大，其他的都可以无视。第97章被实锤的沈一鸣。知道接下来要寻找的东西之后，沈一鸣把之前剩下的邪狼精华分一半拿了出来，递给二弟。莫，吃了吧，能升多少级就看你的造化了。现在的沈一鸣已经是黄金御兽师了，不需要再刻意压低二弟他们的等级了。二弟接过邪狼精华，高呼应，人宠万岁。沈一鸣听到这逆子又叫自己人宠，他已经免疫了，喜欢叫就叫吧，自己不也经常叫他逆子？和一个小孩子计较那么多干嘛？反正现在有了。小白，二弟你先往后靠一靠。一夜无话，二弟已经把邪狼精华给完全消耗完了，而他的等级也来到了黄金7级。这水平，他相信绝大部分黄金级无法破防二弟。他也对接下来的新生大比更有信心了。走了，咱们去找琪琪，也给他加强一波。二弟小眼珠子在转悠着，靠近沈一鸣。我能不能先揍一顿琪琪，你再给他？呵呵，你说呢？让二弟去揍琪琪？不可能的，绝对不能让二弟这货飘起来，不然这小家伙绝对会闹翻天。而且琪琪可是个乖宝宝啊，哪能让这逆子欺负琪琪？此时走在武神学院路上的沈一鸣，他能感受到四周同学看向他的目光有些奇怪。沈一鸣，卧槽，真是你啊，我见着活人了。沈一鸣看着眼前的人白了他一眼，我不是活的，难道我死了？这名男同学有些手足无措地解释道，哎，不是，我就是兴奋，有点激动。咋了？有事？这名男子拿出智能手环，没事，我能和你合影吗？行吧，搞快点，我还要出去呢。沈一鸣看到这名男子如此热情，也没有拒绝。和这名男子拍完照之后，正走出校门路上的沈一鸣发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找他合影的人太多了，甚至还有女的让他帮忙签名，这就是妥妥的明星待遇啊。但是他真的没干什么啊，也就打了2场 PK， 不至于，真不至于。沈一鸣又帮一位小伙子签完名后，好奇地问道，同学，你干嘛要找我签名啊？这名男子愣了一会，你不知道？啥呀？和我说说。沈一鸣追问道。说到这名男子就更加的兴奋，大佬你火了，你不知道吗？现在校园贴吧上都是关于你的事情。沈一鸣听他这么一说，也没有再追问了。行吧。他打算等会出了校门再翻翻论坛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出校门之后，沈一鸣便放下怀里的小白，小白变大，咱们出发喽。咿呀，小白乖巧的点了点头，幻化成之前在御兽空间见到他的模样。一旁路过的学生看到小白后惊呼，哇，那是什么兽宠？好帅啊，他的毛发好白啊，而且好纯粹，这是什么兽宠有人知道吗？咦，那不是沈一鸣吗？卧槽，真是沈一鸣，这是他的兽宠吗？之前切磋的时候没见他用啊。快，看到活人了，赶紧拍照留念下。沈一鸣看到已经围过来的学生，二话不说直接骑上小白的背上，而此时的二弟习惯性的张开自己的小爪子，等着沈一鸣抱他上去。他却发现沈一鸣变了，他不抱自己了。平时骑骑的时候他都会抱自己上去的。站在小白腿边的二弟问道，人宠你为什么不抱我了？沈一鸣看到人群越来越近，连忙催促道，你都是大孩子了，不需要抱了，赶紧上来。哼，二弟听后气呼呼的自己跳上小白的背上，他心里有10000个委屈，但是他不说。二弟远离沈一鸣，骂骂咧咧的死人宠，臭人宠，再也不喜欢你了。沈一鸣也没太注意二弟的情绪，而是已经打开了论坛，下意识的抓过二弟，揉了揉他的小脸蛋，把他放在自己的怀里。原本还有小情绪的二弟脸上瞬间就露出了笑脸，暗自嘀咕道，哼，我就说嘛，人宠是最喜欢我的。沈一鸣看着论坛上的内容，震惊，沈一鸣竟然是双 SSS 级资质的超级天才，惊呆了。黄金10级天才班的学员竟然不敌一位青铜9级法师，快点进来看看，青铜9级法师竟然对黄金10级的女神做出了这样的事。实锤！沈一鸣原校友亲自承认，沈一鸣就是喜羊羊之神。沈一鸣身份大曝光，沈一鸣看着这些论坛上被加精的帖子，一脸的懵逼。牛逼哇，和黄月月正常切磋都能被这群标题党给写成这样，
不过沈一鸣对于这些对战信息倒不是怎么关注，而是点进了袁校友实锤自己的帖子。打开那张贴吧一看，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正是一平。此时的他一脸骄傲地说道：“喜羊羊之神正是出自我们学院，并且还是我们御兽3班走出去的天才。当初他还和我竞争过班长，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我侥幸获胜。可惜了，他成长的速度太快，不然我们现在肯定还是同学。不过，他虽然离开学院，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消失。我相信我们再见面，一定还是好同学、好朋友。我同样是他的好班长。”沈一鸣看着一平那熟悉的脸，有些后悔当时怎么没直接把他给埋了。沈一鸣紧握着双拳，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的好班长，下次遇到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这孙子竟然敢曝光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揍几顿都不解气。当初的视频虽然已经刻意模糊了沈一鸣的脸，但是对于御兽3班的同学来说，沈一鸣的衣服一眼他们基本上就能看出来。沈一鸣是真不想背上什么喜羊羊之神的称号啊！不行，必须要找个时间洗白。第98章，银欢欢的赠礼。沈一鸣没有着急在论坛上辩解什么，他在等一个机会，正好过几天就是新生大比了，到时候要让他们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法爷，强行改变他们对自己的印象，必须要让他们忘记喜羊羊之神这个称号。骑着小白飞了半小时左右，沈一鸣来到牧师学院，刚到学校大门，便看到一道熟悉的倩影站在校门口等着他，还是那熟悉的黑色裙子，还是那精致的脸蛋，还是那样的瞳孔。银欢欢看到沈一鸣来了之后，便朝他挥了挥手，脸上的笑容也变成了月牙状。看到银欢欢的笑容，一旁默默关注银欢欢的学长同学们直接傻眼了，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银欢欢的笑容，好美啊！不过他在等谁？这笑容，我愿成为最美笑容。放开那女孩，让我来！冰山女神融化了。当众人看到沈一鸣走到银欢欢面前之后，男学长们突然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卧槽，那谁啊？我家女神不会在等他吧？狗东西，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不要啊！女神，你应该像之前的人一样把他赶走。你身边的受宠为啥不动啊？把他赶走啊！”然而琪琪确实动了，看到沈一鸣之后，他亲昵地蹭了上去。完了，这只受宠怎么和他关系这么好啊？不对啊，这只受宠不是挺凶的吗？上次我想靠近女神，她对我龇牙咧嘴的。啊！他们走了，女神带他进入学院了。沈一鸣来到银欢欢的住处后，默默地打量着小院装饰。院子的大小和他在武神学院的差不多，不过这个院子里的整体摆设很温馨，一看就是经过精心装扮的。你这院子不错呀。银欢欢笑道：“我师傅帮我安排的。”沈一鸣打趣道：“有师傅可真好啊，不像我自己一个人。”银欢欢白了他一眼：“你要真想找师傅，我相信会有很多大人物排队上门等你挑选的。”沈一鸣的事情他也听自己师傅说过，为啥现在没人找沈一鸣，是因为天骄计划还没完全推动，等天骄计划执行之后，沈一鸣将会出现在大众视野，到时候想要收他当徒弟的人可不会少。嘿嘿，沈一鸣只是傻乐着，没有说话。这是你新契约的受宠吗？银欢欢指了指一旁正在玩耍的三小只问道。呢，贼牛逼。沈一鸣点了点头。银欢欢打量着眼前的小白，是吗？我倒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受宠，长得还挺可爱的，而且莫名的有种亲近感。对了，我也给你准备了点东西，你等会我去拿给你。沈一鸣摆了摆手，客气啥呢？咱俩谁跟谁啊？你快点啊！此时正在相互打量对方的三小只，二弟率先开口：“我已经黄金7级了，琪琪你打不过我的，我以后就是老大。”琪琪瞥了二弟一眼，心中嘀咕道：“为啥他在老大那里升级那么快？自己平时也没少吃东西啊，现在才黄金4级。我有专属战斗服，你没有，凭什么你当老大？”琪琪展示着自己的专属战斗服说道。二弟看着琪琪的战斗服，心里也很羡慕，有了战斗服之后，使用巨化的话，身上的衣服就不会破了。而且他是知道，等会沈一鸣也会把邪狼精华给琪琪的，到时候自己就不能在他面前装大哥了。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上却不服输。你个小垃圾，等级没我高，有战斗服又怎么样？你还是打不过我。一旁的小白呆萌地看着两兽，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呢？琪琪看到小白后，好奇地问道：“这是三弟还是三妹？”二弟摊了摊自己的小爪子，我不知道呀，当成三弟就行。二弟悄悄凑到琪琪面前说道：“我和你说啊，和三弟贴贴，很舒服的。”是吗？琪琪飞到小白身边，骑在了小白的背上，两只爪紧紧地抱住小白的脖子。两只差不多大小的小兽，琪琪这姿势很奇怪，让不知道的人看到可能会误会他们。
琪琪感受到自身灵能的变化之后，惊喜地说道：“哇，真的耶，抱着3弟好舒服。”2弟也是跑到边上，紧挨着小白，3只小兽就这样相互贴贴。刚刚去拿东西的银欢欢看到这一幕愣了一会，他们在干嘛呢？沈一鸣没有解释，而是说道：“你抱一下小白就知道了。”是吗？银欢欢把琪琪和2弟提起放到一边，然后抱起小白。片刻之后，他震惊了，我身体的灵能在发生变化。沈一鸣这只兽宠竟然能加快别人的修炼速度，这也太恐怖了吧！沈一鸣炫耀道：“嘿嘿，就这就震惊了，都是小意思，它真正的作用可大着呢。”银欢欢提醒道：“你可别说了，这小家伙你最好别让别人靠近，不然恐怕会引起轰动的。”沈一鸣：“这是当然，我也就和你说说罢了。”诺，这是给你准备的东西。银欢欢拿出3枚技能宝珠递给沈一鸣。沈一鸣问道：“这是啥？”银欢欢：“3枚 S 级的技能宝珠，你不是觉醒法师职业了吗？我帮你找了一些。”沈一鸣听到银欢欢这话，直接傻眼了。这些东西他怎么弄来的？1枚 A 级技能宝珠就价值1000万了 ，S 级的宝珠上亿起步，这一下给出3枚，他怎么搞到的？卧槽，你竟然是个隐形富婆！银欢欢白了他一眼：“我要是富婆，还会欠你钱啊？这是我让师傅帮你找的，以后我是要还给他的。毕竟你准备新生大比了，应该还没学几个技能，而且之后你还要进入秘境，里面可是很危险的，多学一些技能我也放心。”沈一鸣听后一阵感动，之前自己的投资果然不亏，他刚入学就帮自己找了3枚 S 级技能宝珠，以后他真正成长起来后，自己岂不是能抱富婆大腿了？沈一鸣义正言辞地说道：“哎，这份礼太重了，我没啥能还的，要不我以身相许吧。”第99章，白给白威。银欢欢白了一眼沈一鸣：“如果说我给你的3枚 S 级宝珠贵重的话，那你给我的 SSS 级宝珠怎么算？”沈一鸣叹了口气，这小妞是真傻白甜，还是装傻听不懂自己的暗示啊？不过他也不勉强，他也没指望直接拿下银欢欢。现在2人的状态挺好的，友情之上，恋人未满，2人都还年轻，不急不急。行了，别想那么多，我已经帮你提前准备好2个星期的食物了，以后你就不用再吃干粮了，你等会我去拿给你。说完，银欢欢就转身离去了。银欢欢此时的内心无比的纠结，他这不会是表白吧？他内心是想接受的，但是又害怕，因为他也没谈过恋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2人的关系。万一恋爱谈得不好，谈了之后发现2人不适合，那估计以后连队友都做不成了。而且2人目前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分开的，因为知道对方太多的秘密了。银欢欢他是喜欢沈一鸣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但是让他再跨一步，他就怂了，害怕失去，所以不敢去尝试新的关系。毕竟他现在已经没有亲人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沈一鸣，把自己的世界一点一点的修复。如果失去他的话，自己的世界恐怕会再次崩溃。而且他感觉沈一鸣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童心未泯，挺害怕他是说着玩的。然而银欢欢哪里知道，沈一鸣只是在他面前保持着童心。当银欢欢重新回到小院，手中拿着一枚空间戒指：“这是你2个星期的伙食，吃完之后提前和我说就行了。”沈一鸣看到这新鲜的零食之后，也把刚刚的事情抛到脑后了。嘿嘿，辛苦你了，欢欢。银欢欢倒是没觉得辛苦，而是说道：“我最近准备帮2弟和琪琪制作一份定制零食，可以提高他们的灵能，还有3维属性的，不过需要一点时间，我还要准备一些材料。”银欢欢又看向小白，这小白是吃什么的？要不要帮他准备一些？这小家伙不用吃东西。沈一鸣摆了摆手：“定制食谱很贵吧？我给你材料钱。”沈一鸣是知道定制食谱的价格的，像2弟和琪琪这样的黄金级御兽，想要提高他们的属性点，是需要花费大量的灵肉、灵髓以及一些特殊药材才能制作出来的。自己平时吃的东西让银欢欢花钱就算了，要是零食再让他出钱，就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果银欢欢是自己的女人，那他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这份好意，但是他现在还不是啊。做人要有边界感，什么都想蹭一点，到头来很有可能是一场空。良好的关系是需要2人共同维护的，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银欢欢摇了摇头：“不用了，这些我自己想办法就行。牧师学院的福利还是很好的，而且我师傅也帮我找了他好友，教导我制作零食，反正到时候都是做，就顺便给他们一起做了。”行吧，沈一鸣点了点头。虽然不给钱，但是沈一鸣还是要找一些东西送给银欢欢的。把邪狼精华留给琪琪之后，沈一鸣便带着小白和2弟返回了武神学院。京都白家，大宝拿着智能手环跑到白给的边上，一脸急切地说道：“老大，你之前想要邀请的人进入武神学院了。”原本瘫坐在沙发上的白给瞬间就坐了起来，人找到了。之前他一直联系沈一鸣，
但是那货压根不搭理自己，发消息不回，谈视频不接。白给可不会放弃这么好的一颗苗子。大宝点了点头，找到了，就在御兽学院天才班内。白给听后双眼顿时一亮，天才班内，那就好处理了，让老姐去邀请他就行。一旁的二宝小心翼翼提醒道：“老大，那个恐怕现在没这么好邀请了。”怎么啦？白给有些疑惑。二宝解释道：“他现在算是名人了，而且觉醒了双职业，虽然只是白银级9级，但是他的受宠已经拥有了黄金10级的战力。”白给严重的怀疑自己听错了，啥玩意？我才1个多月没见，那货就能干黄金级了？他记得自己当初训练受宠的时候，那只熊好像才青铜级吧，现在就黄金了？坐火箭也没那么快的吧？二宝哭笑不得的说道：“老大，我怎么敢骗您啊？”白给听后快速的思考了起来，看来之前的方案是行不通了，想要拉拢他进入白家，这次恐怕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了。而且拉拢一位天才班的学员，这代价好像他付不起了。白给嘀咕道：“这小子是绝对的天才啊，这晋级速度比老姐还猛。”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放弃沈一鸣，虽然拉拢不进白家了，但是可以找他一起组战队啊。到时候再骗老姐进来，加上自己物色的几名妖孽，嘿嘿。什么清明，爷奥奈我和团队都给我一边待着去！老子要组建一支夏国最牛逼的团队，不对，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团队。想到这，白给就越发激动起来。如果真能把这几名妖孽都给邀请进入战队，多了不敢说，这团队至少都能进入夏国前10。如果算上他们的话，队伍里还缺一奶、双战、一机械。一旁的大宝问道：“老大，还找不找他了？”白给摆了摆手，先不着急，估计要改变计划了，拉拢他代价太大了，还不如邀请他加入战队。您要邀请他加入战队？大宝、二宝闻言顿时一惊，他们一直跟在白给的身边，当然知道这战队的含金量。这可是以目前夏国第一天才白薇作为舰队基石的团队啊，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是已经成名或者天赋超绝的妖孽。老大就这么看好沈一鸣，竟然要邀请他加入战队？放心，我自有打算。我老姐是白薇，和他还是同班同学，只要借用我姐名字邀请他，应该是不难的。一旁的二宝提醒道：“可是大小姐知道你借他名字乱来，你就不怕被他打一顿吗？”“怕啥？她是我亲姐，用一下她名字怎么了？”“大宝，可是您压根没跟他说过建团队的事情啊，万一到时候那些妖孽觉得自己被骗了，您咋办？”白给一脸傲娇的说道：“我姐是白薇，怕个锤子啊！不管他们有多牛逼，都没我老姐牛逼。看在我姐的面子上，他们应该不会揍我。再说了，邀请我老姐进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100章，兄弟们，回家了。起源203年9月31日，罗湖市烈士陵园内，此时有上万人聚集在此。环顾四周，他们有的身穿军服，有人穿着黑色西服。高台处，负责主持军葬的主持人宣布道：“军葬仪式开始，全体敬礼。”主持人话语落下，下方的军人齐刷刷地对着那数千棺椁行礼，而他们的家属则是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着。行礼3分钟之后，主持人便继续说道：“礼迎烈士。”主持人话音刚落，整个烈士陵园内便响起一首乐曲。乐曲响起，那宛如死亡临近的压迫，沉郁却又激亢的情感，几乎让所有人屏息以待。这乐曲仿佛能重现当初这些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境遇，一股浓重压迫感在人们心底油然而生。紧接着曲子变调，高亢的号角声响起，仿佛让人们看到了这些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的表现。这一段号角声整整持续了3分钟。高亢的号角结束的那一刻，现场的人内心都狠狠地揪了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号角声结束就意味着这些战士们已经牺牲了。曲子进入间奏，现场再次陷入一片寂静当中，音乐逐渐变得缓慢，并由激越滑转为沉思与哀悼。当乐曲结束，并且天空中此时飘下了无数的鲜花，落在那些棺椁之上。现场沉寂了片刻后，主持人进行了下一个仪式，奏下国歌，宣布烈士评定文件，烈士平生事迹并致悼词。负责主持军葬的主持人拿起一沓厚重的文件，开始宣读起来。整个过程足足持续了8个小时。中途负责主持的主持人滴水未进，站姿依旧挺拔，向烈士默哀。下葬，把遗体下葬之后，便轮到了亲属送花圈的环节，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安葬仪式结束之后，所有人都抱着沉重的心情离去了。聂元看到仪式结束之后，默默拿出一根香烟点了起来。他运气好，被黑球国的人绑走之后，只是选择囚禁他，并没有杀了他。此时他身边的屠勇也是默默看向墓碑群的方向，感慨道：“也许未来我们也会躺在这里。”聂元深吸一口，失落地说道：“
我不配。屠勇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这次龙之谷秘境内的行动不怪你，有很多事情连高层都没想到，更别说那13道神话气息了。屠勇发现聂元根本没有任何表情，便继续说道：你的表现也被上级认可了，抵御受潮有功，你的军衔会再升一级。聂元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没有任何的波动。如果可以，他宁愿让这些士兵回来。屠勇也不管聂元什么表情，自顾自地接着说道：龙之谷秘境已经被上级接手，上级打算派你去驻守其他的秘境。聂元摇了摇头，我打算退伍，赚些积蓄给他们的亲人。屠勇听到聂元这话，直接愣住了。你说什么？聂元默默地捏着手中的香烟，晚点我会向上级申请退伍的。屠勇怒骂道：你疯了！你爬了大半辈子才坐上今天这个位置，你现在说不干就不干？上级会给予这些士兵补贴，用不着你。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一个人能赚得了多少钱？1000万？还是1个亿？10个亿？一位普通士兵的抚恤金就是300万，他们需要你那3瓜2枣的。这几千人上百亿的抚恤金，你拿得出？聂元听后顿了顿，想要开口反驳，但是想到那庞大的数字，又摇了摇头。我会尽力补偿他们的。屠勇一把抓住聂元的衣领，你就是个自以为是的蠢货。你走了，你那些还活下来的部下怎么办？让他们打散，重新去适应其他将领。你是对得起死去的部下了，但是还活着的人，你想过吗？他们信任你，才会选择跟你一起冲锋陷阵。现在好了，你 TM 就是个怂蛋。你知道你退伍的消息一旦传到他们那里，他们会怎么想吗？聂元听后叹了口气，我再考虑考虑。屠勇放开聂元，冷冷地说道：要是有一天你真要离开，我希望你能当着他们面亲口告诉他们，小天在京都，你放心就好了，我会看好他的。说完，屠勇就转身离开了。聂小天就是聂元唯一的牵挂，听到屠勇这么说，他内心还是很感激他的。而他自己也该考虑一下接下来的事情了，他是带着部队去镇守其他秘境，还是就此退伍？而烈士陵园内的另一旁，侥幸存活下来的法师，此时他手中拿着一块军牌，双目通红，哽咽地看着眼前的这对母子。嫂子，这是大哥的军牌，我把他带回来了。此时这位年近30的女子默默接过这枚军牌，强忍悲痛，把他递到只有3岁的儿子手上。孩子，这是你爸爸留给你最宝贵的东西，你一定要好好保管。男孩一脸疑惑地接过军牌问道：爸爸去哪里了？他之前还和我说带我去游乐场玩呢。女子张了张嘴，爸爸，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而是紧紧抱住儿子。而此时的他早已双目通红，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妈妈，你怎么哭了？爸爸说过，爱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你不许哭了，不然爸爸会生气的。一旁的军人法师听到男孩那天真无邪的声音，悄悄背过身，擦拭着自己的泪水。男孩根本就不知道这军牌意味着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今天起再也没有爸爸了。